女孩抱着大老虎狂撸猛吸，却不知道他是成年男性，兽氏部落最强勇士，就这样被女孩像狗狗一样把玩着。即使他脸红的要发疯了，也只能用爪子挡住涨红的脸庞。只因这里是熊多雌少的兽人大陆，而刚穿越就被系统抛弃的香青书却被兽人抢着求做伴侣。高冷黑蛇、霸气老虎、傲娇狐狸、毒蛇人鱼、呆萌熊猫都求着要生崽崽。此时刚穿越的香青书正站在密林中，看了好一会儿，他叹了口气，这才接受自己穿越到兽氏大陆来的事实。坏消息，他是被一个生子系统绑定错误的前任宿主，现在系统已经和他解绑。好消息，系统离开前向青书和他讨价还价，要来了一些补偿，其中有一个带灵泉的空间，一个防御型的保护罩，最后给了他一个能分辨善恶的异能。除了这3样，系统还主动赠送给他一些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和一个商城小程序，只要有积分就可以兑换一切他想要的物资。积分来源自然是生崽。他知道兽氏大陆的情况，明白需要找靠谱的兽夫才能更好的生存。生崽算是交换或者补偿，兽氏有兽精能恢复健康，只是他在原地站了很久，却连野兽都没遇到一只。他想了想，还是觉得不能坐以待毙，便随便找了个方向走。结果刚出杂草丛，就遇上一头在这附近觅食的棕色野虎。香青书转身就跑，虽然有保护罩没有受伤，但没注意踩中了旁边一个深坑，直接滚了下去。香青书顿时后悔了，对于系统的补偿他应该再斟酌一下的，不应该因为系统在不断催促，就这么匆忙的做了决定。虽然有那个保护罩在，他不会死，但也会意外受伤啊。虽然受了伤灵泉水能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他会疼啊。好在这个深坑是个斜坡，没有突出的尖石或草根。香青书顺着斜坡滚下来时并没有受多重的伤，抬头去看时，却见那只野虎在洞口徘徊，几秒钟后走了。香青书一愣，看到通道的尽头有个山洞，有火，是有兽人住在这里，但刚才那么大的动静，怎么没人出来？迟疑2秒，香青书决定过去看看，有兽人住的山洞总比野外安全。轻轻走到山洞口，香青书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一眼看到里面的草窝和篝火堆，心想这果然是兽人住的山洞。又看到在草窝另一侧趴着的年轻兽人时，香青书一愣，随即松了口气，幸好他看到这兽人周身笼罩着一层浅浅的白光，这是他那个能分辨好坏的异能。白光说明他是个被系统认证的好兽，虽说好坏之分从来都很复杂，但根据兽氏规则制定的异能，显示成好人的至少说明这人不会滥杀无辜欺辱雌性幼崽。香青书走进山洞，蹲在那兽人身边，等走近了他才看到他身上满是猩红的伤口。香青书皱了下眉头，正想给他翻个身，把他弄到草窝里去，还没碰到他呢，就见这人的下半身忽然变成了一条长长的黑色蛇尾，他是一只蛇兽。香青书惊了一下，但没有害怕，一来他本来就不怕蛇，二来他这蛇尾是真的好看，鳞片是从透明到白色再到黑色的渐变色，看着有些梦幻。不过想到兽人在昏迷时不自觉露出兽身是虚弱的表现，他来不及欣赏，赶紧用灵泉水将这人后背上的伤口洗了一下，然后费了9牛2虎之力将他翻到草窝里躺好。香青书又将他上半身和尾巴上的伤口都洗了一下，犹豫一会儿，还是掐着这人的嘴巴，给他喂了许多灵泉水。好歹是遇到的第一只好兽，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吧。不过话说回来，这只黑色蛇兽长得可真是好看，它脸型轮廓精致，五官中透着些邪魅，眼型特别修长，哪怕紧闭着双眼，也能感受得出它眉眼之间的清俊之气。大约因为受伤，他的长发有些凌乱，有几缕还在洗伤口时被打湿，紧贴在他肌肉突出的胸前，十分惹人眼。香青书伸手替他把头发理好，垂眸就看到了他左胸口那个蓝得发紫的蛇形兽印。在这里，每个雄性兽人的胸口处都有一个兽印，等级是黑绿蓝紫红金排列的。兽人一生与人类一样只有100年寿命，能升到6级已是极限，可这个年轻蛇兽居然已经3级，快要突破4级了。香青书看的眼睛都亮了，不由觉得这人更加绝色了几分，他差点没控制住想在他健硕的胸肌和腹肌上摸几把。双开门的大美男啊，长得又高又帅，能力又特别突出的，谁不喜欢？但他忍住了，谁让他是个懂礼貌的好孩子呢？人家昏迷着，他不能趁人之危，只是刚刚费了些力气，之前情绪又大起大落，还跑了那么久，现在停下来，香青书就感觉有点疲累。他一边给自己的伤口洗了洗，一边左右查看，见草窝里只有这兽人尾巴那头还有点位置，便直接在那边躺了下来。最多1分钟，他就睡了过去。然后香青书做了个梦，他梦见那只好看的蛇兽醒了，他用他长长的蛇尾卷着自己，贴近自己，他那双紧闭着的眼睛也睁开了，果然如他想象般的那么好看。他深深地凝望着他，薄唇微张，好像说了什么。香青书仔细辨认，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小雌性，你压到我尾巴了。香青书吓得当时就醒了过来，睁眼后立马起身去看他的尾巴，还好没压到，没碰到他的伤口。香青书去洞口看了看，此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他无奈地回到草窝边坐下，摸了摸肚子，他饿了，可他不会打猎。空间里只有系统赠送的2瓶避孕药和恢复丹，本来想把蛇兽喊醒的，但他想了想还是没动。左右现在已经晚上，醒了也不好让一个伤患在这时候出去，明天再说吧。他只能忍着饥饿躺下继续睡觉。等到第2天，香青书尝试着喊醒这条大黑蛇，结果发现无论他是掐脸还是扯头发，这人都不醒。他像个植物人似的，除了会皱眉，其他什么反应都没有。尝试无果后，香青书无奈放弃，又不由有些郁闷，这都什么事啊？怎么别人一穿过来就能遇到一个温柔又强大的兽人，到他就遇到个活死人了？尤其是他不知道这个兽人还要昏迷多久，趁着现在身上还有力气，他必须尽快去找点吃的回来。香青书回头看向蛇兽，
再次给他洗了伤口，又喂了灵泉水，然后微微俯身，认真在他耳边道：“我太饿了，我得去找点吃的。你要是醒了没看到我，记得我叫青叔啊，我会很快回来的。”说完就喝了些灵泉水，顺着那个斜坡从洞口爬了出去。他没看到他起身时地上的那只蛇兽人眼珠动了动，只可惜并没有睁眼。犹豫一会儿，香青叔随便选了个方向，一边在树干上划下痕迹，一边往前走，免得迷路不知道怎么回来。走出去没多久，他就找到一小丛能吃的野菜，只是蛇兽的山洞里除了草窝和篝火堆就再也没有其他什么物件。那篝火堆昨晚上还灭了，就算有了野菜也没法煮，还得带些其他东西回去。一路上他还捡了不少干柴，打火石他没去找，蛇洞里应该有，不然他是怎么生火的？不过普通石头他也往空间里收了不少，他始终记得蛇洞里没有石锅，就是说就算找到野菜也没法吃，以他的能力肯定没办法自己打磨一口石锅出来，还是得想办法弄点肉。这些石头就是用来对付那些突然窜出来的小兽的。只是想法很不错，他走了没一会儿就遇到了一只野鹿，他倒是没有攻击香青叔，但香青叔用石头攻击他却被躲过去跑掉了。没关系，他并不气馁，林子这么大总会有机会，打不到鹿兔子也行。可一直到太阳开始西斜，香青叔只获得了一大波野菜和各种有毒的植物，却还是连一只猎物都没有打到的时候，他看着自己发红出血的手掌终于崩溃了。为什么他会这么倒霉？他好恨自己，真的，他怎么这么笨？香青叔饿得只能捞起还带着泥的野菜咬了一口，呸呸呸，没有经过处理的野菜口感并不好，他太饿了，只能强忍着委屈把那些野菜全都吃掉。他其实还想再蹲守试试，可天色也晚了，再不回去可能就看不到路了。他只能强忍着疲惫和饥饿开始往回走，结果到了晚上就只找到一些可食用的野菜和一些可用的杂物，而且还被一群浑身冒着黑光的恶兽给绑了。还好这群兽人正在被人追踪，于是暗戳戳用石头划开手掌，将带血的石头从空间往外扔，希望被人发现。至于他刚刚为什么不仗着有屏障保护直接逃跑，根本跑不过不说，追上他很大可能还是会被直接带走，这对他之后的逃跑计划不利。也不知跑了多久，一直到他们出了这片密林，确认安全后才开始找地方休息。他看了看四周被火光照亮的环境，一边思考着，一边从空间里拿出来一种燃烧起来会产生微毒迷药的植物，假装被绊倒后直接把它扔进了篝火堆里。等那几个兽人反应过来时，他早就跑到另外2个被绑的雌性身边坐下了。见那2个雌性身上灰色的光芒，犹豫一下，还是将自己手里的野菜分了一半出去。迷药通过烟雾传播，意思就是说现在在场的人都中毒了。可他的手刚伸出去，就被其中一个雌性毫不客气地打开了，冷笑了一声：“你一个人族的雌性也配和我说话？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可是兔孙部落首领的女儿林然，你一个人族不配和我们坐在一起。”听到这话，香青叔温和善意的表情一秒收，立马把手里的解药收了回来，并毫不客气地送给对方2个大字：“蠢货，还整上种族歧视了！你一个人族居然敢骂我！”林然的手指都快指到香青叔脸上了，但现在他并不打算在这个紧要关头和他争吵。他翻了个白眼，很是干脆地起身走向离篝火堆更远的地方，免得吸入的迷药太多，解药不够。只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等了好一会儿，那些恶兽都已经把猎物架到火上烤了，他们还没有晕，难道是迷药药量不够，他放少了？还是兽人体质更强，需要更长的时间？香青叔不由忐忑起来。就在这时，一道震天动地的吼声突然响起，黑暗处忽然窜出来一只有着蓝色条纹的鹰，咆哮着直扑向那只猎狗首领。见此，向青叔惊得站起身。那银虎周身白光，是只好兽，他是来救他们的。林然见到这鹰虎，眼睛都亮了起来。严彻，我在这儿，我了半天说不出来，身体也开始摇晃起来。最后他白眼一翻就晕了过去。打斗中的4个猎狗兽人也毫无预兆的晕了过去。一时间那片场地上只剩下一只银虎懵逼的站着，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还是上前直接给了他们每人一脚，送他们归西。严彻明白过来，他转头看向目前唯一还站着的香青叔，只觉得眼前一亮，不由热切道：“这也是你做的？他长得可真好看，和他想象中一样。”明艳美丽的五官上有火光跳动，让他莫名罩上了一层温暖的气息，看一眼都让人觉得心头滚烫。香青叔就明白了，原来这人是追着他留下的石头来的，怪不得那么快，才1个晚上就追过来了。他正打算解释一下，却见银虎浑身银光一闪，突然就变成了一个穿着银色蓝纹兽皮裙的银发蓝眸青年。青年身高接近2米，五官端正，棱角分明，是一副正气十足的长相。而他胸口的兽印是蓝色的，在年轻的兽人中，3级已经是很多兽人可望不可及的高度。他很厉害，看着他健硕的身材以及大长腿，香青叔狠狠惊艳了一把。但想到这人和那个林然是一边的，他又克制住自己内心的惊艳。严彻却没看出来他眼神中的淡淡疏离，他快步走到香青叔面前，抓起他的手腕细细查看，担忧道：“你受伤了，是不是那些恶兽做的？”香青叔一愣，这时候才看到除了手掌，他的手臂也因为之前的捆绑落下了一道道带血的红痕，他都没发现。严彻安慰他：“没关系，你别怕，那些恶兽已经死了，他们不会再伤害你，以后我会保护你的，你保护我。”香青叔对他的态度感到奇怪：“你都不问问我为什么连林然都要迷晕吗？还有我是个人族雌性，你不会瞧不起我吗？”这一点他还是知道的。兽氏大陆的兽人普遍瞧不起人族，因为人族太弱了。严彻却半点瞧不起的模样都没有。见香青叔皱眉，他反而笑了笑：“人族怎么了？虽然人族确实很弱，但你是雌性，生来就该得到雄性的尊重，这是他们兽氏大陆的文化，是兽神的旨意。除非那个雌性做了很多恶毒的事，不然所有种族的雌性都应该得到尊重。至于林然……”严彻肉眼可见的浮现出几分嫌弃，他撇了撇嘴：“我可太了解他了，如果猜的没错，之前你一定给过他解药，
是他自己瞧不上你，不但拒绝你的解药，还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吧？还真是这样，看来他和林然之间很熟悉啊，这都猜得到。可他不像林然那样周身辉光，而且看起来也不太喜欢林然，他们应该不是同一类人。想到这里，香青书看严彻的眼神不由多了些打量和探寻。严彻见他这样看着自己，一时间只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他缓缓道：“我叫严彻，你叫什么？”“哦，我叫青书。”香青书被他的问题喊得回了神。这时鼻尖恰好传来一股烤肉的焦味，他赶紧提醒：“那几个饿瘦的尸体，你不处理吗？”严彻闻言也回过神来，赶紧道：“那你等等，我先去处理尸体，你别乱跑，等我回来我带你回部落。”香青书只嗯了一声，没多话，也没心思想什么回部落的事情。等严彻拖着尸体走远了，他快速扑向篝火堆，只可惜超高的温度烫得他完全没法下手。恰好严彻已经丢了尸体回来，香青书毫不客气地朝他招手：“严彻，你快来！兽人皮糙肉厚，应该比他抗烫。”严彻在听到他声音的时候就已经飞快地跑了过来，见他满心满眼都是那块烤肉，他也不多话，直接上手将烤肉从中间撕开，顿时肉香味顺着那股热气直往香青书鼻子里钻，香得让人受不了。别急，有点烫，还有一面没熟透，我给你撕一下。严彻一边温声安抚着有一些急切的香青书，一边将焦肉下熟透的那层肉撕下来吹了吹，不用香青书伸手去接，那块温度适合的肉就已经进了他的嘴里。香青书可管不了这块肉是他自己吃的还是严彻喂的，这时候他只感觉到了幸福，他终于吃到肉了，不对，是终于吃到正经食物了。虽然这块肉烤得有点焦，闻起来也有一股很重的腥味，但已经1天多近2天没吃东西的香青书只觉得美味无比，那口肉都没怎么嚼，就已经被他囫囵吞枣吃进了肚子里。然后不用他说，第2口温度适宜的肉再次被严彻喂到了他嘴边。吃完烤肉，香青书毫无形象地坐在地上摸着肚子，只觉得自己浑身都充满了力量，有东西吃的日子真好啊。严彻看着他这样，又是好笑又是心疼。青书，虽然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但人族已经没有部落了，你要不要跟我回去？我是兔孙部落里最厉害的年轻兽人，我一定每天都让你吃上肉，绝不会让你挨饿受伤的。林然和蓝云被抓后，严彻带着10几个年轻兽人出来找人，本来问题不大，但这次的恶兽逃跑时在尾巴上缠了一种能清除气味的植物，要不是严彻发现了香青书留下的那些带血的石头，他们还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石头上虽然没有林然他们的气味，但严彻还是提议直接顺着石头追过去，那些兔孙部落的兽人却不同意，差点把严彻气死，能毫不犹豫用自己的血做线索。这样聪明的雌性，哪怕还没有见过面，甚至知道他是人族以后他们之间可能没有小崽崽后，他也对他充满了期待和好奇。后面见到他用自己的力量就放倒了所有人时，严彻是真的狠狠心动了。有时候爱情就是出现的这么莫名其妙，兽氏的感情也总是来得简单又直白，找到合适的机会，严彻也就很直接的邀请了。听到严彻的话，刚吃饱的香青书停下了摸肚子的动作，侧头看向他，或许是第一次做这种邀请，严彻的脸色微红，他很是认真的看着香青书的眼睛，眼神忐忑中又带着些隐隐的期待。香青书当然能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严彻这人吧，其实还不错，个子高高大大的，一身的肌肉很有安全感，模样也长得好。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严彻从一开始就没把眼神放在林然这2个雌性身上，但香青书对他还不够了解，就算兽氏动心后就结旅属于正常情况，但他也不能这么快答应。想了想，香青书没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起了一些关于兔孙部落的事情，当然更多的是关于严彻的。对此严彻有些失望，但还是事无巨细地回答了香青书的每一个问题。香青书这才知道，兔孙部落的首领叫做伟力，有6个儿子，林然是他唯一的女儿，而严彻是伟力20年前从森林里捡回来的虎族弃兽。兽氏大陆的兽人16岁成年后就可以结旅，而严彻因为实力强悍且长相英俊，很受兔孙部落雌性的欢迎。这次林然会被抓，也是因为邀请严彻不成，和他吵了一架，他赌气跑出了部落。说到这里时，严彻轻声哼了句：“他自己乱跑被抓，却要连累我被首领骂，要不是因为他是雌性，我才不会出来找他。”他这话听起来有些赌气的成分，但香青书还是敏感地注意到他话里的那股认真。香青书看着他沉默一会儿，突然开口道：“你在兔孙部落待得不开心，为什么？”严彻闻言愣住，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下一秒他那湛蓝色的眼睛眸光一闪，出现了些许落寞的神色。“你看出来了？”不等香青书回答，他又自顾自地解释起来：“可能是因为首领把我捡回来之后就一直把我藏着养吧，让我错过了回虎族部落训练的机会。我心里其实一直不得劲，兽氏大陆一直是男多女少的社会状态，因为雌性少，很多雄性都会去别的部落找伴侣，部落间人口流动性很大，这也就表示一个部落里不可能只有一个种族。但为了幼崽以后的发展，兽氏大陆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在别的部落出生的或者像严彻这样被别人捡到收养的，长到1岁的时候必须回本族部落参加训练，就算被什么事耽误或有不方便的，3岁前也必须要回去。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传承，但那是需要本族的成年兽人通过长达多年的训练，慢慢教给幼崽的。这里面包含了各种种族规矩、保命方法、本族的特殊战斗技巧之类的。而严彻作为一只老虎，兔孙兽人不可能教导得了他。香青书就能想象得到严彻的成长会有多么辛苦，难怪他不开心了。说实话，因为林然，香青书对兔孙部落的印象并不好，如果能把严彻拐走，这主意似乎不错。香青书没再继续这个话题，但想到兔孙部落的情况，他顿了顿，忽然问道：“严彻，你还记得你捡到的第1颗石头是在哪个位置吗？”严彻差点没跟上香青书的节奏，问道：“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见严彻突然紧张起来，香青书笑了笑，本来不准备说实话，但想到这里对独居的流浪兽并不怎么排斥，还是说了实情。我之前认识了一只黑色的流浪蛇兽，但它受了很严重的伤，我想回去看看，但是我已经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就想着问问你，或许你遇到石头的地方离它的蛇洞很近呢，担心它是真的。但是目前的状况是它需要严彻，可是他又不确定严彻会不会跟他离开，所以他得提前给自己找条退路，这样就算严彻靠不住，他也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半点没发现严彻的表情正在慢慢变得皲裂，他居然已经结交到了一个可能成为伴侣的兽人，还是一个流浪兽，而且似乎是青书喜欢的对象，这怎么能不让严彻防备？这么多年，他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喜欢的雌性，他居然已经有喜欢的兽了，那他是不是没机会了？严彻肉眼可见的慌张起来，他当然记得自己捡到第一颗石头的位置在哪里，他很想撒谎说不记得了，但他不能欺骗自己喜欢的雌性。迟疑着，严彻到底还是开了口，我记得那位置，等那些兔狲兽人追上来，我会带你去的。只是青书，你真的不考虑我吗？我很厉害的，我知道我们才刚认识不久，要你马上答应和我结旅不太可能，但你可以考验我的，不管你要让我做什么，我都没问题。要是你不想待在兔狲部落，我也可以跟着你一起离开，你也可以找其他你喜欢的雄性，只要能让我留在你身边，哪怕要排在那只蛇兽后面，他也愿意去尝试一下。香青书是万万没想到严彻会在这个时候主动说起跟他离开的事情。你真的愿意跟我离开兔狲部落，去别的地方生活？严彻狠狠点着脑袋，自然是愿意的。雄性本来就该陪伴在伴侣身边，部落和幼崽都没伴侣重要，这本来应该是个很严肃的时刻。可看着严彻微皱着眉头的小表情，不知道为什么香青书忽然就有些忍俊不禁。他还是把兽人想得太过复杂了，这里的人一辈子的大事就2件，结旅和幼崽，甚至为了这2件事，他们可以轻易放弃自己的一切，包括亲情和友情。他完全可以相信严彻说这话时的决心，更何况这里还有兽印这种东西。雄性留在雌性身上的兽印是能够用圣水强制洗去的，但兽印一洗，雄性们的战斗力和生命力瞬间就会被剥夺掉一半。他现在确实需要人保护，而严彻出现的那么刚好，现在又愿意跟他走，他们说不定真可以试试，没必要纠结相处时间的长短。这样一想，香青书忽然就有点兴奋了，他笑了一下，在严彻忐忑的目光中点点头。既然这样，那我们可以相处试试，不过先说好，等去找了大黑蛇，我们不回兔狲部落常住，至于去哪里，以后再说。听到这话，严彻眸中瞬间迸射出惊喜。真的？你同意了？让我做你的备选伴侣？虽然只是留在他身边考验，但这个事还是足以让严彻欣喜若狂。严彻一个激动，身形一闪，就立马变成了一只有着蓝色条纹的大老虎。虽然兽形高大威猛，但他呲个大牙，忘乎所以的踩着脚步转圈圈。香青书瞧着，只觉得它像是一只放大版的蓝色银渐层，那小碎步踩的，看着竟有几分可爱。大约也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严彻有些脸红的想让自己安静下来，但他太兴奋了，甚至还想跑出去奔2圈。可是不行，因为兔狲部落的兽人们终于赶过来了。香青书也转头看过去，那些兔狲兽人停下后的第一眼就看到了在地面上躺着的林然和蓝云，他们居然无视了那么大只的严彻，没一个人主动和严彻说话。见此，香青书皱了皱眉头，有些担忧的看了严彻一眼。严彻注意到他的眼神，抬起虎掌轻轻拍了拍他的脑袋，笑道：“没事。”见他们举止亲密，林然的阿哥纳达眉头一皱，很是不满道：“严彻，你怎么还在那边？”林然现在浑身冰冷，他需要你。严彻切了一声，本想和平时一样狠狠地对过去，但想到他的亲叔在旁边，他不能太过粗鲁，他变成人形，弯腰一把将向青书公主抱起来，顺从道：“你说的对，我未来的伴侣现在浑身冰了，他需要我，我得去帮他暖草窝了。林然和蓝云既然已经找到，就交给你们照顾吧，之后我们分开走，我得带我未来的伴侣出去玩了。”说完，他一脚迈进黑暗中，头也不回地走了。对于他的行为，香青书只觉得好笑，他现在可一点都不冷，之前一直坐在篝火堆旁边，还吃了热乎乎的烤肉，现在不但不冷，甚至还出了点汗。他其实还是很想回头看看那个内达是个什么表情的，结果严彻立马松了抱着他腰的手，将他的脑袋掰了过来：“不许看，他们太丑了，以后有机会我带你去狐族，狐族的兽人好看。”香青书被他的突然放手吓到了，但他下意识搂紧了他，因为这个动作，两人一下子贴得极紧。香青书瞅着近在咫尺的美男，忽然就明白了见色起意是什么意思。尼玛，这种美颜暴击怎么可能不让人想入非非呀？啊，长得帅，公主抱，紧贴着他身体的健硕胸肌，还有手臂上那结实硬朗的肌肉，抱他跟抱个小孩似的，满满的安全感，是个人都会心动的呀。他运气真不错，察觉到香青书那赤裸裸的注视，严彻一边走一边低头看过来，直接就撞进了他那饱含喜爱的眸子里。他心内一喜，没忍住，脸都要笑烂了。他一定也喜欢他，不然不会这么看他。他好高兴，兴奋的严彻一时没注意脚下，差点被一节树根绊倒。要不是拥有作为兽人的基本平衡能力，他得丢一个大脸。噗嗤，被笑了。严彻一时觉得窘迫，生怕他觉得自己很弱，忙解释：“不是我刚刚只是没注意脚下，我不会让你摔跤的。我明白。”香青书微笑着接过话茬：“我知道你是不小心的，而且你连夜赶过来救人，本来就很累了。要不我们今晚别忙着离开，先找个地方休息。”闻言，严彻只觉得心中一片滚烫，他在关心他。他嗯了声，自觉放轻了声音：“天快亮了，你先靠着我睡会儿，我去找个远点的树洞，咱们俩都好好休息一下，等睡醒了再赶路。”好，我们都好好睡一觉。香青书确实很累了，白天熬心费力的忙了一天，晚上又被带着颠簸了一晚上，这时候或许是吃饱了，也有可能是严彻的轻声细语带有催眠作用。香青书慢慢觉得眼皮很沉，干脆
整个人都靠在严彻脖颈边，就这样搂着他闭眼直接睡了。这次不到10秒钟，香青书就彻底睡了过去。严彻感觉到他搂着自己脖子的手在慢慢松开，不由加快了前进的步子，手臂却将他搂得更稳，没让他感受到一点颠簸。第二天，香青书一觉睡到自然醒，醒来时他身处一个很大的树洞内，严彻也不在，但他手掌和手臂上的伤口已经被处理干净，还涂上了绿色的药汁，很明显是严彻做的。香青书看了看外面的天色，他这是睡到中午才醒的，还挺准时的。肚子饿了，青书大概是听到动静，严彻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一下子就出现在了树洞口。他赶紧朝他伸手，饿坏了吧？你睡了一整天，现在都下午了，我准备了烤肉，快来吃点。什么？下午？香青书走过去拉住严彻伸出来的手，过去时看到这个树洞距离地面超级高，他正惊讶着，哪成想严彻突然将他往自己身前一带，抱住他就直接带着他从树洞上跳了下去。5米的高度落下很快，香青书的心脏还没飞出来就已经落了回去。他刚才好像被跳楼了，怎么了？是不是没休息好？要不我们今天也不赶路了，再休息一晚上。见他一脸懵，严彻很是紧张。香青书赶紧摇头，那什么，现在居然已经是下午了，那我们今天还能赶路吗？见他一心想着赶路，严彻心里酸酸的道，能的，天黑前我们还能跑很大一段路，等晚上我们早点休息，明天早点起来出发，午后就能到了。他本来想提醒一句，就算到了发现石头的地方，也不一定能找到人，但见他松了口气的样子，这话他就没说出口，没必要让他忧心。走吧，我先带你去洗把脸。好，咱们先洗脸。等到了河边，严彻居然已经把所有能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刷牙用的是一种类似刺猬这种小兽的兽皮，牙膏自然就是一种能清新口气的植物叶子，绿色的长得像薄荷，味道甜甜的像草莓一样。严彻还单独给香青书准备了一张擦脸的软毛兽皮。香青书暗叹他的贴心。等他开始洗漱，严彻依然守在一边时刻关注着他，并帮他递东西。洗漱完收拾好后，又带着他回了树洞下。篝火堆上方架着一个很小的石锅，里面有热水，石锅旁有好几个用树叶包起来的小包裹。不等香青书问，严彻已经拿起其中一个打开，里面是一块还冒着热气的烤肉。严彻献宝一样把这块烤肉捧到香青书面前，青书你尝尝，这是我上午在附近打的香香兽，它的肉很嫩，腥味也不重，很多雌性都爱吃这个，你尝尝喜不喜欢？香香兽，香青书就着严彻的手吃了一口，果然好吃，他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特别的肉。吃完后才想起来问严彻，你吃了吗？严彻笑笑，你放心，早上打猎的时候我已经吃过了，你尽管吃吧，吃完了我再去抓，确实不太够，我还可以再吃一块。严彻在喂香青书吃了一块后，又给他喝了点温水，香青书才真正的饱了。见此，严彻用树藤编制的小包把剩下烤肉打包，这让香青书眼前一亮。严彻，这是你做的？你居然还有这么好的手艺？严彻有些自豪，很想说他可是部落里编织最好的兽人，但这话他没说，只是道，香香兽的肉冷了之后也不会变得很硬，咱们带在路上，你饿了随时可以拿出来吃。严彻试了试手感，包不重，这才把包包递给香青书，包包你背，待会儿我变成兽形，你坐我背上，这样速度快些。香青书接过包包左右看了看，喜欢的不得了。严彻若有所思，看来青书喜欢包包，等以后稳定下来，一定要给他多编一些。听说熊族那边还有一种用竹子编的包包，得抽空去学学。严彻重新给香青书上了一次药，等香青书终于从得到一个限量版手工包包的喜悦中回神，他已经基本被收拾好了，正准备出发时，那些兔孙兽人又不合时宜的出现了。严彻，你不能走，人还没到。林然的声音已经传了过来，严彻可没耐心听他们的废话，便赶紧变成兽形趴下，转头对着香青书道，青书，赶紧上来，我们出发了。香青书有点囧，严彻就算趴下来也和他差不多高。香青书抓着严彻的背毛爬了上去，他摸了摸刚刚被自己抓着的那撮毛，这样抓会疼吗？怎么会疼？兽人皮糙肉厚的，只是被抓一下，我一点感觉都没有。纳达已经和几个兽人拦住了他的去路，他有点不耐烦，我不是说了我们分开走吗？你拦我干什么？林然趁着这个空隙追了过来，严彻，我不是说了让你别走吗？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严彻怕香青书误会，他赶紧道，林然你别乱说，我已经有伴侣了，而且我家青青有急事，得马上走。青青，林然闻言顿时变了脸色，差点维持不住体面，我不信。严彻，他是个人族，他根本就没办法为你生崽崽，他那么弱，他根本受不住你，你怎么可以喜欢他？他一边说一边扑过来，企图把香青书从严彻身上拉下来，但严彻很敏捷地躲了过去，只是他退，林然在场的5个伴侣还有纳达就往前进，很是有几分逼迫的意思，你们有完没完？严彻是真的生气了，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不喜欢林然，你们是听不懂吗？听得香青书十分无语，毫不留情地戳穿道，就算没有我这个人族雌性，你以为严彻就会选择你了吗？林然见他看向自己，有些不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还能是什么意思？你就算一直纠缠严彻，他也不喜欢你，听明白了就赶紧让路，不然真把严彻逼急了，你以为你们能拦得住他？要不是怕香青书摔下去，严彻早就暴力冲开包围跑了。此时感觉香青书抓住自己背毛的力道变大了，他就明白他是准备好了，直接4脚一蹬，踢开那几个兽人就飞窜了出去。严彻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严彻已经跑没影了。林然不可置信了一瞬，又很快回过神，不用追，我就不信严彻不回部落，只要他回去。哼，林然是怎么打算的？香青书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此时整颗心都在飞扬，这还是他第一次骑兽，他以为会很颠簸，但严彻稳得一批，比想象中舒服，他不由得放松了身体。严彻察觉到他力道的变化，纠结了一会儿，
还是开口解释：青青，其实我……怎么了？其实我是想说，我只喜欢你，喜欢你这个人族雌性啊！怎么突然说起这个来了？他是在回应他之前和林然说的那些话。看他这一本正经解释的样子，怎么这么可爱？香青书伸出手去摸了一把严彻的大虎脑袋，手感果然很好。香青书愉悦道：知道了，我家大老虎只喜欢我一个，我也喜欢大老虎，所以大老虎专心赶路吧，小心脚下。他本来还因为他那句我也喜欢大老虎而暗自兴奋，结果他下一秒就说了句小心脚下。好吧，昨晚真是他虎生为数不多的窘迫时候，他得再注意一些，不能让青青从他背上摔下来了。严彻等确定香青书能适应后，就以最快的速度往前奔去。本来一切都十分顺利，但跑了没多久，香青书就发现天空慢慢阴沉了下来。他以为是太阳被某片云朵遮住了，但抬头查看时，结果发现乌云密布，这是要下大暴雨啊！但严彻并没有立马停下来，一直到林中微风渐起，严彻这才道：青青，我们得停下来了，要下雨了。香青书了一声表示理解。严彻将香青书带到一个树洞下，等他从虎背上下来，严彻变成人形抱着香青书就轻松跃上了树洞。他摸摸香青书的脑袋：青青，你先在这里待着，趁着雨还没下来，我去附近打猎，你别乱走，有什么事大喊一声就行，我听到会马上赶过来的。乱走？他倒是很想知道这么高的树洞他要怎么乱走，他是不是太高估他的能力了？香青书失笑：知道了，你放心去吧，注意安全。严彻顿时笑成了一朵花：我会尽快回来的。说完话，严彻纵身一跃，从树上跳了下去。等严彻走得没影了，香青书无聊就观察起这个树洞来。这个树洞很明显有人住过，应该是路过的兽人准备的。香青书在树洞口等着严彻，好在没有让他等多久，严彻就扛着一头小鹿回来了。因风势渐大，严彻并没有直接回树洞，而是在树洞下点燃了篝火堆，把肉烤上后，他又就地挑选食材，用爪子开凿了一个大石锅出来。这里距离水源很近，等清水烧开，鹿肉也被烤得差不多了。这时候空中已经开始飘起了小雨，严彻便带着烤鹿肉和烧开的清水回到树洞。香青书是真的佩服，那么高，严彻能稳稳地端着水跳上来，没洒出来就不说了，关键那么烫啊，他是怎么做到面不改色的？香青书便去看严彻的双手，严彻虽然不会和人一样烫得起泡，但手心也红了一大片。香青书有些心疼地替他吹了吹，下次这么烫的锅就别碰了，雨水又不是不能喝，烫伤了就不好了。谁知严彻立马摇头，那怎么行？雌性身体娇弱，喝了生水很容易生病，尤其是下雨降温的时候，我不想你生病，你要一直健健康康的。很多雌性生病后很容易就一病不起了，只要是为了他好，他干什么都愿意。香青书没想到来一趟寿事，这么简单就收获了从前做梦都得不到的关爱，这算不算是因祸得福？想到这个，香青书就笑了起来。严彻不知道他在笑什么，见他不说话了，他立马把他拉过去坐下，像之前一样撕扯下一块大小合适的鹿肉喂到他嘴边。香青书其实还不怎么饿，但到嘴边的肉不吃白不吃，更何况这肉还是严彻亲自烤的喂的。只是这一回，这鹿肉便不像之前香香瘦的肉那么好吃了，有一种很重的腥味。好在香青书特别能忍，一连吃了好几块之后，才借口不饿拒绝了严彻的投喂。严彻也没想太多，他几口便将这头小鹿解决了。兽人的胃口是真的很大，为的就是储存足够多的能量和脂肪过冬。本来严彻还想等吃完后再出去狩猎，但看着越发暗黑的天色，他想想还是算了。这种时候他应该陪在伴侣身边，他会害怕的。想着事情的他，没发现香青书正撑着下巴看他。香青书就觉得这样普通的场景，配上林中噼里啪啦的雨声，竟然有一种让人觉得宁静安心的美好。严彻看起来都变得更帅了，一直到严彻吃完东西抬头，香青书才收回眼神，只是嘴角一直带着笑意，显然很高兴。严彻将杂物丢出树洞，回来后发现香青书很开心，也笑道：青青，水温了，你要喝点吗？香青书连忙点头，不只要喝热水，他还想洗个热水澡。这雨一下，气温就下降了很多，他现在稍微有点冷，只是洗澡肯定是不行了，外面雨越来越大，只能稍微洗漱一下。严彻一开始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等他用洗干净的树叶舀了一捧热水递给他，他才感受到他双手的冰冷，有些急切，怎么这么冰？青青，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严彻低下头笨拙地替香青书搓手，一边搓手一边道：赶紧喝点水，趁着现在水热，喝完我们赶紧洗漱一下，待会儿我给你取暖。香青书一下子就想歪了，但也就是1秒钟，他恢复正常，依言喝下那盆暖人心脾的热水。等他喝完，严彻直接变成兽形，走到树洞的最里面趴下。严彻自然不会觉得这样就够了，趴好后他尾巴一甩，缠在香青书腰上，直接就把香青书带进了自己怀里。等确认香青书在自己肚皮上躺好了，轻轻将尾巴搭在他的肚皮上，给他当被子盖。香青书看向严彻，发现严彻也正回头看他，他就笑了起来。这可真是个培养感情的好机会。不知想到什么，他突然起身，像只小老鼠一样从严彻的前臂下钻过去，然后枕在他的另一只前臂上，将自己的脚伸到了他的肚皮底下。他的肚皮软得不像话，香青书舒服地发出了一声喟叹，很是满足这个兽形抱枕。严彻却被他这一系列的动作闹得满脸通红，这个姿势就好像他睡在自己的手臂上，他正和他同床共枕，而且他的脚还……他现在身子蜷缩着，他的脚差一点就放在了那个地方，严彻都有点不敢看他，只能尽量把屁股往后撅。香青书自然感觉不到严彻此时的状态，见他一直看着树洞外的雨幕，
还以为他是在担心赶路的事情，便出言安慰。虽然大雨会消除痕迹和气味，但是没关系，找不到就算了，只能说我和他有缘无分。闻言，严彻终于低下头看向香青书，见他说起那只蛇兽的时候，没有那种依依不舍的感觉，甚至他觉得找不到也没关系。青青，能和我说说你是怎么和那只蛇兽认识的吗？我还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他有种感觉，要是不问清楚的话，他会后悔的。果然，下一秒他就听到了香青书那不可思议的回答：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只知道它是一只黑色的蛇兽。遇到它的时候，它受伤昏迷了，我照顾了它1个晚上，它始终没醒。我又太饿了，等不到它醒来就自己跑出去找吃的，没想到被那些恶兽抓了。他给自己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好不容易让自己接受了那只蛇兽的存在，结果他居然连它叫什么都不知道。严彻心里松了口气，那只蛇兽受了重伤，能不能挺过来很难说，甚至他都不知道青青曾经出现过。就算挺过来了，他对青青应该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占有，那是不是说明自己有很大可能能成为青青的第1个受缚？只是哪怕一句话都没说过，青青却依旧记挂他。严彻心里又有一点点吃味，他不由得将香青书往自己怀里搂得更紧了些。察觉到他细微的动作，香青书不解地看向他，见他不说话，嘴角却微微带着弧度，明显很开心。后面两人不再说话，气氛却一点都不尴尬，他们俩都很享受这种安宁。香青书眼皮越来越沉重，没多久他就睡着了。严彻这才低下头看了他很久，又情不自禁地在他脸颊上舔了一口。青青，遇到你真好，以后他也是有伴侣的人了，他喜欢的人给了他一个正大光明离开兔孙部落的机会，他没有半点不舍，反而期盼未来和他一起的生活。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香青书就被热醒了。严彻的皮毛很厚实，他还自带体温，现在这天气是个人都受不了这么高的温度。昨晚睡前有多喜欢，香青书现在就有多嫌弃。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凑在他脑袋边的大虎脑袋推开。严彻，我热。严彻本来睡得迷迷糊糊的，被他一推，立马就醒了过来。听到他喊热，严彻立马变成人形，见他出了一身的汗，黏黏糊糊的，他也知道自己这是捂得太过了。见雨已经停了，严彻便忙道：青青，你等一下，我去给你烧点热水，你洗一洗，一会儿就舒服了。严彻抱起大石锅就从树上跳了下去，香青书想拦，却根本没拦住。他现在只想上厕所，好不容易等着严彻回来，香青书生怕他又要去打猎了，赶紧喊住他：严彻，我想先去沙坑。好，我马上来接你。严彻抱着香青书下来，香青书感觉一阵凉意。严彻迟疑道：要不待会儿还是不要洗澡了吧？香青书忙摇头：可我想洗一洗，我已经很多天没洗澡了。严彻没反驳，反正洗完他也可以帮青青捂暖和，应该不会冷的。这样想着，严彻陪着香青书去了沙坑后，直接带着他回了树洞。等石锅里的水烧的温度刚刚好，这才把香青书接下来，帮他把石锅端到了大树后面。青青，你洗吧，我会守在大树这边，你放心，不会有野兽闯过来的。说完，严彻自觉去了大树另一边，没让他感觉到任何不自在。香青书便放心地脱了衣服洗起来，可没有肥皂之类的东西，香青书最多也就能冲一冲，顺便把身上的兽皮衣服裙子也洗了一遍，但总感觉洗了和没洗差不太多。看来等以后安定下来，他得尽快找到兽是用来洗澡洗头的皂角，不然洗得不舒服，总感觉心里毛毛的，有点烦躁。严彻在另一边听到动静，确认他洗好后，便将香青书送回了树洞里。只是回去后他并没有离开，将香青书放在干草堆上后，他有些扭扭捏捏的道：青青，需要我帮你暖暖吗？你放心，这次我不变成兽形，不会很热，你要是想睡还可以再睡会儿，一会儿天亮了，我们吃了东西再走。严彻言语间有些不易察觉的期盼，香青书听出来了，但他没有反对，而是爽快的点头。那你帮我暖暖，这鬼天气在外面洗个澡确实有点冷，捂一捂也好，反正还早。他是从来不会委屈自己的。虽说抱兽形和抱人形完全是两回事，抱人形明显要暧昧些，但他都答应严彻的追求了，也不会故作矜持，该占的便宜肯定得占，反正他都不吃亏。严彻便一脸晕乎乎的躺了下来，不等他伸手，香青书已经主动扑过来抱住了他的腰，一双脚也直接放在了他的双腿之间。严彻身体一僵，发现他没乱动后，又慢慢放松了身体。他没说话，但那胡乱跳动着的心脏却出卖了他。他从来没想过香青书会不见外到这种程度，脚直接往那处放，这是把他当成真正的伴侣了。嘿嘿，香青书靠在他的胸前，就默默数着他的心跳，听着越来越快。他就感觉是不是自己做了什么勾引他的事。他知道任由现在这气氛发展下去，肯定得发生点什么。等身体暖得差不多了，香青书便果断一推，将严彻推开来。严彻，你去打猎吧，等你吃饱了再回来帮我热一下香香兽的肉，吃完我们早点出发。严彻还沉浸在香青书把他当成伴侣的喜悦中，忽然被推开，他还愣了一下。听到他说要早点出发，他虽然有点失落，但还是听话的出去打猎了。他得吃饱点，这样才有力气赶路，还能顺便看看能不能再找到香香兽。青青喜欢吃这个，他得多准备一些，但为了香青书的安全，他也不敢跑得太远，胡乱抓了一只能吃的野兽就回来了。只是回去之前，他去河边便做兽形洗漱了一下，确认自己身上没有半点血腥气，这才回去照顾香青书。等香青书洗漱完，吃完烤肉，天刚好大亮，两人没再耽误，直接出发。这一回天气很给力，
这一整天太阳都很热情，两人一路跑来，连没怎么动过的香青书都热出了一身汗。中午依旧随便吃了点，终于在太阳偏西之前到达了目的地。只是这时候香青书留下的气味早就已经被雨水洗没了，这一片也到处都是树。香青书瞧着没有看到半点觉得熟悉的地方，香青书只能问严彻：“这附近有那种密集的几乎看不到阳光的树林吗？”他的蛇洞在密林里，可香青书的话还没有说完，严彻就变了脸色：“你说什么？密林？你是说暗魔森林？”第15章，那我们就去兽王城。香青书反应过来，对，确实是暗魔森林，但他的蛇洞应该在暗魔森林的边缘。我记得那些恶兽跑了没多久就从暗魔森林里出来了。如果能找到这片密林，说到这里，他顿住。暗魔森林是什么地方？他当然知道，这是一个高级野兽聚集的地方，住在里面的除了没长成的幼崽，其他全都是些3级以上的野兽。一般情况下，没有兽人也没有流浪兽会选择住在暗魔森林里，只有无路可去的恶兽才会选择暂时进入暗魔森林里躲避追杀。香青书皱了皱眉头：“严彻，你信我，他真的不是恶兽，他胸口有兽印，而且他的兽印蓝得发紫，他很厉害。最主要的是，他能确定他不是坏人，但这是在劫掠之前不能告诉严彻。”“我知道，我都明白。”严彻打断他的解释，他当然没有怀疑香青书会分不清流浪兽和恶兽，他只是在担心自己能力不够。“青青，很抱歉，如果是暗魔森林，我可能没办法带你进去了。我自己一个人倒是没问题，遇到危险，就算打不过，我也肯定能逃掉。但带着你，哪怕是在暗魔森林的边缘，我也不敢冒这个险。不怕1万就怕万一，遇上单独1只或者2、3只3级野兽还好，他打不过可以逃，但万一遇到一群3级兽，或者遇到4级、5级的野兽，他岂不是白白送青青去死？”以前不是没有兽人去暗魔森林碰运气，他们想为自家伴侣找到能量更加充足的兽精以备生产之需，但能回来的少之又少。就连前年部落里遇到雌性难产，他带着一群兔孙兽人进去，最后回来时也只剩下他一个，他还受了很重的伤，养了很久。就算严彻不说，香青书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件事的危险性。暗魔森林的边缘范围十分广泛，他们又没有确切的方向，找人肯定非常费时间，长时间待在里面，万一遇到打不过的野兽，虽然他不会受伤，严彻只顾自己的话也能跑掉，但同样的，他不想在劫掠之前和严彻说起他的任何秘密。有些事，哪怕他已经选择了严彻，现在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不是他在防备他，而是做人始终要留有底线，哪怕面对的是自己全心全意相信的人，也不能在什么都还没确定的情况下就和对方随便说起自己的秘密，否则他有很大几率会后悔。进暗魔森林这事便不可行。香青书叹了口气：“那就算了吧，我们不找了，反正我和他一句话都没说过，说不定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咱们没必要拿性命当赌注去赌这一把，我们走吧。”香青书走得干脆，倒是严彻愣了愣，却很快跟上：“真不找了？我们要不要围着暗魔森林外面这一圈找找看？不进去，说不定能找到一些你熟悉的地方。”香青书果断摇头：“不找了。在暗魔森林外面，他可分不清哪棵树是哪棵树，就算真找到了他去过的地方，他也绝对认不出来。但不找归不找，以后他们去哪里落脚却是个需要马上思考的问题。”香青书决定把这个问题交给严彻：“既然不找了，严彻，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闻言，刚刚还在说话的严彻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他想了想，摇头：“我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但是青青，我在兔孙部落还有些家当，都是以前留的兽皮，还有一些兽精，我们能先回去一趟吗？我想把那些东西都送给你，你放心，兔孙部落已经不远了，就1个晚上的路程，等拿上东西，你想去哪里我都陪你去，你看可以吗？”严彻说这话时满含着期待，没有半点勉强。香青书就笑了：“当然可以，等拿了东西，我们要不去虎族部落看看？听说虎族和熊族还有狮族一起建了一座城，叫什么兽王城，他们3个部落是住在一起的，那里兽人多，雌性也多，安全性很高，听说还能住石屋，应该是个不错的定居地点。”听到这话，严彻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他想到等回了兔孙部落，他们还可以趁机休整一下，正好可以抽空先给青青做几套换洗的兽皮衣，他洗了澡都没衣服换，他的雌性可不能把日子过得这样窘迫。不仅是兽皮衣，还有鞋子、包包、食物这些东西，还有赶路可能需要用到的物品，他都可以赶紧准备起来，不然等离开兔孙部落，他就没有机会再准备了，这会让青青在路上过得很辛苦，毕竟兽王城那么远呢，得走大半个月，他不能让他有任何不舒服。严彻就有些兴奋的道：“好，那我们就去兽王城。”见他这样，香青书脸上的笑意忽然淡了一些，思考了1秒钟，香青书提议：“那今晚我们干脆一鼓作气直接跑回去吧，反正到了兔孙部落可以休息，野外怎么样都没有部落安全，你觉得呢？”虽然不知道香青书为什么会这么急切，但严彻向来是个听话的好伴侣，只是赶下路而已，他没问题便直接答应下来。确定方向后，严彻在附近找了个树洞，安顿好香青书，他又出去狩猎了。这次狩猎花的时间比较长，等2个人都吃饱了，又休息了好一阵，天色彻底黑下来的时候，严彻这才背着香青书重新上路。周围的树木快速往后飞掠而过，香青书抱着严彻的脖子，觉得有些对不住他。
他们其实完全可以休息一晚上再走的，完全没必要这么劳累。但一想到林然还有那些兔孙兽人对严彻的态度，他直觉他们这次回去不会有什么好事。高高兴兴跟着伴侣离开，和闹了矛盾再离开完全是两回事。如果高高兴兴的走，兔孙部落便永远都是严彻的娘家，他随时都可以回去，就永远都和兔孙部落有牵扯。他不想，自私的不想他再和那些人有牵扯。他总感觉他们对严彻不是真的关心，哪怕兔孙部落确实养大了严彻，真正关心孩子的父母不可能为了把孩子留在身边而让他放弃高飞的机会。他就算没当过父母，也知道责人羽翼对一个人的伤害有多大。真正爱孩子的父母做不出来这种缺德事。第16章，你让我做的事我做了，因此他故意让严彻一身疲累的回去。如果林然真的搞事，一身疲累的严彻耐心便不会那么好，他的容忍度不高，脾气也容易暴躁。这时只要林然搞的事情足够大，相信不用他说什么，严彻也绝不会再和兔孙部落有牵扯。兽人的体力很好，连续战斗几天几夜都可以，一天一夜的奔波也不至于让严彻失去战斗力，所以这次是他自私了。但是没关系，反正他会陪着严彻，不会抛弃他。等这件事结束，对，等这件事结束，他们就结旅，反正早晚的事。以后他们会是一家人，真正互相关心的一家人。正在努力狂奔的严彻半点不知道相亲说的打算，他还想着赶紧回去休息，等休息好了就去和首领说一声，这样他就可以跟着他的亲亲去虎族了。结旅的事情他现在想都没敢想，可能是太高兴了，以至于一晚上奔波下来，他半点疲累的感觉都没有，反而越跑越兴奋。天还没亮，他就已经带着相亲书到了兔孙部落的领地范围内。看到周围熟悉的场景，严彻这才慢下脚步，缓缓吐出一口气。青青，我们到了，这里就是我长大的地方。看到那棵椴树了吗？那是我小时候和奈达打架打断的，现在那棵树已经重新长了枝丫，又变成一棵茂盛的树了。还有那边，回到熟悉的地方。严彻变得絮絮叨叨起来，相亲书一直没说话，只默默听着，必要时会很捧场的询问一些问题，又引来严彻继续的絮絮叨叨，以至于从林子到部落大门的这段路，严彻走了很久，一直到天色大亮，他才意犹未尽的结束自己的演讲，并邀请相亲书一定要尝尝他们这里特产的一种野果，那野果很甜，他觉得他肯定喜欢。相亲书当然不会在这种时候破坏严彻的好心情，便爽快答应下来。只是两人的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很久，等看到兔孙部落门口，等在那里的一群板着脸看他们说笑的兽人时，严彻的笑容僵住了。这群兽人里有首领韦力，正是站在最中间的那个中年兽人，他身边站着昨晚就已经回来了的林然和纳达，边上还有严彻熟悉的大祭司和巫医，还有好几个部落里厉害的兽人，都是以前经常和他一起出去狩猎的。但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他们的表情，严彻总感觉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这让他心里惴惴的有些不安。首领，严彻喊了一声，想了想，他还是带着笑意介绍，首领，我回来了，我还带了伴侣回来，他叫青叔，我已经和青青说好了，我们会很快结旅。不等他说完，韦力已经打断他的话，自顾自道，回来了就好，既然回来了就赶紧过来吧，大家都在等你回来，这次的事情我们需要总结一下。说完就看向相亲书，那眼神的意思很明显，他们兔孙部落的几个当权人要开会了，某些人要自觉避开些。相亲书却和没看到一样，只故作懵懂地看着对面一群辉光的兽人，根本不鸟韦力。严彻也没有说话，韦力就皱了下眉头，觉得这个人族雌性十分蠢笨，严彻到底什么眼光，居然会看上他？一个人族雌性就把他辛苦培养的强将收跑了，他凭什么？想到这一点，韦力脸上多了些不耐烦，但他很快收敛住，看似十分和蔼地对着严彻道，放心，既然是你的伴侣，我会直接让人带他回你的兽洞，等你回去，他会一直在那里等你。我还让人准备了食物，就算你不饿不累，可他是柔弱的人族，他总需要吃点东西休息一下，你别那么不放心，我还能吃了你的伴侣不成？严彻还是有些迟疑，但在出事后总结，确实是兔孙部落一直都有的传统，他本来应该直接跟着首领离开，可他却不想走，他直觉他应该留在相亲书身边，至少要先陪他去他的兽洞，看他安顿下来后再跟着首领走。见他如此迟疑，连首领的话都不听了，韦力和在场的兽人脸色都有些不好。见此，相亲书拉住严彻的手劝道，严彻，你去吧，我没事，我会在兽洞里等你，你早点回来就好，等你回来再陪着我睡一觉好吗？我想抱着你睡。听到这话，不知想到什么的严彻忽然就红了脸，他看了看相亲书，见他一脸笑意，并没有因为首领他们的脸色不高兴，他就松了口气。那你在兽洞里等我，不要乱跑，等我回来，你想去哪里我都陪你去，等我们准备好，我们就在场的都是兽人，而立即好。严彻最后这句话没说完，但早就说好了的，相亲书自然知道他说的是离开去虎族定居的事，他嗯了一声，乖乖道，我等你回来再休息。好，我会赶快回来的。说着话，严彻摸了摸向青书的脸蛋，不舍得看了他好一会儿，但他也知道不能这样僵持下去，便转头将相亲书拜托给了一个相识多年的兽人。等看着那兽人带着相亲书进入部落，往自己的兽洞去了，他这才放心的跟着韦力去了部落另一边韦力的兽洞。他却没发现，等他一走远，那兽人拐了个弯，直接带着相亲书去了后山。
香青书没发现这兽人带的路有问题，但他不相信这里的任何一个人，便仔细记着路线，一直到这条路越走越偏，根本不像是一个实力强悍的兽人会住的地方。香青书这才停下脚步，没有再继续走下去。没有听到脚步声，那带路的兽人也停了下来，但香青书不问，他就没说话，只是脸色有些沉重，又有些纠结的样子。香青书看到了他的纠结，可他没等到他的坦白，反而等到了带着人追过来的纳达。见到奈达，那兽人似乎认命了，他叹了口气，对纳达道：“你让我做的事，我做了，之后的事我不会再管，我什么都不知道。”说完，他径直离开，头都没回。第17章，他们有点惊讶，也有点害怕。虽然不知道他们商量了什么，但是很显然，纳达这是准备对他动手了，或者说是林然准备对他动手了。在他们回来的第一天，确实是个出其不意的好时机。为此，林然不仅让自己的阿爸拦住严彻，还说动了严彻信任的人，倒是比香青书以为的更加干脆。看吧，他早就说过，这个部落半点不值得，就连那个带路的兽人明明不愿意，也选择了背叛朋友。这样一个部落，有什么好留念的？但严彻又偏偏需要这样一个机会，一个彻底看清、做出选择的机会，不然他肯定会一直在心里记挂着。香青书叹了口气。这时候，奈达已经走到香青书面前，见他不慌不忙的，没有半点害怕。奈达表情有些不理解，但他没准备询问什么，挥挥手，便有兽人拿着一个外皮透明、内里却是金色果肉的圣果，朝着他走来。香青书认的那种果子，能洗去兽人身上兽印的圣水，就是这种果子的汁液。这种果子除了能用来洗去兽印，还有一种用法，那就是给犯了大错的雌性吃下。这样一来，本来留在雌性身上的兽印会在不伤害兽人的情况下消失。吃下圣果的雌性以后，便不可能再有兽人能在他身上留下兽印。不仅如此，他的身体还会变得很虚弱。而这样的雌性最后会被发配去雌洞，做一个可以给任何兽人解决生理需求或繁衍需求的童雌，直到死亡。香青书不知道林然最后会不会把他送去雌洞，但是很显然，哪怕只是吃圣果，这对他来说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香青书便一句废话都没有说，更没有争辩什么。在那兽人拿着圣果过来时，他看了看奈达还有另一个兽人的站位，确认他们并没有把他这个人族放在心上，他便故作害怕的一直往后退。你们要干什么？这里是什么地方？那是什么东西？你不要过来！他装模作样的一边喊一边退。等他快速退出纳达两人的包围圈时，拿着圣果的那个兽人也到了他面前。他伸手就想要去抓他，但香青书突然矮下身子，反应极快的从另一边跑了。他知道他跑不过这些兽人，但他得赶紧去找严彻。他担心林然会同时对严彻做点什么，万一严彻没防住，那可就麻烦了。至于那个圣果，他可一点都不担心，只要是对他有伤害的东西，不管是吃的还是喝的，都不可能喂得进去他嘴里。他只是担心自己会被抓住，万一这些人因为他太弱，不准备对他动手，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刺激一下，看能不能让他们直接动手，那样应该能多拖延一点时间。好在不需要香青书操心，那个拿果子的兽人见他跑了，立马就举着爪子朝他拍了过来。他想的是快刀斩乱麻，干脆直接把人拍晕了，把果子喂下去。这倒是正中香青书下怀。一如所料，他爪子才刚碰到香青书，他身上就突然反弹回来一道力量，震得他直接后退几步，没站稳，差一点就摔了。他震惊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人族雌性的力量这么大？他愣神的这几秒，香青书已经又跑出去好几米远。纳达两人也反应过来，虽然没看明白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怕把事情闹大，便赶紧过来帮忙。本来就不喜欢他们自然不会客气。纳达几人直接就对着他动起手来，也想把他拍晕，结果当然是一样的，他们根本无法伤害到香青书，哪怕一点点。香青书就趁着这个机会，以最快的速度原路返回，不管他们如何动手，更不管他们会怎么想，他只管闷头往前冲，快速跑回和严彻分开的地方。瞧着距离差不多，严彻应该能听到了，香青书便开始大声呼喊严彻的名字。见此，纳达彻底急了，他跳到香青书面前，想都没想，伸出拳头便以自己最大的力气打过去，想直接把他打死。反正已经死了，只要阿姐那边得手，严彻还敢因为一个死人对他动手吗？但他想得很好，香青书却不是那种可以任由他欺负的普通雌性，这一拳没伤到香青书，却把他自己打飞了。他被打得重重落在地上，刚爬起来就痛得吐出了一口血。见他这样，另外那两个兽人立马停住追逐的脚步，都惊诧地看向香青书，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到底发生了什么？纳达是怎么说的？他居然被一个人族雌性打飞了。他们有点惊讶，有点慌，也有点害怕。这时候香青书已经完全扯开嗓子喊了起来：严彻，你在哪儿？他们要给我吃圣果，他们还想把我送去雌洞。严彻，我害怕，你到底在哪儿啊？话音刚落，远处突然传来一道愤怒的虎啸声，是严彻听到了。和这道虎啸一起响起来的是远处的阵阵喧哗声，还有兽人们的惊呼声。那边好像是打了起来，只是这道声音过后，半天没看到有人过来的身影。但另外那两个兽人已经不敢再对香青书动手了，严彻的实力他们很清楚，因此听到严彻的声音后，他们俩立马就跑了，连受伤的纳达都没管。奈达本来还想让他们把香青书抓起来，不管怎么样，
在严彻赶过来之前，他还得再试试，杀不了他。蔷薇果子总要简单的多。但那两人直接带着唯一的圣果跑了，他没办法，只能强忍着疼痛站起来，再次使用笨办法，想把香青书杀死了事。只是这一次，他刚往前冲了几步，严彻巨大的虎躯就突然落在他面前，一个猛撞，纳达再次被撞飞出去。落在地上后，纳达没有半点动静，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晕了。严彻也没管他，撞开纳达后，他转身就朝着那些追过来的兽人们冲过去。韦力在最前面也承受不住严彻毫无理智的冲撞，被他一顿重创，那些兔狲兽人们全都负了伤。趁着他们倒地的空档，严彻赶紧回身往香青书身边赶。香青书只看到他一双眼睛通红，还未有任何动作，他已经用尾巴卷起他，将他放在虎背上，然后快速冲出了兔狲部落。第18章，他想把生米煮成熟饭。严彻此时的速度是香青书从来没有见过的快，就像他什么都顾不得了，顾不得香青书会不会觉得颠簸，顾不得这样奋力奔跑会不会脱力。他现在只想尽快离开这里，好像身后有鬼在追。香青书坐在他背上，只能尽最大努力抓紧他的背毛，哪怕双腿夹紧了，他也被颠簸得一跳一跳的，屁股剧痛，根本没有精力去想其他的事。严彻就这样跑了整整一天，全力奔跑下，他早就将兔狲部落的那些追兵甩开，但严彻还是直到天黑后才终于力竭地停下。停下来时，他就变成人形倒下了。香青书猝不及防，直接摔在他身上，被他身上滚烫的温度吓了一跳。严彻，他有些焦急地喊他，严彻却始终闭着眼睛，难受的直喘气。可能是香青书身上偏低的温度刺激到了他，他艰难睁开眼睛，似乎想看清眼前的人是谁。香青书却发现他那双眼睛连眼睑和眼沟位置都红了，那是一种不正常的潮红，不是哭过或是揉过的那种正常红色。严彻，你怎么了？你别吓我，你是不是中毒了？没关系，你别怕，我能救你。都这时候了，香青书顾不得那么多，赶紧取出灵泉水想给严彻喂下去。可严彻的动作比他更快，他一把抓住香青书的手腕，一个用力直接翻到他身上。香青书还来不及反应，一个滚烫中带着急切的吻就落了下来。严彻无师自通地吮吸着香青书的双唇，完全不给香青书呼吸的空间。他撬开他的齿关，一路长驱直入，尽情索要着他想要的一切清凉。或许是香青书并不抗拒严彻，保护罩并没有任何反应，可这种时候香青书宁可保护罩有点反应。他明白严彻是怎么回事了，一定是林然给他吃了什么引导兽人发情的药物，想趁着那时候对他和严彻双管齐下。他想要把生米煮成熟饭，让严彻不敢反抗他。只是他这要下得过猛了，严彻看着竟然半点理智也无，不然他不可能这样不顾及他的感受，他要呼吸不过来了。在严彻的控制下，香青书没有半点反抗能力。好在没多久，严彻就放开了他的手，他却不是放过他，而是大手往香青书胸前一放，直接扯烂了他身上的兽皮衣，又快速往下撕扯开了他的兽皮裙。然后他放开他的唇，湿热的吻就一路顺着他的脖颈往下停留在了高耸上。他的动作很急切，一边吻着，身体还一边往香青书身下挤。香青书当然不会把自己当成解药，就这么送给严彻。别说现在是在夜晚的野外不安全，就是严彻这状态也不对，他觉得他很有可能会直接被他给弄死。兽人的体力可不敢开玩笑，没有理智的兽人更加不是说着玩的。于是香青书忍着心中被撩起的悸动，赶紧去摸严彻的脸。在他胸口流连的严彻下意识贴着他的手吻过去，就是这个时候，他直接将灵泉水取出来放在手心，严彻没有半点察觉，吻他的时候顺便就把那些灵泉水喝了进去。一点点灵泉水当然不够，在严彻吻够了手心，想去亲吻他其他地方时，香青书一直用手去贴他。这时候的他没有半点意识，只觉得他手心的温度比其他地方都低，他便也顾不上其他，只追着他的手心跑，想和他的手贴贴。或许还是灵泉水起了作用，严彻的动作慢慢没有那么急切了，也慢慢的没有再想往下挤，只是渐渐的他出汗很多，多到汗如雨下，多到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然后突然严彻动作一停，毫无预兆的晕了过去。他直接倒在香青书身上，晕得死死的，没有半点知觉。香青书终于松了口气，又担心严彻，他赶紧推开他，爬起来查看严彻的状态。说实在的，严彻现在的状态真的算不上好，但和刚刚比起来，严彻的脸色没有那么苍白了。虽然晕着，但他此时一脸平和，没有什么难受的表情。因着刚刚他想着交配，所以严彻一直没有画出兽皮裙穿着。香青书一眼就看到了他的腰腹处，很好，也恢复正常状态了。虽然比他了解到的人类的什么都要大一些，但至少状态恢复了，不是过于膨胀的了。这就说明灵泉水是有用的，他没事，晕过去可能只是力竭了。只是看着倒在地上手长腿长的严彻，新的问题又来了，现在他该怎么办？他预料到林然可能会搞事，却从来没有想过他会用这样突然又卑鄙的方式，自然他也没有想过严彻会变成这样，这不就又回到最开始的时候了吗？香青书是真的有点想哭，拖不动严彻就算了，他还没穿衣服，严彻晕过去就算了，偏偏他晕在野外，他要怎么做才能把严彻拖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野外那么多野兽，
万一遇到出来觅食的野兽，他要怎么做才能保证严彻不被分食？说曹操就到。香青书刚刚还担心会遇到野兽，下一秒他居然就在黑洞洞的树林深处发现了一双绿油油的眼睛。不一会儿，右边多出来一双，没多久，左边又多出来一双，都是那种幽深的、紧紧盯着人看的绿眼睛。吓得香青书立马扑到严彻身上，企图用自己的身体将严彻遮起来。这样，就算那些野兽要攻击他们应该也不会受伤。只是也不知道那些野兽是故意的还是有意的，他们没有马上进攻，反而齐齐对着香青书发出一阵嚎叫，似乎是想利用声波攻击，先对他来一波恐吓。香青书也确实被吓到了，他被吓得心脏砰砰直跳，眼眶已经红了，只是倔强的没有落下泪来，但他依然坚定地扑在严彻身上，闭着眼催眠自己。反正他们没法伤害他，他不怕。他没睁眼，没看到随着那些野兽的嚎叫，出现在他周围的绿眼睛越来越多，密密麻麻的，哪怕是经验丰富的特种兵在这里也得说一句无命休矣。第19章，我发现你的秘密了哦。到最后还是香青书半天没等到他们的攻击，觉得凌迟处死还不如斩立决，便大着胆子抬头看了一眼，结果只一眼，他实在没忍住，被周围围满了的绿眼睛吓得尖叫了一声。也是他这一声，好像打开了某个开关，那些野兽忽然就朝着他冲了过来。野兽的咆哮声充斥在香青书耳边，让香青书不敢再抬头，只能把自己拉成长长的一整条，尽量将严彻遮挡住。好在他的做法是对的，虽然没办法将严彻整个人都挡完，但有香青书挡在上面，那些野兽攻击过来时直接就被弹飞了，没碰到严彻半点。于是这一片出现了这样一幅场景，以香青书为中心，它好像是一朵花的花蕊，野兽们一个个从中间被弹开时，看起来好像花瓣一样高高飞起，重重落下。偏他们不知疲惫，一次次被撞，一次次扑上来，扑到最后，香青书整个人都麻了。时间长到他居然渐渐克服了恐惧，甚至到最后他还有闲心四处观察，想看看有多少兽受伤，又有多少兽受挫离开。然后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野兽似乎并不是单纯的把他和严彻当成食物，他们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引着，或者说是被香青书身上的什么东西吸引，因为他们眼神的方向是香青书，不是严彻。他身上的东西难道是他手心的灵泉水？刚刚灵泉水洒了很多，但如果灵泉水有味道的话，他手心的味道肯定最浓，野兽喜欢灵泉水。他在观察的时候不知道，此时这些野兽的异动已经引起了狐族兽人牙桑的注意。等牙桑踩着树枝追着那些野兽过来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奇特的场景。兽人的视力很好，即便是夜晚也能看得特别清晰，因此当他看到野兽堆里那个一脸镇定扑在兽人身上做保护姿态的香青书时，他眼睛都亮了。哇，这个雌性好漂亮，他居然没有丢下那个兽人独自离开，他居然勇敢地挡在兽人前面再保护他。他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雌性，可是他身上也好奇怪，那么多野兽居然都伤害不到他，却还不断地往他身上扑，为什么？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们吗？想到什么，牙桑忽然皱了下眉头，这样下去可不行，这个雌性身上看起来似乎有个大秘密，可这么多野兽的异动肯定会吸引其他在附近的兽人过来查看，他自己不就是被吸引过来的？不行，他不能让这样一个勇敢的好雌性被发现了，要是有人别有用心怎么办？这样想着，牙桑从树上跳了下来，落地的时候他身影一闪，直接变成了一只火红色的狐狸。火红的颜色在这黑夜里十分醒目，他的个头也很大，只比严彻的虎形小不了多少。他速度极快地朝着香青书冲过去，等冲进野兽的包围圈，他动作敏捷的左躲右闪，瞅准时机，一个向上的飞扑，直接就朝着那些被打飞的野兽脖子咬去。他的速度是真的超快，并且不恋战，确定野兽脖子被咬断后，他就会立刻飞扑向另一只野兽。很快，不远处的草地上都是被他咬断脖子的野兽尸体。他这么大的动作，香青书自然不可能看不到。见是一只颜色醒目的红狐狸兽人，他惊喜的同时心一沉，没出意外的话，他身上的秘密肯定被看到了。值得庆幸的是，这红狐狸兽人浑身泛着白光，就算发现了他的秘密，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想法，但依然得防备，他并不认识他。香青书便没有动，依旧紧紧护着严彻，等着红狐狸兽人将那些野兽全部解决后，他才抬头看向红狐狸，很是认真地说了句谢谢你。牙桑解决了野兽，本来准备过来谢谢再说其他，没想到突然收到了香青书的感谢，他很开心，这个人族雌性的声音可真好听，而且他居然是人族的，他好特别。牙桑走向香青书，在香青书的注视下，周身红光一闪，大红狐狸就变成了一个有着红色短发的红眸青年。哪怕这时候是晚上，借着月光，向青书还是看清了他的模样。他长得是真的十分漂亮，不同于严彻带着阳刚硬朗的帅气，也不同于大黑蛇的邪魅和冷酷，他的五官要偏柔和些，典型的狐狸眼，狭长中透着几分精明，高鼻梁，嘴唇微翘，脸上没有任何凌厉和威严的神色，本来应该是柔美至极的长相，但他的右眼眼尾处长了一颗黑色的小痣，这小痣配合着他的眼睛，让他无端多出几分魅惑的感觉，多情又妖娆，十分勾人。变成人身后，
他几步走到香青书面前，本来是想和这个充满神秘感觉的雌性说会儿话，结果他一过来就看到香青书身无寸缕。他前进的步子一定，那张魅惑人心的脸上出现了一些看起来和他并不相符的羞涩。他忙转头，不知看到了什么，忽然就冲了出去。等他再次回来，他手中已经多了一张粗略处理过的兽皮，很大一张，虽然没有分割，还带着些没有处理干净的血迹，但这张兽皮足以将香青书整个人从头到脚都包裹住。这兽皮也确实是给香青书准备的。过来后，牙桑直接将兽皮往香青书身上一披，然后蹲下来，对着香青书笑道：“尊敬的人族雌性，我发现你的秘密喽，怎么样？为了不让我出卖你，你要收我做你的伴侣吗？记住我叫牙桑，你可以叫我桑桑，或者牙牙。”这是第二次香青书被一个刚见面的兽人求爱，只是这人明显比严彻奇葩，他求爱的理由居然是发现了他的秘密，而且一些称呼也黏黏糊糊的。香青书紧握着那张披在身上的兽皮，终于从严彻身上爬了起来。见牙桑眼中没有丝毫恶意，他顿了顿，倒是没有否认秘密的事，只是道：“你真的睡醒了吗？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是个人族，你不应该会喜欢我。”闻言，牙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第20章，今天晚上真的谢谢你。他伸手摸了摸香青书沾了灰尘的脸蛋，不等香青书躲开，他又收回手，很是不正经地挑了挑眉头。可是怎么办？我这人就喜欢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人也一样。这么一看，我的人族小雌性长得可真好看，不仅人族的身份独特，连美貌都是独一份呢。他可没说谎，部落里那些普通的雌性他一个都瞧不上，要么是他们不够漂亮，要么是他们不够好看。这个人族雌性就很独特，漂亮又独特。整个兽氏大陆那么多兽人，只有他一个人族，这还不够独特？这可是整个兽氏大陆的独一份，他必须得拥有一个。香青书一时竟无言以对，他是不是还应该谢谢他不是因为他的秘密而喜欢他的？只是这时候明显不是讨论这种问题的好时机。香青书看了看一直昏迷着的严彻，知道他们不能再在这里耽误下去了，不然血腥会引来更多野兽，也可能引来其他兽人。香青书便忙道：“牙桑，帮帮我，我的伴侣昏迷了，我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休息，我还很饿，已经1天没吃东西了，只要你帮我，我愿意拿东西跟你交换。”他现在虽然什么都没有，但只要严彻醒来，就一定会有了。牙桑的注意力却根本不在交换上，他只听到了他的第一句话。他听到他说帮帮我，他便毫不迟疑的直接点了头。好，我帮你，你放心，我会给你找个安全的地方，有我在，你们不会有事。只不过他真的是你的伴侣，你确定？虽然不知道牙桑为什么会这么问，但香青书还是肯定的点了点头。他是，等他醒了，我们就会结侣，他是我的伴侣。听到他这么坚定的回答，牙桑有些浅浅的失落，但他很快又兴奋起来。哪怕不是第一个，第二个也好啊，第一和第二差的其实也不是很多，没关系。这样想着，牙桑愉快的变作兽形，转头看向香青书，上来。说着话，他毛茸茸的大尾巴一卷，直接把严彻卷起来放到了自己背上。见他如此爽快，香青书有些意外，但他很快反应过来，不用他催促，他就麻利的爬上狐背，然后移过去将严彻抱进自己怀里。见此，牙桑识趣的放开严彻，尾巴转而一卷，将香青书和严彻一起圈了起来。等确定他坐稳了，牙桑便行动起来。他也和严彻的心态一样，怕香青书不适应，刚开始的速度都很慢，但很快的见香青书没什么不好的反应，他的速度就渐渐快了起来。但在他离开之前，香青书回头看了看那些堆了一地的野兽尸体，那里起码有差不多30只野兽，这么多够严彻吃好久的了。想到这段时间为了他，严彻一直在路上奔波，都没有正经吃饱过，现在看着那些渐渐远去的野兽们，他就有些舍不得。香青书回头看了看牙桑，见他注意力都在前方，便赶紧伸手，隔着一大段距离，直接将那些野兽尸体都收进了空间。看着空间里堆得高高的野兽们，香青书开心了。这样一来，以后就算再发生什么，也不用严彻冒险出去打猎了。有预备食物，实在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只是不等他高兴太久，牙桑的声音忽然悠悠的响起：“被我看到了哦，香青书。”他赶紧低头，却只看到牙桑的后脑勺，他根本没转头，他是在炸他。牙桑好像知道他在想什么，很是及时的开口解释：“难道你忘了我是个兽人了吗？兽人的五感本就特别敏锐，在兽人眼皮子底下做小动作，你也真是可爱的很。”说着说着，牙桑轻快的笑了起来，似乎是真的被香青书可爱到了。他很是无奈的再次开口：“说起来，咱们的关系都好到这种程度了，你还不准备告诉我你的名字吗？这不公平，我都和你说了我的名字，你也得告诉我你的名字才对，不然说出去，我连我未来伴侣的名字都不知道，这多丢人啊！”他后面说了什么，香青书不在意，他只觉得自己硬了，他的拳头硬了。他万万没想到，在守护秘密这件事上，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遭遇滑铁卢。他明明确定他没有注意后面，哪里能想到啊，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空间暴露了，保护罩也暴露了，哪怕他并没有明确知道他的秘密是什么，但这和知道了也没什么区别。杀了他，这自然是不可能的。刚刚他都看到了，他胸口的兽印也是蓝色的，就算让严彻来杀，都得费几番功夫。
而且他是个好人，人家背后肯定还有部落撑腰。如果无缘无故杀掉一个高级兽人，这种行为毫无疑问是对部落的挑衅，他们会被狐族追杀的。既然不能杀，那就只能把这人收了，把他变成自己人，不然他肯定不能放心。想到这里，香青书叹了口气，忽然之间就很想摆烂。这操蛋的人生来受试这么久了，他还没有正经安定下来过。但摆烂也不行啊，只能等严彻醒过来再说。反正目前看起来，牙桑这人对他十分有兴趣，他可以观察看看。要是确定他对他是认真的，收了他也不错。要是他只是说着玩，口是心非，等严彻休养好，说什么也不能让他活，用毒的话，加上严彻的实力，应该有很大机会能成功。反正他的秘密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我叫青书。香青书终于开口，只是仍然有些心不甘情不愿的，主要是感觉自己遭受了打击，他有点提不起劲儿。对牙桑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人家还救了他们。今天晚上真的谢谢你，但我的秘密你最好不要说出去，不然哪怕同归于尽，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他很是认真地说着狠话，听在牙桑的耳朵里，却是他用着最软糯的语气，说着一点伤不了人的语言。牙桑咯咯的又笑了起来，青青放心，我都说了，我想做你的伴侣，伤害伴侣的事我才不会做。想起他们相遇的过程，牙桑明白香青书还是有点防备他，便再次认真保证道，我是认真的，很认真。第21章，他居然这么不警惕，认真不认真的，现在看不出来。香青书便没有接话，但既然决定观察观察，他们现在也在一起行动，有些事就不能瞒着牙桑，不然可能会因为消息不互通引来什么麻烦。毕竟兔孙部落那边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他还不知道，有没有继续追他也不知道。香青书便把他和严彻的来历说了说，尤其是兔孙部落的所作所为，他一点没有修饰的直接说了出来。被害者的位置摆得正正的，牙桑听到这些，气得肺都要鼓起来了。他们居然敢给你吃圣果，你就算是人族，也是个珍贵的雌性，他们怎么敢这么做？说罢，他脑子瞬间清醒，青青，为了安全，我们得抓紧时间赶路了。刚刚那些异动肯定已经惊动了不少在附近的兽人，就算现在他们没过来，一会儿也肯定会赶来。兔孙部落的人说不定也发现异常追了过来。我知道你饿了，但你先坚持一下，等跑远点，我给你烤点肉在路上吃，之后我直接带你们回狐族，等进了部落，不论是谁都没办法对你们怎么样了。香青书对牙桑的安排没意见，虽然不知道狐族部落是个什么样的部落，但至少那些兔孙兽人肯定不敢随意对狐族做什么。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个好去处。他嗯了一声没有多说，牙桑便再次提速，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这片土地上。跑了很久，等确定远离了刚刚那片血腥气浓重的地方，牙桑在一个树洞下停住。他从树洞里找出打火石和干柴，直接在树洞下帮向青书烤起肉来。他没去打猎，肉是香青书从空间里拿出来的，都已经被牙桑看到了。香青书也没有遮遮掩掩的，大大方方，反而更加方便。牙桑就感到十分惊奇，猎物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无论怎么看都让人觉得神奇。但他什么都没问，只默默烤肉。等肉烤好了，他很细心的吹了吹，又摘了片大树叶，将烤肉包起来递给香青书，便再次驮着他和严彻开始赶路。听牙桑说，这里距离狐族部落还有2天的路程，不算远，但为了尽快回去，这2天他们没事不会停下，就连烤肉牙桑都烤了很大几块。香青书饿了可以随时拿出来吃。这样的安排虽然会很辛苦，但无疑是最稳妥的。香青书也不是什么娇气的人，吃饱喝足后又给严彻喂了些灵泉水，就自觉抱着他靠在牙桑的尾巴上开始休息。睡醒了吃，吃饱了睡，偶尔照顾照顾严彻，或者停下来上个厕所，日子就这么过去了2天。严彻也终于醒了，他醒的时候牙桑正在赶路，或许是晕迷糊了，感受到身下的颠簸，他嘴里大喊了一声青青，就一个翻身想要起来，结果被牙桑的尾巴死死压住，根本动弹不得。牙桑自然没有恶意，严彻却因此受到了惊吓，都来不及看看现在是个什么环境，他就下意识挣扎起来，嘴里一直喊着香青书的名字。仔细听，他的声音还有些抖。香青书便赶紧过去拉他，严彻，我在这儿，你看清楚，我在这里。听到他的声音，严彻这才安静下来。只是他看向香青书的眼睛红红的，还有些迷蒙的水汽，在确定香青书好好的没事之后，严彻突然紧紧抱住他，哽咽道，对不起，对不起，我差点杀了你。昏迷之前的记忆他是有的，因此他也知道林然当时给他下了诱导发情的药物，目的就是想趁着他意志力最不坚定的时候和他结侣。其实他当时勉强还能控制住，正想要快点离开，就听到了青青的声音，说什么他们要给他吃圣果，还要把他送去祠洞。听到这种话，他一瞬间气血上涌，明白他们是不可能再在兔孙部落待下去了。就算他能控制自己不和林然交配，他也不敢赌这样的状态下他能不能保住青青。他便和首领他们打了起来，首领让很多兽人来围堵自己，但他没有恋战，用蛮力撞开他们后就直接冲了出去，冲出去抢了青青就走。那时候他心里已经做了决定，兔孙部落这样伤害他的伴侣，他绝不会再回来。只是当时的情况由不得他停下来消化那些药物，而这种发情的药物及时交配或者冷静的话还能保持理智，但要是不交配，
反而像他那样不停地运动奔跑，随着血液的循环，药效只会越来越强。当时跑出兔孙部落没多久，他其实就已经失控了，只是他心里一直提醒着自己，身后还有人在追，不能停下。他这才控制住自己没有把青青拉下来沉沦。可这件事始终是无解的，不跑，兔孙部落肯定得把他们抓回去，他会被迫和林然结侣，青青也会被喂下圣果送去祠洞，最后被折磨死。跑了，就算避开了兔孙部落的追捕，也避不开失去理智的自己。虽然不知道自己最后为什么会晕过去，但一想到要是他没有晕过去，直接对青青用了强，以他当时的状态，青青肯定承受不住，已经死了。是他没有保护好他。香青叔哪里不能明白严彻的自责，感受到他抱着自己的手臂都在颤抖，他也紧紧回抱住他，轻声细语道：没事没事，别担心，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你放心，我有秘密武器，没有人能伤害到我，就算是中了毒，我也能解。你看你中的春药，我不是就解了？真的没事，我们现在已经安全了，别怕。或许是他的语气太过温柔平和，也或许是知道目前已经安全了，严彻到底渐渐冷静了下来，他稍微松了些力道，却依然抱着香青叔没有撒手。直到他摸到他身上不是以前穿的那套兽皮衣，而是一张还没有处理的普通兽皮时，严彻终于放开他，低着头很是愧疚，他居然连他最后一套衣服都没保住。青青，对不起，你能不能别再说对不起了？总是对不起对不起的，有什么意义？突然开口的牙桑让严彻悲伤的情绪戛然而止，他这才注意到他们居然是在一只狐狸的背上。该死的，他居然这么不警惕。第22章，我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人。严彻严肃起来，你是谁？说到这个，牙桑可就来劲了，他咳了一声，很是郑重地介绍自己，我叫牙桑，现在我们正在去狐族部落的路上，我和青青说好了，我发现了他的秘密，他收我做伴侣，我们会在狐族休养一段时间，所以我也是青青未来的伴侣。秘密？严彻愣住了，青青有什么秘密？香青叔这时候却有点脸红，不是因为牙桑不要脸地说他是他未来的伴侣而羞涩，而是觉得有些对不住严彻。他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严彻都不知道他的秘密，现在一个刚认识的兽人都比他先知道，他可不就有些不好意思吗？严彻自然看到了他的表情，见他不知道怎么说，他仔细回忆那段足以让他脸红心跳的情节，也就明白过来了。他小声道：是那些甜甜的水。闻言，向青叔点点头，又摇摇头，想了想，觉得都到这个程度了，他瞒着也没什么意思，便主动解释起来。当然是真话假话参半。其实我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人，我是被你们的兽神不小心带到这个世界来的，因为两个世界太过遥远，就连兽神都没办法送我回去，为了能让我好好活着，兽神就送了我一些宝贝。接着香青叔简单介绍了一下都有哪些宝贝，都说出来了，他也没有隐瞒什么，顺便还说起了和牙桑相遇的经过。牙桑当时看到的情景，就是我身上的保护照起了作用，把那些野兽的伤害都反弹回去了。之前在兔孙部落也是因为这个，纳达他们一直抓不住我。简单说完，香青叔本以为严彻和牙桑会有很多问题想问，结果他们的关注点全都不在这几个宝贝上。严彻眼睛都亮了，青青，你刚刚说兽神改造了你的身体，你现在不仅变得更强壮了，还可以生崽崽，真的吗？而且生崽崽还可以换物资。牙桑也觉得分外惊喜，物资不物资的先不提，本来他对生崽崽这事是没有执念的，知道青青是个人族后，他没觉得遗憾，但这时候听到他其实可以生崽崽，还是觉得好开心。青青，我们回去就结侣吧，我想和你生崽崽，你这么漂亮，我也这么美，我们俩的崽崽一定是所有幼崽中最好看的。香青叔，兽人的关注点果然奇奇怪怪，更奇怪的是他明明之前还打算先观察一下牙桑，之后再做决定的，结果这时候听到他这么积极的想要和他生娃，他居然没有半点不适感。他是不是适应的太快了？见他皱着眉头，严彻最先意识到什么，忙出口保证，没关系没关系，青青要是不想生，我们也可以不生，作为伴侣，物资我会为你准备的，以后我绝对不会再让你落入险境，我对着兽神起誓。见此，牙桑也连忙停下来，举起一只爪爪，很严肃的发言，我也对着兽神起誓，就算青青什么宝贝都没有，就算青青不能生崽崽，我也会一直保护青青，绝不会让她受到伤害。两个兽人一说完，彼此的视线就在半空中交汇，无形中很是有一股较量的意思。香青叔看着他们的相处就有些忧愁，他拉了拉严彻的手，将他拉到自己眼前，很是小声地说出了自己对牙桑的顾虑。谁知听完，严彻并没有把这当回事，他摸了摸香青叔的脑袋，笑着安慰，青青不必顾虑，既然他知道了我们的秘密，我们肯定是不能放他走的。看现在的情况，你不抗拒他，说明他是只好受，既然是只好受，那就放心结侣，管他对你是不是真心的，等有了他的兽印，他不是真心也得变成真心，一辈子只能给出一次的兽印，他赌不起啊！简单又粗暴，虽然话不怎么好听，说的却是事实，兽印都有了，牙桑的半条命都在他手里，可不就没什么好怕的。我说，你们说悄悄话都不会背着点人吗？当着我的面讨论我的真心，青青，我会伤心的，我那么认真的和你说过好几次想和你结侣，你居然还在怀疑我。牙桑郁闷极了，
郁闷到两只耳朵都耷拉下来，肉眼可见的颓靡。见此，香青书有些不忍心。牙桑这个人真的挺好的，当时他身无寸缕，他很守礼的，没有任何不规矩，连眼神都没有任何轻浮，而且说帮他就帮他，没有半点迟疑。还是严彻说的对，他不应该有顾虑，反正主动权在他手上，就算他不是真心，跟了他，他的心也只会越来越真，不可能有兽人会抱着背叛伴侣的想法去和人结侣，不是多此一举吗？这样想着，香青书心底的那口气就彻底松了。收吧收吧，他确实需要很多伴侣，现在情况都这个样子了，他根本不用矫情，必须把他收下来。虽然他对牙桑的了解很少，但目前看来他的兽品还不错，想来彼此之间只要好好相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么想着，他大胆伸手摸了摸牙桑脖颈间的绒毛，安慰道：我没有怀疑你，我只是突然来到这个世界，对这里的一些规则还不是很适应，我总习惯性的觉得两个人得相互喜欢并且在一起多年才能结侣，但是没关系，现在我想明白了，等回到狐族，我们就直接结侣吧。不过我得先和严彻结侣，毕竟我已经先答应他了，之后才能和你结侣，这样安排可以吗？真的，真的。严彻和牙桑顿时异口同声，这时候悲喜突然就相通了。等听到香青书很是肯定的说了一句我不骗兽，牙桑直接就跳了起来。好哎，没想到出来这一趟真让我捡到个伴侣，我可真是太厉害了。只是他还没完全跳起来，严彻已经重重给了他一拳头，将他跃起的身体压了下去。稳重点，青青还在背上。闻言，牙桑身体一僵，立马扭头去看香青书，见他好笑的看着自己，他嘴巴一咧，青青放心，我不会把你摔下去的。第23章，我的伴侣带着他的伴侣，他在原地踱了踱步子，忽然就有些急切的想要回部落。虽然奔跑的姿势都摆好了，但他还是先对着香青书提醒了一句：坐稳了青青，我们出发了。说着话，牙桑立马奔了出去，那速度快的直接让香青书往后倒了一下，幸好严彻一把将他抱住，这才避免了他仰倒的可能。严彻又想给他一拳了，他拳头都举了起来，香青书却握住他的手，关心道：现在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你昏迷了2天，我很担心你。他瞬间就松了力道，改握住他的手，一脸感激，除了肚子有点饿，其他没有不舒服。我反而觉得自己的状态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好，浑身都充满了力量。谢谢你青青，要不是你，我现在可能已经……说着话，严彻忽然低头，很是郑重的在香青书唇角落下一个吻，这算是他们比较正式的第一个吻，是为了感谢，也是为了向他表达自己的爱意。以后他就只有他了。有些话他虽然没有明说，但香青书能体会到他的情绪。见严彻吻完就退，他忽然伸手搂住他的脖子，加深了这个吻。这个吻和那晚那个急切的吻完全不同，严彻回吻过来的动作很轻，吻住他后也没有迫切的想要更多，只是在他的双唇上反复描摹，细细品尝。周围风景快速褪去，带起阵阵凉风，在植物天然好闻的清香陪衬下，两个人吻得越发缠绵，偶尔能听到严彻动情地喊着香青书的名字，青青青青。牙桑就忽然轻哼了一声，动静不小，背上那两个人却丝毫没被影响，他就没再哼了，只心里想着等着吧，他也会有那么一天的，他也会和青青亲热。而那只大老虎只能在旁边看着，努力狂奔。他们回到狐族部落时正是午后，狐族的位置在一座很高的大山上，山上的地势相对平缓，没有那么多高耸入云的大树，因此阳光非常充足，但粗壮的树木依然很多，还有很多茂密的灌木丛。山脚下唯一能上山的入口处有兽人把守，大山周围也有兽人巡视。牙桑带着香青书两人才刚进入狐族部落的领地，就被在附近巡视的兽人发现了。见他背着人回来，其中还有一个雄性兽人，他们都感到好奇。牙桑，这是什么人？怎么会有一个人族雌性？你从哪儿找回来的？可真稀奇，这年头居然还能看到人族的雌性，人族不是都灭绝了吗？牙桑却只管傻乐，根本没准备回答他们的问题。这是我的伴侣青书和他的伴侣严彻，他们出了点事，严彻现在有点虚弱，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找到了一个十分特别的伴侣，我很快就要结侣了。香青书，什么叫我的伴侣和他的伴侣？严彻，什么叫他现在有点虚弱？两人纷纷窘住，那两个巡视的兽人却听得十分惊喜。真的，牙桑，你真的要结侣了？可真难得啊，连最挑剔的你都要结侣了。牙爸以后终于不用担心了，恭喜恭喜，青书、严彻，欢迎你们来狐族，能把牙桑挑走，青书，我们可真是谢谢你。你都不知道，牙桑这只兽可烦了，整天嫌弃这个嫌弃那个的，部落里就没有他看得上的雌性。两只兽人很是自来熟的和香青书两人抱怨着，只是不等他们把话说完，牙桑双腿一蹬，扭头就往山上跑了，根本不给他们败坏自己名声的机会。香青书瞧着，只觉得这一幕格外温馨，他们的关系应该很好，嘴里嫌弃着，表情上却一直带着笑意，很明显不是嫌弃的意思。狐族的氛围看起来似乎很不错，而且刚刚那两个兽人身上都是白光，在附近巡逻没有走过来的兽人也都是白光，只是这几个就比兔孙部落里的白光兽人多，强了不是一点半点。果然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见香青书对这里印象还不错，严彻也觉得牙桑这个兽人收的挺好，
对弱小雌性都十分友好的部落，怎么都不会差到哪里去。只是心里才刚这么想，就忽然听到牙桑这个大嗓门用力喊了起来：“阿爸，阿妈，首领，我带着我的伴侣和他的伴侣回来了，我要劫旅了，我要劫旅了！”牙桑喊了一遍又一遍，严彻和香青书想阻止都来不及，而牙桑生怕别人听不见，越往上走，喊得越大声，很快就把周围的兽人全部吸引了出来。灌木丛里陆陆续续探出许多狐狸脑袋，那些狐狸颜色各异，有白色的，有黄色的，有银色的，一个个全都好奇地睁大眼睛，都想看看牙桑的伴侣长得什么模样。等看到牙桑背上的香青书，他们的眼睛里除了惊艳和喜悦，便再没有别的情绪，没说话，也看起来十分友好。而严彻在牙桑第一次开口后，他就赶紧从他身上跳了下来，并画出兽皮裙穿好，生怕让大家觉得他是真的虚弱，还不正经。牙桑感受到严彻的动作，知道他能跟得上，也没有停，背着香青书一路往上，直接来到了山顶处的一个山洞前。山洞口此时已经站了好些人，见牙桑他们过来，其中一个红头发的中年兽人上前几步，脸色一下子就从严肃转换成了喜悦。他的眼神先是落在香青书身上，但只看了1秒，就转向牙桑，终于舍得回来了。我以为你都忘了，你在这里还有一个家呢。他的语气有些责怪的意味。牙桑听了却不以为然，一边将香青书放下来，一边道：“你说的对，我很快就会有一个家了，我和我伴侣的家。”嘿嘿，中年兽人一噎，下一秒就有些愤然，然后他伸出脚就朝着牙桑踢了过去。牙桑灵活躲开后，嘴欠道：“阿爸，你的速度又慢了，回头让阿妈再调教调教你。兽人的速度可不能这么慢。你这小兽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东西？这种事情是能当众说出来的，多损兽言啊！而且他带回来的人族伴侣还在边上，作为老子，他不要面子的。”第24章，十分心意的狐族兽洞，飞时还想说点什么教训教训牙桑，他身边的中年雌性赤蹄赶紧拉住了他。行了，首领还在这儿，你别耽误他们正事，崽儿们肯定累了，你先让他们说完事情回去休息。说着，赤蹄瞪了一眼没个正形的牙桑，还不赶紧滚过来。被自己阿妈一瞪，牙桑瞬间就老实了，他赶紧拉着香青书走到首领面前，老老实实给大家相互介绍。狐族首领是一个比飞时年纪还要大些的老年兽人，叫做藤鹰。他的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但也不算很老。他面目慈祥，脸上笑意深深，并未因为香青书的人族身份就对香青书有什么不好的情绪。他反而很高兴，因为牙桑终于愿意劫旅了，而且他伴侣带回来的伴侣还很强，他是傻了才会不高兴。只是当他听到兔孙部落的所作所为，藤鹰还是变了脸色，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看向严彻：“以后你有什么打算？还会回去吗？”严彻摇摇头，自然不会再回去了。从他们对青青动手的那一刻起，我和兔孙部落就再也没有关系了。对于他的回答，藤鹰很满意。兽氏大陆最不耻的就是对无辜的雌性动手，兔孙部落这样做，狐族以后也不会再和他们有来往。虽然他们本来就没啥来往，那你们就安心留下。既然青叔选择了牙桑，你们就也是我们狐族的一份子。出了狐族我们顾不上，但只要在部落里，就没人能伤害你们。藤鹰这话说的掷地有声，说完又看向香青书，微笑道：“你安心跟着牙桑回去，在狐族你可以随意走动，以后要是在这里住烦了，你们也可以离开去其他地方居住，只要离开前和大家说一声，别让大家找不到你，明白吗？”看着像是在哄小孩子一样的藤鹰，香青书只觉得心内一片滚烫。他真的好慈祥，就像邻居家爷爷一样。香青书便点点头，很是郑重地承诺道：“首领放心，我会和牙桑好好的。”“好好的就好，都好好的，这日子才会过得舒心。你们去吧，回去好好休息，缺什么都可以和我说。”牙桑的兽洞里缺什么香青书不知道，反正最后走的时候，牙桑从藤鹰这里抱走了很大一包兽皮。香青书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拿，但藤鹰说这是部落对新来人的照顾，每个人都有，香青书便厚着脸皮收下了。而飞石和赤蹄从藤鹰那里分开后，他们就不见了。他不好问他们去了哪里，便默默跟着牙桑先回兽洞。牙桑的兽洞在半山腰上，半山腰这一片的兽洞并不是很多，只有10多个，每个兽洞的距离都很远，并且兽洞都很大。香青书以为的兽洞是那种阴暗潮湿，到处都是虫子的样子，实际上到了牙桑的兽洞一看，阴暗潮湿这些都没有，兽洞里反而十分干燥，收拾得特别干净。因为这边的兽洞并不是那种往里挖的十分幽深的那种，而是长条形的。兽洞朝着左右板板正正的挖掘，里面有2道隔断墙，将整个兽洞分成一大两小。3个部分，墙上留有门洞，大门则在中间。为了能让兽洞各处都照射到阳光，大门两边隔一段距离，还挖了窗户。当然是没有遮挡的窗户，相对简陋却十分新意。香青书当时就喜欢上了这里，虽然兽洞里除了一个篝火堆和草窝就什么都没有，但好好布置一下，肯定会住得很舒服。牙桑见香青书眼神惊喜，当即保证道：“青青你放心，在劫旅之前我一定会把兽洞布置起来，你想要什么直接和我说，我慢慢给你做。”他话才说完，赤蹄就带着人抱着东西过来了。听到牙桑的话，他笑了一声：“什么都等你做，今晚青叔要怎么休息？”说罢，他挥挥手，
包括飞石在内的20多个兽人立马就抱着东西进了兽洞，并十分无情地把牙桑那个简陋的草窝和篝火堆都清理了出来。赤蹄则走到香青叔面前，很是热情地拉住他的手，将他拉出兽洞。这些活儿交给他们兽人做就好了，青叔，我先带你在附近转转，等转一圈回来，他们肯定已经收拾好了。香青叔没想到赤蹄会直接来拉他走，刚刚在首领那时，他明明对他没有这么热情。他下意识带入了现代人的婆媳关系，就有些忐忑。本来想喊牙桑，但见牙桑和严彻都已经去帮忙编新的草窝了，他只能闭嘴，老老实实跟着赤蹄走。幸好他想象中那些婆婆为难儿媳妇的戏码没有出现，赤蹄一路上都在给他介绍着半山腰的景物，还说了一些部落的基本情况，尤其认真地说了牙桑的家庭成员。原来刚刚的那20几个兽人都是赤蹄的伴侣，飞石也就是牙桑的父亲是赤蹄的第5个伴侣。赤蹄到现在一共生了8胎，有20多个小崽子，和牙桑一窝的只有一个叫做成孝的兽人。因为数量多，死的也多，兽氏里的兄弟情并不像现代那么紧密，因此赤蹄并没有提起牙桑的其他兄弟，只说了成孝。但成孝跟着伴侣去了其他地方，并不在部落里。赤蹄便也没有多说，看着时间差不多，就赶紧带着香青叔回去。那边果然已经收拾好了。他们回去时，飞石这一群长辈已经在兽洞里烤上肉。见赤蹄回来，他们放下手里的东西就跑了出来。赤蹄进兽洞看了一圈，见这里再也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便果断带着人离开。走之前还特意嘱咐香青叔，他准备的东西要是有用着不合适的，尽管丢，丢了再让牙桑和严彻做就是。香青叔连连应是，并热情向赤蹄表达了自己的感谢之情，惹得赤蹄止不住笑，差点不愿意走，最后还是被飞石拉着走了。他们一走，兽洞里瞬间安静下来。香青叔去看了看，见左右两边房间各自铺好了一个厚实又整齐的大草窝，就知道这是牙桑和严彻的新卧室了。2间卧室里除了新草窝和一个没有盖子的木头箱子，就没有其他东西，很多东西都在中间的大客厅。第25章，带了受精回来就解旅。客厅靠近大门的地方有3个篝火堆，一个架着架子正在烤肉，其他2个都架着大石锅正在烧水。客厅左右两边挨着2间卧室的墙边还各有一个类似晾衣架的架子，是用来放杂物的。此时这些架子上整齐码放着许多兽皮，除了兽皮，架子下还放有装在木盆里的骨针、金线、盐粉、皂角等生活用品。木盆也有很多个，全都整齐放在墙边，墙边角落里还放着很多干柴，还有那些空洞洞的窗户，此时居然也挂上了兽皮，是那种可以自由卷上去的样式，就和窗帘一样，收放自如。最重要的是大门正对着的那面墙上新开出来了一个小山洞，这是挖来给香青叔洗澡用的。这小山洞的出入口开在墙的左边，有墙壁遮挡，连兽皮都不用挂。香青叔看着里面已经准备好的木桶和晾衣架，心暖到实在没忍住，哇了一声。只是这声哇还没有落到实处，牙桑突然凑过来，将一袋用兽皮包着的兽精交给他。青青，这里是我全部的家当，里面还有首领刚才给的5颗1级兽精，全都给你，你收着吧。兽精？香青叔看了看，这么一大包，里面有20几颗1级的，6颗2级的，3级的也有1颗，这数量已经很多了，毕竟兽人升级也需要兽精，能有这么多，还是牙桑有存留。香青叔便一点都没客气，接过这些兽精后，直接把它们放进了空间。严彻就有些脸红，他好半天才道：青青，你知道的，我的家当已经拿不回来了，不过你放心，以后我打回来的兽精全部都交给你，3级兽精我也会尽量多打，绝对不让你受委屈。严彻的表情有些羞愧，香青叔却半点不在意，他跑过去抱住严彻，抬头在他脸上亲了亲，没关系，拿不回来也没关系，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好。严彻顿时喜笑颜开，牙桑就郁闷了，人家没给兽精都能得到亲亲，他把所有家当都给出去了，却连一个亲亲都没有。想了想，牙桑没好气的开始挤兑起来，什么没关系，都说好了要解旅，你还不赶紧去打兽精吗？没有兽精，你让青青怎么和你解旅？严彻闻言一愣，立即正色起来，牙桑说的对，解旅必须要有兽精，青青，我得走了，等我带了兽精回来，我们就解旅。啊，这么快？虽然解旅用兽精是传统，但他们才刚刚稳定，都不休息一晚的吗？可看着严彻那期待的表情，香青叔说不出拒绝的话来，只是想到兽精在解旅中的用途是给雌性补充精力的，他就，那你赶紧走吧，既然出去了，就多吃点，吃饱点，别再饿肚子了，要小心。他的本意只是心疼他这段时间的辛苦，结果听在严彻耳朵里，意思就变成了他在担心他会体力不足。严彻当即就保证道：我会吃很多的，绝对会让你满意。青青你好好休息，一定等我回来。说完，严彻信心满满的走了。香青叔目送他离开，还有些不明白他这突然冒出来的自信是怎么回事，但他也没多想，见人走了，他在篝火堆边坐下，很是饥渴的守着烤肉架子。加了盐的烤肉闻起来就是和没加盐的烤肉不一样，牙桑见他很想吃的样子，当然是选择顺从他，他动作娴熟的将最面上那层烤肉撕了下来。青青，你快尝尝。他把肉喂到香青叔嘴边，香青叔很是自然的就接了过去。好刺好刺，虽然还是感觉很腥，但他现在已经经历过兽氏的毒打，
即便是这种很腥的肉，也能吃得十分欢快。就是可惜烤肉还没烤好，香青叔只能等着牙桑继续翻烤。但也没等多久，牙桑烤好一层就给香青叔喂一层，边烤边吃，除了烫点，其他没什么不好。等香青叔吃饱了，牙桑3两下解决掉剩下的烤肉，再收拾了垃圾，又洗了手，他又开始给香青叔端水，拿皂角让他洗澡。香青叔正想说他还没有可以穿的衣服，结果牙桑放好东西从洗澡间出来，立马又拿起兽皮和骨针，在香青叔身上比划几下后就开始缝衣服。他做事之前还催促香青叔：青青你赶紧去洗，一会儿我做好了衣服给你送进来，有什么需要的你直接喊我，我会一直在这里等着。香青叔看着他这样子，不知怎么的，心里忽然就涌出来一股莫名的情绪，这种情绪暖暖的，渐渐上涌，让他整颗心都觉得特别充实。牙桑他真的很好，颜彻很好，牙桑也很好，就那么幸运，他们的好都是他想要的好，这就很棒。香青叔进去了，有水有皂角，他终于可以痛痛快快的洗个头洗个澡，虽然还是不太习惯用皂角，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整整2个小时，等香青叔洗干净出来，水都用了6锅。牙桑早就等在洗澡间外，听到香青叔喊他，他忙把新做好的兽皮衣和草鞋递进去。已经确定伴侣关系的兽人并不会避讳这种隐私，牙桑一脸坦然的进来，让香青叔愣了一下，但他下一秒就收拾好心情，也十分坦然的接受了这样的设定。好在牙桑没有乱看，进来送了东西之后就马上退了出去。他却不知道，没有乱看也还是看到了，牙桑整个人脸红的跟什么似的，走路基本上是飘出来的，想不到青青洗干净之后这么白，他身上白白嫩嫩的，带着健康的粉红，像朵娇花似的，可真好看呐！一想到这样好看的雌性是他的，牙桑很是诚实的有了反应。他顿住，立马和香青叔说了一声，说自己也要去洗澡，就赶紧冲出了兽洞。香青叔不知道他只是看了一眼就出现了这么多连锁反应，也对他说要去洗澡的行为没有什么想法，他毕竟奔波了这么多天，会想洗一洗很正常。穿好衣服后出来，香青叔自己在外面的架子上找了一张有毛的兽皮擦头发。等头发擦得差不多，他把擦身体和擦头发的兽皮单独晾在洗澡间的架子上，就走出山洞，在大门口找了块石头坐下来晒太阳。第26章，青青我能亲你吗？春日午后的太阳并不会很热烈，只是暖烘烘的，晒得人困意浓浓。牙桑洗完冷水澡回来时，就看到香青叔撑着脑袋坐在石头上，正在打瞌睡。他的头发已经干得差不多，此时披散在肩头，顺滑如瀑，衬得他的脸越发小了，白白粉粉的，看起来格外精致。有那么一瞬间，牙桑感觉自己的心脏不受控制的猛跳了一下，好像有点失重，之后就再也找不回原来的节奏了。牙桑站在这儿发了许久的呆，终于记起作为一个伴侣应该做的事，便赶紧走过去，将香青叔抱起来送回了右边的兽洞。香青叔知道有人动了自己，他睁开眼睛看了看，见是牙桑，便很是放心的闭上眼，任由他将自己放进铺了软软兽皮的草窝里。只是放下他后，牙桑并没有走，他在他身边躺了下来，一直垂眸盯着他，视线热切的连香青叔这个普通人都能感觉到。香青叔只能再次睁眼，有些无奈，你看着我做什么？见他眼中有着一些十分明显的欢喜，牙桑立马红了脸，好半天才犹犹豫豫的提出请求，青青我能亲你吗？香青叔闻言愣了一下，忽然就笑出声来，想亲我啊？他故意顿了顿，不行，我们还没有结侣，不能亲。可是颜彻为什么可以？你亲了他却不亲我，你是不是不喜欢我？说话时牙桑一激动，尾巴顿时就冒了出来。和虎族不同的是，狐族的尾巴毛茸茸的十分蓬松，很大一条，而且牙桑的尾巴还是红色的，这种红并不是那种带着橙色的红色，它红得很纯粹，很鲜明，也十分亮眼。它一冒出来，香青叔的目光立马就被它吸引了，他下意识伸手逮住了那条缓缓舞动着的尾巴，摸了摸，手感十分好，很顺滑。牙桑却整个人都僵住了，见香青叔抱着他的尾巴爱不释手，他的脸色更红，随着他一下又一下的抚摸，他身体也一下又一下的站立，忽然变得十分敏感。他在心里感慨，原来他不是不喜欢他，反而是非常喜欢啊，那就没问题了。想到这里，牙桑很自觉地低下头，轻轻在他脸上亲了一下，一下之后立马退开，他眼神期待地看着他，希望他能给出回应。对此，香青叔微愣，也明白自己是没办法继续作怪了，这条尾巴已经出卖了他。他便抬头看向牙桑，一眼就撞进了那双如碧潭般清亮的眼睛里。明明是双能魅惑人心的眼睛，这时候却偏偏没有任何勾引人的感觉，有的只是简单的认真和真诚。被那样的真诚吸引，香青叔不由自主地慢慢靠近，一点一点，在他越来越期待的目光中，终于成功贴住了他的唇。他的唇也很软，像云像雾又像清风，带着些许暖意，将香青叔缓缓包裹。他细细感受着他的温度，由浅到深，利用自己本就不高深的吻技，带着他这个新手，竟也体会到几分快感。就是牙桑的学习能力有点快，他居然很快就掌握到了接吻的技巧，直接反客为主，把香青叔按在草窝里，更加热切地亲吻起来。香青叔则搂着他的脖子，完全沉浸在这份不一样的亲密，直到他们头发乱了，衣服没了，直到牙桑的吻渐渐从下巴往下转移，
直到他的大手渐渐往下，忍不住停留在他的大腿间，牙桑忽然停下来，这才意识到自己差点失控。说好了，严彻先结履，他自然不能破坏规矩，不然以后有的闹。牙桑便生生忍住继续下去的冲动，可身下的伴侣像颗熟透的桃子似的，实在诱人，他还是没忍住，又俯下身抱着他亲了会儿。最后还是香青叔喊了他一声，牙桑这才放开他，有些狼狈的独自跑了出去。到这会儿，香青叔的睡意已经没了，看着牙桑落荒而逃，他笑起来，结果笑着笑着打了个哈欠。好吧，赶了那么久的路，肯定还是累的，那就赶紧睡吧。等牙桑再次收拾好自己回来时，香青叔已经彻底睡熟了。看着他安静的睡颜，牙桑有些无奈，自己那么难受，结果他半点感觉都没有，直接睡过去了，真是怎么那么可爱。牙桑半点没觉得自己的眼神有问题，见他睡了，他替他盖好兽皮，直接去了外面去收拾洗澡间。等收拾好了，他又拿出兽皮和骨针，继续给他家青青做衣服。严彻回来的时候，天色早就已经黑了。这时候香青叔还没起来，但牙桑早已经把晚饭烤好，就等着他清醒。严彻去了左边自己的兽洞一趟，出来后直接跑去右边的兽洞看香青叔，见他睡得很香，他没有弄醒他，只是坐下来满心欢喜的在他脸上亲了一口。本来只是轻轻的一下，却意外的把睡美人给唤醒了。见着严彻放大的俊颜，香青叔下意识搂住他，抬头亲了亲他的嘴角。你回来了？现在什么时候了？他闻到了严彻嘴里的植物清香，他好像刷了牙，仔细看看他的头发也是湿的，很明显刚洗完澡回来。香青叔立马意识到严彻回来了，说明他带回了受精，那接下来就是要结履了。他瞬间有些不自在，都不敢抬头看严彻的表情。见他如此，严彻很是愉悦的笑了一声，他把香青叔抱起来，又在他唇上亲了一口，然后给他穿好草鞋，直接抱着走了出去。他抱着香青叔在篝火堆边坐下，牙桑听到动静，在他们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把烤肉小块小块的撕好，放在木碗里。等他们坐下，他直接把木碗递给严彻。做完他该做的事情，他本来应该直接回草窝的，但看着他和严彻之间浓情蜜意的样子，他还是忍不住提醒青青，说好了，今晚是严彻，明天是我，可不能耍赖。香青叔本来就够难为情了，这只狐狸为什么要说的如此直白？他没好气的瞅了他一眼，嘴里还是答应着，知道了，不耍赖，自然不耍赖，不管是从心还是从理，这件事本来就不能耍赖，更不能拖。第27章，阿彻洗干净再睡。牙桑可看不懂他那复杂的表情，毕竟在受试，同时和几个兽人结履的都有。听到他答应下来，他只觉得兴奋不已，暗自感叹一声，他赶紧离开。走之前见石锅里的水空了，他还特别勤奋地跑出去打了2锅水回来烧着。做完这一切，他冲过来吻了吻香青叔，最后终于在严彻一脚踹过来之前跑了出去。香青叔看他消失在黑夜中，有些奇怪，这么晚他去哪里？严彻哼了声，没好气地擦了擦刚刚牙桑吻的位置，很是霸道地说了一句，今晚你是我的，他破坏了规矩，明天我也要亲回来。香青叔，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只是亲了一口而已。见香青叔惊异地看着他，严彻忽然又笑了，放心吧，他肯定打受精去了，结履和平时不同，我们兽人一般会用新鲜的受精结履，不会用以前的，咱们不管他，他自己会小心的。原来如此，他倒是没想起来这回事。香青叔便不管他了，开始闷头吃东西，只是今晚严彻喂食的速度稍微有点快，然后香青叔就意识到一件事，兽人会利用很多工具改善生活质量，但不用筷子，因为他们抗烫，而且他们的指甲能变长，可以直接当刀叉用，可他没办法像兽人一样变化，看来抽空了还得做几双筷子，他不能总让严彻他们喂他。还有家里也需要一个类似书架那样的柜子，那样的柜子放取东西方便，比全部堆在地上好。还差什么吗？啊，有，还差做饭的调料，他不能总吃烤肉，还有洗头洗澡的。兽式的皂角虽然去油污能力很好，但还可以加点其他东西做成皂角粉，变得更好更方便存放。得让严彻他们找机会带他出去转转，木碗木桶桌子之类的也得多准备一些，现在空间他们也都知道了，他还可以往空间里多存些野菜和肉类、毒物、石头一类也可以多放些，万一用得着呢。香青叔没发现，想着事情的时候，他不知不觉间已经把一碗肉吃完了。见他吃完，严彻很果断地放下木碗，他先替他擦了嘴巴，然后收拾了木碗，最后用草木灰洗干净了手上的油，就抱着香青叔回了左边的兽洞。突然的失重让香青叔回过神来，见自己被严彻抱在怀里，好吧，开始了，他忽然就紧张起来了。到了这一步，他还以为严彻会很急切，结果严彻把他放进草窝后，并没有直接扑过来，而是拿了3颗受精给他。这3颗受精都是他今天才打的，数量不多，2颗1级受精，还有1颗3级受精。你今天遇到3级兽了？香青叔语气里有着明显的担忧。严彻被他的关心取悦，很是高兴的在他身边坐下。和你结履，自然不能用1级受精。严彻抓住他的手，很是亲昵的贴了贴。青青，我想给你最好的，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为了你好的，或者你想要的，我都会抢回来给你。香青叔听着，只觉得心里软乎乎的，他嗯了一声，并没有忽略严彻和3级兽打斗过的事实。之前在吃东西，他没注意，
这时候把严彻翻来覆去的看了一遍，才看到他后背腰部的位置有一道很浅的抓痕，不深的伤口，这时候已经没有再出血，看起来其实并不恐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那抹鲜红还是看得香青叔很心疼。他赶紧取出灵泉水凑到他嘴边，必须喝点，这水对你的伤口好。严彻却看着他细白的手腕愣住，脑子里不由自主的就浮现出了一些旖旎画面，是那晚他失控时发生的事。他不动声色的低下头，很是虔诚的喝完了香青叔手心里的灵泉水。见他乖乖喝完，香青叔正要收回，严彻却突然握住他的手腕，继续将唇贴在他的手心里，很是动情的亲了一下。香青叔感觉身子瞬间就麻了，那是一种由心到身的悸动，不由自主，不言而喻。严彻却没有停下，他的吻一点一点往上，顺着他的手心到手腕，然后他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忽然凑过去在香青叔肩头轻轻咬了一口。香青叔被他这突然的动作推倒，抬眸看向他时，又被他充满情欲的目光烫了一下，还来不及惊呼，他的红唇已经贴了上来。辗转反侧，翻来覆去，温柔又霸道的雄性荷尔蒙味道充斥在香青叔鼻息之间。他抱着他亲吻很久很久，甚至贪恋的从他唇齿间一路往下，最后严彻握住他的双手手腕，用一种近乎进攻的姿态在他身上流连忘返。当那种特殊的不适感占据了香青叔的所有思维时，隔壁的篝火堆忽然炸了一下，就像黑夜中忽然炸亮的星星，璀璨夺目的，让人恨不得永远停留在这一刻。香青叔不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只记得中间时严彻把那颗3级受精咬开了喂给他，以至于到了后半夜他还有精力配合严彻。只是最后他还是被做得昏昏沉沉，感受到要结束了，他还抱着严彻强调：阿彻要洗干净，洗干净再睡。那时的严彻满头大汗，他的银色短发根根分明，随着起伏微微晃动着，有几缕甚至贴在他的脸上，让他看起来多了些慵懒和肆意。他声音低哑的应了一声，伸手在他红润的脸颊上摸了摸：你睡你的，我会收拾干净。好，好的。这一觉香青叔直接睡到下午才醒，他错过了早饭和午饭，以至于醒来时肚子饿得发慌，幸好身体已经被清洗干净，还穿好了衣服，没有什么不适感，甚至出惊人时他没有半分痛苦酸软的感觉，是那颗3级受精的作用。香青叔便十分兴奋地起床，没看到他的新晋老公严彻，但看到了委委屈屈趴在他床头的牙桑。牙桑现在是受刑状态，明明五官表情不明显，但香青叔就是能看出来他很委屈。第28章，只要是你生的我都想要，怎么了？难道你昨晚出去和野兽打架打输了？怎么可能？牙桑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调，这种关乎兽人尊严的事他怎么可能淡定？我明明赢了，我还带了受精回来。牙桑快速变身，从身下拿出已经被他捂得热乎乎的4颗受精，3颗1级的，1颗2级的。看着那颗2级受精，牙桑耷拉下脑袋，对不起青青，我没抓住那只3级野兽，明明我们俩都撞上了，那只野兽却不愿意跟我打，掉头就跑了，我没追上。哼，没用。严彻听到动静后进来，正好听到牙桑的话，便毫不留情地嘲笑了一番。他一手端着一张小桌子，一手端着一碗肉汤，见香青叔坐着，他表情立马温柔，将小桌子放好后，又马上把肉汤放上去。青青，我给你做了一张小桌子，还做了肉汤，你尝尝看喜不喜欢。大概是第一次和男性有了亲密接触，香青叔看到严彻，眼神不由自主的就变得有些黏糊。他靠过去抱住严彻的手臂，见那肉汤里还有一个木头小勺子，便笑道：阿彻，你真厉害，怎么什么都会做？正好他想换换口味，严彻今天就做了肉汤，他们怎么这么心有灵犀？而且兽氏也有桌子和勺子吗？哦对，是有的，只是他们用的很少，因为他们习惯在打猎的时候直接吃，生肉里的能量比熟肉更多，为了升级，为了储存更多能量扛过冬季，也因为兽人食量太大，每一餐都烤的话会很麻烦，他们便习惯吃生肉。只有陪着伴侣吃饭时会吃点烤肉，但雌性也是兽人，他们非常喜欢吃烤肉，只偶尔会煮点肉汤，因此桌子和勺子他们都用的很少，很多家庭里根本不会准备这2样东西。知道这些，香青叔就更加觉得严彻细心了。他接过勺子正要吃，结果还没凑近，牙桑那张委屈巴巴的脸就出现在桌子的另一头，就这么看着香青叔，还眨了眨眼睛。香青叔只得放下勺子，摸了摸他微乱的红发，认真安慰：没关系，桑桑，我们不是有一颗3级受精吗？不管是2级受精还是3级受精，都是你辛苦打回来的，我都很喜欢，我都会珍惜。真的。听到他喊他桑桑，牙桑眼睛顿时就亮了，正要说话，下一秒脸上就挨了严彻一拳。他都懵了，你干嘛打我？严彻哼了一声，看都没看他，直接端起肉汤去喂香青叔。牙桑就愣住了，他好像确实该打，怎么忘了青青这时候需要进食啊？该死的，他也好想给自己一拳。牙桑便不说话了，也不生气了，乖乖坐在一边看香青叔吃饭。只是这一回明明很饿，香青叔却吃得不那么欢快。严彻皱眉，怎么了？是不是我做的不好吃？香青叔想摇头的，但闻着这碗腥味直冲鼻尖的肉汤，他很诚实的点了下头，嘴里却道：没关系，
我只是吃惯了那种没有腥味的肉汤，一时有些喝不习惯这种烤肉的腥味就会淡一点。等下次有空，你和牙桑带我去山上转转吧。我昨天就想和你们说，我想去找些能做饭的植物，肉汤里加入一些合适的东西，就不会有腥味了。而且我还有好多想做的东西，都需要你们帮忙。听他这么说，严彻二话不说，直接就把肉汤端走了。幸好我还做了烤肉。青青，今天你先将就吃点，等之后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你教我怎么做好吗？他说话时，牙桑已经主动去了外面，替向青叔撕了一碗烤肉进来。听到他答应严彻会教他做饭，他也凑过来，一边喂他吃肉，一边道：“我也要学。青青，你真厉害，居然知道给肉去腥的方法。这样一来，可省了好多事情。毕竟香香瘦不常见，要是能去腥，以后岂不是天天都能吃到很好吃的肉？”他的语气很是夸张。香青叔被他这语气弄得非常不好意思，正要接话，严彻已经开口：“确实厉害。”不知想到了什么，他脸上浮现起一抹缠绵的笑意，然后伸手轻轻在香青叔肩头摸了一下。作为人族，我以为就算有3级受惊，青青也最多承受我半个晚上，结果居然配合了我一整晚。我家青青就是厉害，比很多兽人都厉害。香青叔都听得惊讶了，他们明明说的不是这个事，这也能拐着弯的让他找到机会炫耀。他看了看严彻，又看了看严彻摸过的肩头，那里出现了一个蓝眼睛的虎形兽印，和严彻胸前的蓝色兽印一样，只是要小点。看着这个兽印，想到昨晚的一切，香青叔莫名有些脸红。但严彻这暧昧的话一出，他自己和牙桑看他的眼神瞬间就不对劲了，两个人都别有深意的看着他，巴不得立马把他剥开吃掉。香青叔就赶紧收回眼神，埋头吃肉，恨不得把整张脸都埋进碗里去。严彻和牙桑便笑了起来，只是严彻忽然淡了笑意，想了想，还是从怀里摸出来一个青色的果子。这果子只有拇指大小，圆圆的，一头有花，看起来没成熟的样子，实际上却是一颗成熟的果子。青青，香青叔闻言抬头时，正好看清严彻手里的这颗果子。他愣了一下，立马明白了严彻的意思，这是碧子果。阿彻，你不想要崽崽吗？这次换严彻愣住了，反应过来后，他有些急切的摇头：“不是的，青青你别误会，我想要的只要是你生的我都想要，只是如果是青青不想要，我也可以不要，所以我去找了碧子果回来。那我想要。”香青叔打断他，微笑着回答：“阿彻，我想要的你不必这样，生崽崽这事我们顺其自然就好，有了就生，没有也不强求。我想就算是我不想生，你肯定也不会强迫我的，对吗？”他自然是喜欢孩子的，甚至很早以前他就想找个好人，两人一起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只是一直没遇上合适的。而且不管是从他自己的想法，还是系统给他的选择，他都想生。这不仅能满足他拥有一个幸福家庭的愿望，还能让他有机会兑换物资，何乐而不为？第29章，快放我下来！他是没想到严彻会以为他不想要，还特意去找了碧子果回来。这季节碧子果成熟的不多，可不好找。这个兽人可真是听到他的话，听到他说他想要和他的崽崽，严彻自然十分高兴。可又听到他后面的问题，他的心一紧，赶紧道：“当然不会，我不会强迫你的，永远都不会。”那不就好了？香青叔就笑了起来，他从严彻手里接过那个果子，那这个果子就用不上了，至少暂时用不上，我先收着，等以后我们需要了再拿出来，一辈子这么长，总会有能用上的时候。说完，香青叔直接把它收进空间，和那瓶避孕药放在一起。严彻瞧着他的动作，根本顾不上那颗果子如何，他只感觉自己现在幸福的要冒泡了。他的伴侣愿意给他生崽崽，不管能不能怀上，他愿意受这份辛苦，就说明他是在意他的。他在意他，这可真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事了。他们两人在一边幸福，牙桑又酸了。虽然知道生崽崽这事青青肯定不会厚此薄彼，但这话题是严彻挑的头，他们再一问一答，他不想搞破坏，就连表真心的机会都没有。没办法，谁让严彻是青青的第一个呢？第一个就是这点好，早知道他应该算了。严彻的拳头有点硬，还是避着点吧。牙桑在香青叔和严彻你侬我侬的状态下伺候他吃完肉，自觉收拾了东西出去洗。这时候没事，香青叔也有精神，严彻便陪着他在部落里转了转。牙桑收拾完之后也追了过来。香青叔本来想趁着这个机会去外面林子里看看，但时候不早了，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往外跑，他便没去。但见他眼神向往，严彻和牙桑还是带着他在部落的矮林里走了走，顺便上个厕所，回来时还搬了很多木头和石头。他们想趁着现在做些东西，首先做的就是筷子。这东西简单，严彻和牙桑爪子一划拉，一会儿就各做出来好几双。他们把筷子表面打磨得十分光滑，看起来非常好用。在确认过香青叔做饭的方法和他们兽人的完全不一样后，他们按照香青叔的要求，还多做了一些盘子、木碗和勺子，还有杯子、锅铲、叉子之类的东西。这些小东西都不费什么功夫，知道什么形状后做得非常快。做足了数量，香青叔又安排他们重新搭了2口石锅，在进门右边贴着墙的空地上新架了2口锅，以后专门用来炒肉炖肉。当然，香青叔有点强迫症，之前本来用来烧水，结果被严彻炖过肉的那口石锅，他已经让严彻搬到了这边，烧水那边又重新架了1口干净的。
以后烧水的锅就不动了，只烧水，免得洗澡水一股油烟味，他不喜欢。等他们做好这些，天色已经黑了下来。香青叔今天吃得晚，还不饿。严彻和牙桑现在也很有精力，他们便没有休息，又继续做柜子。柜子不像筷子那么好做，这世界没有钉子，兽人也不懂榫卯结构，他们便直接砍了一截树干，按照形状来挖。这样做出来的柜子不会很高很大，单放2个也是够用的。最后，这2个柜子被并排放在了洗澡间外面的那面墙边。牙桑将地上的那些小东西全都转移了过去，一个放兽皮、骨针、木盆等，一个放碗筷、杯盘、盐粉等。果然很好用，以后要拿什么东西不用东翻西找了。其他东西也没丢，香青叔指挥着他们重新整理。最后，整个客厅的左边是2个摆成一字的晾衣架，用来晾晒东西；右边是干柴堆，大门口是2个新灶台，对面墙边是2个不算小的柜子。虽然多了东西，但整体看起来更加整洁，不杂乱了。就是灶台边还缺一张小桌子，用来放东西。他们吃饭的大桌子也得准备一张，在家里吃饭的时候肯定得随他的习惯。还有凳子用木墩代替也行。想着是，他没注意到牙桑越来越幽怨的眼神，还是严彻主动将晚饭喂到他嘴边，提醒他：青青，吃饱了该休息了。香青叔，他看了看外面的天色，已经黑得彻底看不见了，确实该休息了，但他真能休息吗？香青叔看向牙桑，见他扁着嘴，好像谁欠了他800万似的，就觉得好笑。他只得道：那咱们今晚不做了，我先吃饭，吃完了洗个澡就休息。但是他还是拉着2人说了说自己想要的这2张桌子是什么形状。说完了，这才意犹未尽的认真吃东西。不知道为什么，香青叔很喜欢布置家里的东西。以前他是一做事就停不下来，非得看着他们摆在各自的位置上，整整齐齐的，他才会觉得满足。严彻和牙桑肯定不能理解他这种心理，他也没说。吃完晚饭，就在牙桑殷切的目光下进去洗澡。等他出来，严彻已经不再受冻，外面只剩下一个浑身水汽的牙桑。见向青叔裹了一条兽皮出来，没穿衣服，他眼睛都直了。香青叔看着他，本来不想在这时候杀风景，但瞧了瞧不好固定的兽皮，他还是道：牙桑，我想要一件吊带裙，就是肩上有带子的，衣服和裙子连在一起的，比较宽松的裙子，我想睡觉的时候穿。这里的衣服都是那种很贴身型的款式，方便兽人们在林间穿梭，但对于香青叔来说太紧了，睡觉穿不舒服。好，我明天给你做。青青，牙桑都忘了仔细问。他晕乎乎的走过来抱住他，就在香青叔顺势也抱住他时，他忽然一把将他举起来，让他跨坐在他的腰间。被他高高举起时，香青叔吓了一跳，这种羞耻的姿势，他脸红了。你干嘛？快放我下来，我们去草窝。我不。青青，虎族兽人那么勇猛，他还是你第一个伴侣，我要是没什么心意，你哪里会记得我啊？香青叔想说没有啊，只要结侣了，他肯定不会有了新欢就不要旧爱，更加不会只喜欢一个，他都在担心些什么东西。第30章，青青，我会让你很难忘的。只是牙桑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他刚张嘴，牙桑就堵住了他的嘴。细细绵绵的亲吻不断落下，刚开始还带着些试探，后面干脆不装了。他用力将他拥得更紧，趁着他们密不可分时，他撬开他的唇齿，温柔缱绻，炽热缠绵。许久，一吻落下，2人都喘着粗气。牙桑赶紧抱着他回了自己的卧室，但他还是没有去草窝，他就这么单手抱着他，另一只手拿开了他身上的兽皮。早已垂涎的美好就在眼前，牙桑的呼吸一下子粗重起来，他缓了一下，又重新吻上他的唇。只是这一次，他好像在细细品味什么，他变得更加轻柔，也更加耐心起来。他把他抵在用尾巴垫着的墙上，一路亲吻着，好像在描绘一幅美画。直到香青叔感觉自己踩在云端之上下不来，他的吻才终于在他的腰间停住。他暂时没有离开，那种轻柔摩挲的感觉便让香青叔忍不住浑身战栗，内心也随着他似有若无的亲吻变得痒痒起来。牙桑，叫桑桑。香青叔顿了一下，还是顺从的喊了一声桑桑，结果话音刚落，他感觉好像被人扔了一下又接住，居然就这么站着。而牙桑一直关注着他的表情，见他不可思议中透着一股别致的欢愉，见他在自己红色尾巴的衬托下显得越发娇艳，他心口一滞，呼吸都有些控制不住。青青，我说过我会让你很难忘的。难忘，果然很难忘。刚开始经历这种事就玩得这么刺激，他喜欢。而且这时候的他和平时好不一样，他好似岩浆涌动般热切，似春花盛开般灿烂，又似冬雪融化般滋润。这个兽人私下里肯定偷学了，到底是第一次结旅，从站着到草窝翻来覆去，牙桑肯定是忍不住的，最后还是用了空间里的那颗3级兽精。因此第2天醒来时，香青叔依然没觉得哪里不舒服，牙桑也知道了他的习惯，他把他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没让严彻操半点心。而这次香青叔醒来看到的第一个人居然是严彻。见严彻目光深深地看着自己，他笑道：你们是商量好的吗？和你结旅的第2天他守着我，和他结旅的第2天你守着我。严彻点点头，是他让你劳累，自然该由他自己为你准备食物，我要是帮了他，该显得他无能了。说完，严彻忽然问了一句：觉得他怎么样？还满意吗？香青叔，他本来已经接受良好，
没觉得不好意思的。严彻这问题一出来，他顿时就羞涩了。见他支支吾吾的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严彻挑了挑眉，难道是不如我？我就知道，我肯定比他厉害。相亲书，原来如此，原来是雄性之间那奇奇怪怪的胜负欲出来了。那他就没必要回答了，这种事他和当事人知道就行了，哪里能大大咧咧的说出来。结果他刚要起身，牙桑已经端着碗跑进来，很是不满地对着严彻道：怎么可能比我厉害？青青昨晚可说了，他特别喜欢我的伺候，我让他很难。哇，他想一直要我，你有这待遇吗？这话让严彻立马变了脸色。他确实没有，节旅那晚虽然很尽兴，但青青没对他说过想一直要这种话，反而一直说不要啊，难不成真是他不如牙桑这个老二？不是这样的。眼瞅着严彻脸色不好，香青书急得吼出了一连串的不是。你们两个都很好，这种事没法比较，我都喜欢的。说着他瞪了牙桑一眼，这小子总是不嫌事大的随意挑火，看他下回在一起的时候怎么罚他。可严彻和牙桑似乎都对他这个回答不满意，眼看着他们有一种非要他分出高低来的架势，他赶紧道：桑桑，我饿了，我要吃东西。这话果然有用，严彻瞬间就不生气了，牙桑也不坚持要比了，他赶紧跑过来把手上的烤肉递给香青书，还贴心的配了筷子。两人都在关心他的肚子，香青书就默默的松了口气，没打起来就好。不过怎么感觉正式在一起后，这两人就越来越看对方不顺眼了呢？干啥都要互掐一下。他端着碗吃了会儿肉，这才想起来去看兽印的位置。严彻的兽印在他的左边肩头，牙桑的兽印居然在右边腰间肚脐眼旁边。不错，一只红眼睛的全身小狐狸，可可爱爱的，在腰间也很好看，他喜欢。轻轻，牙桑黏黏糊糊的贴了过来，贴过来后，他顶着严彻不善的目光，突然在香青书油唧唧的嘴上亲了一口，亲完嘿嘿傻乐了会儿，又伸手摸了摸香青书腰间。青青，我的兽印好看吧？就是这蓝色不好，我明明是红色的狐狸，显示成红色不好吗？非要显示代表等级的蓝色，看来我得赶紧升级，升到5级就对了。5级？你在做梦呢？严彻嗤了一声，毫不留情地挤开他，自己霸占了香青书这边的位置。明明他本来待着的地方也有位置，不用管他。青青，我昨晚把你想要的桌子做好了，要不要去看看做的怎么样？真的？做好了？什么时候做的？香青书有些惊喜。你昨晚是不是没睡觉？下次不许这样，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的，不然对身体不好。严彻听得高兴，放心吧，没花多少时间，我昨晚出去狩猎，顺便找了棵很大的树，做好带回来的。说着话，严彻上手将最后几块肉喂给香青书，把木碗递给牙桑后，他顺势给他穿上草鞋，带着他就出去了。牙桑果然当老二就是这点不好，什么杂活都得他来干。什么时候有老三啊？他也想指使人干活。这么想着，牙桑又瞬间打住，可不能这么快就有老三，有了老三他就得多等一天才能和青青亲热了。不行，老三还是晚点来吧，他才刚刚解旅，还不够呢。第31章，我现在有你和桑桑了。牙桑抱着碗出去洗。客厅里，香青书已经看到了那2张方桌，灶台旁边那个就不说了，和灶台差不多大小，长长宽宽的一张，用来切菜、切肉、放盘子、锅铲什么的，完全够用。而客厅中间这个，严彻说是找了棵大树做的。香青书虽然没看到实物，但也能想象得到那树真的很大，因为做出来的这张桌子也好大。按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桌子坐20个人都没问题，连配套的凳子都准备好了。虽然凳子款式不是很特别，就是树墩样子的，但严彻特意修理过，还把下面中间挖空了，这凳子就又厚实又不重，很是好用。香青书过去摸了摸，桌面和凳面一点毛刺都没有，真的做得很用心了。怎么做这么大？我们才3个人，吃饭坐着都得隔好远。幸好客厅足够空旷，放上这么一张大桌子也一点不显得拥挤。严彻闻言眼眸一弯，带着几分憧憬道：现在是只有3个人，但以后会有很多的，而且这里是牙桑的家，我们以后就算要去别的地方也始终要回来，到时候人多了，小桌子可坐不下。这话说的也没毛病，不管是继续找伴侣还是生仔仔，在寿室里一个家庭10几口人都算少的。香青书便也不觉得大了，这样挺好，大桌子好放菜，万一家里想要聚餐什么的，完全不用愁桌子不够用。青青，你看到我，你想要的那什么连衣裙我给你做好了，你说你想要宽松一点，我还做了好多其他款式的衣服，保证都是别的雌性没有的，你来试试。收拾完回来的牙桑适时插进来，直接站到严彻前面，将香青书的视线完全挡住。严彻只得后退一步往旁边走，走过来时不经意间还踢了牙桑一脚，牙桑却像是没感觉一样，只认真看着香青书。香青书自然没发现他们的小动作，看着牙桑手里那件款式熟悉的连衣裙，他眸中惊喜异常。牙桑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他只是给他形容了一下连衣裙的大概款式，他居然都能大差不差的做出来，也太厉害了。只是款式差不多，材质还是不一样，幸好这件裙子牙桑用的是兽市里最薄的那种兽皮，哪怕没有棉质的飘逸也足够柔软，不会像木桶一样织起来。
反正像模像样的，表面看起来和现代的连衣裙区别不大。甚至牙桑还由这条裙子得到启发，做了很多比较宽松的吊带上衣和短裙。但毕竟没有见过现代的衣服，他的思维还是有限制，做出来的衣服都是露腰、露腿、露手臂的。吊带有双肩带、斜肩、单肩的，就是没有袖子。但香青书已经十分满意了，他捧着那条连衣裙，简直爱不释手。桑桑，谢谢你，这些衣服都好漂亮，我很喜欢。我就知道你会喜欢。牙桑高兴了，他凑近香青书，趁机讨要奖励。既然喜欢，那青青可不可以亲我一下？桑桑想要，他那句桑桑想要说出了一种9曲18弯的荡漾。本来严彻在旁边，香青书还有点害羞，可牙桑这么用心的给他准备衣服，肯定得奖励。香青书便抬起脑袋，在牙桑凑过来的脸上重重亲了亲，这厮却在他要撤回时忽然转过脑袋，快速在他唇上啄了一口。香青书他没好气的看了他一眼，结果这人亲完根本没看他，而是十分欠扁的转头瞅了瞅严彻，见他脸色铁青，他得意的扬了扬眉，没对他说什么，那眼神却像是什么都说了，还说得很不好听。香青书见严彻脸色十分不好，不像是平时争风吃醋的样子，有些疑惑，怎么了？阿彻你怎么这个表情？严彻的表情瞬间变得难过，他看了看香青书，低下头半天没说话。还是牙桑这个大嘴巴解释，他才知道原来严彻也给他做了衣服，用的还是这2天新打的兽皮，是他自己的兽皮。但他做的衣服款式都是兽式常见款，就是紧身抹胸加紧身短裙。他本来没觉得那些衣服不好，但现在有牙桑在前，那些衣服怎么会好？完全没什么新意。香青书有些无奈，他去严彻的卧室看了看，果然看到箱子里有好几套已经做好的衣服，还有好多个树藤包包。他把衣服拿出来看了，款式一般，但做工很精细，严彻也是花了不少心思的。他便拿着那些衣服出来，也不说话，让牙桑用利爪帮他裁剪了一些宽度合适的兽皮条，拿着骨针就开始缝。严彻和牙桑本来不想他动手做事，都想来把骨针抢过去，但见他做着他们看不懂的操作，他们又默契的没有说话，只在一边看着学着。香青书也没做别的，既然严彻觉得他做的衣服没新意，那他就教点有新意的款式给他，只需要简单补下工，完全不复杂。很快做好，香青书把那件加工过的裙子拿给严彻看。阿彻你看，这个叫荷叶边，只需要在裙子下摆加1圈，是不是很好看？裙子的款式可多了，不止可以在裙子下摆加装饰，上面或者裙子中间都可以加。上衣也是，除了肩带还可以加外衬，什么对襟、交襟不需要大改，就这样顺着下胸围加一些简单的就行。还可以加袖子，飞飞袖、荷叶袖、落肩袖、镂空袖。镂空袖就是把兽皮这样剪一剪，剪成这种镂空的样子加在肩带上，是不是超级好看？说到最后，香青书特意加了一句，这样改出来的衣服就和桑桑做的那种完全不一样了。严彻听得眼睛都亮了好几度，确实青青说的这些款式和牙桑做的衣服完全不同，甚至更加好看。他瞬间就自信了，青青你放心，你说的那些我会学着做的，我一定会做很多，让你有穿不完的衣服。当然会有穿不完的衣服，我现在有你和桑桑了，你们不会让我没衣服穿的。香青书笑嘻嘻的，所以阿彻别不开心，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你们都是我的伴侣，无论是你们擅长的还是不擅长的，我都喜欢，哪怕你们自己觉得不满意，我也还是喜欢，没必要为了一些小事不开心，他想要大家都开开心心的。第32章，黑与黑也不是完全一样的。严彻嗯了一声，看着香青书亮晶晶的双眼，他没忍住低头咬了一口她的唇，惹得牙桑重重哼了声后，他就真的高兴了。香青书2个幼稚鬼，他也学着牙桑哼了声，随后提议，既然吃饱了，那下午你们陪我去林子里转转吧，我想炖肉汤了，还想吃点野菜，每天都是烤肉，我都上火了。严彻和牙桑不知道上火是什么意思，但既然青青想去，他们当然没意见，反正今天时间还早，这才中午刚过，他们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出去逛。严彻和牙桑便开始收拾，严彻拿出他给香青书新做的树藤包包，又从客厅柜子上拿下来2个裁边的小篮子，牙桑则拿出木头挖的小水桶准备装水。香青书看见了，赶紧拦住他，直接往竹筒里装了灵泉水，一共装了3个，全都放进包包里，让牙桑背着，这样大家都可以喝。正准备出发，一个黄头发的兽人忽然跑过来，说是让严彻和牙桑去首领那里一趟。3人都觉得奇怪，没事让他们俩都去干什么？连严彻都去，难道是兔孙部落那边有什么新消息？但香青书就在旁边，他们也没多问，只应了一声。牙桑道：那青青你等等我们，我们很快回来，不会耽误时间的。香青书乖乖点头，自然不能耽误他们的正事，就是不知道有什么事是他不能听的。难道部落要组织集体打猎了？每个部落都会有很多需要集体供养的幼崽和老人，平时兽人们打到猎物会上交给部落一些，这些猎物就是用来养他们的。集体打猎除了方便大家捕猎更加高级的野兽，也依然是为了能让那些无法捕猎也没后代供养的老人，失去爸妈抚养的幼崽，或者身体残疾的年轻兽人能吃得上一顿饱饭。如果是这样，他出去找东西的计划是不是又要搁置了？
想着严彻和牙桑已经跟着那个兽人走了，香青书没事可做，只能在兽洞里转转，看看家里还有没有什么需要的。只是这里条件有限，香青书一时还真想不起来需要什么。不过转到客厅时，看到饭桌上空荡荡的，他想了想，拿了个盘子，往里面放了3个杯子，摆在桌子正中间。3个人3个杯子，喝水也方便。等他们回来，还可以做个茶壶，到时候把灵泉水放进去，这样就算他睡着或是他不方便取水的时候，严彻和牙桑也能喝到水，是个好主意。只是这件事做完，又没他什么事了。他百无聊赖地翻了翻柜子里的兽皮，发现大多数都被牙桑拿来给他做了衣服，剩的兽皮不多，秋天之前还得多存点。秋天之前是夏天，香青书又忽然想到自己的头发还得再做些皮筋，不然夏天披着头发肯定要热死。好在家里有已经处理好的兽筋，只是怎么做成皮筋他得想想，乱七八糟想了一通。没多会儿，严彻和牙桑终于脸色凝重地回来。严格来说，牙桑的脸色凝重些，严彻虽然皱着眉，但表情还算正常。发生什么事了？是有恶兽在附近出现吗？这表情应该不是集体狩猎的事。牙桑首先摇头，是兔狲部落。刚刚巡逻的兽人在离部落不远的地方发现了10几具兔狲兽人的尸体。尸体？还是10几具？香青书表情也凝重起来。他们是来找我和阿彻的。是谁杀了他们？不知道，都死光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来找你们的，还是有其他什么事。看现场打斗的痕迹，只知道杀他们的应该是只实力很强大的蛇兽。蛇兽？香青书一下子敏感起来，他忽然想到了大黑蛇，但应该不会吧？他就算醒了，知道他出现过，大概也不会为了他跑去杀兔狲部落那些人。还是在狐族部落附近，他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严彻却忽然拿出一片破碎的黑色蛇鳞，哪怕都是黑色的蛇兽，黑与黑也不是完全一样的。青青，你看看，它是这个颜色的鳞片吗？认得出来吗？阳光下，严彻手里那片残缺的黑色鳞片正闪耀着五彩的光，看得香青书心头一跳，十分意外。大黑蛇身上确实是这种有五彩色的黑鳞片，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它。严彻却很肯定，那应该就是它了。这种五彩的黑色非常少见，以前我见过很多黑色蛇兽，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的。而且你说过，他已经快要突破4级了，一个人单挑10几个兔狲兽人，除了这片破损的鳞片，什么都没留下，战斗情况看起来也轻松又快速，这样的实力很符合他的特征。特殊的鳞片颜色，有强大实力的蛇兽，又那么刚好杀了伤害过青青的兔狲部落兽人，这片大陆上不可能再有第二个，肯定是他。可是阿彻，你确定？万一不是呢？他根本没必要这么做啊，我们都没见过面，他怎么会突然和兔狲部落对上？严彻见他像个小傻子一样，无奈笑道：青青，你难道不知道一个单身的雌性对雄性的吸引力有多大吗？更何况他这么厉害，就算当时晕着，他也一定知道你的存在。你照顾了他，救了他，他会追着你来，也是很正常的事。我猜，我们当时去找石头的那个地方，应该离他的蛇洞不远，他一定是闻到了你的气味，追着我们去了兔狲部落，可能后面还听说了什么事，才会对那些兽人动手。多半是韦力查到他们来了狐族，派了人来想对他或者青青做什么，被他知道了。为了不产生误会，兽人们在经过一个部落时一般都会刻意离得远些，就算有事要上门，也会直接派人说明情况，由这个部落的兽人把他们领进去，光明正大的。但这些兔狲兽人没智慧狐族任何人就到了离狐族部落这么近的位置，说他们没点别的心思都不可能。香青书也忽然想到了这一点，这样看起来，大黑蛇似乎真的是为了他，他一直在找他，不是他想多了，自作多情吗？第33章，我好喜欢你动情的样子。见这两人自顾自说着，牙桑听得心焦不已。你们说话前是不是要先告诉我这个蛇兽是谁？青青，你在外面难道还有别的喜欢的兽人？香青书这才想起现场还有一个不知道事情经过的兽在，本也不是什么不能提起的事情。香青书正准备说，严彻却突然拦住他，对着他挤了挤眉眼，然后他转头对着牙桑很是认真的道：难道你不知道，青青来到这里后喜欢的第一个兽人就是这条大黑蛇？严格来说，在青青心里我只能算第2，而你是老3。牙桑，不是，好好说着话呢，有别的喜欢的兽也没啥关系，大不了就是多个老3，可现在怎么是他变老3了？他明明是第2个劫旅的，而且昨晚刚刚劫旅。青青，你喜欢那只蛇兽，你还想让我当老3，给他腾位置？牙桑的表情忽然就变得渲然欲泣起来，那模样好像香青书是个负心汉，对他做了什么很过分的事情。看着他这可怜兮兮的小模样，香青书还能怎么办？他只能拧了一下严彻腰间的肉，想提醒他别太过分了。明明他和大黑蛇八字都还没一撇，让牙桑让位置的事从何说起？结果没拧动，严彻身上的肌肉硬得像石头，他甚至连皮都揪不起来。严彻都无奈了，他一把抓住香青书作乱的手，抓起来亲了一口：别乱动，晚上随你怎么玩，但现在不行，我们还要出去的，乱来你今天可就出不去了。香青书，他没有，他不是，他什么都不知道。香青书不理他，赶紧和牙桑解释了一遍大黑蛇的事，并着重强调了一下牙桑在家里的地位，并承诺没人能动他的位置。
本来看着他和严彻忽然你侬我侬起来，牙桑正欲悲痛，此时听到香青叔的保证，他立马又不悲痛了，很快就高兴起来。他也不计较严彻一直拉着香青叔的手，只忽然说了一句：那这么看来，这条大黑蛇可以要，既然是青青认定的好兽，兽品肯定没问题。难得的是他还实力超强，有了他，我们以后可以猎到好多3级兽精，4级的说不定也可以尝试围攻，这样一来，以后青青生产就更加有保障了。听到他这话，香青叔微窘，刚结旅，孩子都还没引呢，就想到生产的事了，他是不是想得太远了？严彻却意外的十分赞同牙桑这话。本来今天突然知道他出现了，严彻还有点不高兴，主要他才和青青结旅，正是浓情蜜意的时候，有一个牙桑和他分享伴侣，已经十分闹心了，这么快又出现第3个，是只兽都不可能乐意。但牙桑说的没错，实力强大的兽人真的非常难得，对青青感兴趣，青青也对他感兴趣的强大兽人更是可遇不可求。而且结旅后，青青并没有避孕，不管这几回能不能怀上，以后什么时候会怀上，只要有可能，他们就得提前考虑起来。为了青青的安全，兽精等级自然是越高越好，所以得让这只蛇兽加入，一定得让他加入。他不愿意，也要让青青去勾引他，让他愿意。香青叔可不知道严彻心里还有这种惊世骇俗的想法。微窘后想到狐族首领，他又有些担忧，赶紧拉着牙桑询问这件事，首领那边怎么说？牙桑回神，还能怎么说？兔孙部落那些兽人本就行迹可疑，那蛇兽动手又十分干脆，首领只能猜测他们之间是有什么私怨，但他到底是只流浪兽，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在不确定他的目的之前，只能防备着了。牙桑现在的表情已经放松下来，青青你就放心吧，只要他不做伤害狐族的事，首领不会对他做什么的。他和你之间的事，现在也不好告诉首领，先顺其自然吧，看看他会怎么做再说。说着话，他又想起一事，忽然自言自语起来。不过，倒是可以让人去兔孙部落那边打听一下，或许能知道些什么。说完，他忽然就转身跑了，也不知道去干嘛，可能真让人去兔孙部落打听了。看着他匆忙离开的背影，香青叔无语，以前怎么没发现牙桑还有这么风风火火的一面？说走就走，让他去吧，去打听打听，那打死没死也好。香青叔一愣，忽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阿彻，你不会生气吗？我生什么气？气你和我结旅，第2天就又和别人结旅了。香青叔，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那达还有兔孙部落的人被杀，你不会生气吗？严彻沉默了，但很快他笑出了声。为什么要因为他们生气？他们想伤害你，本就该死，就算蛇兽不杀，被我遇到我也会杀的，只要是想伤害你的，哪怕是伟丽和纳达，我也会毫不犹豫的动手。提到伟丽，严彻眼里明显有些难言的悲伤，香青叔看着突然就有些心疼大老虎，他赶紧抱住他安慰，阿彻别伤心，那些人不值得，你还有我呢，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本来是十分温馨的一段对话，严彻这厮却不知听成了什么，忽然贴着他的耳朵暧昧起来。那你肯定得多陪陪，在更多伴侣进家门之前，你要整晚都陪我，我好喜欢你动情的样子。香青叔羞赧的一拳头就捶了过去，结果严彻抬手一挡，轻而易举的就抓着他的手放在了他的小腹处。青青，摸摸他，摸你妹哦，青天白日的，你是想干嘛？香青叔故作生气的推开他，现在一点都不想和他贴贴，之前心疼他的情绪也没了。严彻则只是笑着任由他推开自己。正好牙桑回来了，一回来就嚷嚷道：青青我回来了，我们走吧，已经耽误太久了。牙桑半点没发现他们之间暧昧的气氛，见2个人站得很开，他还很开心，忙挤到香青叔身边，拉住他的手，占据了这个最亲密的位置。严彻也由着他，2人按照原计划带着香青叔去了部落外面的树林，但因为发现了尸体，他们没带他去那边，而是去了相反方向。第34章，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姿势？香青叔脑子里有知识，哪怕兽世的植物和现代的完全不一样，他也能知道哪些是他需要的，他便直接把自己需要的东西告诉严彻和牙桑，让这2个人形地图帮他找。有明确的目标，找起来也快。只是做饭需要的调料和皂角粉的材料还没找齐，倒是先找到很多新鲜的野菜，香青叔来者不拒，全都摘走。他还没吃过熟的野菜，给全部带回去煮熟了尝尝。那些有毒的植物也有遇上，但不多，香青叔也把它们摘回来，单独放进空间一角，以后有空再拿出来清理。紧跟着找齐的就是皂角粉的材料，只有8种，都是些类似何首乌、防风根这种对养发有益的植物，还非常常见，几乎没有地域差异，要找到也不费什么功夫。就是各种调味料有点难找，最容易的只有盐和生姜。兽世的盐有3种，一种是海水制作出来的海盐，一种是岩石制作出来的石盐，还有一种是盐树的叶子磨成粉的树盐。除了海盐，食盐和树盐几乎随处可见，加工一下就能得到，就是每一处的量不大，但全部收集起来也能用很长一段时间。家里盐粉不多，牙桑特意带着香青叔去收集了一些岩石，用空间搬运，比他自己搬岩石回去方便。他们便把那一处的岩石全都收走，鬼子进村一样。香青叔没吃过树盐，听说树盐除了咸味，还有一股很特别的清香味道。他又特意让严彻2人带他去岩树的位置，收集了很多盐叶。
反正空间可以保鲜，有空了再慢慢拿出来处理就是。而生姜就很奇特了，生姜在这里被叫做辣条草，它不再是块茎状态，长得也和现代的生姜完全不一样，不像姜，反而像葱，上面是绿色的直长叶，地底的部分却是椭圆形的，白色，成熟的有拳头大小。因为叶子长得长条，咬一口奇辣无比，还很冲鼻，因此叫辣条草。兽市里它的用途一般都在冬天，用来驱寒发汗的，没有人拿它来做调料。严彻把那些还没发育完全的辣条草挖出来时，强烈的差异直接让香青叔哈哈笑出了声来。虽然脑子已经知道这生姜很不一样，但亲眼看到还是冲击力很大。真是名字好笑，长得也很意外。严彻和牙桑自然不知道他在笑什么，只以为他是找到了想要的东西高兴，便更加卖力的去挖那些辣条草。这一片辣条草被他们霍霍了个遍。至于其他的，比如五香八角之类的，全部都没有，但也有替代品。只是全找齐不太可能，香青叔就只找了几种去腥增香作用特别明显的，配合着辣条草一起煮，味道应该会很不错。还有几种类似孜然和味精的香叶子，用来炒菜，味道应该也会很好，但吃起来肯定很不同。等把需要的东西差不多找齐，一个下午已经过去了。他们开始往回走时，正是晚霞满天的时候。香青叔瞅着满天的霞光，只觉得满身疲惫都被治愈，当然只是精神层面的治愈。他深深吐出一口气，不等他说点什么，严彻已经将他抱起来，休息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就到家了。他抱着他稳稳当当的穿过树林往回走，牙桑则提着2篮子东西跟在后面。香青叔就高兴了，这种不用说出来就有人能懂他的感觉真好。当然更好的是有人愿意宠着他，哪怕他们同样累了一天，他们也愿意先照顾他的感受。这么想着，香青叔又想起严彻第一次抱他时的情景，他忽然嘴贱了一句：阿彻，你能单手抱起我吗？见他眼里都是疑惑，严彻眉头一挑，觉得自己很有必要向他展示自己的实力，不然他的伴侣总会疑惑着疑惑呢。也是奇了怪了，劫旅那晚他还没体会到他的力量吗？他居然会问这种问题。香青叔其实只是单纯的问一问，严彻简单回答一下就行，却没想到他居然会直接把他举起来，让他坐在他的臂弯里。他一个1.7米的成年人，居然被他像举小孩一样举起来，还坐在他的手臂上。单手！香青叔狠狠的羞耻了，好好的他问那话干什么？虽说他们体型大小差别挺大，这样抱着看起来并不会很怪异，但他到底是个成年人，还是个现代的成年人，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姿势？觉得羞耻的香青叔生怕被人看见，挣扎着想要下来，结果严彻毫不客气的在他屁股上轻轻打了一下。别乱动，我们回家了。这话说的好像香青叔是在调皮捣蛋一样，关键他打了之后还把他抱得更紧了。牙桑也跑过来谴责香青叔：青青别闹，是你先质疑严彻的力量，事关受人尊严，他肯定要向你证明的，不然你以为他很弱小怎么办？放心，他不会把你摔下来的。香青叔这大概就是思维方式的不同了，他明明是疑问，简单的疑问怎么就成质疑了？不过想想也是，兽人的力量毋庸置疑，他那样问，在兽人眼里好像确实有点质疑的味道。好吧，既然是这样，那他不说话了，他认栽。就是吧，认栽归认栽，眼看着他们前方出现了很多同回部落的兽人，香青叔还是觉得自己脸颊烧得慌，很慌，慌得他根本不敢盯着那些兽人看，生怕他们看自己的眼神很奇怪。香青叔便把眼神放向远处，就这一眼，居然让他看到远处的灌木丛里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在他看过去的瞬间，那黑色的东西快速闪开，下一秒就消失不见了。只那片灌木丛轻微颤动着，证明他曾经真的出现过。香青叔愣住，又四处看了看，并没有再看到什么黑色的东西。黑色的是大黑蛇。他赶紧拍了拍严彻，将这事说了出来。严彻立即停下，和牙桑对视一眼，牙桑便放下东西，朝着香青叔指的地方走了过去。他过去在那附近找了几圈，一会儿之后回来，肯定道是他的味道。不过他躲什么？我都找不到他，应该是离开了。还真是他。第35章看起来就让人食欲大增。香青叔有些惊喜，但他已经走了，他又有些失落。牙桑说的对，既然他是为了他来的，现在他在这里，他躲什么？该不会他和严彻他们都会错了意，人家根本不是为了他吧？如果是这样，那可真够难为情的。要不我留下来再找找，顺便给青青带一头猎物回来，反正等会进去了也还要再出来狩猎。这2个篮子你没问题吧？牙桑一副怀疑的表情看向严彻，看得严彻忍不住冲他翻了个白眼。你说谁有问题？谁都可能有问题，他绝对不可能。说着，严彻一手抱着香青叔，一手提起2个篮子，转身就走。幸好大多数东西都在空间里，这2个篮子装得不满，这样拿也没什么问题。见严彻走得飞快，香青叔这时候也顾不上想大黑蛇了，赶紧冲着牙桑道：桑桑，晚上我想喝排骨汤，你帮我带一头野猪回来吧，谢谢。牙桑自然不懂排骨汤是什么，但伴侣的要求他肯定满足，便回道：好的青青，你先回去，我一会儿就回来了。我等你回来。严彻的脚步立马变得更快了，快到香青叔都来不及因为遇到人而尴尬，他们就已经回到了兽洞中。回来后，严彻让香青叔把空间里的东西都拿出来，
他去河边清洗，想着牙桑不会那么快回来，香青叔不想一个人留在家里，便自告奋勇的跟着一起去。严彻自然没有不应的，两人便把空间里除了岩石之外的东西都拿出来，用篮子分类装好，全部提着去了河边。狐族部落的这条河看起来还挺宽，算是一条大河，而且有些深度。他们去的时候，河边有很多人，大多数都是些雄性兽人，他们要么在清理猎物，要么在清洗兽皮，也有在合适位置变成兽形洗澡刷毛的，看起来热闹极了。香青叔看了看，只在其中看到2个年轻的雌性，有一个雌性是陪着他的伴侣来处理兽皮的，另外一个看清他在干嘛。香青叔扑哧笑了一声，他扯了扯严彻的兽皮裙，阿彻，你看那里有个小虎仔，正在被他阿妈亲切的刷毛。严彻闻言看过去，看清那个所谓的亲切场面后，也笑了一声。幼崽调皮，尤其是被关了一个冬季的幼崽，这时候总是格外惹人头疼些。确实该头疼，香青叔远远瞧着，就只看到黑黢黢的一小团，除了能隐约看出来是只小虎仔，其他哪儿都看着两眼一抹黑，黑成这样，也不知道这小虎仔是跑去哪里玩了。难怪他阿妈的脸色那样，给他洗个澡像是在受天劫。偏偏这个雌性洗得头疼，却不愿意把崽子交给伴侣来操心，他伴侣只能眼巴巴守在一旁，生怕他把这小崽子给洗死了。香青叔看热闹的时候，严彻已经开始清洗野菜，见此他也赶紧过来帮忙，但严彻哪里会让他动手。两人一番推拒往来，最后香青叔还是被严彻按在河边的石头上坐着，美其名曰不要耽误时间，一会儿牙桑该回来了。香青叔实在拗不过他，只能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等着严彻把事情做完。好在严彻的速度很快，哪怕有好几篮子的植物，他也在天黑之前全都清洗好了。两人提着滴水的篮子回去时，牙桑刚好带着猎物回来，一见香青叔他就道，还是没找到。青青，你别想他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晚饭，你说的那个排骨汤要怎么做？牙桑带回来的猎物是一头小野猪，说是小，其实和现在一头能出栏的家猪差不多。香青叔瞧着这头猪，想到喷香扑鼻的排骨汤，一时间只觉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他赶紧指挥牙桑去处理猎物，大概说了说他需要哪里的肉，牙桑便飞快地抬着野猪去了河边清理。严彻也抬着木桶去了河边打水，等他打了水回来，把4个锅都烧起来。香青叔已经把炖排骨需要用的调料整理好，用盘子装了，放在灶台边的木桌上。当然还有野菜，现在调料齐全，肯定要炒几盘子来试试，就是没有油，但这不难，待会牙桑回来，让他把野猪身上的肥肉切下来炼油就行。等着牙桑回来的时候，香青叔把多余的东西收回空间，又找了些木桶出来，让严彻洗了之后擦干晾着，方便待会儿装油。牙桑的动作很快，只是为了不吓到香青叔，除了开膛破肚、剥皮抽筋，他还把野猪去头去尾，甚至去了脚。看着被扔在灶台边木桌上的这块红色肉墙，香青叔果然不怕，还十分淡定地指挥牙桑把排骨切出来。排骨是排骨，腿是腿，肥肉是肥肉，瘦肉是瘦肉，3线是3线，全都分类切好。等排骨也被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香青叔就把排骨全部放进锅里焯水。幸好这石锅够大，不然还真放不下。焯好水，他又把排骨捞出来，放进右边已经烧开的锅里，然后放入足够的调料，放盐粉，多放一些切好的辣条草，这就成了。见这么简单就没了，严彻和牙桑还有些诧异，他们都以为人族的做法会很复杂，现在看起来似乎也不是很复杂，就是香料用的多点。但不得不说，这样去腥真的很不错。这才刚煮了一会儿，锅里冒出来的味道就和他们以前煮出来的味道很不一样，不仅腥味淡了很多很多，闻起来还有一股很独特的香气，看起来就让人食欲大增。只是那些肉里骨头太多了，也不知道青青怎么会喜欢啃骨头，明明有那么多肉，为什么只放骨头进去？但他们识趣的没问，香青叔一时也没意识到兽人喜欢大块吃肉，不喜欢排骨这种骨头多的部位，他就是单纯的想炖个汤。把汤炖上后，他让严彻和牙桑抬着把锅里带血沫的水倒掉，又把锅洗干净烧干，就开始炼油。见又是一种新鲜做法，严彻和牙桑十分认真地看着，只是看着他把好好的肥肉弄成一块块小小的焦黄，而锅里多了很多很多油，并且他还让他们把这些油好好装起来的时候，他们又疑惑了。第36章，在我怀里，不许想别的雄性，可对伴侣的服从性让他们没有质疑香青叔，直到把所有肥肉都炼成油，直到香青叔往那些油渣里加了盐粉，喂到他们嘴里时，他们忽然就明白过来，好吃的东西果然需要费心思，肥肉这样一弄，不仅特别香，还不腻，好吃。还没正式开饭，严彻和牙桑已经没忍住，一人吃了一盘油渣。香青叔本来想提醒他们别吃太多，吃太多也会腻，但想到兽人的胃比人类更加有包容性，这点分量对于他们来说就像开胃小菜一样，他就没提。只是油炼好了，汤还需要炖煮一会儿，那么大一锅呢，可得费些功夫。汤没好，菜也不好现在炒，三人就暂时闲了下来。严彻和牙桑自然是闲不住的，一停下来就想拿兽皮给香青叔做衣服。见此，香青叔干脆让他们做茶壶，造型太过奇特的茶壶自然做不出来，那种直筒的却没问题，只需要把盖子做大一点点。他也没忘了皮筋，想了想，这个其实也挺简单的，只要把兽筋剪成合适的长度，绑成死结就行了，
受精的伸缩性比现代那些橡皮筋好，看着可能没现代的好看，但好用啊。只是这2样做出来完全不费时间，香青叔便又和严彻他们说了一些其他的他想要的东西。晾晒植物需要用到的簸箕，磨粉需要用到的石碾，其实石碾也很简单，因为兽人切石头如切豆腐一样轻松。严彻很快就做了一个出来，就和很多中药房的那种药碾造型差不多，只不过不是铁的，而是石头的。簸箕就麻烦了，因为需要的多，编织也需要时间，至少在排骨汤炖好的时候，严彻和牙桑手里的簸箕只做了一半。这时候已经很晚了，香青叔赶紧过去往排骨汤里加了些野菜点缀，然后开始炒菜。严彻和牙桑也赶紧放下簸箕过去学习。没有酱油这些东西，香青叔炒菜的手法十分简单，炒蔬菜也不费时间，没一会儿就炒了3盘出来。菜一炒好，严彻就去盛汤。等严彻舀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碗排骨汤放在桌上香青叔的位置，香青叔瞧着都感动得要哭了。就是这个香味，他终于告别整天吃烤肉的日子，以后要迈入新生活了。太棒了！香青叔真恨不得立马坐下来开吃，但他还是有些理智。他眼巴巴地坐在位置上，等严彻和牙桑都舀了排骨汤，并且在木桌边挨着他坐下，他这才开始大快朵颐起来。这顿饭，香青叔几乎能用狼吞虎咽来形容。然后严彻和牙桑就惊悚地发现，以前只能吃1碗烤肉的香青叔，这一顿居然吃了整整2大碗排骨。吃完肉，他还单独喝了1整碗的汤，几盘野菜也几乎被他吃光了。也是这个时候，他们才意识到，以前他们居然从来没有把他喂饱过。2人眼中瞬间闪过自责。本来他们也被这意外的美味吸引，已经狼吞虎咽的各吃了3大碗，现在见锅里只剩下1半不到的肉，他们不敢吃了，得留着明天早上给青青当早饭。反正他们不饿，打猎时多吃点就行。吃到最后，香青叔到底还是吃撑了，哪怕没有主食，几大碗汤汤水水也撑得他肚子都鼓了起来。严彻和牙桑瞧着好笑又心酸，怕他肚子会不舒服，只能陪着他在外面走了很久。等他肚子不胀了，周围的兽洞里早就没了火光，这时也真的是晚了。牙桑赶紧回来照顾香青叔刷牙洗澡，严彻则自己出去外面洗澡。等他洗完回来，他直接抱着香青叔回了草窝。和预料中的一样，香青叔到底没有马上睡成觉，而且今晚的严彻似乎有意想要他体会到他的力量，他居然比上次还卖力，抱着他的腰，他一下又一下，每一下都能让香青叔惊呼出声。一直到半夜力竭后，严彻给他喂下了1颗2级兽精，香青叔还以为他会继续，结果这人居然很快结束，抱着他去洗澡了。香青叔很意外，阿彻。严彻低头瞧他，别用那样质疑的目光看我，你的伴侣身体没问题。香青叔赶紧打断他，我没有质疑你，我只是单纯的好奇，精力那么旺盛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放过他了？这才第2次吧。我要是继续，你明天还能起得来吗？偶尔1、2次错过早饭和午饭还没什么，要是经常这样，对你身体不好。听到这个解释，香青叔心里跟吃了蜜一样甜，原来是为了他。他家大老虎可真好，真好的大老虎很是规矩的照顾香青叔洗了澡，洗完出来发现外面居然在下雨，不仅下雨，这会儿居然还在闪电，一下子照亮兽洞外的景象，又一下子变得漆黑。不一会儿后还听到了雷声，香青叔顿住脚步，听着外面淅淅沥沥渐渐变大的雨声，心里忽然就有些不得劲。他想到了大黑蛇，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身上的伤好了没有？他应该不会那么傻，下雨了也不知道躲吧？还是说他早就已经休息了？也是，都这么晚了，他肯定已经睡了。青青，在我怀里，不许想别的雄性。严彻突然出声，并一把将香青叔打横抱起，不再让他下地。香青叔没有被他突然的动作吓到，倒是被他眼中复燃的欲望吓了一跳。阿彻你，他话还没说完，严彻就突然亲吻过来，这个吻有些明显的霸道意味。香青叔躲不过他的霸道，只能任由他对自己予取予求。好一会儿，最后严彻还是放开了他，见他搂着自己的脖子喘气，那双好看的眼睛里也同样有了些欲求不满。他满足了，走了，该睡觉了。见他走得干脆，还以为他又要继续的，香青叔嗔了他一眼，本来想说2句的，但现在他到底不敢再招惹他，只好闭上嘴，任由他抱着自己回了草窝。到底累了一通，香青叔现在的精力并不怎么好，躺下后他枕在严彻的手臂上，和严彻说了声晚安，就闭上眼睛慢慢睡了过去。虽然不明白晚安这个词有什么意义，但见他睡得安稳，严彻也没有询问，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等确定他睡熟，他忽然抬头往窗外看了一眼。第37章，我们去采蘑菇吧。今天窗户帘子并没有放下来，他一眼就看到了窗外黑沉沉的景象，已经不见了。严彻勾了勾唇角，这才安心地闭上眼睛休息。第2天，香青叔果然起得很早，虽然太阳早就升高，但比起前2天早了确实不止1点半点。他起来的时候，严彻已经把排骨汤热在锅里，见他醒了，他学着他昨天的做法，将新鲜的野菜放进去一起煮。等煮好，牙桑已经照顾他洗漱完毕，直接将他抱着放在桌子边。香青叔元气满满地吃了一顿可口的早饭，可能是吃饱了心情好，瞧着外面的大太阳，他忽然提议，阿彻、桑桑，我们待会儿去采蘑菇吧。蘑菇就是花伞草，
昨天晚上下了雨，今天林子里肯定有很多蘑菇。严彻在收拾碗筷，牙桑在继续编簸箕。听到他这话，他们没有变脸，只是有些不可思议。牙桑道：花伞草也能吃？青青你确定吗？这东西很久以前也不是没人吃过，但不管是哪一种，都吃死过人。青青真的不是在开玩笑。严彻就要淡定些。青青，你知道怎么吃不会吃死人？你以前吃过？香青叔点头，当然吃过，我以前经常吃。虽然你们这儿的花伞草和我们那儿的蘑菇不一样，但你们忘了，我现在可比你们这些本地人还要了解受氏的植物。放心吧，哪些有毒，哪些没毒，我能分辨的。两人想起兽神传授给他的那些宝贝，明白他和他们之间有很多不一样。虽然心里仍然有些担忧，但他们都没说出来。只严彻有些迟疑，想了想，他还是拒绝道：青青，今天让牙桑陪你去，我留在家里把簸箕编出来。你把那些需要晾晒的植物都拿出来给我，编好后我拿出去晒起来。正好打猎的事也交给我，你可以和牙桑安心出去走走，只是雨后路滑，你一定要小心些，别乱走。严彻细细嘱咐，似乎已经打定主意留下来，听得香青叔十分遗憾。但一想到除了那些植物，他空间里还有好多岩石没处理，他也知道他和牙桑不可能一直陪着他不做事，便也没纠结。那阿彻，中午我想吃野鸡炖蘑菇，你能不能帮我带几只野鸡回来？我们还可以做烤鸡吃，就用昨天的那些调料。野鸡？怎么又是这种没什么肉的小兽？严彻和牙桑有些无奈，但没什么比他喜欢更重要。两人接连应声，香青叔便赶紧把需要晾晒的植物连带着篮子一起拿出来。放好后，牙桑已经提着个空篮子在一边等着他了。见此，香青叔也拿起一个空篮子，很是愉快地跟着牙桑出了兽洞。之前香青叔从没在这么早出过门，他还以为这附近住的人很少，但这次出来，他居然看到外面人来人往的，很是热闹。半山腰这个位置兽洞不多，住在这附近的基本都是些狐族比较年轻的3级兽人以及厉害些的2级兽人，雌性的伴侣却很多，一般都会和其他伴侣一起住在最厉害这个伴侣的兽洞里，这样会更加安全。因此现在在这片空地上玩耍的人真的不少，雄性兽人多，雌性多，幼崽也多。香青叔甚至看到了上次在河边一脸怨气给幼崽洗澡的雌性，此时他正在遛他的6只小虎崽，那6只小虎崽是白色的，看起来应该是冬季生产下来的，个子不算小，但也大不到哪里去，小狗狗一样，毛茸茸的。他们屁颠屁颠的跟在自己阿妈脚边，一会儿你扑过来我扑过去，一会儿我拍你一爪子，你拍我一爪子，一会儿又有几只滚到了一起，好几次都差点把他们阿妈绊倒。然后那些小虎崽就被他们的阿爸揍了，是真揍，毫不留情的那种。香青叔都看得眼疼，但看那些小虎崽皮实的样子，他明白这个世界的雄性都被养得很糙，说是才几个月大，其实已经比人类10几岁的娃都要抗造。他多看了几眼，却没多留，一路拉着牙桑出了部落，没出去多远，就在部落附近的林子里找了个阳光不那么充足的地方。这附近果然有很多蘑菇，香青叔瞧着那些红的、粉的、紫的、蓝的，明显和现代的蘑菇完全不一样的花伞草，真的是非常欢喜。可真好看啊，全都花花绿绿，五颜六色的，有的还是晶莹剔透的，看起来像宝石一样漂亮。关键这里面有很多都是能吃的，发了发了。香青叔直接冲了过去，牙桑拉他都没拉住，雨后路滑，到处都是湿泥。他本来想让青青在一边等着他去踩，但现在看他已经一脚踩进泥地里，又那么兴高采烈的样子，他闭了嘴，只嘱咐道：青青，你就在这一片别乱动，哪些能吃的你告诉我，我来采。香青叔嗯两声，直接指着这一片蘑菇解释：桑桑，你看这种伞面上长了很多带颜色的点点的，都是有毒的，其他颜色比较纯的，没有点点的，不管形状多么奇怪都能吃，直接摘就对了。兽氏的蘑菇区分就是这么容易。牙桑明白了，赶紧投入到工作中。香青叔自然不会真让牙桑一个人干活，牙桑不让他乱走，他就提着个篮子，亦步亦趋的跟在牙桑周围，看到哪里花伞草多，就喊牙桑一起来摘，没一会儿就摘了半篮子。摘完这一片，他们继续往前，仍然没有走远，只围着部落附近这一片转圈。花伞草这东西没人摘，他们便收获颇丰。只是摘着摘着，香青叔忽然停下，回头看向身后，他身后的林子里一片静谧，并没有像上次一样忽然看到有什么东西逃走。但他觉得很奇怪，因为他总感觉有一股视线落在自己身上，这种感觉已经跟随他好一会儿。那是一种，怎么说呢？人的五感足够强大的话，是能感受到视线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的。他可能是被系统改造过，五感虽然比不上兽人，但也不会那么迟钝。这一回，他确实感觉有人在看着自己，但这人对他似乎没有什么恶意，他没有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第38章，你果然只喜欢大老虎。香青叔皱了皱眉头，见牙桑还在继续，似乎没有发现任何异样。而他们带出来的2个篮子已经满了，他赶紧道：桑桑，篮子快装不下了，我们回去吧。牙桑觉得奇怪，篮子装不下，不是还有空间吗？这一片花伞草多，他们完全可以多摘一些放空间存着。但他看了看天色，想着昨晚炖那个排骨汤费了不少时间，现在回去倒正好可以把汤先炖上，不然青青中午吃饭就得很晚了。他便什么都没有问，走过来直接在香青叔身前蹲下，
青青，上来。香青叔一点都不累，本来想说他不需要背，结果牙桑看他站着不动弹，长手往后一捞，就把香青叔搂在自己背上。在香青叔的惊呼声中，牙桑将他稳稳地背起来，跨过他的腿，又将2个篮子提起，兴高采烈地往家赶。回家喽！香青叔只能紧紧搂着牙桑的脖子，无奈极了。有灵泉水倒是不怕他的身体素质会变差，但这样下去，他不得成废人了。有人宠很好，宠过头却不好，看来得找机会和他们说说。作为一个活人，他需要适当的活动。等进了部落，那种被人盯着的感觉终于消失。回到兽洞时，严彻已经回来了。见牙桑背着香青叔，而香青叔一脚泥，严彻赶紧放下刚清理好的5只野鸡，去一直烧着的石锅里舀水给他洗脚。现在的天气已经一天热过一天，虽然沾了一脚的泥水并不会觉得冷，但外出回来能洗一洗脚，真的很舒服。香青叔很高兴，见严彻表情认真，一点都不嫌弃他脏兮兮的，他不由道：阿彻，你真好。严彻不明白香青叔这句感慨从何而来，但听到他夸自己，他自然很高兴。青青也好，比我更好。没有青青，他一个没有伴侣的人哪里有用武之地？牙桑就看得不爽了，他哼了一声，觉得哼一下好像不能表达他的不爽，他又委委屈屈地凑到香青叔身边，靠在他的肩头。青青，你果然只喜欢这只大老虎，我今天陪了你一天，你都没说我好。香青叔又不是第一次了，这只狐狸想要什么，他怎么会不知道？他便什么话都没说，直接转头过去，捧起他的脸，在他唇上亲了一口。我怎么会忘记我的大狐狸？桑桑也很好，是和阿彻不一样的好，我都很喜欢。牙桑高兴了，被香青叔亲一下，他就美得晕晕乎乎。见严彻已经在给他穿新鞋，他看了看灶台上那几只鸡，赶紧起身提出装蘑菇的篮子往外走。青青，我去洗蘑菇，很快回来。说完就风风火火地跑走了，一路跑一路蹦，好悬没把蘑菇撒出来。见他这样，严彻是真的有些无语，幼稚得很。但他没管他，他把洗脚水倒了，又舀了水把木盆洗了，手洗了，就赶紧拉着香青叔去看他的那几只野鸡。青青，你看看怎么弄，还是像昨晚那样切小一点吗？还有这个。说着，严彻从野鸡后面拿出来一包用树叶包着的果子。青青，这个季节果子少，我找不到其他的果子，但今天出去刚好看到这种，已经洗过了，你尝尝看好不好吃。严彻手里的是一种小番茄大小、黄色、果尖带点红的野果，兽市里叫黄果，香青叔意识里知道成熟后还蛮甜的。现在这样子好像就是成熟的样子。很久没吃到水果，现在突然看到果子，香青叔自然超级高兴，当即就不客气的拿起一个往嘴里喂，脸顿时皱成一团乱麻。这特别的酸味像电流一般从他嘴里一路往胃里冲击，让他一时受不住打了个激灵。怎么会这么酸？这果子不是成熟了吗？香青叔华丽丽的吐了，将嘴里那一小口果肉毫不留情的吐了出来。果然他以为的甜和现实里的甜差距甚大。见此，严彻表情严肃，赶紧去给香青叔倒了一杯水。很难吃吗？那我们不吃了，我马上丢出去。别丢！香青叔赶紧拉住他，不是难吃，就是有一点酸。那什么，直接吃是不行了，但我们可以留着做烤鸡，要不我们今天做叫花鸡试试。叫花鸡？好奇怪的名字。香青叔知道他不懂，但没有解释，而是拉着严彻先把鸡汤炖上。炖汤这活严彻已经学会了，他便没让香青叔插手，一个人把所有的步骤做完，用了2只鸡。等牙桑洗了蘑菇回来，他抓了几把蘑菇放进锅里，这才看向香青叔，等着他教他们做叫花鸡。叫花鸡做法简单，调料不多，步骤便也少，抹了盐粉，将蘑菇、各种调料、香叶、辣条草，还有严彻带回来的那些野果，往3只野鸡肚子里各塞了些，再用几张大树叶包起来，确认不会漏，便用黄泥包裹，埋进篝火堆里。严彻和牙桑看得一时无言，是个什么做法？用泥巴烧出来的食物能吃吗？香青叔没看到他们的质疑，他自顾自地遗憾着，要是有荷叶就好了，荷叶味道特别清香，可比树叶好闻，做出来的鸡也要好吃很多。可惜这个世界没有莲藕这种东西，荷叶自然也不会有。还有大米、小麦，这些东西都没有，他只能期待以后生了娃，看能不能在系统商城换点种子，自己种似乎也不错。这样一想，忽然就感觉多了好多事。好吧，没关系，日子总是一天天过的，慢慢来慢慢来。做完了事情，接下来就是等待。严彻和牙桑把另外2只野鸡也埋进篝火堆里后，自觉拿过簸箕编起来。今天严彻把昨天快做完的2个簸箕编完后，就出去打猎了。只2个簸箕肯定不够，他们得抓紧时间再多做几个。香青叔自然没能帮上忙，他被牙桑很强硬地抱在怀里，不许他乱动。他自己倒是双手不停，很是熟练地编着簸箕。香青叔就只能无聊地靠在他怀里，看着他们做事。靠着靠着，香青叔软骨头一般，一会儿往下滑1寸，一会儿往下滑1寸，最后枕在牙桑大腿上，没一会儿就睡了过去。第39章，兽人的肚皮不要乱摸。2人第一时间发现他的动静，牙桑便赶紧放下簸箕，将香青叔抱进自己的兽洞，让他好好睡会儿。等他再次醒来，兽洞里满满的都是鸡汤的鲜香味。没等牙桑进来，他已经一个翻身起床跑了出去。好香，真的好香。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蘑菇的关系，今天这野鸡汤闻着真的比他以前喝过的任何一种鸡汤都要香，特别香。见他出来，严彻打了水给他洗脸。青青，已经中午了，我们吃饭吗？香青叔赶紧点头，吃，叫花鸡肯定也好了。野菜算了，今天不炒了，蘑菇好鲜，炒了也吃不到那里去。他昨天就发现了，严彻和牙桑不怎么喜欢吃野菜，除了最开始被惊艳的那几口，后面他们都没怎么吃，全都被他给吃了。牙桑便赶紧去扒拉火堆里的叫花鸡，其实他早就担心了，一直埋在火里，他担心烧焦。但青青睡着，他不好把他喊醒去问。这时候青青说了开饭，他便赶紧去扒拉火堆。严彻舀了3碗鸡汤放上桌时，牙桑已经把3个黑乎乎的泥团子弄了出来。按照香青叔的要求，牙桑一拳头捶在黑团团上，干硬的泥块瞬间脱落，露出里面已经变了色的树叶。一股带着果香的特殊香味没有丝毫阻碍地传入3人鼻尖。牙桑离得近，当时就愣住了。青青，看着他激动的样子，香青叔一脸骄傲，我就说吧，这样做出来肯定好吃。虽然和真正的叫花鸡区别还是很大，但大概是受试的蘑菇特别出色，鸡肉也出色，这道叫花鸡便真的是又香又鲜又嫩，一点都不差。3人很快把叫花鸡搬上饭桌，毫不意外的，这顿饭香青叔又吃撑了。他最爱的还是用蘑菇炖出来的鸡汤，因为特别鲜，他喝了3碗。叫花鸡也吃了半只，剩下的都被严彻和牙桑2个人分了。之前还嫌弃野鸡肉少，这一回2人连口鸡汤都没剩下，全被他们吃得干干净净。牙桑感叹，太好吃了，青青，下次我们可不可以多放几块肉在里面？不管是排骨还是野鸡，好吃是好吃，就是吃得不太过瘾。香青叔若有所思，其实很多部位的肉并不适合用来炖汤，炖出来的肉会比较老，但如果你们喜欢，那就放。对了，晚上试试用这些调料烤肉吧，虽然还没晒干，用着不方便，但用汁液涂抹在烤肉上，效果应该也是一样的。听到又是一种新做法，严彻2人赶紧缠着香青叔求教。正说着话，兽洞外忽然冒出来一颗白白的圆脑袋，3人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他。看他鬼祟的样子，所有人都没有动作，就这么看着这只忽然出现的小白狐狸。见被发现了，那小狐仔呜呜叫了几声，香青叔没听懂，严彻和牙桑听懂了。牙桑立马笑了起来，青青，他是住在我们旁边兽洞一个叫齐宇的雌性的崽子，这小东西是被他阿妈支持过来的，他想来问问你，下午他能来找你聊天吗？终于有雌性来找青青玩耍了，他还怕青青没有朋友不开心，现在齐宇来找他肯定是最高兴的那一个。齐宇他知道是个好雌性，他完全不担心青青会被齐宇带坏。香青叔疑惑，聊天？齐宇是我们狐族本族的雌性，是一只白狐，他特别喜欢吃，我猜他应该是闻到了从我们兽洞里传出去的香味，多半是想问你关于那些食物的事。青青，你要是不想告诉他，直接拒绝就好。虽然他个人觉得做饭的方法没什么好隐瞒的，但这毕竟是青青自己的东西，肯定得问过他的意见。齐宇应该也明白这一点，怕突然上门让青青有什么不舒服的想法，就只让小崽子过来，这样就算青青不愿意，只当是小崽子来串门玩耍的，对谁都友好。可香青叔又怎么会觉得不舒服？不说这只是一些普通的烹饪方法，就说这是第一次有雌性来找他，别管为了什么，人家愿意来这一趟，说明对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他高兴都来不及。香青叔一脸笑意，我没问题，让齐宇过来吧，如果真是为了食物，到时候直接把做法交给他就是了。说着话，他看向一直在门口踱着步子转来转去的小白狐狸，见他一副急躁的样子，想走又不能走，那模样别提多可爱了。看着看着，香青叔忽然胆大包天，他用力对他招招手，那小狐仔见了，没有丝毫防备的就奔着他跑了过来，只是跑得太急，一时没刹住车，他直接朝着香青叔撞了过去。当然他肯定没有成功撞到人，还没冲到香青叔面前，他就被牙桑提溜起来，直接放进了香青叔的怀里。香青叔顿时喜笑颜开，半点没有强暴人家崽子的窘迫，搂着小狐仔，他将他从头到脚撸了个遍，哦，暖暖的，软软的，真好撸啊。那小狐仔却被吓了个半死，见这个雌性抱着自己乱摸，最后居然还想把手往自己肚皮上放，他吱的一声惊叫，立马就往洞口逃了出去。天可怜见的，他还这么小，这个雌性怎么下得去手啊？他不干净了。呜呜，小狐仔泪奔而逃，严彻和牙桑也被惊得差点泪奔，但一会儿后他们又反应过来，青青是人族，可能不知道这种事，严彻便苦着脸解释，青青，兽人的肚皮不要乱摸，那是兽人最脆弱柔软的地方，只有伴侣可以摸的。牙桑也有点酸溜溜的，青青，你别摸其他兽人，小崽子也不要摸，今天晚上我给你摸个够。香青叔这时候才反应过来，自己刚才的摸法确实有些过界，他顿时红了脸。我知道了，我就是看他可爱，没想那么多，他肯定不会承认。他刚刚是把那小狐仔当宠物摸了，这话要是说出来，可能比调戏一个小幼崽的罪名还重，多邪恶啊！居然把一个自尊自强的兽人当宠物。第40章，你真的好好啊！牙桑却不依不饶地变成兽形跑过来，用脑袋在香青叔怀里打滚。青青，你要是喜欢狐仔，我们自己生好不好？我们的小狐仔一定比小白狐好看多了，红色的多耀眼啊，白色那么素，一点都不鲜艳，丑死了。
见他如此，严彻也赶紧变成兽形，挤开牙桑后，脑袋直接放进香青书怀里。青青，我们也可以生小虎崽，小虎崽也很可爱的，白白的，蓝蓝的，颜色鲜艳又好看，你肯定喜欢。牙桑都要被严彻的行为气死了，但见他身形高大，他挤不过，这厮居然原地一躺，直接将自己的肚皮亮了出来。青青，你快摸我，快摸我，我喜欢你摸我。香青书，这说的是什么虎狼之词？什么叫我喜欢你摸我？香青书都没脸去看牙桑，但牙桑一直期盼地看着他，还不断用后腿来蹭他，他只能伸手去摸了摸牙桑暖乎乎的肚皮。只是刚放上去，那边严彻也不乐意了，香青书又赶紧摸了摸严彻的下巴，然后一路往肚皮摸去，上下其手，左右逢源，总算把这两只兽摸得心满意足，满心欢喜。三人一直闹到齐宇带着伴侣过来串门，听到他们靠近的脚步声，严彻和牙桑一个翻身就从地上站起来变回人形，很是正经的去收拾之前忘记收拾的碗筷，变脸速度之快，世所罕见。这么一会儿功夫，齐宇已经带着自己的伴侣到了。齐宇是个长相非常可爱的雌性，他的个子很高，比香青书还要高出一大截，但因着他那圆圆的脸蛋，因此哪怕已经生育过，他看起来年纪也不大，像是个邻家小姑娘，正是之前见过的那个在河边给崽子洗澡的雌性。怪不得呢，他就说看那小白狐狸眼熟，原来是一家的，就是不知道今天来的这只是不是上次洗澡那只，看着性格不太像。青书，我来找你。齐宇很是大方地冲着香青书一笑，但他带着伴侣站在兽洞口，并没有急着进来，而是先给香青书介绍了一下，我叫齐宇，这是我的伴侣吉松，是我那几只小白狐的阿爸，他也是一只白狐。说完话，齐宇忽然就有点不好意思，主要还是太突然了，之前因为香青书是人族，又是新来的，部落里很多人都处于观望状态，他虽然就住在隔壁，但也没想过这么快就上门来打扰人家，万一人家喜欢安静呢？他这么贸贸然的闯上来，岂不是让人家不自在？但现在因为自己嘴馋，这才刚过饭点就来麻烦人，他多少觉得有些难为情。香青书其实也不是社牛性格，但见齐宇和吉松身上都是白光，齐宇又可可爱爱的，他便对他们多了几分好感，加上他们都是狐族的兽人，算是和牙桑从小一起长大的，他的态度便更加热情了些。他赶紧招呼两人进来，本来想给两人倒杯水，但想到茶壶里都是灵泉水，兽氏也没有这种招待的规矩，便算了，只拉着齐宇坐到篝火堆旁边的石头上。牙桑说，你是想来问我们中午做了什么？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我们人族自己的煮肉方法，你要是喜欢就让吉松跟着牙桑学，不用不好意思。齐宇当然知道牙桑能猜到他过来的真正目的，毕竟这么熟了，谁还不知道谁啊？只是他以为这一趟过来怎么也要和青书聊很久才能聊到主题上，因为他们俩还有点生疏，很多话题不好展开，却没想他居然这么干脆，直接说可以学。真的？你真的愿意让吉松学吗？齐宇高兴极了，见香青书眼神真诚，在开口时他的态度也更加真诚热情了些。太好了，青书，你真是个大好人，真的谢谢你。我昨天晚上就想过来问了，但昨天太晚了，我们不好打扰，我今天其实也不太好意思来，为了一口吃的，太那什么了。香青书笑起来，这有什么？这又不是什么不得了的秘密，你喜欢就学去，要是其他人想学，你也可以教，没关系的。齐宇更加惊喜，这样也可以。青书，你真的好好啊，怪不得牙桑谁都看不上，出去一趟就喜欢上了你，长得那么好看又那么善良大方的雌性，换做我也喜欢的。就这么一小会儿，香青书已经收获了2次好人卡，而牙桑见他们俩相处融洽，已经一脸自豪地拉着吉松去一边教学了。没错，青青就是这世上最好的雌性，她眼光很好，运气更好，只是她的教学并不十分顺利。吉松一看到角落里洗好的花伞草，就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根本无法说服自己吃它。还是牙桑再三保证他们中午就是吃的这个，并且有了它，炖好的汤会更加鲜美后，吉松才一脸狐疑地镇定下来，看向齐宇询问他的意见。齐宇也很惊讶，万万没想到他们今天吃的居然是花伞草。不过想到人族和兽族的不同，他没有多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他选择直接询问身边的香青书。香青书也很耐心地和他解释哪些花伞草有毒，哪些花伞草没毒，并且最少需要煮多久，这些都一一说得清楚。齐宇便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原来花伞草不是不能吃，是他们以前要么没找对，要么找对了煮的时间又太短。哎呀，白白错过这么多年的美味，他可真该死啊！真该死的齐宇再次向香青书发送了一张滴滴好人卡，并且这一次比前2次还要认真正式，弄得香青书哭笑不得。但也因为这样的情绪，他和齐宇之间的陌生感无形中消散了很多，至少聊起天来不再像最开始的时候那样客气了。吉松继续跟着牙桑学习的时候，齐宇自然询问起一些关于人族的事情，香青书也一点都不客气，问到了很多关于齐宇的事情。齐宇现在已经有了5个伴侣，第1个伴侣是吉松，他的第1胎便是吉松的小白狐，剩下的4个伴侣分别是2个狐族，一灰一红，还有1个狼族和1个鹰族。第41章，早点吃完早点进窝，在他这个年纪，5个伴侣已经算是很少的。
大多数已经8、9个，甚至10多个。香青叔忽然就想到牙桑的阿妈赤提，她有20多个伴侣，只是想到这个数量，香青叔就有点受不了。他倒是不排斥多找几个，但10多个、20多个这种的，他还是觉得自己无福消受。他其实已经打算好了，最多6个左右，5个可以，7个也勉强，但再多就不行了。兽人本来体力就好，欲望还强烈，这么多兽夫天天折腾他，他哪里受得了？人都有欲望强烈的时候，也有精神萎靡的时候，排除他不方便、不健康、心情不好的时间。20多个兽夫得排到什么时候才能排完一轮？一直让兽夫们处于一种欲求不满的状态也不好，只要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少几个他真觉得没什么。但他也知道这种话在这个兽世环境下会显得奇奇怪怪，便没说，而是很随意的和齐宇聊起其他的。两人渐渐聊得热络，牙桑和吉松也学得兴起，严彻则一直陪在香青叔身边，一边听他们说话，一边默默编着簸箕。簸箕还远远不够，他得多编点。中间牙桑和吉松出去过一次，牙桑带回来一些野菜和蘑菇，吉松带回来很多野鸡，他们开始实操，不但做了炒野菜、野鸡汤和叫花鸡，他们还无师自通，自己研究着炒了一盘蘑菇，还做了烤鸡。烤鸡的香味最为霸道，随着各种调料的加入，那野鸡的香味被发挥到极致，勾得齐宇半点聊天的兴致都没有，只盯着那只烤鸡吞口水，却很熟理的没有上手。见他这样子，香青叔劝他，齐宇想吃就动手，烤鸡已经熟了。齐宇却连忙摇头，那不行，今天麻烦你们一下午，害牙桑和严彻没法出去打猎，这是你们的晚饭，我不能动。说着他站起来，急急忙忙地拉着吉松就跑了，好像再不跑他就要忍不住了似的。青叔，我明天再来找你玩啊。话音落下时，他和吉松已经完全不见了踪影，跑得飞快。香青叔眼看着他们离开，有些无奈，却又觉得齐宇很懂礼貌，不是那种一味从别人身上索取的朋友，真好。回头看到桌上那些菜，香青叔又有些苦恼，现在离吃晚饭的时间还早，他怎么闻着这味道又感觉饿了？妈呀，来兽市一趟，他真要变成饿死鬼了，尤其是饿过之后，就算不饿他也想往自己嘴里塞点东西，这难以抑制的食欲。严彻正好把那些新编好的簸箕拿去一边晾晒植物，转头就看到香青叔站在桌边望着那些美食，垂涎欲滴，嘴角微微扬起。他走过去把香青叔拉到桌边坐下，想吃就吃，正好今天时间还早，吃完了我们陪你出去走走，晚上回来也能早点休息，要是半夜饿了，大不了起来再吃点，反正也要给青青留明天的早饭，多留点当宵夜就是了。一听他这话，牙桑眼睛顿时就亮了，本来在收拾灶台的他也不收拾了，赶紧拿了筷子和勺子给香青叔，一边给他撕烤鸡和叫花鸡，一边道，对啊，青青，在咱们自己家，你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那么多做什么？早点吃完早点进窝，他也好早一点和青青亲热，多美妙啊。他虽然半句都没有提到交配的事，但一看他那炯炯有神的傻样，香青叔和严彻就能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严彻无语的转身给香青叔舀了一碗全是腿和翅膀的鸡汤，顺势在他身边坐下。香青叔可没管他们在想什么，他已经十分开心的吃了起来。等他吃完，严彻和牙桑才一丝一丝吃了点，给香青叔留足了宵夜和早饭。吃完后收拾好家里，两人一言陪着香青叔在附近走了走，但一回来，香青叔刚洗完澡，牙桑就迫不及待地抱着他回了草窝，把收拾澡盆的活丢给了严彻。这时候天色才开始转暗，想到外面还有很多兽人在散步玩耍，严彻也没出去，香青叔就有点难为情。他下意识推开牙桑，想说要不再等等，等晚点外面没那么多人了再来。牙桑却一脸委屈地看着他，青青，你推开我。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见他快要哭出来，香青叔想解释的，但看他眼眶通红，仿佛被人伤透了心的样子，香青叔到底是没说出口。好好好，你来吧，你随意，我不推开你还不行吗？一个大男人怎么总喜欢哭哭啼啼的，看得他的小心脏受不了。话说谁能受得了美男落泪啊？谁行？反正他不行。于是这晚，牙桑点亮了室内行凶技能，并利用这个技能让香青叔每想退缩时都忍不住心软。最后他的整颗心都随着牙桑的动作起起伏伏，再没有想起严彻一次，只一心沉浸在牙桑带给他的美好中。他们一直闹腾到半夜，等牙桑给香青叔喂了受精，并洗完澡把他抱回来，香青叔反而有些睡不着了。不是饿的，是他想起了一些事情。刚才洗澡时没看到严彻，香青叔便试探着喊了一声阿彻。严彻还没睡，听到声音，他迅速跑到牙桑的草窝边，不顾牙桑瞪大的死亡眼神，直接躺下来挨着香青叔。怎么了，青青？香青叔都被他迅速的动作弄得一懵，不过他很快笑起来，扑过去抱住了他。没事，我就是突然想问问，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去虎族？要不明天你们打猎带上我吧，我想试试用灵泉水能不能吸引野兽，我还想多存点猎物在空间里，既是为冬季做准备，也是为突发情况做准备，这样万一出了什么事，你们不方便打猎的时候也不会饿肚子了。等我们做足了准备，我们就出发去虎族，你看行吗？听到说要去虎族，本来想把严彻赶出去的牙桑顿时哑了火。严彻也顿了顿，他看向他的眼睛，发现他真是这样打算的，
不由就有些好笑，不想要那条大黑蛇了。什么意思啊？他说这话似乎和大黑蛇关系不大吧？而且大黑蛇第42章，我早晚要找你打一架。他总感觉他好像在躲着他。白天采蘑菇的时候，不出意外的话，多半也是他。但那么好的机会，他却一直盯着他不出现，不是躲着是在干嘛？香青叔不知道大黑蛇是怎么想的，严彻自然也不知道，但这并不妨碍严彻为他们以后做打算。他摸着香青叔的头发，轻声道：“我们目前不着急去虎族，你和牙桑刚结旅没几天，和整个狐族之间牵绊都不深，我们可以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那条大黑蛇，它一直在附近，但在它成为你的伴侣之前，我们不能让它知道你的秘密。因此，我们现在最好什么都不要做。趁着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多搜集一些野菜和蘑菇，还有那些你需要的调料。反正空间放得下，其他的东西也可以多准备一些。等确定大黑蛇成了你的伴侣，我们再离开狐族，去一个远离部落的地方囤肉。”听到这话，牙桑连忙点头。严彻说的没错，青青，你忘了上次你们被野兽围攻是什么状态了吗？那样的异常很容易引起别人注意，所以我们不能在狐族附近这么干，得找个远离部落的地方。大黑蛇很好，他实力强，有他的加入，他们行事肯定能更加顺利。最主要的是，到时候他们不用因为大黑蛇不是青青的伴侣而防备他，事儿做起来自然也能更加方便，只是需要多花点时间而已。香青叔就听明白了，主要问题还是他的空间不能暴露，万一他们现在就离开，大黑蛇也跟着离开，大黑蛇的实力还在严彻和牙桑之上，空间暴露自然就是绝对的。还是那句话，在不确定情况之前，他的秘密不能被任何外人知道。所以趁着这段时间留在狐族，他要么把大黑蛇拿下，要么让他离开，不再跟着他们，这样他们才能安心出发，路上使用空间也不用遮遮掩掩。好吧，这样安排确实更好。香青叔叹了口气，可是大黑蛇不用管他。严彻打断他既然一直守在部落外面，说明他确实是对你有意的，不管他要怎么做，我们等着就好。反正现在离冬季还早得很，咱们不着急。严彻语气轻缓，一番话说的香青叔的心情也跟着平和很多，没那么着急了。他两声，顺势看了眼空间里现有的东西，除了那些已经拿出来晾晒的调料、做皂角粉的材料和盐液，他空间里就只有30头还没处理的猎物，有一篮子野菜，一篮子有毒的植物，一篮子蘑菇，还有一大堆没处理的岩石和一些普通的石头、干柴等。兽精倒是比之前多了，1级、2级兽精对3级兽人升级已经没有多大作用，除了香青叔吃掉的，这几天1级兽精也累积到了30多颗，2级兽精有10多颗，什么都很少，得多多的往空间里囤。低级兽精不仅他能用，以后有了小崽子也能给崽崽们用。见他没说话，牙桑还以为他困了，伸腿就踹了严彻一脚，没看到青青要睡了，你赶紧走，以后没事不要到我这边来。他的动作突然，吓得香青叔以为他们要打一架，结果严彻动作很是利落的从草窝里翻了出去，手一撑站好，根本没被踢到。严彻难得严肃的瞅了牙桑一眼，我早晚要找你打一架，太猖狂了，简直。说完看向香青叔，他表情瞬间就变得情意绵绵，青青晚安。然后他出去了，没再让牙桑开口赶人。见他走了，香青叔还有些心有余悸，他生怕自己的2个男人哪一天真打起来，便严肃地看向牙桑，桑桑，不可以这样，阿彻是我们的家人，家人之间不可以随意动粗。牙桑瞬间委屈，可是他先闯到我的地盘上来的，他还在我的草窝里抱你。好吧，他忘了兽人都有一定的地盘意识，草窝更是一个不能侵犯的绝对领地。香青叔瞬间软了语气，好吧，这是怪我，下次有什么事我会在外面问的，你别生气，阿彻也不是故意的，这不是我先开口喊他过来的吗？牙桑怎么可能怪他，而且他也不是真的生气。听香青叔这么说，他赶紧移过去把香青叔抱住，青青，不说了，我们不提他，快睡觉，咱们明天早点起来。齐宇不是说明天要来找你玩吗？听他的语气，他倒是比他还期待齐宇来找他，但香青叔也确实有点精力不足，见牙桑不想再说这件事，他便没再开口，乖乖闭上眼睛睡了。第二天醒来，竟意外的是个阴雨天，春季果然多雨，就是兽世这雨下的毫无规律可言，雷阵雨下完接小雨，奇奇怪怪，连天气都冷了好几度。香青叔穿上了严彻做的长衣长裙，是那种上下衣的款式，别说这衣服的袖子缝得还挺自然，还是特别时尚的喇叭袖。香青叔喜欢的不得了，提着裙子出来就亲了严彻一口，这一下看得牙桑牙酸，不等严彻做点什么，他赶紧凑到香青叔身边，青青，我跟你说，昨晚大黑蛇来过，他送来了2大包花散草，都是能吃的那种，还有5颗3级兽精。说完话，牙桑顺势拉走他去严彻的兽洞里看东西，见真有5颗3级兽精，香青叔有些惊讶，他昨晚什么时候来的？牙桑猛摇头，不知道啊，他应该放下东西就走了，我们今天早上起来才发现门口有东西，又没出面。好吧，这确实是大黑蛇的一贯作风，虽然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但他本来就对他有想法。香青叔这时候便没矫情，直接挥手把蘑菇和兽精都收进了空间。等他们出来，严彻已经热好早饭，见香青叔沉默的吃东西，严彻看了看牙桑，忽然开口，
部落里进了外人，你都不着急的？作为狐族兽人，你不应该把这事上报给首领知道吗？牙桑本来正埋头喝汤，被他问的一顿后，很是无语的回他：告诉首领做什么？我相信青青的判断。你这么积极的撺掇我去告诉首领，怎么？你不相信青青？觉得大黑蛇会在部落里干坏事？严彻第43章，兔孙部落换新首领了。虽然他也相信青青，但作为狐族部落的兽人，这样让一个外人随意进出部落，他居然没有一点点危机感吗？于情于理，这样的事都应该告知首领，这对首领以后安排部落的防守很有好处。香青叔果然，昨晚那一架没打起来，这就是后遗症，才睁开眼睛就互相呛起来了。他是不是不应该管他们打架不打架的事？兽人好斗，也在战斗中提升自己，同一个伴侣之间的兽人打架，应该也是正常的。两人各有想法，牙桑却半点没意识到。说完又继续喝汤，他喝得一脸满足，脸上红彤彤热乎乎的。见他这般没心没肺，香青叔和严彻都不好多说什么，因为说了也没用。两人开始认真吃饭，吃完饭将家里收拾干净，该出去狩猎的还得出去。严彻便在狩猎前先去了一趟首领的兽洞。他肯定没有为难大黑蛇的意思，只是他们现在住在狐族的地盘上，这么大的事要是不知会首领，怕是以后部落里的人知道了会对青青有意见。他不想青青被人指指点点。香青叔和牙桑完全不知道严彻去了首领那。严彻走后没多久，祁宇就让吉松过来传话，说是今天暂时不过来找他。香青叔就有点失落。这时代医疗不发达，现在又下着雨，祁宇不出门无可厚非，没什么好失落的。香青叔失落的是他也不能出门，如果只是一天半天的还好，结果这雨一直到第二天也没停。不能出门，没有手机，没有其他娱乐，也不用学习，还不用他做家务，他该怎么打发时间？香青叔愁啊，他真不是那种坐享其成的人，可两个兽夫干啥都不用他，只叫他在一边看着，他就只能看着，幽怨的哀怨的看着。这一天时间里，现代那些可玩的游戏被香青叔想了个遍，发现能在兽市实现的只有麻将，但他并不怎么喜欢打牌，加上他空间里还需要很多木桶木盆之类的容器，得提前准备好用来分装食物。除了必要的狩猎，牙桑和严彻都忙得很，根本没有时间用来消遣。香青叔便歇了心思，左右环顾，他最后瞄上了那些需要晒干的植物。现在这天气自然晒干是不行了，香青叔便让严彻给他准备了一口大大的平底石锅，他们准备放空间里备用的容器，他就去烘烤那些植物。幸好这活不费什么功夫，守着就行。严彻和牙桑这才没有阻止他，让他去玩。雨水持续了5天时间，这样无聊的日子就一直持续了5天。这5天里，香青叔成功烘干所有植物，并在严彻他们磨粉后配置出了烧烤料和皂角粉，盐叶也磨了粉，还见缝插针地烘干了一些毒株，配置出一些毒粉。当然那些调料并没有全部都磨粉，烤干后就被香青叔直接收进空间，不仅用着方便，放在外面也不担心会腐烂掉。而大黑蛇哪怕部落已经严防死守，他还是能找到部落的守卫漏洞，每天都来给香青叔送东西，有时候是花伞草，有时候是野菜，有时候是些新鲜的调料叶子，每次必不可少的是一颗3级兽精。现在香青叔的空间里已经有了10颗3级兽精，也不知道他是在哪儿遇到的这么多3级野兽，但不用怀疑，哪怕他实力强，他也一定不会那么轻松，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受伤。香青叔很想说他不需要这么多兽精，但每次都见不着大黑蛇的面，他想说也没办法。因此天空放晴这天上午，香青叔第一时间就让严彻和牙桑带他出门。严彻和牙桑都知道他这几天被憋坏了，便没有半点犹豫的带着他出了部落。不过今天出来放风的人很多，严彻和牙桑只能带着他走远点，看那条大黑蛇会不会出来。但在附近逛了好几圈都没有见到大黑蛇的踪影，他们甚至感觉不到大黑蛇的半点气息。香青叔也没有被盯着的感觉，连严彻都不解起来。按理说不应该啊，大黑蛇连3级兽精都送出去10颗了，这么明显的意图，他怎么会不出现？他在想什么？香青叔也有些怀疑自己，难不成他只是想报答救命之恩？但他不知道他是给他用了灵泉水，报答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啊。他试着提议，会不会是他正在休息？要不我们再走远点找找看。严彻和牙桑对视一眼，严彻正要点头，远处忽然有人喊了牙桑一声。牙桑听出来是谁，是之前他拜托去兔孙部落打听消息的兽人。那人应该回了部落，发现他不在兽洞里，这才一路追过来。牙桑连忙应声，没一会儿就有一个黄狐狸兽人跑了过来。看到牙桑，黄狐狸兽人十分高兴，怎么跑这么远？明知道最近几天我可能回来，你也不等我。牙桑推了他一下，说正事。说着转头，他对香青叔介绍，青青，他叫耀星，是上次我让他帮忙去兔孙部落打听消息的那个。香青叔这才想起来还有这事，连忙跟耀星打了个招呼。耀星也才注意到在严彻身边站着的香青叔，见他正看着自己，他立马不好意思的笑笑，笑完又觉得不太好，赶紧说起正事。我打听到了，兔孙部落那边出事了，那打死了，伟力也死了，兔孙部落换新首领了。严彻一惊，什么？伟力死了？牙桑也感到惊讶，他张大了嘴巴，伟力怎么死的？他被恶兽杀了？不是，
听说是被一只黑色蛇兽杀的。这蛇兽不止杀了伟丽，还杀了好几个兔孙部落的兽人。说到这儿，耀星皱眉，上次我们部落附近也被一只蛇兽杀了好多个兔孙兽人，这两个蛇兽该不会是同一个吧？都是黑色的，杀的也都是兔孙兽人。见他说着说着就跑歪了，牙桑又推了他一把。然后呢？具体怎么回事？你问清楚没有？耀星这才回神，当然问清楚了，我是谁啊？还有我打听不到的事。第44章，这一胎是严彻的虎崽崽。说着话，他看了看严彻，还是因为上次的事情，上次严彻带着青书逃出来，伟丽一直带着人在后面追，具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只知道伟丽本来没追到人，后面意外发现有野兽异动，他们便过去查看，倒是让他们发现是牙桑你，把他们两个带走了，伟丽就让人追过去查看情况。他们本来打算把青书抓回去威胁严彻，结果派出去的人没走多久，留下休息的伟丽一行人就遇上了那只黑色蛇兽。蛇兽杀了伟丽，还杀了几个和他动手最厉害的兽人，其他兽人见他厉害，根本不敢和他纠缠，就一路先跑回了兔孙部落。伟丽一死，兔孙部落就乱了，兔孙兽人忙着新首领的竞选，也没人管来狐族的那些兔孙兽人会怎么样。最后是和伟丽一直不对付的一个中年兽人胜出，成了新首领后，这人自然不会花心思去医治纳达。纳达的伤本来就重，他一直有意无意的拖着阻拦着，没几天就把他给拖死了。没多久，林然也失踪了。严彻顿时皱眉，失踪？林然跑了？他自己跑的？带着他的伴侣一起？耀星有些意外，这你都知道？林然确实是自己带着他的伴侣跑的，只不过他的伴侣多数都在外面被蛇兽杀了，就剩了2个外族的伴侣。林然本来就是兔孙本族的雌性，新首领上位后自然要给他重新安排伴侣，可能他不喜欢那些兽人吧，也可能是纯粹不喜欢这个新首领，他就带着他最后2个伴侣跑了，没和部落里的任何人说。这个新首领一直和伟丽不对付，现在伟丽死了，作为伟丽的女儿，她的待遇自然大幅度降低，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就是不知道他怎么这么想不开，在部落里怎么也好过在外面流浪，他还只剩2个伴侣，就算要去伴侣的部落，路上也可能会遇到危险，2个伴侣可保护不好他，万一危险发生在其中一个伴侣出去狩猎的时候呢？严彻和牙桑自然也想到这一点，他们不约而同的有一个想法，林然明明还有那么多兄弟，完全没必要自己一个人悄悄跑掉，这次他冒着危险也要出来，他又脾气那么差，该不会是冲着青青来了吧？虽然不是青青害他变成这样，但他肯定知道他不能去找大黑蛇报仇，因为打不过没见过，只有青青看着好欺负，还是个现成的目标。最主要的是，青青还把严彻抢走了，以林然的脾气，他肯定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青青，他不会善罢甘休的。两人想到这个，下意识就去看香青书，这才发现香青书脸色有些苍白，见他皱着眉头，不仅脸色苍白，呼吸还有些急促，他们以为他是被吓到了，赶紧上前一左一右抱住他。青青，没事吧？青青你别怕，兽市里死几个兽人再正常不过了，不说大黑蛇，好好活着长大的兽人哪个没见过血腥？就连我和严彻，嗨，严彻及时打断牙桑，结果还是晚了，他一低头就看到香青书的脸色更加苍白了些。香青书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他真没有害怕，早在来兽市的第一天他就知道这个世界很残酷，因此听到杀人什么的，他会提醒自己不要把这里的杀人和现代的杀人挂钩，两者完全没有可比性，毕竟社会环境不一样。可听到是大黑蛇杀了伟丽，证实他确实是为了他动的手，他就突然有些心慌，不是害怕的那种心慌，而是香青书说不出来，他只觉得自己脑子有点晕乎乎的，想说话，却在刚开口的那一瞬间，他脑袋一晃，突然就晕了过去。青青，严彻和牙桑立马慌了神，这时候完全顾不上耀星，严彻抱起香青书就往部落冲，牙桑也赶紧跟了过去。只是刚进部落，严彻突然停下步子，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香青书的肚子。就在刚刚，青青的肚子里突然传出来一股很特殊的波动，那是幼崽有了意识后向外界发出的讯号，是只有幼崽的阿爸才能感受到的特殊讯号。青青她居然怀孕了，怀的还是她的幼崽。青青的第一胎是她的银虎幼崽。严彻眸光顿时如烟花般绽放，黑暗刹那间被点亮，让他惊喜万分。牙桑本来正急着回去找巫医，此时看到严彻的表情，他一顿，反应过来后赶紧道：你先带青青回去，我让巫医过来看看。严彻这才回神，他不再迟疑，赶紧抱着香青书回了兽洞。香青书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正午了，一睁眼就看到严彻和牙桑都变作兽形趴在他身边。见他醒了，严彻首先挤开牙桑，过来舔了舔香青书的脸。醒了？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严彻的动作温柔的能滴水，说话的语气也软软的，让香青书一时没反应过来。他茫然道：我怎么了？这时牙桑终于找到机会，赶紧开口吸引他的注意力。青青，你怀崽崽了，这一胎是严彻的虎崽崽，巫医已经来看过，说是崽崽刚有意识，你又是人族，身体比兽人娇弱些，一时便没承受住崽崽的兴奋，晕了过去，但你身体没事，醒过来就好了，你别害怕。牙桑的表情十分雀跃，看起来比严彻还高兴。而香青书在听到是自己怀孕后，她就特别淡定，因为她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
只是没想到这么早。而且这才几天啊，仔仔就有意识了。兽氏怀孕，幼崽会在第一次感知到外界时，向外界释放只有阿爸才能感受到的信号。这种信号强烈到会让母体有些许不适，但这种信号也就一瞬间的事，之后会平息。就是没想到，哪怕他的身体已经被改造过，仔仔这一闹，居然直接把他闹晕了，真是无奈。这就是人族和兽人的差别。香青叔却笑起来，半点没有因为这种差距伤心。他摸了摸自己的小腹，只觉得高兴不已。这里面有个小生命哎，而且和现代所有的小生命都不同。他怀的是个兽人，是炎彻的小兽人。第45章，可我们人族大多都是单胎。香青叔突然扑过去，抱住炎彻毛茸茸的脖子，笑得一脸灿烂。阿彻是个小小的小兽人哎，你要当阿爸了，开不开心？这不是明知故问吗？炎彻大掌拍了一下他的脑袋，无奈道：当然开心，我怎么会不开心？青青有了我的仔仔，我都要开心死了。只是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吗？要不要再睡会儿？香青叔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感觉没什么不舒服的，赶紧摇头，没有，就是好。我这是睡了多久？没多久，刚好正午，正是该吃饭的时候。话音刚落，炎彻已经变回人形，一把将他抱了起来。他抱着他去客厅，牙桑也变回人形，先一步出去给向青叔盛汤。把他放在桌边坐好后，炎彻就和牙桑一起把今天的午饭端了上来。今天中午他们做的蘑菇排骨汤没有做烤鸡，而是烤了一整头小鹿。此时香青叔面前除了一碗汤，还有一整碗已经撕好的烤肉，香青叔却没吃。他听着外面闹哄哄的声音，有些疑惑。牙桑趴在他身边及时解释，是部落的一些兽人，你怀孕的消息传出去之后，他们全都来看热闹了。人族怀兽人的崽，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便十分好奇。有些单身兽人听说你能怀孕，还想追求你。好多兽人给我们送了兽皮和猎物，但我们都没收，这是总要问过你的意见。你要是有喜欢的兽人，说到后面，牙桑的情绪明显有些低落。但青青都怀孕了，找伴侣这事是得抓紧点，不能一直指望大黑蛇那边，不然就凭他和炎彻两个，根本无法同时保护好青青和幼崽们。之前本来还打算着在青青怀孕之前，先准备一批3级兽精，就因为青青身边只有他们两个，他们不好去太远的地方找3级野兽。结果那么刚好，这雨一下，他们耽误了几天，青青就怀孕了。现在哪怕他再不愿意，也不能阻拦其他兽人的加入，他不能那么自私。只是在他伤心低落的时候，香青叔忽然说了一句：不找了。炎彻和牙桑立马看向他，惊异道：什么？香青叔很坚定地回：我说不找了，但你们别担心，我是说我不想再找狐族的伴侣了，狐族伴侣有桑桑一个就够了，等我们去了兽王城再找吧。如果你们担心我的安全，咱们就去找大黑蛇，他这样一直躲着不是办法，是去是留总要有个结果，早点说清楚也能早点安心。他愿意是好事，那我们可以留在狐族养胎，等生产后再去虎族，如果不愿意，我们就早点动身去虎族再养胎，这样你们只需要护我一个人，应该会轻松很多。等去了兽王城，香青叔顿了顿，我们可以在熊族或者狮族里选择，不管在不在那里定居，有1个或者2个本地伴侣，能帮我们更好融入。至于之后，飞行兽人可以有1个，水族兽人也可以有1个，但只要1个就好，不用太多，太多伴侣我感觉我会很焦虑。听到他说会焦虑，牙桑第一个不明白，怎么会焦虑？青青，伴侣多意味着幼崽也多，你能生便需要很多伴侣保护你和崽崽们。你想想，如果你一胎生了7、8个幼崽，崽崽们出门时不听话，东跑1个西跑1个，没人保护，岂不是很容易就跑丢了？炎彻沉默着没说话，显然也是赞同这一点的。香青叔却皱了下眉头，想到什么，又道：可我们人族大多都是单胎，有没有可能我一胎不会生那么多？这话让炎彻和牙桑立马愣住，显然他们没想过这个问题。他们做出的假设都是以兽人为前提，人族确实会不一样，但真的会这样吗？偏偏阿爸只能感受到肚子里的幼崽是否存在，是否健康，却不能感受到有几只，也不能感受到雄雌。两人便有些苦恼，但他们还没苦恼完，又听到香青叔开口：而且去到野外还不听话的小崽子就该打，野外是多么危险的地方，哪里能容得了他们乱跑？等小崽崽生下来，不管有几只，我们好好教就是了，只要不溺爱他们，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事。说完，见炎彻和牙桑仍然不说话，香青叔一左一右搂住他们，真心劝着：最主要的是伴侣太多，你们可能1个月才能和我亲近一次，万一我有时候没兴致，不想交配，或者接连怀孕不方便，你们就得等更久，可能好几个月都不能。所以伴侣这事我们适量就好。你们要是还不放心，我们可以先不做决定，以后再看情况而定，行吗？香青叔这话说得十分诚恳，他就怕他们觉得他是在任性，以他自己和崽崽们的安全为代价任性，但他真没有，他只是想给伴侣们打个预防针，他只是单纯的接受不了20几个伴侣，要真有那么多，他可能连谁是谁都分不清，而且整天忙着交配和生崽，20多个伴侣啊，一年生2胎也要花费10多年，他不就成生育机器了？这是他在玩男人，还是男人在玩他呢？真这样，还不如死在床上的了。很显然，他的诚恳到底是说动了他们。两人对视一眼，又沉默了一阵，还是认同了他最后的说法，不管最终要找几个，都以后再说。要是现实需要他找很多伴侣，他也不会拒绝。
不会拒绝就够了。严彻终于点头，既然这样，那牙桑，你出去和那些兽人说，青青现在怀着孕，不舒服，暂时不想找伴侣，我去找大黑蛇，先把这件事确定下来。如果他不愿意，我会让他离开，之后我们就出发去兽王城。得趁着青青肚子不大，赶紧安定下来。而且青青的想法确实不错，熊族和狮族的兽人都很强，会是不错的伴侣。选2个熊族和狮族比选一堆狐族都好。好，我马上去。牙桑脸色严肃的出去了。严彻没走，见香青叔只顾着说话，连汤都没喝一口。他拿起勺子给他喂了口汤，乖，剩下的事交给我们去办，现在好好吃饭，吃完饭就去休息，觉得无聊了还可以去找齐宇玩。对了，齐宇之前来过，见你没醒，他就先回去了，上午也来找过你，只是我们都没在，他没找到人。第46章，他就在部落外面，香青叔吃着严彻喂到嘴边的食物，根本顾不上说话，但他晕了一上午，现在不仅没有任何不舒服，还感觉精力十分充沛，下午倒真可以去找齐宇玩。只是不等他过去，齐宇已经先一步找过来，他过来的时候是下午，这时候牙桑已经把一直在兽洞外徘徊的兽人们赶走，严彻也在准备好他的食物后出去找大黑蛇了。齐宇是带着自己的崽子们和吉松一起过来的，一进来他就拉着香青叔上下看，没有那种不礼貌的打量，只有对人族能怀兽人崽崽的惊奇。香青叔觉得他的眼神很好笑，这么看着我是不认识我了。齐宇立马摇头，很是认真地反对着他的说法，怎么可能会不认识你？你可是我们兽氏大陆唯一的一个人族，还是个能怀兽人崽崽的人族，这多稀奇啊。说着他还一脸慎重地摸了摸香青叔的肚子，搞得他好像从来没有生产过似的，一脸的稀奇样。真好啊，看起来好像和我们兽人也没什么不同，都是平平的。说完这话，他自己都觉得自己离谱，刚怀孕，肚子当然是平的，不管怀啥，现在肯定都是平的。香青叔就笑出了声，齐宇也笑了起来，他莫名觉得自己有点蠢，也有点尴尬，便赶紧把一直围在自己脚边的崽子们往香青叔那边踢。青青，我把我家崽子带过来给你玩，你看看他们多可爱，要是有喜欢的你就带走，玩几天再还给我也没事。齐宇的语气豪迈极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在给香青叔送礼物。小崽子们可一点不介意他这么舍得，听到齐宇的话，他们像一群小狗狗似的摇着尾巴就过来了。只有一只小虎崽在听到他的话后一直往后退，他认出来了，是上次那个调戏他的雌性。妈妈快跑，有怪异！小虎崽掉头就往兽洞外冲去，幸好吉松眼疾手快，伸手一抓就把他抓了回来。吉松在他脑袋上打了一下，没好气道，宁树又想偷偷跑出去，弄得一身黑，你找打是不是？被抓住，宁树就一直在吉松手里滋哇乱叫，然后在场的兽人们都愣住了，因为这小虎崽居然在告向青叔的黑状，他说他调戏良家雄性。下一秒，兽洞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所有人都笑得直不起身，也就香青叔一个人一脸懵逼地看着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最后还是齐宇忍住笑，无语地拍了宁树一爪子，毛都没长齐。哪个雌性瞎了眼来调戏你？你想的可真多。他转头把这事和香青叔说了，香青叔就觉得有点尴尬，一时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但瞧大家都没把这当回事，他松了口气，赶紧转移话题，和齐宇聊起别的。这个下午，香青叔家里都是欢声笑语，但齐宇怕耽误香青叔休息，并没有待多久，很快就带着崽子们回了自己家。而这天晚上，严彻并没有回来。香青叔洗完澡，躺在牙桑的草窝里，起初还有点担心，但他身上的兽印没有任何不好的反应，慢慢的，他的眼皮就越来越沉，很快不受控制的睡了过去。或许是崽崽有反应后，她怀孕的身体反应也出现了。第二天，香青叔起得晚了些，这时候早就过了早饭点，但牙桑一直温着早饭，香青叔醒来就能吃。只是等香青叔吃完这顿早午饭，严彻依然没有回来，一直到第二天的傍晚，严彻才风尘仆仆的回到家。他一身脏兮兮的，身上还有伤口，见着香青叔的第一面，他就把他紧紧抱在怀里，颇有些委屈。青青，你得多疼疼我，你都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功夫才说服那条大黑蛇来见你，他太能躲了。香青叔忙着查看他的伤口，见都是些已经在愈合的小擦伤，应该是在树林里穿梭造成的，就松了口气。只是这些伤口，严彻平时也时常在树林里穿梭，都没见他受伤，这次怎么会？你去密林了？香青叔皱着眉头，严彻见他这样，忙安抚，别担心，只是在密林外围，我没遇到高级野兽，也没受其他伤，这些小伤口只是我忙着找人，没特意避让才有的。严彻语气平稳下来，青青他就在部落外面，我带你去见他。听到这话，香青叔忽然有些紧张，但想到严彻找了好几天才找到他，他赶紧点头，生怕这会儿功夫他又跑了。香青叔要出部落，严彻和牙桑自然要陪着一起，他们可没忘记林然那个潜在危险，怎么也不可能让他一个人出去。这时候天色还不暗，夕阳尽情释放着自己的最后一点余晖，将天空渲染成一幅金红色的美丽画卷。空中的云，山间的树，蜿蜒的溪水，每一处都染上了夕阳的金光，沉静的世界因此变得如同火焰般璀璨，很是耀眼。香青叔见到大黑蛇的时候，他就站在这耀眼下的唯一一片阴影里，往前一步便是炽热和温暖，他却固执的一动不动，低着头，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严彻和牙桑在合适的距离停下，香青书多往前走了几步，见大黑蛇连头都不抬，他脚步迟疑一瞬，又坚定地朝他走去，一直走到他面前，看到他那一头熟悉的长直发，看到他身上没有伤口，香青书忽然笑起来，心里竟有一种很强烈的久别重逢般的喜悦。他张了张嘴，想喊他一声，却发现他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便道：“我叫青书，你呢？”大黑蛇始终低着头，默默无言。他皱了皱眉头，转而道：“你是不是一直都知道我，也一直在找我？能告诉我离开后发生了什么事吗？”大黑蛇这时才慢慢抬起头来，和之前香青书做梦梦到的样子有点不一样，他的眼睛睁开了，却没有梦中那种深切的情绪，反而十分冷漠。他看人的眼神好像没有丝毫感情，脸上五官也因为他的眼睛，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少了几分邪魅，多了几分冷酷，连那份俊美也变得冷冷的，清冷无比，毫无温度可言。第47章，告诉我你的眼睛怎么了？香青书被他这样的眼神刺了一下，莫名的没有任何不舒服，只觉得有点心疼，哪怕不知道他发生过什么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眼神，他也有点心疼，没来由的心疼。忽然看到他眼里的心疼，大黑蛇迅速低下头去，好像被烫到一般。他迟疑半天，终于开口：“我去晚了，恶兽已经死了，又下了雨，我找不到你。”他的声音低低沉沉的，如同丝绸一般，竟意外的柔和好听。香青书听得愣住，所以其实当初他被抓走后他就醒了，只是晚了一步，他找过去时他已经被严彻救走，他只找到了那些恶兽的尸体。那时他本来能循着气味找到他，只是之后下了雨，他就失了方向。这么说，当初严彻的猜测没错，大黑蛇应该是寻找他无果后再次回了蛇洞，却没想在蛇洞附近闻到他的味道，就一路跟着他们去了兔孙部落。只是晚了这一步，就只能步步晚。他在兔孙部落听到关于他们的事，追过去，又和伟丽一行人纠缠，等他解决完麻烦终于追上来，他和严彻早已经进了狐族。这种擦肩而过的戏码居然也能发生在他身上，真是……香青书有些无奈，但现在不是可惜的时候。见他终于肯说话，他赶紧道：“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大黑蛇又不说话了。见此，他又问了一遍，大黑蛇却始终保持沉默。香青书就有点着急，这大黑蛇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一问名字就不说话了？他的名字难道是什么禁忌？想了想，香青书干脆再往前走了2步，一直到逼近大黑蛇，他主动伸手去拉他。大黑蛇却像是受到惊吓一般，忽然往后一退，那双冷漠的眼睛直直望向他，终于有了些除冷漠以外的情绪。这一刻，他的眼睛里有惊讶，有惊恐，还有一些淡淡的迟疑。香青书见他用那种看色鬼的样子看着他，香青书懵了：“不是，我不是要对你做什么，我只是想知道你的名字。”提到名字，大黑蛇短暂外放的情绪瞬间收敛，他缓缓低下头，又恢复成了最开始的冷漠模样。许久之后，才悄声开口：“没有名字。”“没有名字吗？人怎么可能会没有名字？除非他的父母没有给他取名，或者……”想到什么，香青书心脏一紧，原来是这样吗？虽然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但8九不离10，总之他的经历一定不会很快乐。香青书觉得这时候他一定不能表现出任何惊讶之类的情绪，他似乎很敏感，便很快调整情绪，十分温和地笑了笑。可没有名字也不行，他便凑近他，忽然提了个意见：“如果你不介意，不如我给你取个名字。”大黑蛇一愣，抬头看他：“给我取？我给你取，你愿意吗？”说完，香青书觉得自己这样暧昧却不说清楚很不好，便直接道：“我来找你，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大黑蛇，你愿意做我的伴侣吗？如果你愿意，我会很高兴，因为我对你……说到这儿，香青书突然有些不好意思，但他知道对待大黑蛇这样的人，打直球比任何委婉的追求都有用。他需要的是直白的、热烈的、明确的喜欢。因为我喜欢你，虽然我不了解你，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而且见你第一面时，我就觉得你长得很好看。我喜欢你的眼睛，喜欢你的长头发，喜欢你特殊的黑色鳞片，喜欢你现在看我时的样子。其实只是很简单的情话，可不知道为什么，大黑蛇一瞬间瞳孔骤缩，脸上满是不可置信的表情。你喜欢我的眼睛？香青书对他的反应感到奇怪，他说了那么多，他只注意到这句。他下意识看了看他的眼睛，眼型修长上挑，眼睑内勾，是很典型的丹凤眼，一双瞳仁呈灰色，不是死气沉沉那种灰，反而像琉璃一般清澈透亮。会喜欢很奇怪吗？他没把自己的疑问说出来，而是肯定的点了点头，当然喜欢，你的眼睛很漂亮，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颜色的眼睛。话音落下，大黑蛇眼中异样的光彩瞬间淡去，那一瞬间他眼睛里好像闪过很多复杂的情绪，但他很快低头自嘲地笑了一声后，他忽然转身想跑。香青书本来就一直看着他，察觉到他的动作，他即便不明所以，也还是眼疾手快的一个猛扑，从他身后拽住了他。大黑蛇，你不能甩开我，我会疼。这句话果然让大黑蛇停下挣脱的动作，他确实没在挣扎，但整个人站在那儿僵硬无比，一脸的绝望。
香青书看不到他的表情，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突然这样激动。唯一能肯定的是，他的情绪似乎不是因为他。但既然拽住他了，他肯定得把话说明白。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我提到什么你在意的东西了是吗？是你的眼睛。你的眼睛怎么了？大黑蛇，你不能总是这样躲着我，我们俩之间必须要有个了结，是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你需要明明白白的告诉我。所以，告诉我你的眼睛怎么了？不管怎么了，能不能接受是我的事情。你需要做的就是说明白，让我来选择。我知道，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其实就是喜欢我的意思，对吗？既然喜欢，那你为什么不能大胆一点？大胆走出这一步，哪怕我不能接受，再差又能差到哪里去？能比你以前的日子还差吗？可万一我不介意呢？万一我是真心喜欢你的眼睛呢？万一你无论变成什么样子，是好是坏，我都喜欢呢？香青树的声音越来越轻，语气却越来越郑重。大黑蛇听着，只觉得他的话如一阵清风般轻柔地拂过，那颗被蒙尘的石头心一下子就绽放出了它本来的颜色。是啊，万一呢？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期待过什么，万一这次就成功了呢？就好像他当时重伤躺在蛇洞里，他从来没有期待过有人能来救他，可他就是来了，不是吗？第48章，绝不会让你抛弃我。他帮他清洗了伤口，给他喂了水。虽然他也不明白自己的伤口为什么会恢复得那么快，但他是真的来了，不是吗？他是他这20多年受生里感受到的唯一一抹温暖。他已经追着他跑了这么远，难道真要这么放走他，放走他的太阳，任由自己在阴暗中继续挣扎？大黑蛇静静站了好一会儿，他仍旧低着头没说话，但香青书感觉得到他的身体没有一开始那么僵硬了。他把他的话听进去了，他心软了。他知道这时候说再多已经没什么用，他便没再开口，只静静抱着他不撒手，就这么沉默地等着。只要他不撒手，他总能给他一个交代。两人就这么安静地站了好久，久到不远处的牙桑都着急起来。大黑蛇这才终于有了动作。只见他垂在身侧的双手紧了又紧，反复好几次，最后他像是做了什么决定。他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转身，按住香青书的肩膀，强硬地让他看向自己。香青书就看到大黑蛇本来灰色的瞳仁忽然就变了色，那层漂亮的灰色淡去，露出灰色底下本来的鲜亮颜色，一左一右，一蓝一红，很亮很灵很妖，像是挂满星星的彩虹夜空，更像是盛满星海的幻色银河，美丽又神秘，让人只看一眼就忍不住沉沦，恨不能一直沉溺其中，醉死也愿意。香青书看得呆了，就在大黑蛇以为他也不喜欢他这双眼睛时，却听他十分惊喜地喊出声来：大黑蛇，你的眼睛好漂亮啊，比刚刚灰色的还要漂亮。大黑蛇心间一震，漂亮。香青书忙点头，对，漂亮，好漂亮，也最漂亮。他捂着自己的心口，是真的被这双奇特的眼睛惊艳到了。这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啊？他又不是没见过异瞳，可大黑蛇的这双异瞳真的是他见过的异瞳中最好看的。不，那些普通的异瞳完全没有可比性，大黑蛇这个不是一双眼睛，明明是一整个璀璨的宇宙。香青书笑起来，也明白了，所以你的秘密就是这双不同眸色的眼睛吗？兽世这边确实不流行异瞳，异瞳在这个世界被划分为异类，异类里不仅包含异瞳，还包括各种长相怪异的兽人，比如多了一条腿的，少了一根手指的，脸上有胎记的，还包括那些不能完全人化的兽人，或者不能完全兽化的兽人。也就是说，那种有缺陷的和大众不一样的都是异类。有些部落还认为异类是不吉利的象征，谁和异类沾上边，谁就得倒霉。这或许就是大黑蛇没有名字的原因，他可能是一出生就因为这双眼睛被父母丢弃了。刚出生的小蛇不过10多厘米，最多小指粗，小虫一样，也不知道大黑蛇是怎么在这危险重重的森林里活下来的。怪不得他实力这么强，能活到现在不可能只凭运气。香青书心疼地看着他，大黑蛇，如果只是因为这双眼睛，我不介意的，真的，你的眼睛真的很漂亮，我是真的喜欢。大黑蛇早就震惊得不知所措，他看着一直在说喜欢的香青书，很努力地分辨着他眼里的那些情绪。他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他只知道他现在心跳如雷，那面他竖起来的心墙正在不断地往下垮掉，却没有被砸得满目疮痍，反而有阳光照射进来，铺满了他心底的每一处角落。半晌，他迟疑地开口：真的，你喜欢？你不觉得我真的喜欢？不觉得？香青书打断他，不想让他说出那些不好的话，他很是认真地再次强调：我喜欢，喜欢你这双和其他人不一样的眼睛，喜欢你这双比太阳和星星都还要璀璨的眼睛。就算所有人都觉得你不好，就算所有人都对你避而远之，我也喜欢，真的非常喜欢。所以大黑蛇，我表明了我的态度，那你呢？你要不要相信我？要不要答应做我的伴侣？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家？伴侣，家，对他来说这2个词是真的很遥远。他从小就四处流浪，走到哪里算哪里，想都不敢想有一天他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伴侣。可现在真有那么一个人站在他面前，问他要不要相信他，问他要不要做他的伴侣，问他要不要跟他一起回家，是家。大黑蛇猝然红了眼睛，声音又低又哑：你想好了？
真的想好了，选了我，你就再也甩不掉我了。如果有一天你后悔，我宁愿杀了你，也绝不会让你抛弃我。他故作凶狠，以为这样就能吓退他。可香青书一点都没被吓到，不但没被吓到，还因为他第一次说这么大一段话而高兴不已。他向他保证，当然不抛弃，也绝不会后悔。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今天我认认真真的选了你，以后也必然会认认真真的对待你，真心的。说着话，香青书拉过他的手，举着手在他眼前和他十指紧扣。你看，就像这样，以后我们是十指相连的一家人，只要你不放开我，我也一定不会放开你。两个人的手，一个大一个小，一个白一个更白，紧紧牵在一起，看着竟意外的和谐。大黑蛇感受着他手心里传过来的柔软和温暖，又看了看他坚定无比的眼睛，忽然闭上了眼。在睁开时，他的眼睛更红了，像是被水洗过般，变得更加清澈透亮。他没说什么，只在很久后轻轻地嗯了一声，这声嗯很轻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似的，他差点没听见，但到底是听见了的。顿时香青书喜上眉梢，你答应了，太好了，你答应了。香青书欢呼起来，想起什么又赶紧道，那我现在就给你取名字好不好？叫什么好呢？我的大蛇蛇眼睛那么漂亮，璀璨如星河，浩瀚如宇宙，叫星汉。星宇？不，听起来怪怪的，和大蛇蛇的形象有点不匹配，总感觉太温柔了。那叫夜兰。第49章，黑夜中也耀眼灿烂，绚丽多彩，我们叫夜兰好不好？夜是黑夜的夜，蓝是灿烂多彩的意思，在黑夜中也依然耀眼灿烂，绚丽多彩，既像你，又像你的眼睛，我觉得好听，你喜不喜欢？要是不喜欢，我再重新想一个，喜欢。他话还没说完，大黑蛇已经十分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夜兰，夜兰，他不在意这个名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他取的就是最好的。以后他也有名字了，他好像真的有以后了。看着面前笑容灿烂的香青书，叶兰眼睛微眯，脸上忽然就带上了一些淡淡的笑容。这个笑容里包含了很多情绪，香青书一时没看懂，只觉得少了几分冷酷的叶兰也超级好看，她长得可真完美。瞧着瞧着，香青书实在没忍住，凑过去在叶兰脸颊上亲了一口。叶兰被他亲得心中一悸，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奇妙感觉猛袭他心脏。明明只是一个浅浅的吻，他却感觉这个吻一直停留在他脸颊上，让他一瞬间红了耳尖。香青书注意到了他的窘态，一时便觉得心情无比愉悦。他还想说点什么，眼角余光却忽然看到不远处一直看着这边的严彻和牙桑，一转头正对上两双酸溜溜的眼睛，香青书就尴尬了，忘了他们俩就没走远过，一直都在那儿守着。好在香青书现在的脸皮已经非常厚实，他赶紧拉着叶兰过去，郑重地向双方介绍了一下彼此。刚刚的一切严彻和牙桑都有看到，自然也知道叶兰眼睛的情况，但牙桑只是皱了下眉头就舒展开来，没当回事。严彻更是什么不满的表情都没有，显然不在意。见青青等着他们说点什么，严彻就看向叶兰，走吧，去部落里打一架。说着，他看了一眼牙桑，率先变回兽形，往部落那边跑去。牙桑接收到他的眼神，立马明白他的意思，便过来抱起香青书，也看了叶兰一眼。在外面眼睛还是要遮挡一下，你也知道，不是人人都像青青这么好，为了不给青青惹麻烦，我们都得小心点。说完，他迅速抱着香青书跟上。阿叶走得突然，香青书喊了一声。叶兰的眼神一直都在香青书身上，见他一脸担忧，生怕自己不跟来，他心中一暖，面上却不显露，只站了几秒，就赶紧变成兽形去追严彻。机会已经送到他面前，他自然得紧紧抓住，只要打了这一架，他就能正大光明地跟在他身边，因此他得好好打，不能放水，他得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他的伴侣。见他真的追过去，香青书一顿，他们真要打？打就打吧，为什么还得去部落里面打？会不会不太好？不会给首领惹麻烦吧？牙桑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青青，我看你是被这个叶兰迷晕了头了，动动你的脑瓜子，好好想想，我们去部落里面打，还不是为了让大家接受他？不止严彻要和他打，我也要打。他到底是外面来的，和严彻这种从小在部落里长大的兽人都不一样，打赢了他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尊重。虽然他本来就能打赢我们两个，但这个过程不能省不是？哦，原来如此，他都没想到这个。其实兽氏本来就有这个传统，兽人雄性在家里的地位一般由实力决定，但也不全由实力决定，有时候节律时间的先后，雌性的喜爱都能改变一个雄性的家庭地位。严彻和牙桑好像也从来没有打过架，他便一时没想起来这茬。既然这一架不可避免，反而对他们有好处，香青书也就不多想了。左右阿叶不会对他们下死手，兽人打架也是家常便饭。只是一想到自己又多了一个帅气逼人的新老公，他心里就十分雀跃，还是得尽快节律，不能让他有反悔的机会。幸好系统将他的身体改造得非常彻底，他的身体不止不会因为仔仔要吸收他的养分而受损，怀孕后仔仔也会怀得很安稳，除非吃打胎药，不然怎么折腾都不会流产，是个不错的保障。香青书想入非非时，严彻和叶兰已经在部落大门口开始了战斗。消息传回部落，立刻就有许多兽人出来看热闹。
因为上次严彻去找首领说过大黑蛇的事情，首领要安排防守，自然也不会瞒着部落里的其他兽人，因此狐族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大黑蛇的存在。这时候见他终于出现了，还是以相亲叔准伴侣的身份出现，便都十分好奇，连雌性都跑出来，想看看他是不是真如传说中的那么厉害。牙桑本来想带相亲叔回兽洞休息，但见首领都在外面，他便干脆将相亲叔放在首领身边，让周围这一圈中老年的4、5级兽人保护着，自己则飞快跑出去加入战斗，一点没有2打1的惭愧。相亲叔虽然他觉得首领很和蔼，但牙桑突然把他丢在一群长辈身边，那些长辈还全都同时转过头来看他，就莫名的有点紧张。这个牙桑，他下次一定要狠狠地揪他兽形唇边的胡子。相亲叔的哀嚎牙桑听不见，他已经特别兴奋地和严彻一起围攻叶兰了，但实力差距太大，哪怕已经尽了全力，几十个回合后，他还是被叶兰无情的一尾巴甩出局，看得周围的狐族兽人哈哈笑。不远处的飞石更是直接出声，没出息的东西，同样是3级，你和人家严彻怎么相差那么大？这才多久啊？哪怕叶兰马上就能突破4级，那也还没到4级不是？作为3级兽人的他，居然这么快就被打出来了，丢人，太丢人了，简直！牙桑也是一脸震惊，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和叶兰的实力差距会这么大，也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这么丢脸，还是当着全族兽人的面。完了，这下子他惨了，家里总共就3个兽人，他不仅全都打不过，他们还一个是青青的第一个伴侣，一个是青青亲口承认过喜欢的兽人，他拿什么比？完了，本以为有了老三他就能指挥老三做事，现在他指挥不了了，他受身危矣。第50章，我希望你们能尽快解旅。幸好严彻也没在叶兰手底下坚持多久，也就多了20几个回合，严彻就被叶兰无情扇飞，输了。看到这儿，牙桑松了口气，还算不错，到底他和严彻之间差距不大，全然忘了严彻在他来之前已经和叶兰打了一阵，打得好。战斗结束，首领藤鹰最先出声，因着他这一声，周围陆陆续续传来兽人们发自内心的喝彩声。没人因为叶兰流浪兽的身份而对他有意见，只觉得他是真的厉害。尤其是藤鹰，他很是赞赏的看着那边沉默着打扫战场的叶兰，为狐族即将多一个年轻的高级兽人而高兴。但他并未对叶兰多说什么，而是看向相亲叔，亲叔，恭喜你多了一个这样厉害的伴侣，你是好样的。只是他顿了顿，很是直接的道，你们的事情我本来不好干涉，但他到底是流浪兽，部落里所有人都对他很陌生，为了部落里其他人的安危，我希望你们能尽快解旅，越快越好，可以吗？有兽印牵绊着，不管这条大黑蛇以后会如何作为，他至少算是借着牙桑的光握着这条蛇的半条命脉，好歹能放心点。作为首领，他的决定自然得全都落在实处，不能仅凭承诺和感情做事。相亲叔自然也明白首领的想法，他点点头，首领你放心，我会的，明天或者后天行吗？今天太晚了，我们还得准备兽洞，需要一些时间。藤鹰点头，没问题，这个事你看着安排，只是也要注意，你还怀着崽子，交配时别太过头，免得伤了身体。说起怀崽这个事，藤鹰忽然想到什么，又看向严彻，亲叔到底是人族，身体状态和我们兽族不一样，他怀崽期间，你们一定要多给他准备一些兽精，我怕他的身体会供养不起幼崽成长需要的养分，有兽精给亲叔和幼崽吸收，应该会好很多。其实他也只是猜测，主要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人族怀崽这种事，只知道人族的身体和兽族的身体很不一样，具体哪里不一样他也说不清楚，只能让巫医随时查看着，免得出什么意外。听到他的话，刚收拾好战场走到近前来的3个雄性面色都是一紧，半兽身的叶兰尾巴甩了甩，忽然开口，3级兽精可以吗？需不需要4级兽精？见他一副只要藤鹰说需要，他就会立马跑出去猎杀4级野兽的样子，相亲叔赶紧拉住他，也拉住同样脸色凝重的严彻，还顺便踩了一脚要说话的牙桑，抢先道，首领放心，我们会注意的。现在不好解释，架也打完了，他顺势结束话题，直接和大家拜拜，天快黑了，首领我们先回去了，等我和叶兰解旅，我会让牙桑来和你说一声。对着相亲叔，藤鹰瞬间收起刚刚那担忧的表情，微笑道，好，赶紧回去吧，回去后好好休息，其他什么都不用想，有什么事都让你的伴侣去做。我会的。相亲叔回以微笑，又和飞石还有赤蹄打了声招呼，就赶紧拉着3人往家赶。到家后，相亲叔跟3人解释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听说不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幼崽也能正常发育，甚至能怀得很安稳。严彻和牙桑就狠狠地松了口气。对于青青和叶兰需要尽快解旅的事，他们其实都很担心，就怕叶兰第一次忍不住会伤到青青和崽崽。但既然青青都说了，怎么折腾都不会有事，那就是真的不会有事，他们不怕。只有叶兰还是一副冷冷淡淡的表情，看起来好像没什么表情上的变化，但他看着相亲叔，满眼都是求知若渴的神色。相亲叔被他这眼神看得受不了，主动走过去抱住他，又在他耳边小声道，等我们解旅，我再告诉你我所有的事，可以吗？被相亲叔抱了个满怀，叶兰感受着怀里那香香软软的触感，不由伸手将他往自己怀里按了按。好，既然选择了，他自然要相信他，相信他是真的喜欢他的眼睛，
相信他不会抛弃他，当然也要相信他会说到做到。关于他的一切他都会相信，反正如果他想抛弃他，那他们就一起死。叶兰的想法在场所有人都不知道，只是看着香青书和他亲亲密密地抱在一起，严彻和牙桑都有些牙酸。牙桑还好，严彻不在的这几天，他一个人霸占着亲亲，亲密事做过不少。严彻就有点郁闷了，他刚回来，本来就想亲亲，这时候却只能看着他和别人亲热。严彻咳了一声，打断两人的你侬我侬。既然到家了，那你过来看看，兽洞你想在哪里挖？左边还是右边？青青怀了崽崽，我们正好可以多挖几个，把崽崽们住的地方也准备出来。本来是想让叶兰到洞里去看看，选个位置，结果叶兰依然抱着香青书一动不动，很是随意的道：左边吧，他住哪里都可以，只要能看到青青。严彻一噎，没好气道：选好了你也不能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你现在已经是青青的伴侣了，你得学着照顾好她。牙桑适时附和：就是，赶紧的过来，该给青青准备晚饭了。青青是人族，口味和我们兽族不一样，做饭方法也不一样，这些你全都得学会。闻言，叶兰微愣，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确实是缺少很多照顾伴侣的知识。不说人族的做饭方法了，就连怎么和伴侣相处他都不知道，甚至连交配他都没有见过，也没有长辈提点，是得学。他看向香青书，见香青书睁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笑看他，他保证道：青青，我会认真学的。说完，他放开他，一脸认真地朝着严彻和牙桑走了过去。经过这顿晚饭，叶兰到底是学到了很多东西，除了做饭方法，家里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他也知道了用途。知道他是个纯小白，严彻甚至还十分不吝啬地指导了一下关于交配的细节，什么做那是前后必须洗澡，什么青青最喜欢哪些姿势，他的体力坚持多久必须得吃受精，等等等等。第51章，除非你们带上我。叶兰学得极其认真，一点不好意思都没有，反而把香青书说得脸红不已。这种事哪里是能拿到饭桌上来说的，但他装得很沉稳，脸上硬是没露出半点端倪。好不容易吃完饭，洗完澡，香青书是半点和叶兰腻歪的想法都没了，闷头就往严彻卧室冲，谁喊都不理。等三人收拾完各自休息，叶兰也在客厅盘好准备睡觉。严彻回来一看，好家伙，香青书正用兽皮蒙着脑袋，一直没出来呢。严彻刚开始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后来一想就知道他这是脸皮薄，不好意思了。他觉得好笑，我们和叶兰相处融洽，青青这是不高兴吗？香青书立马掀开兽皮，没好气的扑过去，在严彻嘴上咬了一口。严彻嘶一声，嘴里喊痛，脸上的笑容却更加灿烂。我们青青也学会咬人了，不错不错，我喜欢，在这里再咬一口。他手掌摸了摸自己的胸肌，得到香青书一个白眼。阿彻，是不是桑桑教你的？没事，不要跟他学，他坏得很。这话一出，兽洞另一边的牙桑赶紧大声反对：青青你胡说，我哪里坏了？我做什么了你就说我坏，你冤枉我。香青书，他记性是真的差，怎么又忘了兽人听力灵敏？没事桑桑，我和阿彻说着玩呢，不是真的在说你。牙桑，你看我信不信你的鬼话？你明明说了我坏得很，但他识趣的没再开口，只哼哼两声，心里却道：且等着吧，等生产完方便了，他会让青青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坏的。香青书还不知道牙桑又盘算着新的玩法了。这时候他已经被严彻扑过来抱住，开始了一些事前的感情培养。或许是小别胜新婚，也或许是知道香青书不会有事，又有受精兜底，严彻没有特别收敛，却也没有彻底放纵。总之如水如火，温柔又热情，两人都沉醉在这份热烈的美好里。事后严彻给他喂下一颗3级受精，是他这次出去找叶兰时得到的，他还没来得及交给青青，干脆直接给他吃掉。第二天香青书又起得很晚，明明吃了受精，昨晚相当于没费什么体力，但这次起来香青书感觉自己比以往都饿，他觉得自己能吃得下一头牛。事实也确实如此，这天早上他一个人就解决了1整只烤羊，还吃了很多野菜，把他自己都惊到了。3个雄性却不以为然。严彻道：怀孕后雌性的胃口确实会突然增大，这都是正常的，生产后就好了。香青书却有些惊疑不定，胃口会变大，也不会变得这么大吧？这都差了多少倍了？他真的不会被撑死吗？好吧，他确实没有撑得吃不下的感觉，应该是崽们饿了。香青书安慰自己放松心态，刚接受自己变成大胃王的事实，就听严彻又道：青青，早上我们3个商量了一下，今天白天我们会抓紧时间把兽洞挖出来，等晚上你和叶兰结了之后，我们就要着手准备4级受精的事了。4级受精？香青书一听这个就急了，我不是说了我不需要受精补充养分吗？你们都还没到4级，不需要冒这个险。密林里那么多野兽，不是他们想遇到哪头就能遇到哪头，就算有叶兰在，也不是100%安全啊。他第一次遇到叶兰时，他不就是重伤濒死的状态？见他急了，牙桑赶紧过来安抚：青青你别急，4级受精不是用来给崽们补充养分的，是在你生产时用的。以前没有叶兰就不说，我和严彻不能同时离开你身边，有想法也没办法，但现在有叶兰了，2个人一起合作捕猎，胜算怎么都要大些。严彻也道：牙桑说的对，
我们是一定要给你准备至少1颗4级兽精的，但你放心，我们不会深入密林特意去找4级野兽，我们就在外围，就是不确定能不能在外围遇到落单的4级野兽，我们才要从现在开始准备，争取在你生产之前准备好。青青，我们已经有你了，还有了仔仔，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你相信我们。见他们俩都在保证，叶兰也想说点什么安慰他，但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只能拉住香青叔的手，柔声保证：青青，我们不会有事，会早点回来的。听了解释，香青叔还是冷静不下来。严彻说的好听，其实只是想象了一个最美好的结果，就算是外围，那也是密林，外围可能不好遇到落单的4级野兽，但成群的3级野兽也有很多。如果一直没遇到4级野兽，他不信他们不会冒险进入密林深处去找。我不让你们去，除非你们带上我。知道他们不会同意，他赶紧在他们开口之前解释：你们知道我不会受伤，而且既然需要4级兽精，那我们干脆直接进入密林深处，用灵泉水试试。我是这样想的，我们可以用灵泉水当诱饵，只用少少的一点点，这个味道一定可以吸引来很多野兽，在密林深处也一定会有4级野兽，说不定还能遇到等级更高的。到时候不用我们自己出手，我们就守在安全的位置，让那些野兽去争去抢，等他们出现伤亡，我们再坐收渔翁之利。虽然也是个理想状态下的想法，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意外，但既然仔仔不可能出事，他也不会受伤，只是带着他逃跑的话，问题应该不大。说完，想起昨天才和叶兰说好结旅的时候，再告诉他所有事，没想到今天他自己就先打破了承诺。香青叔就有些哭笑不得，在保守秘密这件事上，他总是在拖后腿，他的每一个伴侣都是在结旅之前知道的。但香青叔并没有过多纠结，既然已经说出来了，他干脆仔仔细细地和叶兰解释了一遍。然后3个雄性都没有说话，似乎在思考他话里的可行性，只有叶兰拉着香青叔的手紧了紧，眸中的神色多了些郑重。他垂着眸子，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直到半晌后，严彻提出香青叔可以直接把灵泉水交给他们，由他们去密林深处做这件事。牙桑也认为香青叔不应该冒险。第52章，青青，这下你再也不能反悔了。只有终于想明白的叶兰不赞同，只要青青想去，那就去，反正不会有事，他的速度比他们都快，他会带着他，不会弄丢他的。严彻和牙桑起先还很诧异叶兰的想法，但看到香青叔的眼神，想到他想跟着去，完全是不想他们出事，他也是为了他们，两人心里瞬间就柔软了几分。犹豫一阵，他们还是做了决定，那就去吧。正好青青有空间，如果到时候有收获，正好让青青把野兽尸体也收进空间，如果没有收获，就当是带青青出去玩的。左右他们3个人呢，又不用深入野兽中心去战斗，护着青青一个人逃跑应该没什么问题。见此，香青叔便彻底松了口气，这样就很好，哪怕这一趟得不到高级兽精，起码避免了他们偷摸跑进密林深处冒险的风险，而且正好去做这个实验，如果可行，以后他们家得到高级兽精的机会就会多很多，严彻他们升级也能更加容易。既然决定好了，严彻几人就没有再耽误时间，还是由牙桑跟着香青叔去齐宇家玩，严彻则和叶兰留在家里改建兽洞。香青叔中午回来吃饭时，在杂乱的兽洞里转了一圈，发现他们把兽洞改成了2层。兽洞右边本来牙桑的卧室，他们空出来当杂物间用，还把之前囤在客厅的干柴等杂物搬了进去。他们往右边新挖了一间卧室给牙桑，而在杂物间和牙桑卧室之间有一道3米宽的楼梯通往2楼。2楼和1楼的格局一样，只是没有客厅，全都是一样大小的卧室，一共有6间，都开了些小窗户。1楼严彻这边也差不多，严彻的卧室没动，只是往左挖了间卧室给叶兰，在他们俩卧室之间同样有一个3米宽的楼梯，一直通向2楼。从外面看，1楼窗户和2楼窗户之间的距离超级远，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兽洞的大小规格都是按照兽人们兽形的大小来挖的，这样就显得不能变化兽形的香青叔更加娇小，或者说他是住进了一套超级大的2层大别墅，显得他像个洋娃娃。他感叹着，却没打扰严彻他们做最后的收尾工作。吃完饭后，还是回了齐宇那边去找小崽子们玩。等他们把家里重新收拾好，编了草窝，还挖了新柜子，香青叔这才回家，准备晚上结旅的事。说是准备，其实他啥也不用干，所有事都已经被安排好，就连结旅用的受精叶兰都已经准备好，花了不到半个下午的时间。叶兰真的实力超强，今天这顿晚饭也是他和牙桑一起做的。吃饭时，严彻和牙桑根本没插手，全由叶兰这个新晋兽夫照顾，洗澡水也由他负责。等香青叔洗完澡出来，他又忙前忙后的收拾，收拾完才去了外面洗澡。他带着一身水气回来时，香青叔已经躺在他的草窝里等他。黑夜中看着躺在窝里的那个人，叶兰几乎是同手同脚的走过去躺下，只是躺下后他就不动了，板板正正的跟个人偶似的。这样的气氛让香青叔感觉有点奇怪。现在饭也吃了，澡也洗了，严彻他们想到这是他们的第一晚，也都出去了，怎么现在他们不像是要结旅，反而像是要吃席？他转头瞅了叶兰一眼，见他睁着眼睛，胸腔缓缓起伏着，看着好像没事人一样，但他紧紧绞在一起的手指却很明显地表达出他的紧张。香青叔便忽然起了些挑逗的心思，
他伸出手指，突然又轻柔地摸了一下叶兰的大腿，只是这一下就让叶兰身子微颤，不可思议道：“青青。”见他假正经的面具这么快就维持不住，香青书高兴极了，扑过去骑在他身上，低头在他胸上咬了一口。邦邦硬的肌肉自然是咬不动的，香青书也没想真咬，但他这不轻不重，类似亲吻的动作成功让叶兰呼吸一紧，本能的异动。他轻声呢喃了一句：“青青。”窗外有月光洒进来，在香青书视角中，身下的叶兰皮肤白皙，不像岩彻和牙桑是那种小麦色的肤色，白皙的她在月光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润泽，像块白玉一般好看。尤其她还是黑色的长发，缕缕发丝落在她身下，肩头黑白交织的场景让她美得惊心动魄，不可方物。香青书毫不意外地看呆了，果然是她第一眼就喜欢上的男人啊，她真的好美。不由自主俯下身，她伸出手一寸寸从她眉骨处轻轻往下划过，眼睛、鼻梁、嘴唇、下巴、喉结，一直到胸口。叶兰终于受不了，抓住他作怪的手后，他拉着他往下，循着他艳红柔软的唇瓣，便主动亲吻过去。他的吻带着些不同于常人的微凉，不会不舒服，反而让香青书体会到一些浅浅的刺激。尤其当叶兰抱住他，翻身将他压在他身下时，这种刺激包裹住他全身，让他整个人都悸动起来。他情不自禁地搂住叶兰的脖子，回应他的亲吻。有他带着，叶兰渐渐寻得章法，温柔又小心翼翼地撬开他的齿关，一点点将他嘴里的甘甜吸走，一点点慢慢地将他与自己融合。良久，叶兰喘着粗气放开他：“青青，我别说话。”香青书只觉得不够，他主动拉下叶兰，又吻了一次。这次他一边亲吻，一边在他的腹肌上点火，两人都被带起阵阵难以言喻的战力，欲望如潮水般涌动。叶兰轻喘一声，终于有些克制不住，他再次喊了一声青青，像他第一次牵住他一样。他伸出手去与他十指紧扣，另一只手则带着几分急切地伸向他的腰，微凉的体感深入的香青书不由轻哼出声。窗外月色如水，清晰又朦胧，屋内两人肆意缠绵，惹得空气中都是情意和渴望，水到渠成又自然而然。情到深处时，叶兰忽然很认真地说了一句：“青青，这下你再也不能反悔了。”回应他的是香青书已经低哑的一声：“第53章，怀了孕的雌性能吃很正常，大约是太过主动。”这一回，即便是吃了3级受精，香青书也困得不行。但他还是撑着困意到处找叶兰的手印，有点像以前拿着手机找手机的傻样。找到最后，手印就在他的右手手腕上，蓝紫色的蛇形手印像是手镯一般嵌在那里，但要比一般手镯粗些，还缠了4圈，看起来更像是很有个性的3D 蛇形装饰品。看着这个霸气又冷酷的手印，又看看此时正抱着他的叶兰，香青书嘿嘿一笑，抬起头又去亲了叶兰一口。“阿叶，我好喜欢你。”毫不掩饰的表白听得叶兰心中滚烫，他将他抱得更紧，轻轻嗯了一声。“对了，我和你说件事。”“就是刚刚我都被你迷晕了头了，都忘了说。下次，阿叶，下次交配时，我想看你真正颜色的眼睛。以后我们私下相处，你都不要遮住他们，好不好？那么漂亮的眼睛，怎么可以挡住呢？要不是刚刚他兴奋上头，忘了这个事，看着那样的眼睛做，肯定会更加美妙。”叶兰一愣，没想到他会突然说这个。不遮挡眸色，他其实很不习惯。这么多年，哪怕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都一直把他们挡着，就是不想突然被谁看见。但既然青青喜欢，哪怕不习惯他也会做到。叶兰便立马将眼睛变回来，凑近了他，想让他看得更加清楚。这样可以吗？他一副讨乖的表情，又配上那样一双夺目的眼睛，看得香青书心里再次悸动起来。只是悸动归悸动，他到底怀着孕呢，要做也不能太过火。而今晚他们已经够放纵的了，香青书便克制着自己，只抱着叶兰重重点头。“可以，就这样。以后我想每天都能看到他们。阿叶，你要每天都陪在我身边。”“每天吗？”叶兰笑起来。“好，每天，我不会离开你的，永远都不会，哪怕是死也不会。”得到保证，香青书就放心了。见天色已晚，他闭上眼睛，任由自己被困意裹挟，很快就躺在叶兰怀里睡了过去。叶兰却始终睡不着，可能是这一晚过得太过美妙，可能是身边睡着的人真实的过了头，他感觉自己好像在做梦，幸福的完全不像话。他摸了摸香青书的脸颊，又摸了摸她的头发，迟疑一下，他又伸手去摸了摸她依旧平坦的小腹，那里有一个小生命，是他伴侣的仔仔。他本来微皱的眉头一松，是真的，都是真实的。从今天起，他有了伴侣，有了家，也有了幸福的资格。第二天，香青书一睁眼就看到叶兰那双熠熠生辉的异色眼睛，他微愣后一喜，又发现叶兰一直守在他身边，甚至他唇边还带着些淡淡的笑意，他也跟着笑了起来。“阿叶，早安。”不懂早安是什么意思，但叶兰学着他的样子也说了一声：“青青，早安。”其实已经不早了，再过一会儿直接就能吃午饭。叶兰却没提，只低下头亲了亲他，任由他抱着自己缠绵一会儿，这才将他从草窝里抱出来，带他去洗漱。外面锅里，叶兰早就给香青书准备了一顿丰富的午饭。等他洗漱完出来，严彻和牙桑已经把午饭端上桌，一家人一起坐下来，温温馨馨的吃东西。平常的好像这是做了千百遍，半点没因叶兰刚加入
就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严彻和牙桑也难得的没呛嘴，叶兰心里就更加踏实了些。饭后，牙桑去了一趟首领那儿，将向青书和叶兰结旅的事说了。等他回来，一家人就开始商量去密林的事。因为不知道会不会发生意外，去密林后时间也不好把控，为了不让香青书饿肚子，也为了方便行事，不把时间浪费在捕猎做饭上，几人一致决定等几天再去。这几天他们会多多的准备食物，全都煮好烤好放在空间里，这样无论发生什么，哪怕几人出了意外被迫分开，他们的青青也不会饿肚子了。于是之后好几天，他们家的兽洞里不断有香味传出。为了不被人怀疑，他们对外称是香青书的胃口开始变大了，随时都想吃东西，锅里便一直煮着食物，一直有肉香味。但胃口再大，作为人类的香青书也不可能是个无底洞，因此猎物的数量上还需要掩饰。叶兰便悄悄和牙桑或者严彻一起出门去狩猎，有了猎物，严彻或牙桑从正门把猎物带一部分回来，叶兰则带着剩下的绕过守卫，偷偷走小路回来。没人知道他们家到底有多少猎物，只从牙桑或严彻带回来的猎物知道，香青书确实变得能吃不少，但怀了孕的雌性能吃很正常。就这样一直过了4天，除了那天严彻离家归来和叶兰结旅，这几天3个兽夫都没有主动打扰香青书，只轮流陪睡，香青书便休息得极好。因此第5天一大早，香青书几人便以叶兰需要回以前的蛇洞拿东西为理由，正大光明的从部落离开。之前他们怀疑林然可能是冲着香青书来的，这次出来他们还特地在四周看了看，没发现什么陌生兽人的气息，找了几圈没异常，他们也就不管了，直奔着密林方向去。一进入密林范围，天色瞬间阴暗许多，方向感也差了许多，周围全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树，看起来连距离都差不多。好在不用香青书辨别方向，几人便没有停留，一路直冲入密林深处，一直到过了正午，一直到他们周围的环境渐渐变得更加幽深黑暗，连温度都降了，他们这才找了个地方停下，变回人形，带着香青书上树，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下。有牙桑和叶兰陪着香青书，严彻自觉去了周围巡视，等他回来，香青书刚好吃饱，见他嘴角有些油渍，他正想帮他擦擦，结果半路和牙桑的手撞在一起。倒是便宜了坐得最近的叶兰，在他们俩眼神打架时，他已经拿兽皮帮香青书擦干净嘴巴，并得到香青书一个甜甜的吻。严彻、牙桑，好家伙，一时没注意被第3人截了胡，这家伙平时闷不吭声的，想不到动作这么快。第54章，一只4级野兽都没有，严彻心里哼一声，嘴里却道：青青，我看过了，附近就有很多野兽的脚印和粪便，我们不必找其他地方，可以直接在这里试试。香青书倒是没想到他们运气这么好，一停就停在一个有许多活动轨迹的地方，但活动轨迹多，说明危险也大。香青书便赶紧让叶兰带他下树，得趁着这时候没遇上危险，赶紧把陷阱准备好。但叶兰没动，而是牙桑先下去。下树后，他在树下的位置挖了个小坑，又用一块兽皮铺好，这才抬头：青青，下来吧。叶兰这才带着香青书下去，站稳后，香青书用灵泉水填满了那个小坑。其实用的灵泉水不多，也没有洒出来，但他怕手里有灵泉的味道会像上次一样吸引野兽，便从空间里拿出准备好的清水洗干净手，这才由严彻抱着，以最快的速度撤离这个地方。他们往密林外围的方向跑了一段路，最后在一个稍远又能看到灵泉坑的地方停下。才刚停下，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一声十分兴奋的兽吼。严彻几人一愣，都没想到这么快，他们还以为要等很久。当下也不迟疑，叶兰赶紧抱着香青书上树，严彻和牙桑跟上，3人全都守在香青书身边，将它紧紧围在中间。刚藏好，灵泉坑那边就有了动静。或许是这次灵泉水更多，野兽们完全没有上次那些野兽刚开始时的淡定，一闻到味道，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往这个方向冲，直接失了理智。一个个或高大或娇小的野兽从草丛里冒出来，刚开始只有几只，后来慢慢的，四面八方的草丛里都出现了野兽的身影。野兽们横冲直撞，为了喝到灵泉水，他们毫不犹豫地对着前面的野兽下手，也不管自己打不打得过。这时候更是连等级压制都顾不上，反正打就对了。尤其是最前面的那几只，那个坑本来就小，几只野兽一起凑过去，当然喝不到。结果就是他们暴跳如雷，全都对彼此下了死手，已经出现了伤亡。有血腥刺激，后面的野兽也疯了，现场开始乱糟糟起来，打起架来的野兽群颇有些毁天灭地的架势。幸好香青书他们先一步走了，不然他们所在的树都得被撞断。就是这个场面慢慢的越来越惹人不适，好多野兽肚子都被抓破，哪怕隔得远，看着那些红红白白的东西，香青书也好像闻到了一些令人恶心的味道。他没忍住呕了一声，立马引得3个雄性看过来。严彻，青青没事吧？牙桑，怎么了？是不是被吓到了？那我们不看了，我抱着你。牙桑这话说出口时，叶兰已经将香青书抱进怀里，并捂住了他的眼睛。牙桑，真想打他一顿。不，打不过，还是别想了。香青书其实不害怕，但作为现代人，他能接受杀猪时产生的血腥，却不能接受一堆猪被杀时产生的血腥，那种刺激的画面，真的不是一个普通人适应得了的。但他很坚强地摇了摇头，示意他们别担心，他只是怀孕后的正常生理反应。
严彻三人肯定是不信的，他们知道他一定是被吓到了，但箭在弦上，这时候也容不得他们退缩，更不敢发出动静。三人便都没有多说，只能让香青叔先喝几口灵泉水缓缓。一直等到那边的动静渐渐平息，严彻瞧着差不多，这才和牙桑下树过去查看。灵泉坑早就被那些野兽折腾得不见了踪影，这附近躺了一片的野兽尸体，完整的、破损的，看着颇为壮观。当然也有还没断气的，一旦遇上，严彻和牙桑就赶紧出手解决。等确认这一片没有活的野兽，也没有新的野兽往这边来，严彻就赶紧通知叶兰把香青叔带过来。香青叔是蒙着眼睛被抱来的，过来后叶兰不肯放开捂着他眼睛的手，他也没坚持一定要看，凭着感觉把猎物收进了空间里。好在空间很好用，哪怕没看到实物，只要这附近有尸体，都能凭着他的心意自由收取。等他收完，叶兰再次抱着他，三人以最快的速度远离这片案发现场。路上，香青叔到底还是忍着恶心看了一眼空间。野兽的等级可以通过眼睛的颜色分辨，但他挨个看过去，50多只野兽，除了30多只的1级、2级野兽，其他的都是3级。这里面居然连一只4级野兽都没有。香青叔觉得诧异，难道是他们还不够深入？他把这事告诉严彻他们，严彻和牙桑倒一点都不惊讶，因为过来查看情况时，他们就已经看到了。等到了一个新的安全地方，几人商量后决定趁着天色还早，再往密林里走走。除了位置问题，这次灵泉水也可以多放些，诱饵更多，对于自制力更好的4级野兽来说，能增加引诱成功的几率。商量好，几人都没有犹豫，立即出发往里。只是这一次找到合适的位置设好陷阱后，严彻他们直接带着香青叔跑了更远的一段距离，一直到看不见灵泉坑，也大概听不到那边的动静，一伙人这才停下，由严彻和牙桑陪着香青叔留在这边的树上，叶兰则返回去稍微近一点的地方，方便查看那边的动静，这样万一有什么意外，也能提前发出警示，让严彻他们带着香青叔先走。这一次香青叔确实没看到什么令人恶心的画面，声音能听到，但隔得远，听起来就没有那么吓人。时间久了，香青叔甚至待得有些无聊，好不容易等来叶兰的消息，毫不意外，没有危险，是叫他们过去收取战利品的。香青叔便和刚刚一样，依然闭着眼睛去收，收完严彻三人就赶紧带着他离开。这次他们直接出了密林，没在密林里逗留。等他们出了密林的范围，天色早已经黑透，但他们没停下，又一路疾行，彻底远离密林后，才找了个安全的树洞停下来休息。这时候部落那边肯定是回不去了，只能在外面过夜。第55章，我是不是可以要点奖励？好在准备充足，不仅是吃的喝的，兽皮调料这些东西他们也全都带上了，连石锅都新准备了一份，甚至热水都有，想用直接拿出来就是。严彻他们便没有出去打猎，一家人十分轻松地坐在树洞里，吃着香青叔从空间里拿出来的烤肉和炖汤。他们本来还担心香青叔会没有胃口，结果香青叔半点没受影响，像个没事人一样吃嘛嘛香。吃完，他还有心情去查看第2次的战利品。这一回战利品十分丰富，也成功诱捕到了4级野兽，只是总数没有第一次多，总共加起来不过30几只猎物，1级、2级的有10来只，3级的接近20只，4级的有5只。香青叔就十分高兴，我们有5颗4级兽精了，你们看，我就说我的办法可行吧。那些野兽思考能力不行，很容易被灵泉水迷得上头，为了抢灵泉水，他们自己就会解决对手，根本不用我们出力。他骄傲的像只开屏的孔雀，看得严彻三人满脸笑意止也止不住。牙桑很是狗腿的奉承着，是，我们家青青最厉害了，有青青在，以后我们都不缺受精，能做青青的伴侣，真是这世上最值得骄傲的事。听着这话，香青叔心里更加美滋滋。那可不，我可是跨越了2个世界的距离才来到这里，就算你们这儿还有人族，也是和我不一样的人族，我是这个世界的独一份，你们可得好好珍惜。这家伙得意的就差摇尾巴了，偏偏3个雄性都吃他这一套，或者说只要是他什么样子，说什么话他们都喜欢，因此他这难得骄傲的一面展露出来，3个雄性都只觉得他可爱。尤其是牙桑，听他这么说，牙桑眼睛都亮了，青青果然懂他，当初他选择青青，不就是因为青青的独特吗？他当即就跳起来，趁机搂着香青叔往铺好的兽皮那边走去。青青，我早就说过你是独特的，你看我眼光多好，一眼就喜欢上了你，这点就证明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比他们优秀。那青青你看，我是不是可以要点奖励？这家伙从来都是个脸皮厚的，想要青青就直说，非得把严彻和叶兰牵扯进来，这俩是好得罪的人。果然，牙桑话音刚落，一条黑色的蛇尾已经精准无比地朝着他袭来，他一个闪身躲开，却直直撞在严彻伸出来的大腿上，直接被他绊得从树洞上摔了下去。哎呦！牙桑叫得无比凄惨，引得香青叔心头一跳，赶紧去查看。可他才迈开一步，叶兰已经一脸委屈地从他身后抱住他。青青，我们才交配过一次，只他这一句话，就让香青叔瞬间忘了牙桑的处境。叶兰平时本来就不多话，很多时候哪里不舒服了也不会主动说出来，不会给大家找不痛快。这时候他明确表达不满，香青叔又怎么可能视而不见？至于牙桑，反正只有5米而已，
又不会受伤，这家伙惯会装模作样，管他的。他转头就捧住叶兰的俊脸，在他唇上亲了一口，回头见严彻也可怜兮兮地望着他，他赶紧对他招招手，严彻便兴高采烈地过来了，也不管他和叶兰现在是个什么姿势，他低头就亲了香青书一口，还很是缱绻地多磨蹭了一会儿，但也仅限亲亲。现在洗澡不方便，今天又累了一天，两人都不忍心折腾他，便耐心地哄着他去休息，甜言蜜语的话说了一箩筐，直接让他忘了树下还有一个等待安慰的牙桑。等牙桑满脸怨气地爬上来，香青书已经在兽皮上躺了好一阵，他左边是严彻，右边是叶兰，两人已经把最佳位置霸占，完全没给牙桑机会。牙桑气的呀，偏偏严彻还给了他一个挑衅的眼神，他差点原地去世。好在香青书主动招呼他过去，他便瞬间高兴，赶紧屁颠屁颠地过去了。等得到香青书一个长长久久的吻，牙桑早就忘了刚才的事，甚至主动变成兽形趴到树洞口，开始笑眯眯地守起夜来。香青书趴在叶兰的胸口上，看看牙桑，又伸出手握住严彻搂着他腰的手，只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太过美好。我们在这里多待几天吧，我想多囤点4级兽精给你们升级。只有他的伴侣们实力越强，他的美好生活才能一直存在，他不要失去他们，更加不想过得不好。3个雄性沉默一会儿，这回是严彻最先开口，好，我们会好好升级的，青青，我们也会好好保护你。牙桑也道，青青，我也是，我发誓，我一定不会拖叶兰和严彻的后腿，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叶兰却只道，只要你高兴，我们待多久都可以。闻言，香青书转头看向叶兰，见他表情虽然冷冷淡淡的，那双眼睛却充满宠溺和纵容。他笑笑，忽然扑过去，在他眼睛上亲了一口，亲完就闭上眼睛躺下来，假装自己要睡了，却一直没忍住笑意，弄得严彻和叶兰都有些无奈。严彻趁机把他抱过来，快睡，不然明天起不来了。香青书也没躲，只2声，表示自己在睡了。严彻就轻拍着他的背，像在哄孩子似的。没一会儿，倒真把香青书哄睡过去。看着他安静的睡颜，严彻满面柔光，觉得自己的一颗心软得一塌糊涂。第二天，一切收拾妥当后，4人又回了密林深处。和昨天一样，他们利用灵泉水勾引那些野兽自相残杀，很快就又收获了一批野兽，其中不仅有4级的，还运气很好，捡漏了一只被群殴过的半残5级野兽。花了叶兰3人很大一番功夫，但因着处事小心，该出手时出手，该离开时离开，还经常换地方，他们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也没有遇到什么人。只在第4天最后一次收完野兽离开时，碰到了2只特别理智的5级野兽。这2只野兽是在野兽们打斗结束后过来的，他们一直埋伏在周围，没有被残留的灵泉水味道吸引，也没有被现场浓重的血腥味吸引，只在他们准备离开时，出其不意地冒出来，直接就把护在最前面的叶兰和严彻抓出了很深一道口子。第56章，阿叶可能有危险，好在他们3人反应都快。牙桑在严彻2人和野兽对上时，就转身带着香青书跑了，严彻和叶兰也第一时间避开他们的攻击。虽然第一下没避开，但他们没有和那2只野兽纠缠，又有所准备，便都有惊无险的，没有再受伤，顺利的逃开了。只不过那2只野兽实力太强，哪怕他们用尽了全力，叶兰也顺手制造了一些阻碍，他们还是跟得很紧，随时都可能扑上来，将在最后面的叶兰扑倒。香青书本来想说不用护着他，利用他的特质摆脱那2只5级野兽都可以，但想也知道他们不会同意用他来抵挡危险，毕竟心里知道和现实做到是2回事，他便没有多说，直接用2个木桶装了些掺了水的灵泉，又往水里加了些剧毒毒粉，然后隔空将那2桶水放在了地上。他本来想直接用灵泉水的，但他怕这2只野兽喝完灵泉水后还会闻着味道继续来追他们，便想着下毒试试。灵泉水虽然有解毒的作用，但掺了水的灵泉效果不会那么好，问题应该不大，只要能给他们争取更多逃离的时间就行。灵泉水一被放出来，那2只野兽立马就停下了追逐的脚步。可能是掺了水，灵泉的诱惑不太足，但也比之前残留的味道吸引兽。其中一只本来想继续追他们，但见另一只已经奔着灵泉水去了，他犹豫1秒钟，还是没经受住诱惑，转身跑了回去。见此，香青书一喜，赶紧道，灵泉水里我放了毒，趁现在咱们赶紧走。严彻几人闻言速度分毫不减，连头都没回，争分夺秒的都想尽快远离，免得他们再次追过来。只有叶兰听他说水里有毒，他的速度突然就慢了下来。没一会儿他停下，见前面的牙桑背着香青书越跑越远，他居然快速折返，往5级野兽那边跑去。他本来就在后面断后，前面全速奔跑的3人根本没发现他的动静，直到确定安全，几人暂时停下休息，回头一看，这才发现这里只剩下他们3人。香青书一下慌了神，阿叶呢？他怎么不见了？严彻皱起眉头，刚刚没听到后面有打斗的声音，应该不是被那2只5级野兽追上了，会不会是自己跑回去了？自己跑回去？想到什么，香青书脸色一变，他不会是听我说灵泉水有毒，想跑回去趁那2只5级野兽毒发捡漏吧？这可糟了，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些毒能不能起作用，就算毒药有用，那也是5级野兽啊，他们的身体素质比4级野兽强了不止一点，什么时候会毒发可真说不定。阿彻，
我们得赶紧回去，阿叶可能有危险。这时候哪里需要他多说？他话还没说完，严彻已经和牙桑开始往回跑，一路狂奔，还没回到目的地，他们就已经听到了那边传过来的打斗声。等跑到之前放灵泉水的地方，打斗已经停了，他们只看到这附近被霍霍了个乱七八糟，而叶兰，他站在那2具5级野兽的尸体前面，浑身都是血。阿叶，香青书被他那满身的鲜红色吓得心肝剧颤，赶紧从牙桑背上下来，跑到他面前时，一眼就看到他身上那密密麻麻的伤口，可能是流了很多血，他的脸色苍白的可怕，连嘴唇都白了。香青书想去拉他，叶兰却往后一退，先将自己刚掏出来的2颗5级兽精递给他，还朝着他微笑：青青你看，我们又多了2颗5级兽精。这时候了，还管什么兽精？香青书又气又急，真的很想打他一顿，可他的伤口已经泛黑，很明显是野兽带毒的血液沾到了他的伤口。他来不及多说什么，赶紧拿了一大把解药出来，快吃，全部都吃掉。说着话，他直接把解药往他嘴里塞，叶兰被塞得一脸懵，好在他没有多问，十分顺从的就把那些植物全都吃了下去。等他吃完，香青书又赶紧从空间里拿了一个装清水的大木桶，一手拿过那2颗5级兽精洗干净后丢入空间，另一手直接把叶兰拉过来，开始帮他清洗。那些野兽的血都是带毒的，又沾了你的伤口，你也中毒了。听到这话，三人这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焦急。严彻和牙桑想来帮忙，但见香青书和叶兰已经在洗了，他们彼此对视一眼，又看了看倒在地上流黑血的2只5级野兽，立马就动作迅速的开始挖坑。既然有毒，这2只野兽肯定不能吃了，最好也不要让其他野兽吃，不然可能会让森林里的动物伤亡惨重。他们俩是变作兽形挖的坑，因此速度相当快，香青书才把叶兰身上的血迹洗干净，他们那边深坑已经挖好。等向青书强喂了叶兰一大杯灵泉水，那2头野兽还有现场的黑血都已经被严彻和牙桑掩埋。他们在深坑上踩了又踩，确认不会被其他野兽闻到味道刨出来，就松了口气，赶紧带着香青书先离开这个地方。等出了密林，到了安全的位置，三人全都停下来看向叶兰。严彻严肃道：叶兰，你太冒险了，我们已经白捡了1颗5级兽精，这一次你完全不用跑回去。那到底是5级野兽还是2只？除非马上被毒死，否则他们全力反抗起来，我们根本承受不住。你回去之前有没有想过，他们可能不会那么快毒发？有没有想过，即便中毒，他们也有可能在死亡之前把你弄死？还有那些毒血，要是没有青青，他顿了顿，见香青书表情不对，到底没在指责，知道青青被你吓到了。香青书确实被他吓到了，但再多的惊吓，经过这一路的奔跑也已经平复，只是担忧的情绪还在。他看着闷不吭声的叶兰，不知为什么忽然觉得十分委屈。阿叶，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一听这话，一直沉默的叶兰哪里还沉默得住？他忙上前一步，抓着香青书的手急道：怎么会？我怎么会不喜欢你？不会的。可既然你喜欢，为什么做事之前不先为我考虑考虑？你这么莽撞的跑回去，万一出了事，你要我怎么办？第57章，我不会再这么莽撞了。叶兰本来并不觉得自己趁机偷袭的行为有什么问题，以前他也这样，遇到打不过的野兽时，但凡有机会偷袭，他都宁可冒着死亡的风险，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这次也是一样，明知道那2只5级野兽会中毒，他当然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从自己眼前溜走。事实也证明他的想法没错，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但好在问题不大。那2只野兽及时毒发，他拿到了那2颗兽精。只是当时他确实没有想过，万一出事，青青要怎么办？他忘了，现在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以前他死就死了，没人关心，也没人在意。可是现在，青青会在意他，严彻和牙桑也会在意他。他已经不再是流浪兽了。叶兰瞬间有些自责，他是真的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多么让人惊吓。万一那2只野兽再晚点毒发，他现在都不可能站在这里。青青，对不起，我只是习惯了。后面这句话他还没说出口，香青书已经扑过来抱住了他，只是他身上哪儿都是伤口，香青书不敢用力，只松松搂着他，靠在他的胸口。听着从他胸腔里传出来的有力心跳声，香青书长长的吐出一口气，尽量平稳道：没事，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不用说对不起，也不必再提，我们是一家人。只是阿叶你要记住，无论是你们3个之中的谁，我都不是想图你们什么。我不需要你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我找4级5级兽精，不需要你们为我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我只想你们好好陪在我身边。我想和你们一直在一起，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好不好？这话说的让在场的3个兽人心中都是一暖。叶兰只觉得自己心中酸酸的，好像被云朵包裹住一样，又酸又软。他嗯了一声，认真保证道：以后我不会再这么莽撞了，如果有什么事必须要去做，我会记得和大家商量，这才对嘛。一家人住在一起，本来就是要有商有量的。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见叶兰这么容易就被说通，牙桑激动的直拍手，气氛总算是缓和过来了。刚刚严彻说话时，他都不敢开口，还以为他们俩会因此打起来，没想到这么平和。好在大家都没什么事，还顺利的得到2颗5级兽精，
真的是太幸运了。见大家都闻声过来看向他，牙桑顺势问道：青青，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明天还去密林吗？香青叔赶紧摇头，不去了。阿叶受这么重的伤，阿彻也受了伤，肯定不能再去。而且这几天我们已经得到很多受精，几天下来受精已经一大堆。1级受精有90多颗，2级受精80多颗，3级受精最多已经有180多颗，4级受精也有37颗，5级3颗已经够多了。今天晚上我们先找个树洞好好休息一下，等明天找条下游没有部落的河流，我们一边养伤，一边把空间里的猎物清理出来。现在肯定是不好回部落的，阿叶身上的伤不好解释。以叶兰的实力，在密林外还真没有多少野兽能把他伤成这样，就算真遇上了，只要逃得快，也不会伤得这么重。他们要是就这样回去，部落里肯定会有猜测，猜到他们去了密林也不是什么难事。进密林这事虽然并不奇怪，但带着雌性进密林不仅奇怪，在正常人眼里还是鲁莽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们没必要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对此，严彻和牙桑自然没有意见。见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牙桑自告奋勇去找树洞，让2个伤员在这里陪香青叔等着。叶兰和严彻都没有和他争，两人趁机坐下来休息。香青叔则趁着这个时候从空间里拿出来一些能消炎止血的新鲜药液，又拿出来一个新做的石碾，把药液碾碎，压出药汁，用药汁给他们涂抹伤口。但在涂抹之前，他再次给2人各喝了一杯灵泉水。等涂抹了药汁，觉得不放心，又让他们多喝了几杯。严彻要好些，总共就挨了1爪子，虽然深些，但他跟个没事人一样，脸色都没变。叶兰这时候虽然好了很多，但流了那么多血，伤口还又多又深，他的脸色不是喝几杯灵泉水就能立马补充回来的。于是等牙桑回来，带着他们去了树洞。香青叔直接从空间里把剩下的熟食都拿出来，让他们赶紧吃点。当然，他也没有忘了牙桑的灵泉水。自从他的秘密公开后，他每天都会给自己和严彻3人喝灵泉水，就算升不了级，改善一下体质也对他们很有好处。但除了灵泉水，牙桑并没有动那些热气腾腾的食物，严彻和叶兰也没动。他们一致认为那些不多的熟食应该留给香青叔自己。香青叔拗不过他们，又不想他们这时候还出去打猎，便在树下放了一些空间里的猎物，让他们自己去进食，还强制他们1人吃了2颗4级受精。吃饱喝足后，香青叔本来还想和他们商量一下受精的分配问题，但见叶兰已经变成兽形盘，在树洞另一边昏昏欲睡，连睁眼说话的精力都没有，香青叔就没打扰他。等牙桑铺好兽皮，他也搂着牙桑和严彻很快沉沉睡去，一夜无事。第2天一大早，牙桑去外面跑了几圈，找到一个没人出没的小山谷。山谷里有条小溪，虽和河流相比不深也不宽，但用来清理猎物完全没问题。且那边距离各部落都较远，还有大山和树木遮挡，他们就算把所有猎物都拿出来清理，也不怕被人发现。几人便收拾收拾，赶去了那个山谷。山谷不大，阳光却意外的充足。他们从山脚下穿越进去时，一眼就看到山谷中到处都盛开着各色的鲜花。那些花盛开在稀疏却高耸的大树下，点缀在绿色地毯一般的野草间，花红柳绿，姹紫嫣红。香青叔看得欢喜不已，这还是他第一次在兽市看到这么多好看的鲜花。狐族附近可能是经常有人走动，也有花，但这样一大片一大片的花海还真没有见过。第58章，他喜欢这样的家庭氛围。香青叔坐在严彻背上，从花海之中穿过，只是闻着那些淡淡的花香，就觉得心情美妙。阿嚏阿嚏阿嚏，只是还没美妙多久，3个雄性就相继打了个大大的喷嚏。很显然，香青叔喜欢的这些淡淡花香对于兽人来说太过浓重了，这种味道突出的环境他们很不适应。香青叔就叹了口气，除了必要情况，兽人们确实不喜欢自己身上有别的气味，他们的嗅觉又十分灵敏。好吧，看来刚刚冒出来的在家里种植一个小花园的梦想要破碎了。怎么了青青？怎么突然叹气？牙桑本来在前面带路，回头刚好看到香青叔面色惆怅地盯着那些花，他看不懂，但不耽误他安慰他，放心吧青青，我已经看过了，这个山谷里没有什么大型野兽，不危险的，花里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会保护好你。看着他信心满满的眼神，一副求夸奖的样子，香青叔笑起来，立马就把那些花抛在了脑后。知道了，桑桑最好了，花不花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老公。见他笑了，牙桑还以为是自己把他哄好了，他顿时喜笑颜开，兴奋的一个劲儿的往前跑，很快就把几人带到小溪旁。青青，我们在这附近挖个树洞暂时住着吧，到时候我和严彻清理猎物，让叶兰陪着你，顺便养伤，你看行吗？香青叔左右看了看，周围的树木又粗又高，他点点头，行，就这棵吧。这棵树离小溪近，但树洞别挖太高了，低一点，我没事可以一边休息一边和你们说说话。他指的是一棵离小溪最近的大树，就在小溪旁边几步路的位置。严彻3人当然不会反对，反正青青喜欢哪棵就选哪棵，他们立马开始动手挖树洞。昨晚喝了那么多灵泉水，还吃了2颗4级受精，严彻和叶兰身上的伤已经恢复了很多，尤其是叶兰，现在他已经看不出昨天那苍白虚弱的样子，行动完全不受影响。3个人就很快在距离地面3米的位置挖了一个大树洞出来。
挖好后，香青叔把兽皮拿出来让他们铺窝，他则继续拿了一些之前准备好的杯子、小桌子等东西放在树洞中间，简单布置一番。见时间还早，严彻他们不打算耽误，想让香青叔把猎物拿出来给他们清理，却被香青叔给按下了。他把这段时间所得的所有兽精都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既然不再进密林，我们先来商量一下兽精的分配问题吧。提到这个，严彻三人赶紧坐下。其实没什么好分配的，5级兽精难得，这3颗肯定得留着青青以后生产用。1级、2级兽精对3级的他们升级作用不大，可以留着给以后出生的崽崽用。3级兽精肯定也留给青青，他现在到底怀着崽崽，就算不需要兽精补充养分，每天吃1颗也对他和崽崽有好处。正好虎族幼崽的孕期是3个月左右，这些3级兽精完全够用，生产后也可以每天吃1颗，全当补充营养了。4级兽精里能量更足，不适合给青青每天吃，但可以留几颗以备不时之需，万一以后发生什么事能用得上呢。4级兽精还剩下31颗，就算留5颗也还有26颗，这26颗就可以用来给他们升级了。严彻提议，剩下的这些4级兽精可以先给叶兰升到4级，3级和4级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如果他能升到4级，不仅对青青的安全更有保障，就算哪天发生什么事，青青不方便拿灵泉水出来，我们也能靠自己捕猎到更多的4级野兽。牙桑在一边直点头，严彻说的没错，反正叶兰本来就快要突破4级了，应该不需要多少兽精，剩下的这些一定够用，说不定还有剩下的。严彻，只是升级这事本来就不是只靠兽精，吃下兽精后还需要在实战中吸收兽精的力量才能成功升级，不然身体会很难受。叶兰可以回部落再吃兽精，到时候让他每天都出去狩猎，最好能和部落其他兽人多打几架，这样不仅对叶兰更好，在所有人眼皮子底下升级也能少很多非议，就不会有人怀疑我们什么了。香青叔其实和严彻的想法一样，先给叶兰升级是最稳妥的，因为那些4级兽精肯定不够严彻或者牙桑升4级，能先有一个4级兽人在身边，无论哪一方面都能更加有保障。回部落再吃兽精这事考虑的也很周到，如果他们出来一趟就多了个4级兽人，部落里那么多人，总有心思敏感的人会多想，万一因此被谁注意上，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只是阿彻，这样一来你和桑桑就只能等阿叶升级过后再看情况了，万一4级兽精1颗都不剩，或者就剩了几颗，你们会不会不舒服，觉得我偏心阿叶啊？这话他问得小心翼翼的，引得牙桑轻哼了声，想到什么他又眼睛发亮起来，嘴上却很委屈，青青，我确实不舒服，但是没关系的，只要生产后你多补偿补偿我们就行。顿时香青叔刚刚的那些小心翼翼都没了，这家伙怎么脑子里都是这种东西？严彻也十分无语，他推开牙桑，挤到香青叔身边，别管他，青青你也别多想，我们和叶兰已经是一家人了，他好就是你好，你好就是我们好，我们有什么不舒服的？只要是为了青青，他这辈子一直停留在3级都可以。更何况现在空间里的3级兽精已经足够青青食用，他之后打回来的3级兽精就可以留给自己升级。虽然用3级兽精升级是慢了点，但有总比没有好，他总有一天能升到4级。叶兰也在这个时候开口，升到4级后我就不升了，以后的4级兽精都留给他们，我会多打些4级兽精回来。香青叔就很感动，不只是为叶兰，还有严彻和牙桑，他们明明都知道可以用灵泉水这个更加轻松的办法获得高级兽精，但他们的第一想法都是自己打，从不向他提要求。严彻和牙桑不觉得4级兽精都给叶兰是偏心，叶兰也没有，只想着自己，承诺会给他们俩打4级兽精回来升级，这就很好，他喜欢这样的家庭氛围。第59章，能不能收一个鹰族伴侣，那就这样说好了，这次的4级兽精我们先给阿叶，要是有剩下的再给阿彻和桑桑，如果没剩的也没关系，大不了我们再多进几回密林，只是再进去可能就得等她生产之后了，她现在怀孕才10多天，没肚子不影响行动，但她也不能仗着不会出事一直在外奔波，还是要多休息，好好养胎才行。生产后倒是刚好，那时候可以出发去兽王城，路上他们多的是机会。既然现在不用兽精，香青叔就又把兽精全都收了回去。之后没什么事，他把猎物拿了一些出来，几人开始清理猎物。只是之前说的让叶兰陪着香青叔，顺便养伤的事不算数了，因为叶兰现在怎么看都不像需要躺下来静养的样子，叶兰也不愿意一直待着不动，便主动提出去附近狩猎。空间里的猎物可以存着以备冬季之需，那些熟食也可以留着，以防青青突然饿了不能马上吃到食物。3个雄性便说好轮流出去猎食，香青叔自然没意见。等叶兰离开，他就坐在西边的石头上看严彻和牙桑做事。其实清理猎物的画面并不怎么好看，血淋淋的，但除了第一次在密林看见时他有点呕吐的反应，现在再看到跟个没事人一样，也没有其他不好的运气反应。严彻和牙桑便由着他坐在这里，3人偶尔说说话，一时也十分惬意。但惬意到底只是一时的，坐久了香青叔只感到无聊。好在严彻和牙桑看出了他的无聊，偶尔休息时会陪着他在附近走走，采采花，抓抓鸟，还会在小溪里捞鱼给他烤鱼吃。等叶兰带了猎物回来，严彻又出去，3个人就这么交替着狩猎，交替着做事，也交替着陪伴香青叔，带着他东瞧瞧西看看。
也许是不着急赶时间，他们狩猎回来时还会带额外的猎物，因此他们在这个宁静的山谷里一直待了7天，7天后才把所有猎物都清理完成。这7天里，他们不仅清理了猎物，得到一大堆新鲜的肉类和兽皮，还捕了很多鱼，空间里的岩石也全都处理好了。香青叔没事采集的一大堆野菜和蘑菇也洗好放好，熟食也重新备了不少。而这时候，不仅严彻和叶兰的伤已经痊愈，香青叔的肚子也微微鼓了起来。兽氏判断怀孕时间的依据就是幼崽第一次向外界发出讯号的前5天左右，前后误差也就1-2天，所以算起来，香青叔怀孕其实只有20多天，还不到1个月。但这个时间刚好是个分界点，1个月左右开始显怀后，幼崽的成长会十分迅速，几人便没有继续在山谷里耽误，收拾出一个明面上的包袱后，就赶紧回了部落。部落还是他们走之前的样子，没有人因为他们的突然离开多想，反正从冬季过后就一直有人来来去去，都是正常现象。只是香青叔到底是个孕妇，这时代孕妇就是珍宝，因此在他们回来时，很多人都会多嘴问一句香青叔这个孕妇的情况，不是在打探什么，就是纯粹的关心。知道香青叔没什么问题，崽崽也很健康后，所有人都会真心笑笑，然后和他们说起部落里最新的八卦。香青叔因此知道，他们走后没多久，部落里就陆续诊断出好几个怀孕的雌性。1天前，部落里还结伴来了一群其他部落的雄性兽人，有狼族的、豹族的、鹰族的，都是出来找伴侣的。首领因此组织了一场集体狩猎，既是为了庆祝部落即将诞生的新生命，也是为了欢迎这些兽人的到来。他们回来的倒是刚好，人是半个上午到的，首领早上才带着人出去，想着这是个难得能和其他兽人一起打群架的机会。回到兽洞后，香青叔赶紧抓了一把4级兽精给叶兰，让她吃了。叶兰却只拿了4颗，吃掉后就和牙桑一起出门去追首领他们的队伍去了。有鹰族的兽人，青青，晚上我们要不要观察一下，看能不能收一个鹰族伴侣？严彻始终记得香青叔说过想要一个飞行兽人的话，想到这次来的有鹰族兽人，便赶紧提议。香青叔却摇了摇头，之前我们才说过我怀着孕不舒服，暂时不找伴侣的话，如果现在找一个鹰族兽人做伴侣，首领会不会觉得我是在找借口，实际上是瞧不上狐族其他兽人，这样会不会不太好？严彻觉得有些好笑，怎么会这么想？选谁不选谁都是凭你自己的喜欢，首领最多督促你多选几个，却不能干预你一定要选哪个，他们不会多想的，这样吗？但香青叔还是觉得不太好，他要是因为不喜欢而拒绝别人还没什么，但上次他们是以怀孕为借口拒绝的，理由不同，带来的结果也会不同。既然已经那么说了，这时候他还是安分点好，毕竟群体居住，顾虑肯定要多些，他得多为牙桑想想。香青叔就再次摇了下头，还是算了，现在我肚子大了，选了也不好马上结旅，咱们家又这么特殊，还是等以后能马上结旅的时候再选吧。严彻想想也是，要是肚子小还没什么，有足够的受精，只要不太放肆都没关系。但青青现在肚子大了，就算每天都有吃3级受精，她也很容易感觉疲惫和困顿，确实不是一个好时机。那就算了，那晚上的篝火宴我们只去凑凑热闹，玩一玩就回来。香青叔忙点头，集体聚餐这种热闹肯定是要去凑一凑的，不仅晚上的热闹要去，他现在精神得很，还想去找齐宇玩。见此，严彻顾不上收拾家里，放好东西就先陪着他去找了齐宇。只是他们去的不是时候，齐宇家中现在有客人，都是部落里的雌性，有狐族的，也有其他种族的，应该都是齐宇的好朋友。见他们说说笑笑的聊得热闹，香青叔心中忽然升起一股退意。但齐宇已经看到他，还十分欣喜地迎出来：“青叔，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太好了，你回来，我又多了一个说话的人。”说着话，齐宇直接把他往兽洞里拉。香青叔有点不太想去，却拧不过他，只能被他拉着和另外3个雌性坐在一起。第60章，不能被极端的情绪掌控。严彻没发现他态度的改变，很是自然地跟进来，和洞里的兽人们打过招呼后，就变成兽形趴在了香青叔脚边。这还是香青叔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多人活动，幸好齐宇和另外3个雌性都不是什么腼腆的人，哪怕香青叔没说话，他们也叽叽喳喳的，很快让气氛热闹起来。几人还主动说起关于人族的那些特殊做饭方法，香青叔这才知道，这段时间因着他不在，有很多人都来找过齐宇。由于他之前说过不介意，齐宇就把方法全都交给了他们。聊起这个，齐宇和这3个雌性还很是认真地感谢了香青叔一番。香青叔面上笑容灿烂，实际上却只想离开，因为除了附和几句，他根本不知道能和他们说些什么。见他们聊得那么兴起，他只觉得自己融入不进去，就这样尴尬地坐了会儿。香青叔借口坐累了，赶紧让严彻带自己回去。等远离了齐宇家的兽洞，回到自己家，香青叔叹了口气。严彻低头看他，见他皱着眉头，和之前兴致勃勃去找齐宇的样子完全不同，他有些疑惑，怎么突然不开心了？香青叔又叹了一口气，忽然问道：“阿彻，你说我是不是个很奇怪的人？”“奇怪？怎么会？”可我……香青叔卡住，不知道该怎么说。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奇怪，他希望自己有朋友，却不希望有很多朋友；喜欢热闹，却不喜欢很热闹。甚至在看到齐宇还有其他朋友时，他心里忽然就会生出一股远离他的想法来。
就好像刚刚他还觉得他们是好朋友，这一刻就不是了似的。明明人家齐宇没做错什么，有别的朋友很正常。见他犹犹豫豫，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严彻忽然有些懵懂的明白，反正肯定不是他的问题，应该是今天的那几个雌性。他忙安慰，没关系，你要是不喜欢他们，那下次我们不去了，我会陪着你。你想我做什么都可以，我陪你解闷好不好？这话半点没安慰到香青书，我不是不喜欢他们，我对他们没恶意，我只是想到了一些以前的事，也不知道是不是怀孕了，情绪多变，来受试这么久，他还是第一次想起从前的事情。那些事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毫无意义，他本不应该再想起，但这时候却像是看电影似的，一遍一遍回想起来，想忘都忘不了。香青书情绪就很快低落起来，他忽然转身抱紧严彻，这让严彻又是一阵疑惑。好在他平时学习能力过关，知道有些雌性怀孕后情绪会很多变，上一秒还很开心，可能下一秒就能难过的哭出来。他便将香青书抱起去了草窝，一边将兽皮重新铺好，一边抱着他躺下。他没开口说话，就轻拍着他，无声的陪着他。他这样的态度让香青书心里宽慰很多，幸好他没问什么，因为很多事说了他不能理解，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但回过头去看，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自己都觉得自己现在有些矫情。当然他也知道这样的情绪非常不好，想要活得好，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被自己那些极端的情绪掌控。香青书便深呼吸几口，让自己多去想想那些快乐的事。这个世界很美好，不必过多纠结以前，他就去想严彻，想牙桑，想叶兰，然后想着想着，他忽然感觉自己的肚子跳了一下。咦，由于两人身体紧贴在一起，严彻也感觉到了，他惊讶地往后退开一些，刚低头就看到香青书的肚子微微鼓起一块，却又很快恢复，之后就再没了动静。香青书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不由惊喜，是仔仔在动。严彻已经迅速把手贴在了香青书的肚皮上，他感受了一下，直到手下再次传来一阵轻微的动静，他笑起来，同样惊喜道：青青，是我们的仔仔，他们能动了。香青书也去摸了摸，但动静已经没了，他手放了很久，仔仔们也没再动，他就有些失望。严彻看见，忙去亲了亲他，没关系，仔仔们现在还小，等以后再大点，活动频繁，我们都能摸到的。香青书想想也是，娃就怀在他自己的肚子里，他还能没机会摸到胎动？他瞬间高兴起来，之前的那些不开心也在眨眼之间忘记，像是变了个人似的，还十分兴奋地拉着严彻讨论：阿彻，你喜欢雌仔仔还是雄仔仔？我们是不是要提前把仔仔们的名字想好？关于名字，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你说我们这一胎有几个？刚刚那动静好小，我猜可能是2个或者3个，反正一定不多。他一次性问了好多问题，严彻都不知道该先回答哪一个，只能道：不管几个，不管是雌是雄，只要是你生的都好。至于叫什么名字，这种事一般都是由雌性做主。严彻很自觉的没多说，香青书也没追问。这时候他已经自顾自的想名字去了，从前学过的那些诗词，他翻来覆去的回忆，还一直拉着严彻讨论。严彻听不懂他的话，有些无奈，但还是忍住去打扫受冻的冲动，先陪着他。难得他的情绪这么快就变好了，还这么高昂，他当然不能扫兴。但取名字这事不是一下子就能想好的。香青书拉着严彻一直讨论到中午，直接错过了准备午饭的时间。这顿饭他们便吃的是空间里现成的食物。等香青书吃饱了去午休，严彻这才有时间去把受冻打扫一遍，还将香青书睡前从空间里拿出来的东西一一归置好，又打了水回来烧着。首领带着队伍凯旋而归之时，天色已经黑透，但今天部落里到处都燃着火把，兽人们热情高涨，热闹的和白天一样。他们一回来，睡醒的香青书就听到了从山下传来的动静。他走到洞口等着，果然没一会儿，便看到飞快从山下窜上来的叶兰。叶兰是以兽身跑回来的，见香青书等在门口，他变回人身，快速走过去抱住了他。青青，他喊了一声，声音里带着思念和缱绻。香青书就笑起来，推了推他：怎么了？怎么忽然这么黏糊？第61章突破就在这2天。叶兰顺势松开一些，却没舍得放手。他搂着他，看着严彻道：我们狩猎完回来的时候，遇到另一群飞行兽人，他们说最近恶兽城那边异动频繁，周围已经有很多小部落丢了雌性，我们得小心点。这话一出，严彻和香青书都是一愣，立马严肃起来。香青书看了看叶兰身后，始终没看到牙桑，就有些担忧。牙桑呢？他已经跟着首领去山脚广场那边分食物占位置了，待会儿我们直接过去就行。见他担忧，叶兰低头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别担心，今天吃了4颗兽精，我感觉自己离4级又更近了一步，这2天我会尽快升到4级，之后就一直守在你身边，一定不让你被他们抓走。香青书倒没有多担心自己，他现在已经有3个伴侣，虽说还是很少，但加上他的金手指，怎么着都不会出事。只是这样一来，为了更好的保护他，他们3个的行动多多少少都会受到限制。好在他们之前在山谷时准备了很多生活物资，万一出现什么情况，至少不用为食物发愁了。香青书把心放进肚子里，又高兴地和叶兰说起今天仔仔们动了的事情。叶兰听后表情没什么变化，但当他的手被香青书握着放在他的肚子上，
小崽子还很配合的动了2下时，叶兰错愕的瞪大双眼，为这种奇妙的动静感到不可思议。叶兰想说点什么，却感觉心里酸酸胀胀的，很奇怪的感觉，话便没说出口。相亲叔也有点不可思议，没想到崽崽这么配合，他嘿嘿2声，好玩吧？崽崽动了，说明他们手脚脑袋这些都长好了。你说他们以后是长得像我，还是像阿彻？叶兰就听笑了，他看了一眼严彻，果然见严彻有些郁闷的看着他，但严彻没说话，只默默收拾着待会儿要带去篝火焰的东西。他便看向相亲叔，很是认真的道：肯定像你，像青青你一样，一定有一个是漂亮的小雌性。这么肯定？相亲叔只当他是在开玩笑。生个雌性，他是想都不敢想，毕竟这时代雌性的出生率超级低，这一胎有80%的可能都是雄性。但小雌性还是值得期待的，他喜欢女孩，女孩软软萌萌的，多可爱啊！叶兰其实也是猜的，她不知道青青肚子里是雌是雄，她只是想要一个像青青这么善良又好看的小雌性，只要是青青生的，哪怕阿爸不是她，她也喜欢。一家3口在兽洞里说笑一会儿，等把东西都准备好，两人就带着相亲叔去了山脚下的广场上。山脚下的这个广场很大，说是广场，其实只是把这一片的树木和石头全部挖走，又将土地踩踏得十分平坦的普通泥土路，和现代那些装修精美地广场自然不能比。但这时候广场上到处都点着篝火堆，篝火堆前围着一群又一群的人，他们或忙着烤肉，或说说笑笑，或照顾自家雌性，热闹程度也不输现代什么。牙桑作为部落里难得的3级年轻兽人，他的位置自然不会在最外围，严彻便带着相亲叔和叶兰穿过人群往里，在中心稍微靠外的位置找到了他。青青见他们过来，牙桑喊了一声，喊完就放下手里刚上架的烤肉，跑过来把相亲叔拉过去坐下。青青你看，东西我都准备好了，热水也有，肚子饿了吧？再耐心等等，一会儿我们就能吃了。说着话，他忙前忙后的把严彻带过来的调料等东西拿出来放好，然后在相亲叔身边坐下，对着严彻道：今天累了一天了，严彻，这里交给你了，你得动作快点哦，不然青青要饿坏了。如果是平时，严彻肯定要和他呛2句，但他和叶兰今天确实忙碌一天，从上午回部落到现在都没休息过，严彻便没说话，只默默坐到篝火堆前开始烤肉。见他这般好说话，牙桑还有点意外，意外之后就是得意，终于也有他指挥严彻的这一天。他咧着嘴笑了2声，转头就凑到相亲叔面前，黏黏糊糊的索吻。见他像只赖皮小狗一样贴在他肩头，相亲叔感到无奈，只能亲亲他，又去亲了亲叶兰，然后起身去亲了亲严彻。总之3个人一个都不落下，雨露均沾。亲完刚坐下，那边齐宇带着他的5个伴侣也过来了，他们的位置就在不远处。见到相亲叔，齐宇赶紧过来打招呼。相亲叔还是第一次看到齐宇的所有伴侣，3个狐族，1个狼族，1个鹰族，果然是兽氏的审美，就没有长得不好看的。但相亲叔没有多看，见齐宇身边没有别的雌性，他下意识又和齐宇亲近了些。齐宇是半点没感受到相亲叔这别扭的情绪，他单纯的以为相亲叔怀着孕很容易累，过来第一件事就是问他下午休息好没有。两人坐在一起说了好一会儿话，直到广场上陆续升起阵阵好闻的肉香味，首领也开始了演讲，齐宇这才和相亲叔分开，回到自己的位置上。首领藤鹰的位置在最中间，他站在篝火堆旁边，明明声音不算大，但周围所有兽人都安静下来，他说话的声音便十分清晰地传入了在场每一个人耳中。他先说了部落里雌性怀崽这件喜事，又欢迎了一下新到部落里来的几族兽人，然后说了今天集体狩猎的大概收获，并表示雌性们生产所需要的受精已经准备好，让雌性们放心。最后才严肃地说起关于恶兽城的事。在他嘱咐大家要多加防范时，牙桑在底下拉了拉相亲叔的衣角，小声道：今天首领特意和我说，我们家只有3个兽人，所以还像之前那样，我们家不用参加部落的巡逻安排，以后我们干什么都会留2个人在你身边。青青你别害怕。闻言，叶兰也道：青青，我能感觉到突破就在这2天，我会尽快的。周围人多，他没多说，相亲叔便点点头表示知道，也没有多说，但他有点疑惑，雌性生产，部落这边也会特意准备受精吗？每个怀孕的雌性都能分到受精。第62章，哪里冒出来的多蛇鬼，还有这么好的事？首领这个5级兽人亲自带队出去，部落里大多数5级兽人也都跟着出去了，他们手里的5级受精肯定很多。牙桑看他一脸惊喜的样子，不由觉得好笑，哪有那么好的事？部落准备的高级受精只有雌性难产的时候才能使用，一般情况下还是由雌性的伴侣准备，如果不是生不下来，部落不会多管的。这样啊，他还以为他们能白得一颗5级受精，不过藤鹰已经安排得很好了，部落里毕竟这么多人呢，不管是雌性生产还是雄性升级，大家都需要高级受精，当然不可能人手一颗，而且大多数5级兽人都已经老了，能得到的高级受精有限，他们这次还能安全回来已经是超级幸运的事。相亲叔就没再想这事，反正4级5级受精他都有，就算不用部落的受精，他也一定不会有事。刚好这时候藤鹰演讲完毕，篝火晚会正式开始。相亲叔正好奇的四处查看，想看看大家除了烤肉吃东西还会做点什么，就忽然注意到篝火堆旁边的严彻一直盯着烤肉没说话，
手里的动作也停了。他忙喊了一声，严彻这才回神，一脸无辜地看向他：“怎么了，青青？阿彻，你怎么了？怎么走神了？”自从他们在一起，严彻少有走神这种情况。难道是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严彻却没有马上回答，他看了看香青书，忽然一笑，轻松道：“没什么，就是想起在兔孙部落时，伟力从来不会带部落里的高级兽人出去集体狩猎，这么一对比，狐族还真挺好。那时候都是他带队出去，不管是为部落里的雌性准备受精，还是为即将突破的雄性兽人准备受精，每次都是他。收获小不说，每次都得受重伤，他还能好好的活到现在，真的是幸运。”他故意回避着没提到自己，但他眼神里难以掩饰的自嘲和落寞，还是一下子就让在场的3个人明白过来。牙桑其实听说过一些严彻以前的事，见他这样，他忙安慰：“想那么多做什么？那种环境的部落，连首领都只想着自己，咱们就是要早点脱离才好。你看你现在不仅有了青青，青青还答应你跟着你回虎族去看看，从前的事就更加不用想，有青青在，我们会越过越好的。”说着话，他又指了指叶兰：“你再看看他，他比你更可怜，从小就被抛弃，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你好歹还有人愿意养你，虽然养你是在利用你。”啪！哎呦，牙桑又被叶兰一尾巴抽翻了。香青书无语的看着，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怎么每次都记不住，说话就说话，安慰严彻就安慰严彻，好好的提叶兰干嘛？叶兰本来就敏感，哪里听得了抛弃这2个字？但因着他这一被打，严彻忽然就十分畅快的笑了起来。香青书看看愉悦的他，又看看脸色向来冷漠，眼神里却很明显没有生气的叶兰。好吧，3个人都没有认真，伤心是过往云烟，生气也是假的，就连牙桑那声哀嚎都没有痛彻心扉的感觉，都在装模作样呢，真是白担心了。他都准备好安慰他们3个了，可情绪哪怕是装的，打却是真的打。牙桑又哪里是肯息事宁人的主？见严彻嘲笑自己，香青书也半天没有过来安慰。牙桑一下子从地上飞跳起来，凑到香青书身边委委屈屈：“青青，你看看他们老是对我动手，我不管，我也是你的伴侣，你一定要为我做主。我明明好心安慰，结果他们合起伙来欺负我，我好痛啊！”他努力眨巴着眼睛，其实就是想得到香青书的轻轻安慰。严彻早知道他的套路，这段时间叶兰也算是对他有些了解，便都闭嘴没说什么。反正最后无论怎么安慰，青青都不可能落下他们任何一个，就让他去要吧。他们也想要轻轻的安慰，结果他们顺水推舟，有人却非要来搞破坏。只见不远处的2个鹰族兽人忽然起身朝着他们走来，一边走还一边帮腔，明明是自己没用，还有脸跟雌性告状挑拨，也是真出息。就是刚刚我们可都看见了，是你先说人家叶兰被抛弃，戳人家痛处，叶兰动手有什么不对？有本事打回去，没本事闭嘴，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一点都不应有。香青书、严彻、叶兰、牙桑，不是，这哪里冒出来的多蛇鬼？他们一家人是在玩情调，调节气氛而已。这些人跑出来是见不得他们兄弟3个相亲相爱。见是2个2级兽人，牙桑当时就怒了：“你们谁啊？让你们说话了！”那2个鹰族兽人却理都没理牙桑，他们径直走向叶兰，毫不客气的直接在叶兰另一侧坐下了。叶兰，你还记得我们吧？今天我们一起狩猎过，你还帮我们打到一只3级野兽，我们是专门过来谢谢你的。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么年轻就快4级了，是不是有什么秘诀啊？都是兄弟，有秘诀你可一定要跟我们分享分享。这只狐狸是你家的？不是我说，有个这样的兄弟真够你受的。就凭你的实力，你什么样的雌性找不到啊？就算去了兽王城，年轻的雌性也是任由你挑选，你怎么会选择一个人族的雌性？不过你这个伴侣确实漂亮，你会喜欢也正常，就是太弱啊。话还没说完，叶兰用了一个甩尾，直接把他们卷着丢回了他们自己的篝火堆，把篝火堆都炸开了花。和刚刚甩牙桑时的状态完全不一样，这时候叶兰眼神冰冷，神色阴郁，甩完他们似乎还觉得不够，他变回人身，操着拳头又再次冲了出去。严彻也表情难看的站起身，见那边叶兰已经打了起来，他手臂肌肉紧绷，立马没了以往的温柔样子，也沉着脸冲过去，一拳头狠狠砸在其中一个兽人的脸上。第63章，不欢迎对雌性不尊重的兽人，这些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杂碎，居然敢说他家青青的坏话，真是活腻歪了。还有牙桑，他再没用也是个3级兽人，比他们强了不知道多少，他们居然敢瞧不起他，这不是打他们家青青的脸吗？真以为他们是在窝里斗呢。牙桑本来正气愤着，见严彻和叶兰都动了手，他也想上前，但瞧着他们分别骑在那2个兽人身上打，根本没给他留空间。他犹豫一下，还是没去，干脆转身抱住香青书，在他耳边解释：“青青，不是我不为你出头，实在是这2个2级兽人太弱了，严彻他们一个快要4级，一个3级，我要是再动手，非得打死他们不可。咱们给首领留点面子，不能把事情做绝了。”香青书，这还不绝啊？一个准4级，一个强3级，按着2个2级兽人打，已经够欺负人的了。但香青书没说什么，谁让那2个兽人一点眼力见都没有，目的性也太强了，一上来就问叶兰是不是有什么秘诀能升级，问有秘诀也不能告诉他吗？
而且他们居然还傻到当着他的面在他的伴侣面前说他不好，还挑拨他伴侣之间的关系，以为叶兰在他这里受了委屈，以为抬高叶兰贬低他就能让叶兰心情舒畅，对他们另眼相看，然后把所谓的秘诀告诉他们。这两个本地人真是单纯的可以，只是这样按着他们打，会不会太过明目张胆了？香青叔左右看看，倒是没想到，他淡定，周围看热闹的兽人们更加淡定，甚至外族来的另外几个兽人也很淡定。见那两个兽人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还很是嫌弃地评价了一句：“真是蠢，当面说人家伴侣不好，哪个兽人能受得了这个气？就是人家牙桑好歹是个3级兽人，居然还说人家没出息。”说着说着，他们看了看香青叔，眼神里纷纷带着深意。别管什么人族不人族，弱不弱的，这个雌性身边的伴侣都好强，如果能加入这样的家庭，他们以后的生活肯定能更加有保障。而且这个人族雌性真的好漂亮，之前他和他那3个伴侣的相处，他们也都看见了，是个好温柔的雌性，还不偏心。他们心里顿时多了些想法，但不等他们想要怎么付出行动，听到动静的藤英已经过来阻止了打斗。严彻和叶兰刚停手，那两个兽人还在地上哀嚎的时候，牙桑已经好人先告状，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了。经由他的嘴一说，明明只是几句不好听的话，瞬间就上升到欺负雌性、看不起狐族这个层面上。偏偏周围的兽人还一个劲儿的附和牙桑，让那两个兽人有口难辩。也确实是有口难辩，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肿得不像样子，不仅身上肿，脸上更是没一块好肉，嘴巴就更不用说了，牙齿都掉了好几颗，说句话都漏风。而藤英也没让人失望，听完后第一句话就是把他们丢出去，我们狐族不欢迎对雌性不尊重的兽人，一点犹豫都不带的。于是那两个兽人连辩解的话都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被华丽丽的丢出了狐族。丢完，藤英还特意当着全族兽人的面再次强调，雌性以生命为代价为我们繁衍后代，哪怕有受精，他们为繁衍做出的一切牺牲也不能被磨灭。今天这种事我不希望再发生，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首领。明白，明白。众人纷纷应声，显然觉得首领说的话很有道理。可不就是这样吗？哪怕受精能让雌性的身体快速恢复，也不能减少痛苦。生产的痛苦，他们每回看着雌性生产也能知道有多痛。而且不是每个雌性都那么刚好能有高级受精救命，兽氏大陆每年因为缺少高级受精难产而死的雌性少了。如此不尊重雌性，不尊重生命，尤其亲叔还是个怀着孕的雌性，这两个鹰族兽人确实不配留在这里，没人愿意和这样的兽人成为一家人，丢出去正好。看着大家的反应，香青叔对这里雌性的地位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尊重并敬重女性的生育能力，并不是把女性当生育工具，这真的很好。当然前提是得遇到一个正常的部落，比如狐族这样的。香青叔就笑起来，见严彻和叶兰一脸气愤地回到他身边，他先看了看他们，见他们身上没出现伤口，便没管他们，先由衷地感谢了一下大家对他的维护。现场一群人好一番客套，没几句，香青叔就有些不自在起来，尤其当他发现某些单身兽人看他的眼光赤裸的好像他是一块美味的肉似的，他一顿忽感事情不妙，这是闹的，一下子把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如此引人注目，他是不是得赶紧撤了？想了想，香青叔马上一个摇晃，忽然转身哎呦呦呦地靠近叶兰怀里，柔弱道：“阿叶，我头好晕，可能是仔仔又在闹了，我想休息一下。”叶兰根本无法分辨出他是在演戏，见他很难受的样子，他面色一紧，立马将他打横抱起往回走，一边走还一边道：“青青你忍着点，我回去给你喂受精，他们有很多受精，青青不会有事的。”严彻和牙桑他们俩倒是看出来青青在演戏了，两人愣了一下，见叶兰抱着青青走远了，他们反应过来，赶紧一脸焦急地追过去。跑到一半，他们又跑了回来，牙桑很是歉意地对着大家一笑：“抱歉抱歉，我家青青怀这胎崽子本来就不容易，这段时间也时常感到不舒服，你们继续，不用管我们。”说完话，他把烤了一半的烤肉直接端着架子给端走了，严彻则收拾好他们带过来的东西，也赶紧走了，留下一脸忧心的众人。果然人族就是娇弱啊，希望他和崽崽们都能没事。而香青叔那边因着叶兰的着急，他速度极快的把香青叔送回兽洞他的草窝里，刚把人放下，就催促道：“青青，快拿一颗受精给我，我喂你，吃了就不会难受了。”第64章，青青不可以。看他如此着急，香青叔赶紧解释：“阿叶我没事，我是装的，刚才太多人了，我就是找个借口离开，你别担心我。”叶兰一愣：“真的？”见香青叔一脸轻松，完全没有刚才那难受的样子，他半信半疑，又想了想，觉得青青不会骗他，他肯定是装的，但他仍坚定地看着他：“青青，给我一颗受精。”叶兰的眼神不容置疑，十分认真，好像不给他就要一直这样看着他似的。香青叔被他这样的眼神看得无奈，只能从空间里拿了一颗3级受精给他。叶兰接过后，直接把受精咬进嘴里，待把受精咬破，他低头擒住香青叔的唇，很是小心地将即将化开的受精喂进去。等确认他把受精吃下，叶兰退开，依然有点下意识的紧张。现在有没有好一点？哪怕没有不舒服，吃了受精应该会更加舒服些。还觉得累吗？香青叔是真的觉得好笑，但看着叶兰认真询问的样子，他又觉得自己不应该笑，人家是在关心他啊。
他便靠近叶兰怀里，伸手搂住她的脖子撒娇道：放心吧，我是真的没事，我现在感觉很好，舒服的不得了，不仅很舒服，精力还很旺盛，我的大蛇蛇，你要不要自己来确认一下？他最后这句话带着些似有若无的勾引，本来没什么想法，但这句话一说完，香青叔自己倒先有了反应。他看着叶兰，见她眼睛里满满的都是情意，他忽然眉头末尾的说了一句：阿叶，我要看你的眼睛。叶兰当然没有不顺着他的，虽然他心里还在想要怎么确认他是否有精力，但行动上立即就把眼睛变了回来，没有半分迟疑。那双若有所思的奇异眼睛一出现，香青叔心口一悸，动作快过思想，立马捧着他的脸用力吻了上去。这个吻自然和刚刚未受精的吻完全不一样，这一吻里带着些明晃晃的欲望。他轻咬着他的唇，吮着他，尝着他，辗转腾挪，尽情释放着他的热情。没一会儿，他就感觉自己浑身好像有火在烧，叶兰却有些不知所措。青青，别，不可以。他推了推他，又不敢用力，香青叔就微微松开，低头在他喉结处舔了一口，那温暖湿润的触感，美妙的叶兰身子轻颤，下意识闭眼后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香青叔这才满意：阿叶，你给我好不好？我想要你。上一次交配还是和叶兰结旅的时候，这段时间他们一直在外面奔波，大家都在同一个树洞里，严彻他们顾念着他的身体，他又不想要多人游戏，就一直没提过这事。但现在都回家了，开过婚的人哪里还能忍得住？尤其他刚吃下一颗3级受精，精力好着呢，对方还是他的大蛇蛇，他才只要过他一次，怎么可能不想？他想，叶兰自然也想。听到青青说想要他，他心里万分雀跃，哪怕现在还没真的碰他，他的身体也早就随着刚刚的那个吻喧嚣起来。可他怀着崽崽，他怕他会不舒服，也怕万一他用力过头了呢？面对青青，他不确定自己有那么好的自制力。不行，青青，不可以。但欲望这种事情，不想还好，情绪都上来了，又哪里是那么容易能下来的？一旦有了心思，香青叔就感觉自己的理智好像被烧着了似的。哪怕他什么都没做，他那硕大的胸肌，线条分明的腹肌，邦邦硬的肱二头肌，每一处都在无声的勾引着他。我不，阿叶，我说了我想要你，快点嘛，你给我，我们轻轻的好不好？就一次，就轻轻的一次，香青叔不容拒绝的直接把叶兰推倒。叶兰怕伤着他，愣是不敢反抗，香青叔便趁机伸手往下去，威胁他把腰间的兽皮收回去。变化出来的兽皮就是这点不好，虽然方便，但不能由他来脱。叶兰，他是万万没想到青青会这么勇猛，这种如同做了的刺激他哪里受得住？叶兰只觉得自己的理智和沉稳在瞬间崩溃，他完全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最后到底没有经受住诱惑。严彻和牙桑回来的时候，正好听到屋内香青叔满足的哼唧一声，同时是叶兰的一声轻喘。正好开始，两人步子一顿，脸色立马就变了。阔别许久之后的第一次，到底还是被叶兰抢了先。今天真是令人悲伤的一晚。严彻和牙桑沉痛的对视，沉默几分钟，又同时叹了口气，然后默默地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好在叶兰最后还是保留了理智，知道现在并不是一个该放纵的时刻。他抱着香青叔浅尝即止，当然只是对于他自己来说的浅尝即止，对于香青叔来说则是非常美妙又不过分劳累的一次美好经历。果然是他的大蛇蛇，好喜欢。就是苦了叶兰，不上不下的卡着，想继续又不能继续，眼睛都憋红了。在客厅听了全场的严彻和牙桑也红了眼睛，他们比叶兰还要难受。叶兰好歹疏解了一回，他们俩纯粹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等香青叔一脸艳足的洗完澡出来吃饭，看到的就是3双赤裸裸盯着他的眼睛。他一顿立马明白过来，其实你们不用憋着的，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我不是说了不会有事吗？适当爱对我和仔仔都好。一听这话，严彻3人立马泄了气。适当这个词就很微妙，反正能让他们满足的程度肯定不是适当。像今晚这种能让青青满足的短时间交配倒是可以，既能解决青青的需求，又不怕伤到他和仔仔，所以还是不能太过放纵。还剩2个月而已，他们能忍。3人便都没有说什么，赶紧把食物端上桌让香青叔吃饭。只是吃着吃着，就听严彻忽然嘶了一声。香青叔抬头见严彻握着拳盯着自己的手背，一脸痛苦，他立马放下筷子，拉过他的手一看，真是好大一条口子，再不抹药都要愈合了。第65章，以后改名叫绿茶得了。可严彻委委屈屈的样子，好像这是多大的伤似的。香青叔嘴角抽了抽，只能无奈的配合他演戏。怎么受这么重的伤？疼吗？我吹吹，吹吹就不疼了哦。牙桑、叶兰，好家伙，真是好家伙，这样一道小划伤居然也值得拿出来。青青居然也信他是真的疼。严彻却还没演完，只见他难过的撇了撇嘴，握着香青叔的手恳求道：青青，都是那2个鹰族兽人，我有点疼，下次你想交配能不能选我？你疼疼我，我就不疼了。这话一出，叶兰直接对严彻目瞪口呆，尤其是看到青青明明无语，却还是配合他说好时，叶兰突然悟出了什么。看来当时他应该往那个鹰族兽人的爪子上打，鹰族的爪子厉害，受伤也不突兀，光是干巴巴的委屈2句可不行。牙桑则气得2眼直冒热气，这人学他，严彻是在学他吧？真的是在学他吧？好气，
当时他怎么就没动手呢？他应该冲上去把那2个兽人再打一顿的，身上挂点伤才能更好的得到青青的疼惜。现在叶兰已经交配过了，他又晚了严彻一步，排在了最后，明明他才是老二。好气好气好气！香青书当然看到了叶兰和牙桑的表情，他心里下意识的有些窘迫。不过这种事以后不会断，就算没有严彻，也会有其他人。他便赶紧抛开那些不必要的窘迫，去怜爱的亲了亲严彻，好一顿安慰后，顺了严彻的毛，又赶紧故技重施，跑过去顺牙桑的毛。牙桑这次学聪明了，香青书跑过来的一瞬间，他就抱住他来了个法式深吻，完全把这个吻当成交配来做，看得旁边的严彻和叶兰不由自主地捏紧了拳头。最后还是香青书受不了再次被唤醒的身体反应，嗔怪地推开他，他才结束这个吻。只是他笑得像个傻子一样，直接把香青书无力的拳头捏住，还放在自己心口捂着。青青你放心，我不和他们争，只要你开心，只要你记得我，别忘了我就好。这茶言茶语的样子，看得香青书又好气又好笑。他捏了捏牙桑的脸蛋，没好气道：就你茶，你以后改名叫绿茶得了。绿茶？这是什么东西？是你喜欢的东西吗？只要青青喜欢，我愿意改。香青书、严彻和叶兰，这都可以。红湖变绿茶也愿意，脸皮果然够厚。严彻和叶兰同时哼了一声，严彻赶紧把香青书拉回来，按在桌边坐下，两人很是防备的一左一右霸占了他身边的位置，开始无缝衔接的喂香青书吃饭。见此，牙桑干脆坐到香青书对面，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他的位置，这位置也不错。哈哈，等饭吃完，今晚自然而然的和叶兰一起睡。别说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叶兰微凉的体温让香青书感觉十分舒适。他想，等天气真正热起来，他多半每天都想和叶兰在一起，这可怎么办？另外2个不得打翻醋坛子，但冬天他好像就不能和叶兰一起睡了。这样算起来，严彻和牙桑好像也不亏什么。算了，到时候再说吧，到时候谁有需要就补偿谁，他的偏爱每个人都有。一夜好眠。第二天，叶兰感受了一下自己身体里的能量波动，从香青书这里拿了5颗兽精吃掉后，就赶紧出了部落去狩猎。严彻和牙桑则留在家里保护香青书。虽然想着要多多打斗，但严彻和牙桑现在不好随意离开香青书，叶兰便还是会给家里送猎物回来，送完离开就找人挑战。总之不过半天时间，部落里所有人都知道叶兰快突破了。为了帮助他突破，也为了提升自己，兽人们十分愿意去和叶兰打这一架。只是突破没那么容易，哪怕部落里的兽人热情高涨，叶兰也是在3天之后才突破成功。突破时是下午，香青书正指挥着严彻和牙桑制作木头麻将。思虑过后，他还是决定给自己制作一个消遣用的游戏。刚好他们家现在有4个人，以后还会有更多人，麻将这游戏经久不衰，适合一家子一起玩。当然，麻将的图案肯定是简略版的，太复杂的做不出来，能看懂就行。当时香青书正跟严彻和牙桑解释什么是腕，什么是筒，什么是条，他手腕上的蛇形兽印就忽然变得灼热起来。温度并不烫人，但兽印上的深蓝色正在快速褪去，浅紫色取而代之，这紫色由浅到深，直到稳定后，那阵灼热也慢慢消失了。阿叶升级了。香青书看得惊奇，忙转头看向严彻。阿彻，这是成功了吧？严彻很是高兴，虽然那是叶兰的兽印，但他的兽印也在青青身上，青青身上能量的变化他能感受得到。他点点头，颜色稳定，能量也已经稳定，这是成功了。叶兰这几天早出晚归，总算没有白费。太好了！这时候可顾不上什么麻将，香青书赶紧起身朝着兽洞口走去，想着叶兰肯定会很快回来，他得赢赢他。结果等了一会儿，叶兰确实回来了，但他是脸色微沉的回来了，好像有点不开心。他身后不远处跟着很大一群兽人，有狐族的，也有别族的，他们好像没看到叶兰那并不算愉悦的表情，一路说说笑笑的。走近后看到香青书，他们还十分热情的跑过来和他打招呼。青书，今天天气不错，你要出去走走吗？我陪你一起。青书，听说你喜欢吃野菜，我帮你摘野菜好不好？最近成熟的果子越来越多了，青书，明天我给你带一些回来，你别嫌弃。一群人叽叽喳喳的都说要给他带东西，但所有人都两手空空，很明显是临时起意。看来兽是雌性的桃花运也要看伴侣，伴侣的实力越强，越吸引兽人想要加入的心。香青书就明白叶兰为什么这副表情了，他这是烦了，本来也不是什么性格热情的人，这几天为了升级已经被迫营业，现在升完级了，这些兽人不缠着他打架，开始缠他的伴侣，他当然会不高兴。第66章，这种事怎么能拖拖拉拉？香青书便上前一步拉住叶兰，看向那些兽人客气道：谢谢你们，你们真好，但我现在还不想找伴侣，狐族的伴侣有牙桑一个就够了，我不会再找，你们回去吧。兽人们都没想到，他们还没有正式开始追求，香青书就直接拒绝了他们。他们有些失望，还想说点什么，但瞧着香青书不容在意的眼神，还有旁边叶兰微冷的眼神，他们识趣的没再多说，只是走之前还是很友好的邀请叶兰下次一起狩猎。这段时间叶兰时常和他们一起，虽然一直都不习惯自己身边出现很多人，但为了不让青青为难，他还是点点头，没有拒绝。等那些兽人满意的离开，
叶兰这才松了口气，一副终于走了的模样。见此，香青叔笑着把他推进家门，边走还边夸奖：“我家阿叶真厉害，居然都有朋友了。”叶兰闻言一顿，立马认真道：“青青，他们不是，他们不了解真正的他。如果知道他眼睛的情况，就算他再强，他们也不可能会喜欢他。如果一定要说有朋友，那也应该是严彻和牙桑。不对，严彻和牙桑也不是朋友，他们是家人。”想到家人，叶兰转头看了看香青叔，心情一瞬间愉悦起来。他温声提醒：“青青，我已经升了级，不再需要受精。我们现在把剩下的受精给严彻和牙桑。”香青叔这才想起叶兰刚升了级回来，都怪刚刚那些兽人把他注意力都分散了。他凑过去奖励了叶兰一个吻，忙点头：“好，现在就给。这是好事，当然不能耽误。”他便看向客厅里正忙碌的两人：“你们现在能感受到大概差多少受精才能升级吗？”牙桑及时接话，一边说一边放下麻将，跟着香青叔走到桌边：“像我这种差的太多的肯定是不能感受到的，要像叶兰那种很接近的才能大概知道差多少。”严彻也摇了摇头：“虽然我比牙桑厉害很多，但我也不行。”牙桑闻言立马朝着严彻挥了挥拳头，却没有打过去。什么叫比我厉害很多？也就一点点好吗？一点点，仅此而已。严彻正欲在争辩，香青叔忙走过去把严彻拉过来，又偷偷拍了下牙桑高挺的屁股，示意他别说话，然后赶紧把剩下的4级受精从空间里拿了出来。牙桑被香青叔拍得心脏猛跳，哪里还顾得上和严彻吵架？他羞涩又嗔怪地盯了香青叔一眼，连香青叔说了什么都没听清。而严彻和叶兰明明是牙桑被调戏，他们俩却不约而同地看向香青叔的屁股，不知道想到什么，揭露出一种沉迷的表情。香青叔没发现他们的表情变化，他正看着桌上的受精，自顾自说话：“现在我们还剩下22颗受精，就留4颗吧，剩下18颗，阿彻和桑桑各分9颗，你们9颗一起吃还是分开吃？一起吃身体承受得住吗？需要出去打一架不？”严彻想了想：“一起吃吧，我们和4级差距很大，就算一起吃也不会有太大影响，身体会慢慢消化这些能量的。这2天让我和牙桑多出去打打猎就好。”香青叔又看向牙桑，牙桑脸上带着笑，很是黏糊地看着香青叔：“这种事怎么能拖拖拉拉？一起吃吧，就是不知道这9颗吃下去会变强多少，真期待啊！”见他们都没有异议，香青叔便把受精分给他们，把剩下的4颗受精放回空间里。等严彻和牙桑把受精吃掉，他们果然像个无底洞似的，身上的兽印没有丝毫变化，只感觉自己有使不完的力气，忽然就变得精神百倍起来。叶兰让他们趁着现在天还没黑都出去活动活动，严彻和牙桑自然不会反对。现在的状态，他们确实需要出去发散一下精力，不然还是会有点难受，便赶紧跑了出去。只是临出门前，两人把麻将这事交代给了叶兰。叶兰见家里又多了一样新奇东西，赶紧搂着香青叔坐下，一边偷偷占便宜，一边完成香青叔吩咐的事情。严彻和牙桑活动完回来时，叶兰不仅做好了2副麻将，还准备好了晚饭。因着3人的实力都有所增长，香青叔本来想好好庆祝一番，可家里的食材总共就那么几样，调料也只有那几样，实在搞不出什么新鲜花样来，他就没提这茬。但一家人还是格外高兴的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饭。香青叔是因为他们变强高兴，严彻3人则是为能更好的保护他而高兴。等仔仔出生，等以后青青找到更多优秀的兽人一起保护他，他们这个家才真正有了未来的模样。这天之后，香青叔的日子就过得按部就班起来。那天他虽然拒绝了一批兽人，但他身边只有3个伴侣，其中一个还是4级兽人，光是这2点就足以吸引兽人们不断上门。更别说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他们发现香青叔看着娇弱，却一点都不娇气，性格也好，对待伴侣态度更好，从没见他对伴侣红过脸，更别说动手打。因此香青叔家很快就成为狐族部落里的一道风景，哪怕他拒绝了一次又一次，却还是有不死心的不愿意放手。最后香青叔只能装作身体不适，这才暂时绝了大家想要追求他的心思。因着这个，香青叔不好每天都往外跑，只能挑个人少的时间在兽洞附近走走，偶尔去部落的山上转转，走烦了就在家里帮着严彻他们做点事情。是的，麻将做好了却一直没有机会打，因为家里总有人要出去狩猎，最开始是严彻和牙桑出去的多些，等他们吸收完受精的能量，3个人便轮流出去，就总凑不齐人。而且之前做好用来装肉的木桶也已经用完了，为了方便储存肉类，也为了存放更多热水，他们决定再多做几批木桶。其他工具比如茶壶、碗筷、簸箕什么的也要多做几套，这样以后他们出去就不用把家搬空，要更加方便一些。香青叔的空间里便陆陆续续多了很多东西，除了那些工具，还有很多干柴、野菜、调料、蘑菇、盐叶和野果等。第67章，那些恶兽倒是有耐心，现在的野果比初春之时种类更多，但可能是野生的，没有特殊培育过，香青叔吃着总感觉很酸，至少和他吃过的那些现代水果相比要酸很多。他便没怎么吃，只存在空间里，偶尔拿1-2个出来换换口味，或者给觉得很甜的严彻3人吃。可看着他们吃，他又觉得馋。香青叔便盼星星盼月亮，希望肚子里的崽能早点出生，到时候换点草莓，
车厘子什么的也好过嘴瘾。也是这时候他才想起来，上次在那个长满鲜花的山谷里，他居然没想起还有蜂蜜这种天然的糖分。那时候明明有时间去找，却生生错过，他顿时捶胸顿足，懊悔不已。严彻三人见他这样子，都暗自琢磨着，回不去那个山谷，也得在附近找找，哪怕那些小蜂虫很麻烦，只要扎不死人，他们就得把这什么蜂蜜给轻轻弄回来。只是部落现在戒备森严，藤英特意强调过，打猎也不要去太远的地方，不然万一恶兽突袭回不来，会很麻烦。偏偏部落附近那些潜在的危险都被清理过，这种能伤人的小蜂虫也被清理得一干二净。狐族附近根本就没有蜂巢，他们就没有贸然离开，无足出去找，一切还是要以轻轻的安全为重。一直到1个月后入了夏，他们以为的危机没有出现，附近部落也没有再听到任何关于恶兽的消息。藤英见实在没什么异常，这才宣布危机解除。除了正常的守卫，大家终于可以该干嘛干嘛，所有人都松了口气。严彻三人更是两眼放光。商量之后，第二天天还没亮，严彻和牙桑就跑出部落，直奔远处，想去找找那什么蜂蜜。香青叔睡醒后没看到他们，也没闲着，吃过早饭后就带着叶兰去找了祁宇。这1个月，香青叔的肚子又带了不少，已经正式步入孕晚期。但这大小只是相对于兽氏来说，其实大不到哪里去，看着和现代5个月左右的肚子差不多，但胎动十分频繁。香青叔就是去问祁宇关于胎动的。祁宇说，因为崽崽数量多，胎动频繁很正常。他怀第1胎时，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因为胎动频繁，从来没有睡过一个整觉。一会儿这只崽崽踢几脚，一会儿那只崽崽踢几脚，高兴了踢几脚，不高兴了又是几脚。尤其是几只崽挤在一起打群架的时候，他的肚子被挤得完全变形，更加不好睡，睡着了都得被踢醒。祁宇本意是想让香青叔放心，想告诉他胎动频繁很正常，谁知香青叔听完后更加忧心，因为他说的胎动频繁和祁宇说的胎动频繁完全是两码事。崽崽确实经常动，尤其是白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隔一会儿就会踢几脚，但他们每次都在一处动几下就停一会儿，不仅持续时间不长，动作也很轻，睡着后他更是一点感觉都不会有。像祁宇说的那种一天到晚一直在动，肚子还被挤得变形的情况从来没有过。他所说的频繁胎动，在祁宇面前根本不算频繁。香青叔就怀疑他是不是只怀了一个崽崽。他倒是不担心崽崽动作轻是不是继承了他这个人族母亲的基因，毕竟是改造过的身体，系统肯定不会违背兽氏的规则，让他生出个人族来。唯一能解释的就是他怀的数量少，胎动自然也就少了。可他肚子的大小又是正常的，和别人怀5、6个的大小一样，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这事他没和祁宇说。和祁宇分开后，他一脸忧心的回家，刚好在家门口遇到各自抱着一个蜂巢的严彻和牙桑。他们俩的速度倒是很快，别人刚出去打猎没多久，他们俩就回来了，还满身水气，似乎洗了个澡。看到香青叔，牙桑一脸喜气的跑过来，青青你看，是不是这个？我闻到里面有一股甜甜的气味，应该是你要的东西。牙桑把蜂巢举着放到香青叔面前，非常大一个，还是完整的，从外面看完全看不到里面有蜂蜜，但那股甜甜的气味掩饰不住，香青叔闻着立马就高兴起来。正想让他们把蜂巢放到洞里捉上去，旁边兽洞里忽然传出来一声惊叫，这声惊叫刚出口便戛然而止，一瞬间的事。香青叔一愣，心里涌上些不安的情绪，是祁宇。今天他家只有2个雄性在，他话才出口。严彻和牙桑已经把蜂巢就地放下。牙桑看着叶兰道，你留下保护青青，我们先过去看看，有什么问题及时喊一声，我们会很快回来。叶兰刚点头应了一声，严彻和牙桑已经变成兽形，快速往祁宇家跑了过去。去祁宇家查看是基于他们同住狐族，雄性保护雌性的基本责任，尤其他们家距离祁宇家最近，他们去是最稳妥的。就算青青这边有事，他们也能及时赶回来，更何况还有叶兰在。他们一走，周围有几家同样听到动静且家里雄性多的，也都派了人过去。只是现在大多数人都还在外面狩猎，去的人不多，就只有几个。这几个人刚出门，就听到祁宇家那边传来一阵很激烈的打斗声，忽然一道低沉的鸣叫声响彻云霄。叶兰眸色沉沉，是牙桑，他说有恶兽混进来了。话才说完，山脚下也传来阵阵市井般的鸣叫，整个狐族部落一下子就沸腾起来。那些恶兽倒是有耐心，1个月了，部落里才放松警惕就冒了出来，还知道挑部落里兽人最少的时候进攻。被关了1个月，大多数兽人都去了远一点的地方狩猎，哪里能及时回来？真是好算计。但即便知道是恶兽，之前就打算过去祁宇家的几个兽人也没有退缩，在确定自家伴侣有足够多的人保护后，便以最快的速度冲了过去。叶兰也搂着香青叔，想把他带进兽洞，才转身，忽觉身后一阵劲风袭来。叶兰回身的同时变成半兽身，用尾巴一扫，直接就把冒出来偷袭的这个家伙给打了出去。砰的一声，一条青色的大蛇被重重砸在石头上，把石头撞了个粉碎。第68章，这2个小东西就交给我吧。看起来被砸得很严重，但对于兽人来说并不算什么。那大蛇很快起身，正欲冲过来再战，
却见他以为很好对付的那个兽人胸前的兽印是紫色的，还是一条拥有紫色兽印的蛇兽。他一下子惊住，看了看叶兰，又看了看旁边被他护住的香青书，没有丝毫犹豫。就算知道这个雌性身边只有一个兽人在，他也不敢再动手，拔腿就跑。叶兰当然不会去追，哪怕附近又有几处地方传来打斗声，离得还很近，他也没管，抱着香青书就直接回了兽洞。进去时还不忘用尾巴把2个蜂巢卷进来放在桌上。香青书也没有圣母的让叶兰去救人，他们家总共就3个兽人，因为叶兰实力强，因为是奇羽并且距离最近，去2个帮忙已经很不错。就算现在有恶兽抢了雌性从他们兽洞前经过，他们不救也没人能说什么。2人就安静的在兽洞里等着。倒是没想到严彻和牙桑很快就回来了，见香青书好好的待在山洞里，2人都松了口气。看他一脸担忧，严彻便赶紧道：放心，奇羽没事，我们去的及时，和奇羽的2个伴侣一起把那些恶兽拦住了，后面又有其他兽人加入，那些恶兽不是对手，也就奇羽的伴侣和几个2级兽人受了伤，具体情况他没多说，不是对手的恶兽们结果怎么样也没说，那些血腥的场面不适合说给青青听。说完，他走过来在香青书身边坐下，这是不打算再出去了。只牙桑有些着急地站在兽洞口，时刻关注着外面的情况。见他这样，已经放下心来的香青书主动道：桑桑，你去外面帮忙吧，阿彻和阿叶都在这里，我没事的。牙桑却摇了摇头：不行，现在我不能再离开你，到处都有恶兽，万一我一走就来了一群恶兽抢你怎么办？叶兰和严彻再厉害也只有2个人，我不能赌这个万一。他现在出去帮忙可不是去奇羽那儿那么近，走远了可就真回不来了。当时去救奇羽也只是因为近，要是再远点，哪怕和奇羽从小一起长大，他也不会去救。青青身边的伴侣到底还是太少了些，要是今天他们出去狩猎没回来，要是真来了一群恶兽抢人，不敢想。香青书可不知道他又忧心到他伴侣的数量上去了，他能明白他不去的想法，便没有多劝，4个人一起等着。好在周围的闹腾没有再波及到他们家，或许是知道这附近住的都是3级兽人，也或许那些恶兽只是声东击西，反正没多会儿，在半山腰搞事的恶兽们很快就往山下退去，一点都不恋战。但山脚下始终闹哄哄的，见此，牙桑和香青书说了一声，这才下山去帮忙。等战斗结束，等终于传来首领宣布危机解除的鸣叫声，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牙桑却一直没有回来，半山腰很多去帮忙的兽人也没有回来。香青书有点坐不住，便干脆和严彻、叶兰一起过去看看奇羽。才刚走到奇羽家兽洞的附近，就听到洞里奇羽还在无比凄惨的哭着。从被抓住到他被救下，又到现在战斗结束，这么久了还在哭，看来他是真的被吓到了。香青书走过去，在兽洞口瞧了一眼，见奇羽的5个伴侣全都已经回来，正拥着奇羽安慰，崽子们也全手全脚的好好趴在不远处。他放了心，便没有过去打扰。他的心态良好，半点没受影响。回去后吃了饭，还睡了个午觉，一直等到晚上，才见牙桑一脸疲惫的出现在兽洞口。香青书赶紧把人拉进屋，又倒了一杯灵泉水给他。牙桑喝下后觉得身体舒畅了些，赶紧和香青书说起后面的事。原来那些恶兽先攻击3级兽人的伴侣果然有目的，就是为了把战斗力更强的兽人牵绊住，好方便他们去抢山脚下的那些雌性。幸好首领和几个5级兽人一直都在部落里没出去，在听到牙桑的事情后，他们第一时间就去了山脚下围堵。加上平时兽人们训练有素，大家也是就近支援，毫不见慌乱，场面很快就被控制住。除了10几个低等级的兽人被杀了，其他人都只是受伤，还有一个怀着孕的雌性差点被掳走，但也被首领他们及时追回来，又及时给他吃了颗5级兽精，他和他肚子里的崽崽这才没事。闻言，香青书又紧张又庆幸，再受试，这样的结果确实已经算是损失很小很小的，当真是幸运至极。牙桑也觉得十分幸运，他看了看严彻，忽然对着严彻道了声谢。严彻不明所以，牙桑便道：我才知道，原来在叶兰来我们家之前，你已经把叶兰偷摸进部落的事告诉首领了。为了布防叶兰，首领发现了很多处防守的漏洞，也是因为这样，这次咱们的损失才会这么小。要是以前这样有计划的攻击，怎么着也得死几10个兽人，雌性也会有损失。见他一脸后悔的样子，严彻不由失笑。牙桑有时候挺聪明，有时候却又很傻，这种事他其实不是想不到，只是懒得去想，也懒得去分析，他有点单纯。倒是难得看到牙桑这么正经的样子，但这样子又很不像他。严彻便没多说什么，指了指一直放在桌上还没开动的蜂巢，笑道：这么说起来，这件事我和叶兰都有功劳，那这2个蜂巢就交给你处理。叶兰在一旁看着，并没有因刚刚牙桑说的话有半分不满情绪，只是说到蜂巢，他心里多了些急切。青青等了一下午，一直不肯处理蜂巢，说要等牙桑回来。现在他回来了，青青肯定等不及了。叶兰便嗯了一声，催促道：现在就去，青青想吃。牙桑心里本来就正感激着，无论是叶兰还是严彻，这件事确实多亏了他们，他又哪里会拒绝。他忙把2个蜂巢一左一右的抱起来，十分豪迈的道：放心，这2个小东西就交给我吧。严彻，你和叶兰陪青青歇一歇，我去把它们洗干净再拿回来。第69章，对微微凉的叶兰上瘾。香青书一直在听他们说话，
这时候见牙桑要去洗蜂蜜，他吓得赶紧将他拉住，不用洗，这东西直接切开就好，蜂蜜就在这巢里，切开后它自己会流出来的。说着，他从空间里拿了一个没用过的大盆子放在桌上，生怕牙桑把蜂巢拿去洗了，他抢过一个放回去，另一个则示意牙桑用爪子把它切开。牙桑这才明白这东西和野菜的处理方法不一样，他还以为蜂蜜就是巢呢，以为和野菜差不多，差点闹出个笑话。他笑了一声，赶紧伸出爪子，按照香青叔的要求把蜂巢切开。顿时，一股比没切开时更加香甜的味道扩散开来，金黄又浓稠的蜂蜜顺着切开的位置缓缓往下流，很快就铺满盆底。而这时，距离狐族部落很远很远的某个地方，几只恶兽正聚在一起，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我们跑得够远了吧？狐族追不上来了吧？够了，没动静了，应该是没追了，好险！当时我就说了，不能动狐族，不能动狐族，人家守卫那么森严，还这么耐心守了1个月，太警惕了。现在知道了，就算放松了守卫，这样的部落也没那么好进。听到这话，其余几个恶兽一阵沉默，这决定又不是他们做的，他们也很无奈啊。忽然，一条青蛇开口，虽然死了很多人，但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什么事？青蛇和兽王城里传出来的一样，狐族部落里真有一个人族雌性，而且他还怀崽了。什么？兽王城里说的那个怀崽？人族雌性怀崽？怀的兽人的崽？青蛇点点头，肯定是兽人的。我看到那雌性身上有3个兽印，一条紫色的蛇，一只蓝色的老虎和一只蓝色的狐狸，他的伴侣都很强，还有条4级蛇兽。是谁？没听说什么时候出现过一条这么高等级的蛇兽啊？不会吧？这是真的？人族雌性怀兽人的崽？这是可真新鲜，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要不要回去把这事告诉城主？听到这话，几个恶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觉得这想法不错。在恶兽城，城主最大，城主之下是10几位以实力排位的大小首领，但经过这一遭，他们跟着的这个小首领已经死了，队伍里其他恶兽也死得差不多，剩下他们几个完全是一盘散沙，他们得重新寻找组织。这个人族雌性的消息就不错，还有那条4级蛇兽，听说城主最喜欢听新鲜事，说不定他一高兴就收了他们做小弟呢。做城主的小弟可比做首领的小弟厉害多了。想到这里，几人不累了也不喘了，赶紧奔着恶兽城的方向跑去。没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香金说还不知道自己早就在兽王城里出了名，更不知道他即将在恶兽城出名，反正他不怎么出部落，爱谁谁。现在他正兴奋地将切好的果子放进碗里，拌上新鲜出炉的蜂蜜，吃得津津有味，甜甜的味道真是久违了。要是能再找到类似甘蔗之类的东西，或者找到辣椒就更好了，可惜狐族附近没有，只能以后再说。严彻3人也跟着尝了尝蜂蜜的味道，甜甜的挺好吃，但太甜了，他们不是很喜欢。因此香青叔在认真吃水果时，严彻3人默默放下碗筷，他们去把蜂蜜过滤得干干净净，又用木桶分装好，让香青叔放进空间里以后慢慢吃。他们都想着，既然青青喜欢蜂蜜，以后肯定得多带些回来存着，可不能让青青想吃却吃不上，尤其是冬季，大约是吃得心满意足。这一晚，哪怕刚刚经历过恶兽的突袭，香青叔也睡得极好，部落里其他人就没那么安逸了。藤英拉着部落的一群高层开会开到很晚才散去，部落里有损失的人家伤心痛苦到极致，才闭上眼睛昏睡过去。没有损失的人家虽然没有多心痛，但他们居安思危，都担心下一回自己家不会那么好运。所有人都在思考着，要是还有下次，他们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损失。但随着月亮越升越高，部落里的喧嚣到底平静下来，一直到后半夜，动静彻底平复，只能听见树林里细微的虫鸣声和偶尔从远处传过来的兽吼声。这之后，日子就真正的安宁下来，恶兽没有再出现，部落里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唯一特别的，可能就是有一回严彻他们泥巴没裹好，取蜂蜜时被折了，帅脸顿时变成大猪头，肿得他们不敢出门，让香青叔笑话了好几天。好在有灵泉水，第3天他们就恢复帅气模样，又开始信心满满的往外跑。不但卯足了劲囤肉，还卯足了劲囤菜、囤蜂蜜、囤野果，只要是香青叔想要的，全都囤。香青叔也不再觉得无聊，有太多事需要做了，游戏什么的被他彻底放在一边。严彻他们看着他不会做太多事情，但每天烧烧热水，整理空间，烘些干菜，或者给即将出生的崽崽们准备些东西，也能让他过得很充实。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也是越来越炎热，和香青叔预想的一样，他开始对微微凉的夜兰上瘾。就是严彻和牙桑没像他预想中的那样吃醋不高兴，他们反而十分平静，像是非常理解他，哪怕心里酸涩，也一切以他为主。因此除了偶尔和他们亲近，香青叔晚上基本都和叶兰睡一起，白天也是，有事没事就靠在叶兰身上，凉却又不会过分凉，这倒是让香青叔度过了半个特别舒适的夏天。为什么是半个？因为香青叔的肚子在1个月后，也就是夏季中旬时终于发动了。最后这1个月，香青叔的肚子又长大了很多，长到了现代6个月左右的大小。但不管怎么长，胎动依然还是和之前一样，没有变得特别频繁，崽崽们的动作依然轻轻柔柔的，还特别亲人，
家里不管是谁，只要把手放到向青书的肚皮上，都能得到崽崽们的回应。第70章，他居然已经生完了3个雄性，每天回家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过来亲亲向青书的肚子，在得到崽崽们的一脚后，才会笑得一脸傻样的去做事。也就叶兰要淡定些，白天他几乎不怎么摸香青书的肚子，但到了晚上，单独和香青书在一起时，他几乎一整晚都要抱着香青书的肚子睡。有时候起床之前，香青书还会感觉叶兰有偷偷亲他的肚子，亲完肚子又来亲他，几乎每天都是他把他亲醒的。香青书沉浸式体验了一把传说中的法式浪漫，他特别爱看叶兰明明爱得不得了，却偏要装作一副正经高冷的反差样子。就是可惜，这样的浪漫止步于亲吻。最后这1个月，3个雄性都规矩得不得了，生怕他出点什么事。香青书也挺自律，除了亲吻，他没再做过什么更加亲密的事情。整个孕期他都过得很舒服，不仅肚子光光滑滑的，没有长妊娠纹，后期更加没有任何孕晚期该有的不适，比如水肿、尿频、便秘、指骨疼痛等，这些都没有，看着竟比受人雌性还要健康。香青书从来都知道女性怀孕不可能这么轻松，她会这样还是系统改造的结果，虽说是交易，但她还是觉得无比庆幸。幸好这个过程比较舒适，不然她还真没有勇气继续给牙桑和叶兰他们生崽崽。唯一不好的就是发作过程非常快，不是像正常人生孩子那种一点一点慢慢推进。刚发作，香青书就感觉十分猛烈。发作时，他本来正在吃午饭，那种感觉一来，肚皮一紧，香青书顿时就变了脸色，身体立马没稳住。这时候3个雄性都在家陪他，见他突然往后倒，叶兰速度快过任何人，及时抱住他，没有让他摔倒。青青，严彻也快，他扶住香青书另一边。怎么了？青青你哪里不舒服？牙桑坐在对面，绕过来要慢一点。见这么一小会儿时间，他脸色都白了，还一脸痛苦地捂着肚子。他一惊，赶忙道：“青青，你坚持住，我去请巫医。”说着就飞快地跑了出去。而香青书痛得闷哼一声，好半天才喘了口气回道：“我是要生了，快抱我去草窝里躺着。”他痛的思绪都有些跟不上，身体的反应也变得有些敏感。他总感觉情况不妙，下面似乎是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可才刚发作，再快也不可能那么快吧？这违背生理规律了。听到他的话，这次严彻比叶兰更快，他抱起香青书就往他的草窝跑。而叶兰慢一步跟着进了严彻卧室后，他从严彻的柜子里拿出香青书早就准备好的待产包，递给焦急的不知道该做什么的严彻。别急，你不是问过巫医了？现在把兽皮给轻轻垫上，我再去烧点热水。说完，等严彻接过东西开始忙活，叶兰转身出去，往锅里已经用掉一半的热水里加了些清水，继续添柴烧着。烧好水，他又动作极快的把香青书早就准备的给崽崽们清洗用的木盆、崽崽们的小草窝，还有垫草窝的小兽皮找出来，放在方便的位置。兽式生产自然不用像现代那样准备那么多东西，香青书准备的待产包其实也就是2张又大又厚的兽皮，一张用来垫他的屁股，免得把草窝弄脏了不好收拾，一张用来给崽崽们擦身。其他东西叶兰也已经收拾放好，现在唯一要等的就是巫医。生产之后，胎盘这些东西都需要巫医来处理，这些严彻他们不懂，香青书也不懂，还得准备着，万一出现难产的情况。对了，难产。几乎同时，严彻和叶兰先后想起还有难产这个可能，叶兰吓得忙往卧室跑，严彻也急忙扑到香青书面前，焦急道：“青青，快，你先把5级受精给我1颗。就算巫医待会儿会带着5级受精过来，但万一青青没有难产，巫医就不会把5级受精拿出来用。可万一发生其他意外，青青晕过去了怎么办？他们自己人手里还是要有1颗5级受精才好，这样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能及时给青青把受精喂下去，他就不会出事了。”听到严彻的话，香青书这才想起这茬，他深呼吸2口气，缓了一下，赶紧趁着没那么痛把受精拿出来交给严彻，想说话，可下一秒身体里传来的痛感让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他无力的啊了一声，扯着严彻的手道：“好痛！”见他这么痛苦，严彻差点没哭出来，心里着急，巫医怎么还没来？结果下一秒，香青书忽然往下使劲，极大力的再次啊了一声，他就看见好像有什么圆滚滚的东西从青青双腿之间蹦了出来，香青书自己都懵了。刚刚他肚子非常非常痛，他就下意识用力，感觉好像拉了什么东西出来，然后他的肚子就平了，然后他浑身都舒坦了。什么痛苦？什么宫缩？所有的一切在瞬间戛然而止。他好像生了个假娃，是真的一点感觉都没了。不是这么快的吗？香青书头上的汗水都还没有凝聚成功，身上只有些微微的薄汗，但现在他顾不上快不快的问题，赶紧起身看向自己双腿之间。果然，那里出现了一只长了浅浅一层稀疏白毛的小老虎，小小的一只，比成人巴掌长些，胖嘟嘟的，粉粉嫩嫩的，藕节似的蜷缩在那里，也不叫，看起来乖巧极了。就是这小东西的肚脐上连着脐带，而脐带另一头连着一块肉状模样的东西。系统真的是太周到了，胎盘这种东西居然也让他自己生出来了。香青书觉得有些惊讶，严彻和叶兰更加惊讶。以前他们看过别人生崽，速度最快的雌性也是痛了1天1夜才把崽崽们全部生产下来，可青青从刚发作到现在，这才过去多久？巫医都还没来，而且就1只吗？
还是这么大一只？看青青现在这轻松的样子，她居然已经生完了。严彻很想去摸摸香青叔的肚子，确定一下她肚子里是不是还有，但他又不敢伸手，他怕自己给青青摸出个好歹来。第71章，第一胎就如了愿。幸好这时候牙桑带着巫医到了，听到动静，严彻按下自己的想法，赶紧起身给巫医让位置。叶兰也默默让开，不敢耽误巫医给青青接生。而年迈的巫医一听到牙桑来说青叔要生了，他是马不停蹄，收拾好东西就全速赶了过来。本以为一来就会看到一家子慌张到不知所措的样子，结果进了卧室的巫医直接愣住，青叔居然已经把仔仔生了出来，而且连胎盘都已经掏出来了。谁掏的？严彻、叶兰？肯定都不是，那是他自己生的时候一起生出来的。这顺序是不是错了？胎盘都出来了，其他还没有出生的仔仔怎么办？巫医感到不可思议，但一转头看到香青叔坐着，他脸色一变，急急忙忙道：快躺下，没生完千万别乱动。说着他动作迅速地把香青叔按下去躺好，不等香青叔张口，又麻利地变出爪子去切断脐带，一边处理仔仔一边吩咐：你们赶紧的弄点热水进来给仔仔清洗一下，要动作快些，记住不要碰到他的肚脐，洗完就用兽皮把仔仔包起来，他现在太小了，不能受冷。因为他的一句话，3个雄性都赶紧动了起来，舀水的舀水，拿草窝的拿草窝，拿兽皮的拿兽皮。而巫医说着说着，手上动作就是一顿，这只老虎仔仔怎么这么大只，比正常刚出生的老虎仔仔大了1倍，而且它居然还是一只雌仔仔。他发着愣，手上的动作却不停。等处理好脐带，他把仔仔交给严彻，来不及多想，又赶紧去按香青叔的肚子。等按到他的肚子空空如也，确定他肚子里只有一只仔仔，并且现在他和刚出生的仔仔都没啥事时，巫医极其怪异地看了香青叔一眼。但想到这是个人族，人族生产和兽族生产应当是不一样的，这么想着，巫医心里的怪异就压下来了一些。肯定是这样。传说人族一般都是单胎生产，肚子里只有一只仔，仔仔的个头大些也很正常，而且生产顺利是件极好的事，有什么好奇怪的？他就没再多想，深呼吸一口，缓了缓自己的情绪，这才对着一旁焦急等待的牙桑2人总结道：青叔已经生完了，他这一胎只有一只仔仔，还是一只雌仔仔，你们家可真是好运气。不过青叔是人族，他的生产过程和仔仔都有些不同，你们不必惊讶，我已经看过，他们俩都很健康，之后把你们准备的受精给青叔吃下去就好，他会很快恢复的。至于这只小仔仔，现在虽然是夏天，但也要注意别受凉，晚上睡觉时也要注意别闷到它了，另外要及时喂奶，还要注意及时清理尿液、粪便这些脏东西，兽皮常换洗，千万别偷懒。他一边说一边退开，叶兰和牙桑这才敢扑过去看香青叔，他们根本没太关注仔仔是雌是雄，只听到巫医说他们都很健康，他们的一颗心就放了下来。现在2人守在香青叔面前，眼里心里都只有他。叶兰弯下腰摸了摸香青叔略显苍白的脸颊，有些心疼。别怕，等会吃了受精就不会再不舒服了。牙桑则摸了摸香青叔生产后略显松弛的肚皮，也是满脸的心疼。青青真是辛苦你了，为了给他们生仔，他真的吃了太多苦。从前青青的腰腹处多有劲啊，还那么好看，现在为了他们真的牺牲太多了。一旁还在给仔仔清洗的严彻，眼瞅着这2人在第一时间去关心了青青，严彻心里焦急得很，也想去问问青青还有哪里不舒服，但他手里有个仔，根本甩不脱，他只能加快速度。2、3下给仔仔洗好，他一边将仔仔擦干净水，用兽皮裹好放进小草窝里，一边提醒牙桑：牙桑，你先送巫医回去。巫医不走，他们的5级受精可不好当着他的面拿出来。牙桑立马反应过来，见严彻已经抱着小草窝过来了，他赶紧起身，提起脚边巫医带过来的东西，不由分说地拉着他就走。巫医本来还想嘱咐他们一些事情，结果牙桑这厮根本不给他机会，他只能顺着他的力道赶紧离开。只是在牙桑送完他回去之前，他还是拉着牙桑好好的叮嘱了一番，除了关于仔仔的事，还有一些其他的事。主要他们家还有一个实力强悍的叶兰，巫医觉得他很有必要提醒一下牙桑，让他去争取一下青叔下一胎的生育权。叶兰是很强没错，但牙桑才是青叔的第2个伴侣，只要他不主动把这权利让出去，以青叔的品行，应该不会偏心。结果牙桑整颗脑袋想的都是要快点回去看青青，巫医说一句他就一句，态度很是敷衍。最后巫医气得干脆不说了，随他去吧，等以后青叔真的先生了叶兰的蛇蛋，总有他伤心哭泣的时候。而兽洞这边，巫医一走，香青叔就松了口气。那巫医一进来就是一顿小心急切，弄得香青叔也紧张兮兮的，根本不敢多动弹，也不好开口说话。这时候见他们走了，严彻也正抱着小草窝过来，他眼前一亮，忙起身伸手想看看自己心心念念的宝贝女儿。哦不，是宝贝小老虎。天知道巫医说他生的是个雌性的时候，他有多么高兴。是个女儿啊，真的是软软糯糯、粉粉嫩嫩的女儿。第一胎就如了愿，简直是太棒了。可看他起身起得那么急，严彻和叶兰都吓了一跳。叶兰搂紧了他，让他靠在自己胸前，语气严肃道：青青，小心些。严彻也避开他，把小草窝放在脚那头，
他则拉住香青书，认真看了看他，见他没什么不好，这才松了口气，无奈道：青青，你的身体还没恢复，我们先吃受精。说着，他把之前香青书给他的那颗5级受精从草窝里拿出来，用嘴咬开后，凑过去把受精喂进了香青书嘴里。他没在这时候占香青书的便宜，喂完就赶紧退开，仔细观察着香青书的反应。第72章，受精和恢复丹都吃，香青书都没反应过来。他本来想说不怕耽误这一会儿，他还是想先看看仔仔。可严彻已经凑过来先喂了受精，香青书就没坚持，只是刚把受精吃下去，香青书就感觉自己好像嗑了什么药一样，有些晕晕乎乎起来。她的产程虽然很短，但痛苦是真实的，生产后那种无法言说的疲惫感也是真实的，毕竟流了好多血呢。可这个受精一吃下去，她就感觉自己流的血好像都补回来了似的，她不累了，除了身下还有一些特别明显的痛感，她身上舒爽的不得了，甚至像补过头了似的，有点晕，还有点热，尤其是小腹处，小腹那儿好像贴了暖宝宝，暖暖的超级舒服。只是忽然一阵孤涌，她身下涌出来了一些无法言说的东西，是每个女性生产后都需要排出体外的血块、胎膜或者胎盘残留物，也就是恶露。那量大的，就好像是一次性把所有的脏东西全都排了出来。排出来之后，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又是一阵舒爽，胸前也开始慢慢的有些发热，很快胸前传来一阵有点特别的酥麻感，她的头顿时不晕了，好像是适应了过来。香青书却觉得自己胸前的感觉不对，她解开兽皮一看，好家伙，湿漉漉一片，一股新鲜的奶味。原来受精的作用是这个，它不仅仅是帮助雌性排恶露，让身体更健康，还有催奶的作用。这也太容易了吧，没感到任何不适，也没经历过传说中那生不如死的通奶之痛，这就有奶了，经脉通了。香青书只想说不愧是受氏。这时候牙桑刚好回来，一进屋就看到香青书对着自己袒胸露乳，牙桑脸色一红，却没有任何不好的想法。见他胸前有一片白白的水渍，他赶紧出屋想打盆水进来给他擦洗。香青书也是这时候才反应过来，见胸前还在滴奶，他赶紧让严彻把仔仔抱过来，正好仔仔开始在小草窝里哼哼唧唧起来。刚出生的小虎仔还站不起来，软软白白的一只，身上的毛发也比较稀疏，还能看见毛发底下粉色的胖肉。他闭着眼探来探去，到处找奶，实在找不到，急得叫了2声。这声音小小的，糯糯的，半点气势也没有，奶声奶气，听得人的心都跟着发软。香青书看着这样的小仔仔，真恨不得赶紧抱起来亲2口，但不能，仔仔还很脆弱。他小心翼翼地把仔仔抱住，幸好仔仔个头大，分量也足，抱在手里不会过分轻飘飘的，将它放在臂弯里也不会不好抱。香青书抱着他靠近胸前，小仔仔自己就闻着味叼住了奶，一叼住他就不再松口，很是满足的大口吃了起来。只是随着他大口吞咽，另一边没仔吃的地方像是被打开了开关似的，也不断的往外溢奶。严彻瞧着，赶紧拿了块兽皮按住。正好牙桑打好水进来，严彻本来想趁现在给香青书擦洗一下，结果一放开就流，一放开就流，弄得到处都是。严彻只好继续按着，等仔仔吃完之后再来收拾。屋里一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守在草窝边看小仔仔津津有味的吃奶，那眼神好像看的不是幼崽，而是什么稀世珍宝。香青书连和3个雄性在一起的大场面都经历过了，这时候自然不会觉得被他们看着喂奶有什么不舒服的，反正都是他的男人，他什么样他们没见过。只是看着怀里的仔仔，香青书忽然想起自己空间里还有一瓶避孕药和一瓶恢复丹，这2瓶药的作用他看过，避孕药吃1颗可以连续避孕1个月，一共有10颗，恢复丹也有10颗，它能恢复产妇身体所有的损伤，比如她现在下体的伤痛，比如她生产后变松弛的腰腹和产道，还有被子宫挤压的变形的各种内脏器官等等。受精能恢复她身体的所有精力，能帮助她排出恶露，能通奶，但那些隐形的伤害却是她恢复不了的。这么看起来，受精和恢复丹都吃，才能让她的身体真正恢复到怀孕之前的样子。香青书便没有犹豫，赶紧将恢复丹从空间里拿出来，一只手不好操作，他就让旁边的严彻帮他拿。成功吃掉1颗后，他将剩下的药丸小心放回空间，感受了一下，咦，就算刚吃过受精，恢复丹的效果也十分明显，他明显感觉自己下面不痛了，而且身体一下子就变得轻松起来，那种感觉怎么说呢？之前的感觉就好像他淋过雨，却只擦干身体不换衣服，总感觉黏糊糊的不自在。现在的感觉则像是淋过雨之后，他及时洗了头洗了澡，不但吹干了头发，还换上了干净温暖的衣服，一身爽利，爽利的不行。他身体的变化其实就在一瞬之间，严彻3人都有些惊讶，其他地方看不到，但香青书腰腹处的变化他们却看得清清楚楚。牙桑当时就惊讶道：青青，你的腰变细了，变成和以前一样的了。香青书闻言看去，不错不错，他的腹肌回来了，这种不劳而获的东西拥有起来真的觉得超级爽。香青书笑道：那是兽神特意给我准备的恢复丹，能让我的身体恢复到怀孕之前，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了，我现在好的不得了，就是有点脏。阿彻，待会儿我想洗个澡。听到这话，严彻赶紧起身，我马上去准备。说着连仔仔都顾不上了，
他飞快跑出去给香青叔准备洗澡水。而这么会儿功夫，仔仔也已经吃饱了，见他鼓着小肚子呼哧呼哧的睡了过去，香青叔眉眼一软，赶紧把他放回小草窝，用兽皮仔细盖好。一边的牙桑顺势把草窝接过去，瞧着小虎仔胖嘟嘟的样子，他根本移不开眼。青青，你和严彻商量过仔仔要叫什么名字吗？我们家第一个仔仔，还是这么特殊的一胎单生，还是个雌仔仔，叫什么好？提到名字，香青叔微窘，他倒是想过很多名字，女孩男孩都有，但每次问严彻，他都是一副你做主的样子，搞得他也拿不定主意，犹犹豫豫的，到现在也没定下来。第73章，我们的仔仔就叫青罗，但现在知道是个雌仔仔了，名字倒是更加好取。香青叔想了想，忽然想到这时代没有姓这个东西，可仔仔是从他身上掉下来的肉，他不由多了点私心，之前想的那些有关诗词的名字就通通被他抛到了脑后。他脱口而出，不如叫青罗。漫漫青罗代表无限的生命力和活力，在这寿世，他对仔仔没有别的期盼，只希望他能好好的活着，快快乐乐的活着。至于像这个姓，他一开始就隐瞒了他们，现在也没必要再提出来。他以为青罗和青叔相像，他们多多少少会有些质疑，结果他话一说完，准备好洗澡水进来的严彻就点了点头，好听，青青，我们的仔仔就叫青罗。叶兰也点头，好听，都有青，而且还是青青取的，怎么都好听。牙桑则比较夸张，青青，你真厉害，果然还得是你，这名字真好听，青罗青罗，我们家已经有了一个青青，现在又多了一个罗罗，真好，我喜欢。香青叔，他发现牙桑真的很喜欢叠名，一个桑桑，一个青青，现在又来一个罗罗，不等他肉麻一番，严彻已经过来将他抱起，并怜爱的在他唇上亲了一口。青青，辛苦了，现在我们去洗澡，之后你什么都不用再想，好好休息，一切有我们在呢。香青叔被他这温柔的语气涤荡得有些飘飘欲仙，他两声，心里想，之前怀孕时睡觉不好翻身，他晚上到底睡得不太踏实，现在他才不会多想，他要吃好喝好，好好躺平一阵子，要养精蓄锐，哪怕身体已经恢复了，也不妨碍他享受伴侣们的照顾。说到做到，之前洗澡都是严彻他们准备热水，香青叔自己动手，这回严彻关心他，主动提出帮他洗，他也没拒绝。严彻当然不是想干点啥，说帮他洗，他就认真的帮他洗，从头到脚每一处他都带着虔诚的心理去做，一点颜色都没有。等洗完穿好兽皮衣回去，牙桑和叶兰已经把严彻的草窝收拾干净，并把仔仔放在草窝里侧，让他安心睡觉，还把之前香青叔没吃完的食物热好了放在小桌子上。香青叔一回来，三个人就开始抢着喂他吃东西，他们三人都很积极，就连叶兰也展现出了比以往更加积极的热情。知道他们是关心他，但香青叔还没到连饭都吃不了的地步，便赶紧把饭碗抢过来，无奈道，你们去忙你们的，我自己吃。可现在哪里还有比他更加重要的事情？在他们的观念里，雌性生产后需要休息好几天，而这几天雌性会比平时更加脆弱。虽然香青叔说过他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但这些事他们也就是听听，就算恢复了也不妨碍他得到他应得的照顾。最后还是叶兰以移动空调的优势将照顾香青叔这活抢了过来。三人顺便说好，香青叔还是和叶兰一起睡，以后叶兰会一直留在兽洞里，方便保护青青和青罗。青罗是个雌性，以后他们家亲近不了，需要有个人时常在家里守着。严彻则负责照顾青罗，喂奶、洗屁股、洗尿片什么的。至于打猎和家里的杂活，主要由牙桑负责，其他两人配合。于是等香青叔吃完，叶兰当即就要抱着他回自己的草窝，但香青叔没动，现在娃吃饱了睡了，他也吃饱了洗干净了，啥都收拾好了，除了最后一件大事。在严彻三人疑惑的目光中，香青叔很是兴奋地尝试着动用意念召唤商城，没怎么费功夫，只眨眼间，他面前就出现了一个泛着淡淡蓝色的透明光屏。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光屏，香青叔激动不已，赶紧点开。和他想象中的差不多，这光屏就只是光屏，没有其他花里胡哨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系统提示音，光屏界面也很简洁。界面最上头是香青叔的名字，名字下一排显示的是剩余积分，积分在下面就是一排排十分齐全的物资列表，种子、树苗、刀具、米面粮油、生食、熟食、水果、饮料、点心、衣服鞋袜、床单被褥、书籍、日用品等等等等，只要是日常生活所需的都有。而香青叔的积分居然有5万，哇，比他想象的还要多些，他以为最多1万2万的，没想到系统这么舍得，一下子给了5万。但这不能代表什么，香青叔赶紧去看了看那些物资的价格，看完后他松了口气，除了种子、树苗和刀具这一类物资要贵点，其他都很便宜。比如1斤草莓，如果现实里卖50块，商城里就只需要10积分；比如1套衣服，现实里卖1000块，商城里就只需要200积分。而种子一类，说贵，其实也贵不到哪里去，这些都是可再生资源，买一次就可以自己留种，哪怕起步价是300积分，算起来也不亏。至于刀具，这刀具就是菜刀这一类的普通工具，并不是兵器，除了剪刀、指甲刀一类的香青叔需要，其他刀具还真没有什么能比兽人的爪子好用。
就算要买一套备着他自己用，也花不了多少。总之，这5万积分看起来非常经用。香青叔立马买了1斤草莓，买完草莓，他又买了1斤车厘子、1斤芒果，还有1份白糖糕、1份瓜子酥、1份蛋挞。东西分量其实不多，花的积分也少，全部加一起还没到50积分。买完的下一刻，一样的东西凭空出现，没有任何包装，就这么直接悬空在香青叔面前。从刚开始，香青叔在空气中点时，严彻3人就注意到了。想到青青以前说过，升载后会有积分，有积分后商城就能开启，他们有些新奇，就一直没说话。这时候见他面前凭空出现了这么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牙桑惊讶道：“这些是什么东西？好神奇，居然飞在半空中！”3人惊讶的同时，赶紧伸手去接。香青叔则拿了一颗草莓，直接放进嘴里，熟悉的香甜味道席卷整个口腔，让他觉得幸福无比。第74章，过冬的东西我们得先买。他陶醉了一会儿，见3人新奇的样子，赶紧和他们解释一番，顺便说了说商城里大概都有哪些东西。知道他们肯定会很茫然，他一边说一边解释那些东西都有什么作用。说到棉被时，严彻3人集体一震。叶兰，这个棉被得多买一些。严彻，必须多买。青青，积分的要下次升载才能再有，我们得好好计划一下，先把最需要的东西准备好。牙桑，严彻说的没错，青青，你和我们兽族不一样，冬季时我们可以依靠自己的皮毛度过寒冬，你却什么都没有，过冬的东西我们得先买。香青叔当然知道过冬的物资很重要，兽氏的冬季非常寒冷，那可是真正的银装素裹，大雪封山，雌性有皮毛都很容易生病着凉，何况是他。而且食物、洗发露、衣服什么的，习惯了其实也还好，过冬的东西却不是习惯就能行的。就算有灵泉可以保证不生病，但他不可能一整个冬季都挂在严彻他们身上取暖，他需要活动，严彻他们也需要活动。他便点头，放心吧，我不会乱用积分的，等把过冬需要的东西买完，剩下的再买其他东西。说着话，他又往嘴里扔了一颗车厘子，这几样就当是过嘴瘾的，先让他解馋。一边吃着，他开始翻看那些过冬需要的生活物资，首先看的就是衣物一类，但肯定不是什么衣物都可以。到时候他会让牙桑他们用兽皮给他做几套兽皮大衣，现代的保暖套装穿里面，兽皮大衣穿外面，这样就不会被人看到。那种有帽子的高领的衣服不好遮挡，他便直接去看那种低领的。好在低领的款式也有很多，香青叔挑着颜色浅的买了几套，内衣裤、保暖秋衣裤、毛衣、棉服、棉裤、袜子、雪地靴、手套、耳套、帽子、围巾、珊瑚绒睡衣等等。手套、耳套、帽子和围巾买了不好穿出去，到时候可以在家里穿，要出门时再换成兽氏同款。他本来还想买护肤品，但想着这段时间有灵泉滋养，他的皮肤状态一直都很好，比从前更好，像剥了壳的鸡蛋似的。他觉得没必要，就只买了宝宝霜和护手霜，就连牙刷牙膏这些他都没买。兽氏大陆用来刷牙的那种树叶效果真的很好，刷完口腔香香的，牙齿白白的。他不想过多依赖现代产品，毕竟积分用完就没了，这些东西他又没办法自己做，干脆一开始就不用。还有沐浴露和洗发水也没买，因为他发现他自己配的皂角粉洗完头发后，头发会变得又黑又亮又顺，不管是皂角粉的效果还是灵泉水的效果，只要能洗干净，这种天然的东西总比现代那些有添加剂的东西好。这么算下来，他需要买的东西真不多，除了衣物就是宝宝霜和护手霜，另外还需要一些暖宝宝、防疫乳垫、卫生纸和卫生巾什么的。除了这些，还有睡觉需要的。香青叔先去看了看书籍一类，本来想找找看有没有那种教人盘抗的书，结果没有。商城里的书都是些小说、名著之类打发时间的闲书，他只能继续翻找，最后找到一种太阳能电热毯。是的，太阳能电热毯，白天晒一天太阳，晚上打开开关就能用，不用插电，也不用充电，冬季居家旅行必备。这东西好啊，不管用不用得了那么多。香青叔按照最大尺寸买了10套，先备着，反正放不坏，以后家里人会越来越多的。对了，还有烤火炉，这个也得有，多买几个放在睡觉的受冻里，用炭烧比篝火堆更加安全，也更加经久耐用，晚上可以不用频繁起夜加柴，还没有烟雾。至于其他的，也就是棉被、羽绒被、枕头、4件套这一类的，他还买了一台太阳能洗烘一体洗衣机，冬天的衣服不容易干，不脱水很容易变形，这个肯定得有。另外碳也得多囤些，香青叔直接囤了2000多积分的碳，和其他东西加在一起凑了个1万积分。但买完后他才发现，碳好像买多了，好几吨重的碳，就算冬季每天都烧，10个炉子一起烧，应该也要用个2-3年。管他的，反正都要用，不存在浪费。香青叔又赶紧去看种子，一份种子能种的面积只有1平米，其实分量很少，但香青叔没有多买，他先买了自己喜欢的蔬菜种子和果树果苗个10种，每一种各1份，这就花了6000积分。当然，稻谷和小麦种子是必须要有的。他打算先买了，试着用灵泉水种一种，看灵泉水用在植物上是个什么效果。如果只是让植物更健康，不能让植物加速成长，等以后定居下来，他就得多买点种子了。买完种子，香青叔这才去买了一些大米面粉和蔬菜，还有酱油、酵母粉、白糖、辣椒之类的兽氏没有的调料。
他看了制作酱油之类的书籍也没有，他只能买现成的。大铁锅也买了一口，炒菜还是要铁锅炒出来的味道才好。对，他觉得买熟食超级不划算，打算买回来自己做，便又买了蒸笼等东西，用来蒸包子、米饭什么的都需要。等把所有大大小小的东西都买完，总共花了16000多积分。而严彻他们见东西一样一样的出现，又一样一样的被乡亲叔收进空间，他们眼花缭乱，哪怕有乡亲叔给他们解释，他们也听得云里雾里，不是很明白。好在他们知道里面大部分东西都是为冬季准备的，尤其是那些黑乎乎的石头，知道它们燃烧后能取暖，比木柴好用，他们就放了心，没什么比这个更加重要。只最后买的厨房里的东西，乡亲叔没收进空间，他把铁锅这些东西交给3人，让他们在杂物房那边再垒2个灶台，那里有墙挡着视线，从外面看不到。他本来还想立马去蒸点米饭来吃，但严彻他们怕他吃撑，加上刚刚生产，就算恢复了也需要休息，便死活不让他起身。乡亲叔无可奈何，只能把各种东西的用途和煮饭方法交给他们，让他们去做。第75章，原来是他的崽要吃奶了。直到他们彻底弄明白该怎么操作，这回叶兰再没犹豫，直接抱着乡亲叔回了自己的草窝。等乡亲叔换了哺乳内衣，又贴好防疫乳垫，叶兰便抱着他躺下，学着严彻以前的样子轻拍着他，非要哄他睡觉。乡亲叔一时间哭笑不得，但不知道是轻拍有效还是他真的困了。没一会儿，他竟真的打了个哈欠，有点想睡。见此，叶兰轻声道：“青青，睡吧，我们都在呢。”乡亲叔嗯了一声，到底没再想东想西。他换了个舒服的姿势，闭上眼睛，没一会儿就真睡了过去。也不知睡了多久，迷迷糊糊中，他感觉有人在他胸前放了一团暖乎乎的软肉。等他的哺乳内衣解开，那团软肉贴上来，他才反应过来，哦，原来是他的崽要吃奶了。他睁眼见小家伙吭哧吭哧的抱着奶吃的有劲儿，他笑了笑，伸手摸摸他微秃的小脑袋，低头亲了一口。刚亲完，扶着青罗吃奶的严彻也凑过来，在小家伙脑袋上落下一吻。亲完又去亲向亲叔，亲亲，我们已经按你说的方法蒸好了米饭，有米汤，要喝点吗？乡亲叔仅剩的那点困意立马就没了，他眼睛睁大，很是惊喜。要。客厅的叶兰听到声音，赶紧舀了一碗米汤端进来，白白浓浓的米汤，什么都没加，光是那股大米的清香味就馋得人直流口水。但这时候乡亲叔没法动，叶兰便一勺一勺吹凉了，把米汤喂给他，是熟悉的味道。想不到他们的手艺这么好，没用他在旁边指导，居然也做得有模有样的。满足的喝了大半碗，乡亲叔这才发现牙桑没在。这时又听到受洞外面闹哄哄的，乡亲叔一愣，顿时有些无奈。不会吧，他们又来了？严彻笑道：别担心，牙桑已经去处理了，不会让他们进来打扰我们的。乡亲叔才不担心，他终于生产，可以结旅了，还生了一个小雌性，那些人会再次关注他是肯定的。但在狐族生活了这么久，他知道那些兽人都有分寸，不会乱来。反正他们不会在这里待太久，估计等从兽王城回来，他们的热情已经转移了。想到兽王城，乡亲叔忙问：阿彻，崽崽能跑能跳大概需要多久？一般来说3-5天能睁眼，半个月左右就能正常跑跳。严彻顿了顿，但我感觉我们家青罗用不了这么长时间。青罗比一般幼崽都大，青青怀他时受精没断过，灵泉水也没断过，他的身体肯定比普通幼崽更加强健。这样啊，乡亲叔想了想，那我们就等等看，等青罗能站起来了，我们就早点出发吧。再耽误都要入秋了。左右身体已经恢复，他不用坐月子，早点出发也能在冬季之前早点定下来。严彻当然没有意见，等青罗能跑能跳，青青的身体也肯定不会再有问题，那时候出门再好不过，他便点点头应承下来。说话间，青罗吃饱了，已经松开乡亲叔，又呼噜呼噜的睡了过去。严彻把他捞起来，用兽皮擦干净他的嘴巴，把他放进了旁边的小草窝里。叶兰则帮着乡亲叔收拾，等收拾好，他才道：现在离晚饭时间还早，但我们已经把菜做好了，起来尝尝。乡亲叔忙点头，赶紧起身去了客厅。饭桌上果然放着几道菜，都是睡前他教过他们的菜式，一道回锅肉，一道炒白菜，一道青椒肉丝，还有一道番茄排骨汤。他们已经有过炒菜的经验，那菜便切得有模有样，就是颜色看着略深，应该是酱油放多了的原因，连素炒白菜都放了酱油。但乡亲叔尝了尝，味道非常不错，就算和现代饭馆里那些专业厨师做出来的不太一样，也非常好吃，超级下饭。原本只想尝尝的乡亲叔，当即就让严彻舀了米饭，久违的白白甜甜的米饭，配合着久违了的各种蔬菜，哪怕乡亲叔的食欲已经恢复正常，他也一连吃了3大碗。到了晚上，食欲依旧，一点没因为半下午吃过而有吃不下的感觉。反倒是严彻3人看着他这么吃，有些担心，既担心他们不让他吃，他会肚子饿，又担心他真的吃多了会不舒服。但乡亲叔是那不知轻重的人吗？吃得下就吃得下，吃不下他也不会勉强自己。而且哺乳期本来就比较容易兽人的崽又和人类幼崽不一样，他们吃的更多，乡亲叔的消耗也就更大。最后见他始终开开心心的，没有哪里不舒服，严彻他们到底放了心。等乡亲叔吃完，他们陪着他在附近走了走，消食后才赶紧回来休息。
只是说好的3、5天睁眼，没想到第2天青罗就睁开了眼睛，不仅睁眼了，肉眼看着他的毛发也浓密了许多，身上已经开始长出蓝色的纹路，成长速度非常快。他的眼睛和颜彻一样，都是那种清清亮亮的蓝色，只是现在他的视力有限，这双漂亮的大眼睛里就满是迷蒙，看着十分可爱。尤其是他脑袋探来探去找人时，4条小短腿胡乱划拉着，蠢萌蠢萌的样子，每每都要惹得香青叔母爱泛滥。颜彻这个亲生父亲就不说了，青罗睡着了他都要忍不住去亲一亲。叶兰和牙桑竟也如他这般，做完事回来后都要去瞧一瞧青罗的状态，如果他睡了，他们就只摸一摸亲一亲，没睡就抱过来和香青叔一起玩一玩。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青罗清醒的时间越来越长，从最开始爬行都困难，慢慢的越爬越快，到后面渐渐能站立。从最开始小小的呜咽声，慢慢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到后面渐渐能说出正常的兽语。不过7、8天的时间，这几天香青叔的恶露果然没有出现，都在第1天时就排干净了，身体也没有其他不适，但他还是按照颜彻他们的意思，好好休息了7、8天。狐族的兽人们也一直不断的来找过香青叔，但都被牙桑以他不找伴侣的理由拒绝。但对于雌性天然的喜爱和关注，总让他们往香青叔家跑，这其中祁宇来的最勤。第76章到达兽王城，担心影响他休息，祁宇在香青叔家待的时间并不长，但每次来都会把宁叔这几只小崽崽带上，一是为了给香青叔解闷，二是为了让他们带着青罗一起玩。小崽子们倒是十分守礼，没有直接扑上来对着青罗又亲又咬。他们知道青罗是珍贵的雌性，还是别人家的雌性，便只守着它，在青罗要爬出草窝时用脸把它挤回去。就连最闹腾的宁树都变得守规矩许多，在青罗面前，他总是安静又沉稳，可他的眼神里却又带着许多雀跃和跳脱，甚至顾不上对香青叔的恐惧，看得香青叔好笑不已。终于，在青罗肚脐上的伤口恢复如新，并能无阻碍跑跳的第2天，也就是青罗出生后的第8天，几人决定出发前往兽王城。家里一下子忙碌起来，要收拾的东西很多，但要带走的东西很少。家里的东西香青叔的空间里都有，只需要把明面上的一些生活物品还有铁锅这些奇怪的东西收拾起来就行。除了收拾东西，颜彻怕香青叔赶路累，还特意做了个可以让他平躺下来的小木屋。小木屋不大，里面铺上满满的兽皮，再铺上一层商城里换的凉席，柔软又凉爽，到时候再由变成兽形的叶兰卷着走，就不会颠簸，超适合赶路。他们也没有啰嗦，在木屋做好的第2天就和部落里的熟人告别，直接出发。为了不在密林里迷失方向，几人决定还是像之前那样操作，白天进密林1天，晚上出来安稳的休息，然后第2天赶路，如此反复。反正他们不着急，就当是郊游。当然，他们依然不会过分深入密林。现在叶兰4级了，但他这4级到底只是初期，还差很多实战经验。叶兰便顺便把那些疯狂的3、4级野兽当作练手对象。颜彻和牙桑也趁机利用野兽锻炼自己，除了锻炼自己的身手，也会和其他2人打配合。几人很少遇到5级野兽，因此3人的战斗意念达到顶峰，每一天都打得酣畅淋漓。一段时间下来，3人竟变得默契很多。除了收获兽精，他们最大的收获便是在没吃兽精的情况下，实力也增长了一大截。一直到入了秋，几人才慢吞吞地赶到兽王城附近，半个月的路程竟生生走了1个多月。这时候他们的兽精又多了一大堆，除了香青叔吃掉的，除了颜彻和牙桑升级吃掉的，1、2级兽精分别还剩300多颗，3级兽精也有300多颗，4级兽精有67颗，就连5级兽精也有8颗。其实目前的兽精完全够颜彻和牙桑升到4级，但为了不让人起疑，他们吃的不多，在感应到兽印即将变紫之前，他们就没再继续升级。香青叔本来还想把5级兽精给叶兰，这8颗兽精应该足够他跨越一个小阶梯，勉强升到4级中期，但叶兰死活不愿意，非要留着给他，以备不时之需。没办法，香青叔只能把兽精收起来，等有合适的机会再拿出来用。而他空间里的物资，经过这1个多月的努力，已经足够他们一家整个冬季的使用。猎物不说，每天晚上休息前，颜彻他们都会先把猎物处理好放进空间，加上从前存的那些，现在已经有上千头。对于3个兽人，3个月的时间来说，这数量其实算不得多，但至少能吃饱。而且猎物种类丰富，连香香兽都运气很好的被他们猎到过。兽皮也是，除了部分破损的不能用的，现有的兽皮已经堆成山，没毛的、短毛的、长毛的，应有尽有，颜色也是十分丰富。别说给香青叔做大衣了，就是家里再多几10个兽人，今年也是够用的。香青叔一遍又一遍的清点好那些物资，确认冬季的物资已经准备好，没啥疏漏的，他心有欢喜，满满的成就感。但现在显然不是个该高兴的时候，他们刚从密林里出来，在林中还不觉得，一出来才发现外面的天色浓黑，空气中水汽弥漫，很明显是要下雨了。秋季的第1场雨，一般来说都是又小又长，没完没了的。他们现在距离兽王城已经不远，几人商量过，决定全速前进，免得被雨水堵在路上，会耽误很多时间。也确实如他们预料的那样，没等到第2天，当天晚上这雨就下了下来，细细密密，不大却湿了，一直到第2天中午，他们到达兽王城时都还没有停。幸好有那个小木屋在，香青叔和青罗一直待在木屋里，并没有被淋到。
只是到了兽王城之后，他们被兽王城守门的兽人拦了下来。兽王城建在一片辽阔的平原上，周围山水相依，城的占地面积很大，远远看去竟真像一座城市，有石屋有城墙，很是了不得。为了方便进出，兽王城的3个方位还设有城门，但其实只是一个很大的口子，并没有门，门前有2个守门的兽人。当然，这城和现代或者古代那种精细的城墙结构没法比，全是用石头垒起来的，没什么规律和讲究，城墙也不太高，只是为了拦住野兽。守门自然也不是要检查什么，就是简单的守着门口，不让可疑的兽人进出。香青书他们被拦，就是因为面貌十分陌生。因着人口流动大，面貌陌生倒不是什么值得注意的事，只要不是恶兽就行。偏偏今天守门的有一个虎族兽人敖天，见严彻也是虎族，他态度很是热情的攀谈，两人交换了姓名。结果知道他叫严彻后，他的表情立马就变了，那神色有同情有怜悯，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愤怒。他看了看跟在严彻身边的牙桑和叶兰，又看了看被叶兰卷着的木屋，顿了一下，忽然道：让木屋里的人出来检查，我要确认你们没有偷藏恶兽。这话一出，在场的人全都满脸问号。且不说木屋不大，从门口看一眼就能知道木屋里面有什么，就说他们刚刚已经主动说明了，里面是雌性和包裹，敖天却还要他们在这种天气下出来淋雨，是想干什么？第77章金雕兽人木灵。就连另外一个金雕一族的守门兽人木灵都十分意外，他不知道敖天为什么突然这么说，明明一直以来都不用查这么严，而且实在没必要让雌性冒着生病的风险下来。他便戳了戳他，建议道：现在还在下雨，雌性的身体本来就很娇弱，下来淋雨似乎不太好，要不算了吧。你别为难人家。牙桑有些不高兴，他觉得敖天简直是有病，当即就道：你是故意的吧？你要是觉得有问题，过来看一眼检查下不就得了？为什么非要我家青青下来？我家青青要是生了病，你负责吗？叶兰没说话，只脸色沉了沉。严彻也立马收了笑脸，刚刚他还很兴奋，终于遇到一个同族之人，结果上一秒对以后的生活充满美好幻想，下一秒这幻想就破灭了，他的情绪被卡在那里，不上不下，只剩下对敖天不尊重自己伴侣的气氛。敖天却浑然不觉，他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表情上居然带着几分得意。我不管你们会不会生病，他又不是我的伴侣，不过是个人族雌性而已，不管他是谁，到了兽王城就得守兽王城的规矩。我说让他下来，他就得下来，就算是为了兽王城里其他雌性的安全，也必须下来。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什么叫不过是个人族雌性而已？而已。牙桑是真的生气了，上一个对青青不尊重的兽人被严彻和叶兰打了，他没动手，这次他忽然就很想试试呢。他拳头一捏，叶兰在同时轻轻把木屋放下，严彻也是同样的状态，拳头捏得咔咔作响。三人显然都做好了出手的准备，却及时被香青书喊住。香青书一直抱着青罗坐在木屋门口，通过细细绵绵的雨幕观察着两个守门的兽人，一个老虎，一个金雕，身上都是白光。木灵身上的白光明显比敖天浓厚很多，甚至比严彻他们身上的白光都要浓。穿越过来这么久，他还是第一次看到白得这么彻底的兽人，他不免多看了几眼。和其他兽人一样的配置，木灵长得十分高大，身材也十分健硕，但要比严彻和叶兰略矮，肤色也比严彻和牙桑略深。他五官的攻击性很强，鼻子、嘴巴、下颚的线条很粗犷，像钢笔勾勒出来的似的，十分硬朗，好像融合了东西方之美，混血一般，英俊深邃却并不温柔。这样的五官，按理说他的眼睛应该也是同样锐利，但偏偏他长了一双十分柔和的眼睛，仔细看，这双眼睛里还藏着几分单纯，几分真诚。加上他那一头微乱却灿烂如阳光的金棕色短发，整个人呈现出一种狂野又憨厚的复杂气质，总忍不住让人多瞧一眼。敖天就要逊色一些，好看是好看，但他的眼睛里总流露出一种清澈的愚蠢，加上他身上的是很淡很淡的白光，就好像他觉得自己是在做什么很正义的事情，根本没思考过自己站在这里为难一个雌性，也是一种特别没品的行为。香青书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为难他，但初来乍到，兽王城里具体是个什么情况他们不知道，现在又下着雨，他们实在没必要给自己惹麻烦，还是得赶紧找地方先安顿下来。他便抱着青罗，拿了一张兽皮盖在他身上，从木屋里走了出来。木屋稍矮，之前他在木屋里，哪怕坐在门口，众人也看不到他的脸，现在他一出来，木灵和敖天都有些惊讶，这个雌性长得好漂亮啊。他今天穿了一件独特的落肩袖高腰兽皮上衣，棕色的兽皮与他白皙的肤色形成鲜明对比，衬得他仿佛一朵盛开的荷花，洁白中透着淡淡的粉红。裸露出来的腰部纤细而柔软，其上肌肉紧致有力，盈盈一握却又不失健康的美感，给人一种既柔美又坚韧的感觉。他还披散着长发，只是那头青丝不像其他雌性那般干枯毛躁，反而又黑又亮，柔顺光滑，哪怕沾染上雨水，发间形成了一小颗一小颗的剔透水珠，也依然不失美感。两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雌性，见她踩着雨水缓步而来，朦胧水汽中，她的五官越发精致优雅，一时间都有些呆了。严彻三人自然不会呆，见她出来，叶兰赶紧从木屋里拿出来另一张兽皮，举在香青书头顶为她挡雨，
严彻和牙桑也站在他身侧，一副给他撑腰的姿态。香青书就看向敖天，我出来了，木屋里只剩些兽皮，这样可以了吗？听到他的声音，木林和敖天这才回过神来，发觉自己看一个雌性看呆了。木林当时就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脑袋，但不好意思归不好意思，他实在没忍住，又偷偷看了香青书一眼，不知看到了什么，他眼睛微睁，忽然就有些脸红。敖天就没有任何不好意思的想法，他只觉得有些懊恼，但看严彻贴着香青书站着，很是亲密的样子，他又有些狐疑。本来想说点什么，却见香青书怀里的兽皮拱了拱，忽然冒出一颗小小的老虎脑袋，那双蓝色的眼睛，脑袋上蓝色的纹路，居然和旁边的严彻一模一样。他惊了，这是你和严彻的崽？香青书无语，不是我和他的，难道是你和他的？这个兽人到底想干嘛？他似乎很关注严彻，可严彻从来没有来过兽王城，他为什么要关注他？香青书疑惑，敖天更加疑惑，不是说人族雌性不能怀兽人的崽吗？这个叫青书的人族雌性，他居然能怀，这怎么可能？由不得他深思这个问题，看着香青书怀里不停扑腾的小老虎，敖天当即就痛心疾首地看向严彻，你怎么可以这么快就和他生崽子了？你忘了他当初是怎么强迫你的了？就算你们不得已结了侣，你也不必这样吧？你怎么可以这么快就忘了林然？林然，时隔几个月，突然听到这个名字，香青书还有些没反应过来，但结合敖天之前态度突然的转变，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是怎么回事。第78章，其实我平时挺厉害的，看来他是放心的太早了，以为林然没去狐族找他和严彻，是死了心放下了，结果人家高瞻远瞩，知道他们一定会来虎族，已经先一步过来，败坏了他的名声，还找到了能替他出头的兽人，这敖天不就是一个？可真是，香青书还好，对于林然，他其实没有多重的情绪。严彻听到敖天说轻轻强迫他，又提到林然，自然也能想到这些事一定是林然胡诌给敖天听的。他变了脸色，却忍着情绪问道：林然现在也在兽王城？他是什么时候来的？听他提到林然，敖天的表情瞬间变得柔和许多。林然3个多月以前就来了。严彻啊严彻，你可真是给我们虎族丢脸，那么好的林然不要，你怎么偏偏要被一个这么恶毒的人族雌性左右？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事林然非常伤心？你知不知道他有多担心你被这个人族雌性欺负？你可真是……敖天话还没说完，木林忽然走过来拉了他一下，小声提醒：你别说了吧，敖天是瞎了吗？没见严彻的脸色已经越来越难看了吗？而且林然那个傲慢雌性的话怎么可以全信？就今天的状态来看，严彻很明显不是被青书强迫的。可敖天根本没理解到木林的好心，他疑惑地甩开木林，还在继续开口：木林，你拉我干什么？有什么不能说的？严彻本来就应该是林然的伴侣，是这个恶毒的人砰的一声。这次迎接敖天的不再是木林的提醒，而是严彻忍无可忍的拳头。除了为香青书挡雨的叶兰，牙桑也没忍住，他暗骂一声，一边冲过去帮严彻，一边大声道：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愚蠢的兽，3级兽人是那么好强迫的吗？那林然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他说你阿爸是吃屎长大的，你是不是也信？我家青青明明和严彻相互喜欢，是林然想霸占严彻，不但用圣果对付我家青青，还对严彻下了发情药，结果没得逞，反而害死了他好几个伴侣。他阿爸和他一样恶毒，迫害不成还追杀，结果死了，他阿哥也因他而死。林然才是那个恶毒的雌性。林然说的那些话，你去证实过马你就信？真是蠢死了！你这样的人不狠狠打一顿，实在不解气。我们家的宝贝怎么可以让你这么诋毁？就算这里是兽王城也不行。他3言2语就把事情解释清楚了。刚好周围路过几个回城的兽人，听到他的话，他们有心想留下来看看热闹，毕竟林然、严彻、青书这3个名字他们可熟悉得很，经常听人提起。但看严彻和牙桑十分激动，旁边还站着一个虎视眈眈的4级蛇兽，实力的差距让他们默了默，最后到底没停留，飞快的就跑回了城里。而这时候严彻2人已经和敖天打得热火朝天，当然敖天处于弱势。一旁的木林看着，下意识就想去帮忙，但他看了看一旁的香青书，想着今天是他受了委屈，本来就是敖天不对，他去帮忙好像不太好。但今天敖天到底是他的同伴，现在又在下雨，他犹豫一下，想着还是过去拉一把，拉开后先带青书他们进城避雨才对。结果刚过去，他就被严彻一肘子砸在鼻子上，并且向后飞出好几米，直接摔在了香青书脚边，足以见严彻力气之大。木林，香青书看着飞到自己脚边的人，又看看溅到自己小腿上的雨水，香青书沉默一瞬，忽然瞪大了眼睛：你流血了？你没事吧？好歹是严彻伤了他。香青书忙从木屋里拿出一张小一点的兽皮，按到他的鼻子上：很抱歉，我家阿彻这是气急了，他不是有意的，你别怪他。不怪，我怎么会怪他？木林其实没发觉自己流鼻血了，还是香青书给他按了兽皮，他才反应过来。可反应过来后，发现他距离自己颇近，近得连他睫毛上的小水珠都能看清。木林就再次红了脸，他觉得自己可真丢人。本来被强者打倒不丢人，可是在这样一个美丽的雌性面前被打倒，他就觉得有些羞愧。他不由解释起来：
其实我平时挺厉害的，就算打不过3级兽人，好歹也能对上几招。刚刚我只是没防备，我本来想去拉架，没想和严彻他们动手。真的。见他一脸认真，大有一种他不相信，他就要伤心的感觉。香青书有些疑惑，这人和他解释这么多做什么？但下一秒看到他微红的脸颊，他一愣，忽然反应过来，对哦，这里的兽人感情都是很直接的。他不由多看了穆林几眼，虽然不了解他的性格，但这人的长相很符合他的审美。就算兽人基本都长得不错，他的模样在兽人之中也算是比较突出的。而且他看起来似乎不是敖天那种容易轻信别人的人，还是一个飞行兽人，他心里就多了些计较。见他一直没起来，他干脆蹲下身，凑近他道：“你叫穆林是吧？穆林，你一直生活在兽王城，对于林然你了解吗？他现在什么情况？都说了我什么？你给我说说呗。”这自然的语气，好像他们的关系多么亲近似的，听得穆林有些懵，完全反应不过来目前是个什么情况。他只想着他们的距离会不会太近了，这还是他第一次离慈信这么近，就挺激动的。见他半天不说话，香青书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怎么了？是我问的太多了，还是这个话题很难说？”“不是。”穆林不好意思的摸了摸脑袋，随即一本正经的回复道：“其实我是最近这2个月才到兽王城来的，对于林然的情况并不了解，只知道他现在好像住在虎族内城，身边已经有10几个伴侣，其他的就不知道了。不过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帮你去打听。至于他说过你什么？”穆林略微迟疑，但见香青书一直认真的看着自己，他便斟酌着道：“他说你心思恶毒，说你为了抢走严彻，给严彻用了发情药，还说你根本不是真的喜欢严彻，只是看他厉害，就想从他身边抢走他，说严彻和他才是一对，还说你害死了他的伴侣和阿爸阿哥。”第79章，林然怎么会骗我？说着，穆林忽然感觉自己浑身发麻，有一种被野兽盯上的感觉。转头一看，就见叶兰正阴恻恻地盯着他，那眼神好像他继续说下去，他就要冲上来结果了他似的。他忙摆手解释：“青叔你放心，城里很多人都是不信的，我也不信他。不说雌性喜欢实力强悍的兽人很正常，就说人族雌性那么弱小，怎么可能强迫得了3级兽人，还能害死一个部落的首领？”这话一出，那种被野兽盯上的感觉再次出现。穆林忙摇头，跟个拨浪鼓似的否认：“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说你很弱小，我真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他说着说着就急了起来，真的是怕叶兰一言不合就冲上来动手。这要是平时，他肯定巴不得和实力强悍的兽人切磋，但现在青叔在旁边，他可不想输得太难看。见他神色间满是急切，香青叔无奈地拉了拉叶兰垂在身侧的手，叶兰低头看了他一眼，这才哼一声，把头转向了另一边。香青叔就转回来看向穆林，见他放松下来，他叹了口气，似乎颇为委屈：“穆林，真的有人相信我吗？我是真的没有做过那些事，林然阿爸的死真的和我没关系。明明是林然一家先用圣果和发情药对付我和严彻，我们逃了，他们又来追杀，结果我们被狐族救走，他们却不知道被哪里冒出来的恶兽杀了。还有他阿哥严彻只是逃跑时撞了他一下，让他受了点轻伤，是现在的兔村首领拖着不让巫医给他治伤，到最后被拖死的。这些事随便问一问就能证实，林然也都知道，他怎么可以这样乱说？都解释了，肯定要解释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当初叶兰杀伟丽这件事，绝对不能让任何人怀疑到叶兰头上来。反正只要证明其他事都是林然在撒谎，就算这件事是真的，别人也不会再相信林然。当然，林然不一定会怀疑到叶兰头上，因为他没见过叶兰，但兔孙部落有人见过叶兰的兽行，这件事就需要未雨绸缪。反正打死都是恶兽干的，就算哪天林然确定了是叶兰，那也是他嫉妒严彻选了他，为了害他才这么说的。听他说完，穆林简直是目瞪口呆，随即就有些愤怒。他一直知道林然说的话可能有假，却没想居然假到这个程度，一点真的东西都没有。这也太离谱了，他居然真的用圣果对付一个无辜的人族雌性，还对3级兽人下药，甚至连自己的伴侣还有阿爸和阿哥的死也直接往青叔头上按，都没考虑过青叔一个人族雌性要怎么害死这么多兽人。没错，穆林就是相信像青叔，一是他本来就不信林然，二是这些事只要去兔孙部落问问就能知道的8、9不离10，哪怕只能打听出来一点点，很多事也能根据现有的线索推测出来，他没必要撒谎。穆林顿时就对香青叔充满同情，见他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似乎很受打击，刚想安慰他，却见他忽然故作坚强地笑了笑，然后伸出一只手来扶他。那双柔弱无骨的小手碰到他的手臂时，他只觉得一股电流顺着手臂迅速传遍全身，带着暖暖的温度，一直麻到他的心口。那一瞬间，他仿佛被定住了一般，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他居然碰了他！他的心一下子飞扬起来，连什么时候被拉着站起来的都不知道。等他回过神来时，香青叔已经对他露出一个颇为勉强的笑容，语气十分温柔的道：“穆林，谢谢你相信我，不过这些事都过去了，我和严彻也还好好的，我们就不要再提了吧。对了，我还不知道兽王城里是个什么情况，你可以再和我们说说吗？如果我们想要一间石屋住下，该怎么做？”他的语气实在是无辜又单纯，听得穆林的心都忍不住软了几分，真是个好雌性。林然那么伤害他，他居然只说不必再提。
木林就也没多说，毕竟要怎么做是他和他伴侣的事，他一个外兽不好插手。他便顺着他的意思和他说起一些兽王城的规矩。兽王城虽然是3个部落住在一起，但还是各有各的领地以及首领。除了各部落的私事，其他关于兽王城的大事都是由3个首领一起商量了决定。因此，规矩什么的和别的部落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兽王城分为内城和外城，这个稍微有点讲究。从外面来的人可以在虎族、狮族和熊族之间选择一个部落住下，食物倒是可以免费住，但内城住的都是虎族、狮族和熊族各自的首领、巫医、高级兽人、本族的雌性，以及愿意在兽王城定居的外族雌性等。外城则是一些低等级实力不强的兽人，或者从外族来的不打算在兽王城定居的雌性，以及他们的伴侣和家人等。当然，3个部落也有合作巡逻，但内城的安全性显然更高。外城虽然也有人守护，那也是和内城也没法比的。出了林然这种事，香青叔自然不会贸然决定要不要在这里定居，看来他们目前只能先在虎族外城住下了。想着，香青叔看向严彻，这么一会儿功夫，严彻和牙桑已经把敖天打得怀疑人生，可能是听到了牙桑和他说的话。敖天嘴里一直在喃喃着怎么可能，林然怎么会骗我这种话，似乎很是不可置信，后面连还手都忘了。香青叔见他眼里连光都没了，忙喊了一声，生怕他们俩把人给打死。虽然非常气愤，但打了这么会儿，严彻他们的心气顺了不少。此时听到香青叔的声音，两人果断收手，十分干脆地跑了回来。一回来，严彻就想来抱香青叔，但看到自己身上有雨水，他又及时停住，颇有些委屈地看着他，青青，对不起，我又给你惹麻烦了，我又伤害了你。见他一脸自责，香青叔把青罗交给牙桑后，就不管不顾地抱住他，说什么对不起，这件事本来就和你没关系，没道理林然做的错事需要你来为他道歉，怎么，你难道真的在意他？第80章，桑桑吃醋的样子真迷人。一听这话，严彻立马就急了，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自责不自责的，我没有，我不在意他，我从来都不喜欢他，这你是知道的，青青你别这样。香青叔扑哧一声笑出来，赶紧打断道，好了好了，我知道你不在意，我知道你在意的是我开玩笑的，咱们不说了，这件事到此为止，无论如何林然都不会影响我对你的感情，阿彻你明白的吧？严彻这时候很是乖巧，见他神色认真，知道他说的都是真话，他立马就笑了起来，心里跟喝了蜜一样甜。我明白，那就不提了，我们先进城，等安顿下来再说。青青的兽皮被他身上的水弄湿了，就算他本来不冷，现在也一定会冷。他便赶紧把香青叔往木屋里塞，牙桑和叶兰也凑过来，一个继续为香青叔挡雨，一个紧随其后，把青罗也塞进木屋。4人把一旁的木林和躺在一边怀疑人生的敖天忽略得彻底。见他们这就要走，木林有些着急，赶紧站出来提议道，要不我带你们进去吧，进城后得先在城门口选食屋，我对城里很熟悉的，我带你们过去。听到他的声音，严彻3人同时回头，颇有些深意的看向木林。木林一时间被他们看得头皮发麻，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得装作很忙的样子，左摸下脑袋，右扯扯裙角，然后嘿嘿笑了2声，以表示自己真的是好心帮忙。殊不知这样的笑容落在严彻他们眼里，只觉得他格外傻气，偏偏他长得那样锐利，严彻3人就有些不忍直视。但他们都没说话，只是看向香青叔，还是让香青叔这个一家之主来做决定。香青叔又怎么会拒绝这种送上门来的好事？有熟人带路，他们得少走多少弯路，傻子才会拒绝好吗？他就笑道，那就谢谢你了木林，今天麻烦你，等以后有机会我们请你吃饭。吃饭？木林被震惊到了，他居然要请他吃饭，天哪，他居然还能有这种荣幸。但是想到青叔是个人族雌性，木林又不禁有些狐疑，该不会青叔根本就不知道请兽人吃饭代表什么意思吧？他是不是想多了？揣着这种疑问，木林很是迟疑地应下了香青叔的邀请。他倒是有心想问一问，但香青叔已经进了木屋，没再说话，他不好再把人家喊出来，只能先带着他们进城。穿过城墙，进入城门后，城里的景象一片豁然开朗。兽王城的建筑和其他部落的建筑一样，都是非常的庞大，只是纵横交错的道路就有5-6米宽，完全容得下3只兽形并肩行走。道路两旁的石屋也是高大的很，还是带院子有围墙的那种，石屋和石屋之间也有一定的距离。香青叔走在其中，真觉得自己到了巨人国。只是现在下着雨，路上什么人都没有，就算偶尔遇上1-2个从外面回来的兽人，也是匆匆忙忙地跑过。这景象配合着秋雨的朦胧，竟有几分寂寥和清冷，但不会感觉萧瑟。走了一小段路，木林带着他们去了从城门口进来的第3个石屋。除了3个虎族、狮族和熊族的兽人，这个石屋里的东西很少，只在屋子正中间摆了3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一左一右堆满了兽皮，兽皮上用炭灰画了些图案，看起来好像是房子。也是来了这里才知道，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正好是虎族的居住地。那3个在不同方向的城门，其实分别是3个部落的入口。倒是赶巧了，既然他们要在虎族住下，香青叔就直接去了虎族的那张办公桌。他看了下虎族的兽皮地图，发现兽王城的形状差不多是个圆，以虎族为中心的话，左上角是狮族，右上角是熊族。一番商量后，香青叔从外城还剩下的空屋子中选了一间靠近熊族的石屋。
这间石屋大小适中，在城墙底下，其实安全性能不怎么好，但这屋子距离两边城门都近，周围还都是空的，没有人住，倒是正好适合他们这种有秘密的家庭。选好后，负责登记的虎族兽人将他们家人员的兽形画在那间石屋所在的地图上，表示这间石屋有人住了，这就行了。等画完，木林直接带着他们往石屋那边走去。等到了地方，他很识趣的没有多留，但离开时他一步三回头，像是有话要说，却到底没说。而木林一走，牙桑就看向香青叔，酸言酸语道：“青青这么快就选好下一个伴侣了吗？这个木林有什么好？等级那么低，人还傻傻的，就长得好看点，但也没我好看。青青就那么喜欢他？别以为他不知道，青青在木林面前扮柔弱了，雌性只会在喜欢的兽人面前扮柔弱。虽然早知道有这么一天，他也一直盼望着青青能拥有很多强大的伴侣，但真到了这时候，牙桑心里又十分不是滋味。香青叔可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要是知道，他可能得大呼冤枉。他对着木林扮柔弱，只是想让他相信他说的话，说要请他吃饭，也只是客气之语。虽说请吃饭这种行为对于兽人来说有那么一丁点不一样的意思，毕竟在这里食物很珍贵，能邀请人到家里来白吃白喝，说明这个人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路人。但请人吃饭确实不能代表什么，就只看请人的和被请的怎么想了。反正香青叔没什么其他的意思，他是真的只想表达谢意，不是着急想早点定下伴侣。说实在话，到现在他都觉得自己运气很好，迫于无奈选择的3个伴侣性格都不错，不是什么花花肠子。可他们没有花花肠子，不代表别人不会有。他现在不用着急找伴侣，当然得仔细观察观察，多了解一下才行，不然遇到一个像敖天那样的白光兽人怎么办？白光不能代表一切，性格差异只看白光辉光的可看不出来。当然这些话他没和牙桑说，见牙桑整个人都泡进了醋缸子里，香青叔伸手捏了捏他的脸颊，笑道：“怎么了？我家桑桑吃醋了？怎么办？桑桑吃醋的样子真迷人，真想亲一口啊。”第81章准备生小虎仔，因着家里有醋，严彻他们都知道吃醋是什么意思，牙桑也半点没有被揭发的窘迫，只听到他说想亲一口，就忙凑过去，撅着嘴巴主动亲了香青叔一口。那我给你亲，亲完我，青青是不是该考虑把交配的事捡起来了？严彻和叶兰本来正在收拾木屋里的那些兽皮，听到这话，两人眼睛发光的看向香青叔，显然也期待许久。香青叔就被呛了一下，之前生产完没多久，不适合交配，后来他们又一直在路上，白天忙碌，晚上还得把猎物清理完了才能休息，也一直没有精力。现在青罗都快2个月了，交配这事确实该提上日程。香青叔就咳了一声，见他们3人一直盯着自己，他道：“倒也不是不行，那就从今晚开始，还是按照节律的顺序，你们看行吗？”不等他们回答，香青叔又突然想起另外一件事，既然交配了，那我们要继续生崽崽吗？桑桑，你是想现在生，还是等一段时间冬季的时候再生？闻言，牙桑眼睛都亮了，他似乎有些不敢相信。青青，下一胎你准备生我的小虎崽，不生蛇蛋吗？为什么要先生蛇蛋？按顺序也该是先生小虎崽啊。叶兰实力虽然很强，但香青叔可不会因为谁厉害就把原本的秩序打乱，什么都按照节律的顺序来，很公平不是吗？听他这么说，叶兰一脸平静，牙桑却高兴疯了。那我要。不，这事还是得青青你说了算。青青要是不想那么快生，那我们就不生，晚一点也是可以的，我都听你的。啊，又是他说了算。他说了算的话，香青叔还真不知道要不要这么快生。他一边想快点生，多积累点积分，一边又觉得林然在虎族，他们可能没办法按照原计划留在虎族过冬，如果怀孕后突然要回狐族，可能会有点麻烦，但好像也不是那么麻烦，毕竟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会出事，万一真要提前离开，大不了就是走得慢一点。好吧，那就生吧，早点生完早点了事，反正他是不打算给他们生2胎的，一人生1胎完成任务就得了。香青叔便点点头，那就生吧，幸好我们这段时间收集了很多碧子果，倒是不用再出去找了。空间的那瓶避孕药是月抛的，碧子果是日抛的，刚好可以用来给严彻和叶兰避孕，幸好这碧子果雄性也可以吃，可以说是十分方便了。看他点头，牙桑兴奋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一种即将为人父的荣誉感油然而生。严彻也喜上眉梢，为家里即将再多几个小兽人而开心，只叶兰表情一直淡淡的，似乎生不生他都没什么想法。几人笑闹一阵之后就开始收拾食屋，香青叔也赶紧把屋里需要的家具、石锅等东西全都拿出来，他依然不用负责这些家务，拿完东西后便打算带青罗去泡个热水澡，但哪个房间用来洗澡还需要想想。由于兽人有领地意识，兽王城的石屋都是那种带前后左右院子的房型，石屋在正中间位置，院子呈方形把石屋包围住，是真的宽敞，也是真的安静。从石屋大门进来，中间部分是客厅，客厅左边有5个房间，客厅右边紧挨着大门的位置是上2楼的楼梯，房间则只有4间。因着是按照兽人尺寸建的房子，这9个房间的门就开得挺大，还是拱形的，看起来颇有几分现代的复古感觉，还挺精致。上下2层加起来一共有18个房间，就这石屋还不是最大的规模。
香青叔看了看，选了1楼大门右边，从楼梯这边数过去的第3个房间当洗澡间。第4间面朝后院，多了一排窗户，刚好用来做厨房。第2间当杂物房。紧挨着楼梯的第1间本来打算用来做种植房，但这一间只有1排窗户，香青叔就没动它。他把左边从大门数过去的第4间，也就是厨房对面那一间，拿来当做种植房使用。正好左边是种植房，以后种了菜方便摘菜，中间客厅靠里的位置布置成饭厅，右边是厨房，一条动线就连了起来。其他房间的安排他就没管了。见严彻他们动作迅速的按照他的想法收拾起来，他也抓住正满屋子乱窜的青罗去了洗澡间。青罗现在又长大了一些，从头到屁股不算尾巴，已经有差不多40厘米长，浑身的毛发也已经长齐，浓密又顺亮，简直和兽形的严彻一模一样。他已经能和严彻他们无障碍的用兽语沟通，唯一不变的是他身上那胖嘟嘟的肉肉，让他看起来特别像一个橄榄球，走一步颤一颤的，瞧着特别喜感。香青叔有时都担心他以后会瘦不下来，但想着兽人1岁时能化人形，变成人形后他就会迅速抽条长高，又很快把心放了回去。进入洗澡间后，香青叔先从空间里拿了一个小一点的浴桶，把青罗放了进去。只是青罗这个体重一放进去，水就满了出来，淋了香青叔一脚。而青罗一碰到水，就像猫咪见了猫薄荷，立马手脚并用，四肢乱飞的游了起来。香青叔就看着青罗狗刨一般在浴桶里扑腾来扑腾去，溅起无数水花。他抹了把脸上的水渍，无奈的蹲下身给他洗澡，顺便给他检查一下。正常的小虎崽一般3个月左右会开始长牙齿，长牙之后就能慢慢增加辅食，尝试吃肉，然后开始断奶。但这段时间以来，青罗已经在出牙。香青叔掰开他的嘴瞧了瞧，比上次检查时又多长了几颗，一嘴的牙，除了最里面的还没动静，其他的都已经长得差不多了。这么看，青罗是不是可以断奶，开始吃其他食物了？但他才1个多月大，贸然吃肉会不会拉肚子？可青罗本来就比其他幼崽发育的快，现在加辅食应该不会有问题。香青叔有些拿不定主意，想了想，他还是拿了一颗草莓放到青罗面前。青罗，想吃草莓吗？第82章，我们青罗会说人话了。青罗本来是个纯奶战神，这段时间看向青叔吃各种各样的食物和水果，他不是没有尝试的欲望，但那时候他还小，家里不管是谁都不会给他乱吃东西。这时候见阿妈把他早就想尝试的草莓放在自己面前，他一喜，忙停下扑腾的动作，游过来嗷呜一口就把草莓咬进了嘴里。结果那草莓太大，虽然全部进了嘴，但没法直接咽下，他便赶紧嚼得满嘴的红色果汁顺着嘴角毛发就流了下来。香青叔都没反应过来，他本来只是想看看青罗的反应，想着他要是想吃，今天第一次可以给他半颗尝试一下，要是吃完没有哪里不舒服，以后他们就可以逐渐给青罗增加辅食了。哪知道他这么兴奋，一口全吃了。香青叔怕他肠胃适应不了，忙要去掏，可手才伸到一半，那颗草莓就没了影。而青罗看到香青叔惊恐的眼神，他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自己好像做错了事情。他其实不太明白阿妈为什么会是这个表情，只知道阿妈现在的表情不算高兴。想到平时阿爸们哄阿妈开心的样子，他立马挂到浴桶边缘借力往上一蹦，吧唧一口后，香青叔脸上就多了一个带着草莓味道的唇印，还是兽唇。妈，阿妈别气，仔仔不是故意的，仔仔只是想吃很多很多。忽然听到这声无比清晰的妈，刚才还担忧着的香青叔立马身子一正，惊喜道：青罗，你刚刚喊我什么？妈！青罗很给面子的再次喊了一声，同时还在甩尾巴，像一只讨主人欢心的狗狗似的，不断的往香青叔脸上蹭。顾不得他起身时见到自己身上的水花，香青叔兴奋的朝外喊了一声：阿彻，你快来，我们青罗会说人话了。这段时间一直忙碌着不得闲，他们并没有刻意教青罗说人话。本来正常情况下，兽人在半岁左右才能开口说人语，但青罗2个月不到就开了口，真的是好让人惊喜。严彻已经听到呼喊跑了进来，见青罗奋力扑腾着，一边喊妈一边笑，他也跟着笑起来，很是自豪的道：不愧是我家青青的崽，竟然和青青一样聪明。话是这样说的，他走过来第一件事却是按住青罗，不赞同道：青罗，不可以这样调皮，你把阿妈身上弄湿了，阿妈会冷。青罗立马停了下来，他歪头看了看香青叔，本想淑女一点游过去再亲阿妈一口，可阿爸已经无比顺手的开始帮他洗澡了。他瞧着阿妈似乎很高兴，他便安分下来，乖乖的任由阿爸给他搓澡。严彻抢了香青叔的工作，他没事可干，便拿了浴桶出来，一边泡澡一边和他说话，顺便把那颗草莓的事说了。他担心的不行，严彻却一点都无所谓。青青，兽人的胃口没有那么脆弱，既然青罗的身体和别的幼崽不一样，那我们也不能按照一般幼崽的标准去要求他。既然他已经在长牙了，说明他已经准备好吃肉，我们晚上不如给他喂点肉试试，要是他能吃，正好趁这个时候断奶，总不能青罗奶还没断又生下一胎，你说是不是？香青叔还是犹豫，话是这么说，但真的不会有事吗？肉可比草莓硬多了，我们要不要先吃水果过渡几天？人类的娃加辅食一般也是先加一些温和性的水果，就是加饭也是煮得很软烂，一点一点慢慢的加，兽人就算肠胃再好，这样直接加肉也会不好吧？
严彻当然不知道人类怎么加辅食，他只知道只要咬得动，吃肉就没问题，甚至兽氏根本就没有辅食这个概念。他便笑道：“放心吧，不会有事的，我们把肉多煮一会儿，切碎一点就好。”行，晚上先试试看。试试就试试吧，兽人本来就和人类不一样，人类1岁左右才能走路，青罗不到10天就能跑能跳，确实不能放在一起比较。他看看严彻，又看看青罗，见青罗这时候乖得要死，一副我是好宝宝的表情，眼睛却滴溜溜地转着，香青叔不由笑起来，真快啊！青罗出生1个多月，香青叔感觉这个娃生了和没生差不多，除了生产时那短暂的疼痛让他感觉自己生了个娃娃，生产后他却没觉得有哪里不舒坦，就连照顾青罗、严彻他们也是一点都没让他操心。青罗的吃喝拉撒有严彻这个亲爸，陪玩有牙桑这个2爸，热了有叶兰这个3爸，他就像个甩手掌柜，除了喂奶时带娃，哦不对，喂奶时他也没带过娃，都是严彻把青罗抱过来，他抱着他吃奶，就连晚上都不需要他起来，睡着就把奶给喂了。只除了刚开始几天他会因为青罗的靠近惊醒，没怎么睡好，后面的晚上他根本就不知道严彻带着青罗来吃过奶，真是安逸又幸福的人生。他真是越来越喜欢这里了。严彻在香青叔赤裸裸的眼神下，很是艰难地把青罗洗干净，洗干净后他就赶紧抱着他出去了，实在是向青叔的眼神太过热烈，这要是青罗不在，他肯定要扑过去先占便宜的，可惜了。哎呀，看来有仔仔也不是什么好事，很多事都得避开他，他少了好多乐趣，今天晚上得狠狠地找不回来。严彻想了些什么，香青叔可不知道，见他出去了，他也没多泡，洗了澡洗了头，用干发帽包好头发后，他赶紧出了洗澡间。他出来时，外面牙桑他们已经把家里全都布置好了，除了按照香青叔的想法布置的那些，左边的3个房间他们还各放了一个新草窝，是他们晚上守夜时睡的。客厅里靠近大门的位置有个篝火堆，篝火堆外围一圈放了些木头墩子，算是一个简单的待客厅，家里要是来人也有坐的地方。而石锅这些东西全都在厨房里放着，再就是厨房外面放了一张大长桌，还放了后来严彻他们新做的椅子，当做饭厅，但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饭厅和篝火堆之间还有很大一片空地，显得十分空旷。第83章，人都是有惰性的，倒也十分简洁，除非进去各个房间看，否则看不到那些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至于楼上倒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只除了3个房间里各有一个的草窝和柜子。牙桑说了，以后谁和他交配，谁就上楼睡觉，其他人都睡下面，包括青罗。香青叔觉得这安排还挺好，其实主要是青罗，要是让他从小就听自己阿爸和阿妈的墙角，不说青罗什么状态，香青叔自己就会先受不了。这样上下层分开，青罗不必撞见他们干好事，他在下面也有另外2个阿爸陪着，已经是最好的处理方法。家里收拾干净后，一家人很有默契的都睡了个午觉。等休息好，见雨不大，严彻准备出去狩猎，顺便看看能不能打听些关于林然的消息。严彻带着猎物回来时，天色已经快黑了，消息肯定是没有的。现在这个天气，外面人少得很，就算遇到了人，人家也不愿意冒着雨停下来和严彻搭话。但严彻也不急，林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他们是为了圆他的梦和给青青找几个核心的伴侣来的，林然只需要防备就好。他便把这事放在一边，安心做起晚饭。他果然给青罗单独准备了一碗煮得十分软烂的肉，煮好后还把肉块撕成一条一条的，加了汤泡着。等香青叔开始上桌吃饭，他就把那碗肉放在地上，由着青罗去吃。香青叔啊，青罗这个吃饭的姿势果然是好吧，家里的桌子太高，现在青罗还是兽形，确实不太适合坐着吃饭，但直接在地上吃总让香青叔想到现代的宠物狗。这么一想，他就感觉自己有点亏待青罗，便道：咱们要不把青罗放到桌上来，专门给他留个位置，吃完了再抱下去。严彻3人就没他这种想法了，主要兽人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他们也没养过宠物，自然不会觉得有什么。但青青都说了，他们当然很乐意让青罗上桌。3人还因青罗坐哪里起了一点小争执，其实主要是严彻和牙桑在争。叶兰只静静看着，仔细看他的眼睛里还带着温情，显然喜欢极了家里的这种状态。最后还是牙桑更胜一筹，夺得了青罗的陪坐权。只是第一次吃肉，青罗这丫头过分兴奋了些，一碗肉她吃一半漏一半，还有一些汤汁直接溅到了牙桑身上，装肉的那个碗更是被他舔得直转圈圈，一会儿在他自己面前，一会儿又跑到了牙桑面前。看着木碗里被吃得乱七八糟的肉条，碗边更像是经历过灾荒似的，又看看桌子上掉出来的那些肉渣，香青叔直皱眉头。在碗再一次转到牙桑面前时，他伸手把碗拖了过来，阻止他继续进食。青罗，吃肉肉就吃肉肉，不可以这样把碗转来转去，你打扰到牙桑阿爸了，咱们也不可以吃一半浪费一半，把肉肉和汤汁弄得到处都是，要规矩一点知道吗？香青叔这人很奇怪，可能是从来没人管过他，他就觉得自己要是从小就有人教有人管，这辈子也不会过得那么辛苦。因此他从来不觉得规矩是用来束缚人的，他觉得适当的规矩能让他变得更好，更加自律，更像是一个好好活着的人。人活着本来就需要被法律、道德、底线等东西约束，没有约束的人是能活得更加肆意，但人都是有惰性的，长此以往绝对会出问题。
刚开始可能是小问题，就像青罗这样，可能只是吃饭状态糟糕，打扰下旁边的人或者浪费一些食物。但慢慢的，他知道家里人不会说他，他就会觉得理所当然，他的底线就会一点点无意识的下降，就会出现大问题。他的性格可能会变差，可能演变成故意浪费食物，或者故意吃得很糟糕，故意让家里人或者伴侣去收拾，给别人带来很多麻烦和烦恼。再慢慢的，大问题绝对会演变成坏问题，小脾气也会变成坏脾气。虽说受人无条件包容雌性是常态，但家庭关系中相互包容肯定比一味索取更加持久。在这里，青罗本就不用所谓的贤良淑德，不用做个贤妻良母，也没有很多现代女性才会有的束缚，但最起码她要学会平等的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等他说完，青罗还没有反应，牙桑已经先一步摆摆手，不打扰的，怎么会打扰到我？青罗是雌性，她做什么都话说到一半就说不出来了，因为香青叔不赞同的看了他一眼。他虽然不知道自己哪里说错了，但他向来听伴侣的话，青青不让他说，他就赶紧闭上嘴，不再说什么。严彻和叶兰也没有说话，家里向来都是香青叔的话语权最大，不管哪方面的事，他们从来不会质疑他的做法。青罗则疑惑地看着自己阿妈，他有些急切地想要吃肉，但看着阿妈的表情，他知道阿妈是认真的，便赶紧凑过去舔了舔香青叔的手，十分讨好的在他手中蹭蹭蹭，还发出呼噜呼噜的满足声。香青叔就有些无奈，他拍了拍青罗的小脑袋，不许卖萌，阿妈知道你听得懂，好好吃饭知道吗？说着，他把肉碗放回他的位置，青罗见了赶紧跟过去。好在这孩子从来不是个调皮捣蛋的性格，在开始吃肉时他就温柔多了，见在桌上的肉渣肉眼可见的变少，那只碗也不再转来转去，像个飞盘一样。见青罗这么乖，严彻三人看他的眼神都更加温柔了些。他们家仔果然是个乖巧的好宝宝，和青青一样乖巧又懂事。香青叔可不知道他们又在心里拐着弯的夸自己。见青罗好好吃饭，他满意了，这才开始吃自己的饭。等吃完，一家人该收拾的收拾，该洗漱的洗漱，不等多玩一会儿，洗完澡出来的严彻已经迫不及待地抱着香青叔上了2楼。见阿爸和阿妈走了，青罗眼疾手快的要跟过去，却在刚爬到第2道阶梯时就被叶兰用尾巴卷了回来。他带着青罗回了自己的草窝，青罗却不安分，使劲挣脱出来想往楼上跑，叶兰便赶紧变成全瘦身，身体弯曲到一定高度，又把脑袋垂了下来。第84章，草莓甜还是我甜？见此，青罗哪里还记得阿爸阿妈啊？他3两步爬上叶兰的大蛇脑袋，等叶兰抬起头，他十分兴奋的就顺着叶兰的兽形往下一蹦，竟是把叶兰当成了滑滑梯。叶兰这滑滑梯还是全自动的那种，他会自己调整角度，让青罗轻松一上一下，滑过来滑过去的，好玩又刺激。满屋都是青罗兴奋的欢笑声，其中偶尔还会夹杂着一句模模糊糊的爸，听得楼下的叶兰和牙桑高兴不已，也听得楼上的严彻心里酸溜溜的。青罗第一次喊爸，居然不是对着他，说实话严彻有点吃醋，但现在美人在怀，他顾不上那么多，还没进草窝，他就迫不及待地低头咬上了那朝思暮想的红唇。禁欲了3个月，今天严彻的体温比任何时候都要高，也硬得可怕，他就像一个熊熊燃烧着的火球，带着滚烫的温度猛烈炙烤着香青叔的神经。香青叔被炙烤的香汗淋漓，呼吸困难，他努力想保持清醒，可严彻的力量让他满脑子浆糊，唯一能做出的反应就是随着本能呼吸，可这呼吸也是破破碎碎的，和严彻的喘息声交织在一起，响彻了大半个晚上。这样放纵的结果就是香青叔一觉睡到大下午，他还不是自己睡醒了醒过来的，是被胀得像石头一样的奶痛醒的。身上倒是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可胸前的疼痛前所未有，痛得香青叔想哭。听到他的嘤咛，本来在楼下的3人赶紧跑上来，严彻手里抱着青罗，见他神色不太好，他忙放开青罗跑过去，怎么了？是不是我昨天伤到你了？香青叔一边去解紧绷的兽皮衣，一边摇头，昨天晚上青罗没吃奶吗？话音刚落，被放到地上的青罗已经十分兴奋地跑过来，想往香青叔身上扑，香青叔忙捂住胸口，生怕他撞过来让自己痛上加痛。好在叶兰眼疾手快，一把将青罗薅起，紧紧抱在怀里，不让他动弹。青罗委屈地嚎了几声兽语，现在却没人关心他，牙桑就摸了他一把，眼神示意他乖乖的。昨天晚上青罗一夜睡到大天亮，起来后没什么不好的反应，严彻就让他继续吃肉了，一直没喝奶。怎么了？青青你现在开始痛了是吗？牙桑是知道雌性断奶时会很痛的，以前听别人说断奶痛还不觉得有什么，现在看香青叔一脸难受，他忽然觉得生崽崽好像也不是那么快乐的事情。他们最见不得香青叔痛苦的模样，但作为雄性，这件事实在是帮不上忙。他们站在草窝边就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好像回到了香青叔刚生产的时候。香青叔这时候可顾不上他们，他脱掉身上的兽皮衣，换了一件更加宽松的衣服，边换边琢磨着，好半天才想起兽室里能回奶的植物长什么样子。主要断奶来得太突然，他都没有提前做准备，现在只能现找了。有一种果子是黄色的，圆的，只有小指甲盖那么大，一串一串的，那个拿来煮水喝能帮助回奶。听到有能帮助回奶的果子，严彻3人精神一振，总算不那么无措了。严彻赶紧道：青青你等着，我现在就和牙桑去找。
说完，他迅速拉着牙桑离开。牙桑也没有半句废话，生怕晚一步青青会多受苦，他就跟上严彻，两人冒着雨跑了出去。叶兰自然不会去，他要留下来保护家里的2个雌性。见脏衣服扔在一边，他放下青罗，一边捡起衣服，一边对着青罗道：“阿妈今天不舒服，别往阿妈身上扑。”说完，他又看向香青叔：“青青，我去给你端水洗漱，洗漱完我们先吃点东西。”香青叔嗯了2声，没说话，实在是胸口硬得像石头，痛得碰都不敢碰。他不太想说话。等叶兰端了水和饭上来，这么会儿功夫，他感觉自己抬手都有点扯着胸，也是实在没忍住痛。他连洗漱都不想洗，赶紧先去商城里买了一个手动的吸奶器。虽然不知道这东西是干嘛的，但见香青叔一直在按压那个东西，叶兰忙把按压器接过去帮忙。见透明的瓶子里很快出现奶水，叶兰惊奇的同时速度更快，很快就吸了一整瓶的奶出来。等把2边奶水都吸干净，香青叔脸色明显一松，觉得舒服多了。因为胀奶的关系，奶水很多，一共装了4个奶瓶。青罗好奇的用爪子刨了刨那些已经盖好的奶瓶，又伸出舌头舔了舔，感觉没味道。他眉头一皱，干脆2只爪子一抱，直接把其中一个奶瓶抱进自己怀里咬。香青叔赶紧把奶瓶抢救出来放回空间，无奈道：“不许捣乱，断奶了咱们就不吃了好不好？”青罗想吃什么，阿妈给你拿。听到这话，青罗一蹦而起，像只猫咪似的在香青叔身边蹭蹭，嘴里还发出类似喵呜一样的声音。叶兰给他解释，他说他想吃草莓。香青叔便赶紧拿了个木碗，往里面放了2颗草莓。见青罗迫不及待的就要过来，他把木碗放在草窝外边，青罗便又调转方向，迅速从草窝里翻出去，埋头就是干。香青叔肚子也饿，见青罗吃得摇头晃脑的，他赶紧洗漱，洗漱完也去吃东西。正要开始吃，想起什么，香青叔忽然看向叶兰：“阿叶，你要吃草莓吗？”叶兰刚想摇头，就见香青叔笑了一下，然后他从空间里拿出一颗草莓，把草莓尖尖咬下来后就冲着他扑了过来。叶兰赶紧一手抱住他，一手按住小饭桌，免得他摔了，也怕桌子翻了。下一秒，嘴唇上就印上了一个草莓味道的吻。香青叔还很熟练地撬开他的齿关，轻而易举的就把那块草莓尖尖喂进了他的嘴里。须臾他退开，伸出舌头在他唇上轻舔了舔。怎么能忘记我家阿叶？阿叶，草莓甜还是我甜？叶兰都被他这突然的亲近整迷糊了。明明好好吃着饭，他从没有想过会在这种时候亲他，但偏偏他主动凑过来了，叶兰就红了耳尖，软着语气道：“你甜？那你是喜欢我还是喜欢草莓？”叶兰，第85章可以去凑凑热闹。今天青青好主动，这几个月他素了很久，哪怕每天晚上都能抱着他一起睡，但不能更进一步，他总是满足又折磨。这时候见青青满眼都是自己，他便没控制住情绪，大掌把他往怀里按了按。他很是强势的把那个略显粗糙的草莓吻重新仔仔细细的描绘了一遍，描绘到他不能正常呼吸，描绘到他手脚发软。叶兰这才放开他，哑着嗓子在他耳边道：“青青，明晚我等你。”得逞的香青叔满脸笑意，虽然突然又有了兴致，但今天是牙桑的排班，可不能让牙桑觉得委屈，他便点点头，什么都没说，很是干脆的退开坐好，然后一转身就对上了青罗好奇的视线。香青叔这可真不能怪他，他也是憋了好几个月的，昨晚一开荤，他的身体就像复活了一般，总是莫名其妙被点燃。刚刚是真把青罗忘了。见他一脸窘迫，叶兰轻笑出声：“我先带青罗下去洗洗，你乖乖吃饭。”知道他脸皮薄，他没多说什么，只拍了拍他的脑袋以示安慰，就以最快的速度抱着还在愣神的青罗下了楼。等他们走的没影了，香青叔这才感觉自在些。不过仔仔长大了，以后这方面是得注意，不能再那么随心所欲，随时随地的。想着，香青叔迅速整理好自己的情绪，开始认真吃饭。等他吃完，叶兰上来收拾了碗筷下去洗，香青叔也跟着下楼，想趁现在有空把能种植的都种起来。果树都是些成熟的树苗，不仅占地方，还特别显眼，他就没急着拿出来，先用蔬菜实验一下再说。泥土、种子、种植盆这些也是早就准备好的，种起来不费什么功夫。香青叔本来想自己动手，但叶兰见他进了种植房，知道他想干嘛，他放下手里的活就跟了进来。毫不意外，最后这活到底还是交给了叶兰。香青叔也就在他种好后浇了些灵泉水，其他什么都没干。这期间，青罗一直围着叶兰转圈，等种完菜，他已经一身的泥，连嘴巴边都是一圈脏污，也不知道怎么弄的，看着比叶兰还脏。叶兰便又多了一个给青罗洗澡的任务。于是这个下午，有的人忙忙碌碌，有的人清清闲闲，也算是过得十分充实。一直到晚饭过后，严彻和牙桑才带着满满一箩筐的小黄果回来。雨一直没停过，严彻和牙桑回来时浑身都湿透了，不仅湿，身上的温度还很冰冷。香青叔赶紧在洗澡间放了2桶热水，让他们去泡泡。严彻却看了看门外，没有急着去泡澡。木林还在外面。木林，今天我们出去的时候正好遇到木林，我们想着他对附近熟悉，就问了问他，结果这只兽知道是你要用，非要和我们一起。牙桑一边擦头发一边庆幸，好在是遇到他了，不然我们还真的没法找到这么多小黄果。现在这个天气，很多果子都被雨水打落了，不太好找。
香青叔看了看一整个背篓的小黄果，确实很多，这个数量别说断奶这几天用的，就是再生几个也够用。他收回目光，走到大门边，借着屋内跳跃的火光，果然见木林踟蹰地站在半黑的院子里，好像在等他。他浑身都是雨水，头发紧贴着脑袋和脸颊，明明是个十分傻气的造型，却完全不影响他的帅气。他看起来依然很具有攻击性。雨水顺着他的下巴滴落，又顺着他壮硕挺拔的胸膛一路下滑，流经过肌理分明的腹肌，一直到笔直修长的大腿，真是看一眼就让人嘶哈嘶哈的美妙性感。但一见到香青叔，他咧着嘴一笑，那种美妙性感瞬间荡然无存。他看起来就真的有点傻乎乎的了。这强烈的对比，也不知道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矛盾的人。香青叔实在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一笑，莫林打了很久的腹稿一下子卡壳，忽然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他知道自己的主动些，便赶紧道：青叔，这场雨停了之后，城里会有一场比赛，到时候我来带你们去看看，行吗？比赛？什么样的比赛？就是每个部落秋猎之后都有的比赛，打赢了的不仅能分到这次秋猎的受精，还能得到雌性的青睐。青叔，你想去看看吗？比赛很热闹的，你们既然来了这里，可以去凑凑热闹，很好玩的。原来是这个比赛，这其实是寿氏大陆的一大盛景，每个部落都有秋猎的传统。秋猎之后，除了分给秋猎中贡献比较多的兽人的奖励，剩下的受精部落会拿出来一小部分，通过比赛的方式发放给前几名的人，算是部落福利。而这个比赛也相当于是一场变相的相亲赛，雄性们在比赛时向雌性展现自己的实力，有看对眼的，当场就能回家结旅。一般在比赛后，部落会少很大一部分单身兽人。傻乎乎的木林似乎完全没想到这一点，见香青叔一直没说话，他居然很是殷勤的一直邀请着他，半点没考虑过香青叔会不会在比赛时看上别的雄性。牙桑是真的对他没眼看，明明对青青的是那么积极，不说多么喜欢青青吧，至少也是对他有点想法的，但他做出来的事怎么那么的？他们家刚到兽王城，秋猎比赛他们肯定没办法参加，这家伙不约青青去其他地方转转，非要去看比赛，可真是。他赶紧在香青叔开口之前开口道：青青，我们就去看看吧，正好去看看有哪些厉害的兽人，要是遇到合适的，正好结旅。木林脸上的笑容一僵，差点怀疑人生。屋里的严彻和叶兰闻言一笑，似乎很是开怀，然后两人默契的对视一眼，没说话，纷纷从背篓里拿出一些小黄果，开始给香青叔煮水。而香青叔他哪里看不出来牙桑是故意的，但这事吧，说不出哪里不对，牙桑也没有说错，他本来就是来这里找伴侣的。他便没多说，只道：行，那到时候就麻烦你来找我们了，我们一起出去逛逛。第86章，昨晚我真的没用全力，嘴上说着一起逛逛，脸上还带着笑，但他的眼神却坦荡得很，一点波澜都没有。木林就真的以为他没有那个意思，心里不由有些失落，而更失落的是他居然没有反应过来，居然邀请了青叔一起去看比赛。木林内心哭唧唧，怪不得那么多人都说他傻，他是真傻，想和青叔多相处相处，怎么能邀请他去看比赛呢？他要是他的伴侣就算了，怎么这都是进了门的，不怕什么？可他们现在也就是才见两面的情况，根本不熟悉，他很有可能是在给别人搭桥，这怎么能不让人崩溃？但话已经说出口了，青叔也已经答应下来，不去是不行了。莫林只能敷衍的应了两句，本以为自己这辈子都要错失机会，却听香青叔忽然开口嘱咐他：莫林，你早点回去吧，雨越下越大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回去烧点热水喝，免得生病了。明明就是很正常的一句话，莫林听着却只觉得悦耳。青叔是在关心他吧？他怕他淋雨，怕他生病，是这样吧？他没理解错吧？青叔这个态度太好了，他是不是还有机会？如果还有机会，如果他能在比赛场上大放异彩，青叔是能注意到他的吧？这么想着，莫林瞬间高兴起来，他很是兴奋地应道：青叔你放心，我马上回去我会喝热水的。说着话，他飞快地就跑走了，这次是真的飞快，并没有一步三回头。香青叔他很是疑惑，他说什么了？他只是觉得这天气不好，一直拉着人家站在雨里聊天，想早点送客而已。他为什么突然这么兴奋？想不通，香青叔也不多想，转头见严彻和牙桑还在收拾果子，他忙过去把果子收进空间，推着他们俩去洗澡间泡泡。洗澡间里放了2个装满热水的浴桶，牙桑看着那2个浴桶，脑子里忽然就出现了一些新奇的想法，但看了看一旁已经开始泡澡的严彻，牙桑叹了口气，很是遗憾的样子。等2人泡完出来，锅里回奶的黄果水已经煮好了，叶兰舀了一大碗凉着，等香青叔再次把奶水吸空，黄果水温度凉的差不多，他赶紧喝了一大碗。这东西没什么特别的味道，有点酸酸的果味，不难喝，甚至很好闻。喝完后，他感觉自己还能再喝点，便又舀了一碗来喝。只希望这东西有用，希望他明天不会被痛醒。喝完去洗漱，又到了睡觉时间。昨天香青叔已经解过馋，但对于牙桑来说，这是多月来的第一次，这一夜便又是极致的疯狂缠绵，以至于结束后清洗干净，牙桑根本不舍得给他穿衣服，两人就这么肌肤相贴，一直相拥到第二天。牙桑不用早起带娃，因此醒来时，香青叔还光溜溜的躺在牙桑怀里，被窝里温暖的过了头，而他胸前的位置，嘿，
真的有用。一夜过去，他的胸口胀胀的，但不再像昨天那样胀得像石头一样，有点痛，却在能承受的范围，至少不再碰一下就疼了。这东西效果可真好。香青叔惊喜极了，忙要坐起来，却被牙桑一把拉回去。牙桑把脸埋在他的胸口，委委屈屈的模样。青青，昨天晚上怕你不舒服，我都不敢使出我全部的实力，你得补偿我，要不趁现在还早，我们再来一次。香青叔这才发现天色是真早，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天色都是灰蒙蒙的，他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但就从昨晚牙桑那兴奋的模样分析，时间不可能还早。香青叔就推了推牙桑，抬头捧着他的脸，安慰性的亲一口，乖，昨晚缠着我做了多少次，自己心里没数吗？你可别想骗我，我没骗你，昨晚我真的没用全力。说着，牙桑拉着香青叔的手往下，不信你摸摸，你看他是不是还很精神？青青，我们就再来一次，就一次好不好？没用全力是不可能的，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他怎么可能会让青青有不好的体验？他是突然想起青青还怀孕时自己的豪言壮语，他当时说过要让青青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坏的，但昨晚太过兴奋，他根本没想起来这茬，他就总感觉自己没发挥好。没发挥好可不行，对于雄性来说，这可是奇耻大辱。反正青青现在在他怀里，无论如何都要再补偿一次。青青还从来没有在早上来过，这个第一次他必须得拿下。手心里的滚烫物件烫得香青叔下意识有些心猿意马，主要受精太好用，这要是没有受精，他今天肯定起不来，也肯定不会想。现在他浑身舒适，面前的又是自己有颜有料的合法老公，他哪里把持得住？心里痒痒的，但他表现得很是平静。牙桑一看，这样不行啊，待会儿严彻他们该给青青端水上来洗漱了。他赶紧把被子一撩，整个人都埋进了被子里。香青叔感受到突然出现在那里的热烈呼吸，香青叔身子一颤，脑子瞬间空白。牙桑这兽，这又是到哪里去进修过了？每次都是他最不守规矩，花样最多，但这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莫名的超级舒服，是怎么回事？他忍了又忍，想叫牙桑停下，可牙桑的舌头实在是灵活的过了头，他真的好舒服，最后实在没忍住，嘴里还是溢出了一道颤抖的轻喘，身体忍不住拱起，他不由自主的闭上眼，下意识就沉浸在这种不一样又特别极致的体验里，无法自拔。严彻和叶兰本来正端着水和食物准备上楼，听到声音，两人脚步结实一顿。严彻内心哼了一声，暗道大意了，又让这只臭狐狸抢了青青的欢心。知道短时间内结束不了，他默默把食物放下，拿了兽皮出来做大衣。叶兰迟疑了一下，有些疑惑地看了看楼梯口，他倒是想上去看看牙桑是怎么做的，怎么青青的声音和往常完全不同。但想着青青脸皮薄，他到底没那么做，转身放下东西，他也坐下，默默跟着严彻继续学做衣服。第87章，甜分超标的甘蔗。等牙桑终于满足地抱着洗完澡的香青叔下来，时间已经比昨天还晚。下来后，香青叔第一件事就是再喝了一碗黄果水，喝完这才去洗漱吃东西。严彻和叶兰没事人似的，依然和往常一样照顾着香青叔吃饭，但他知道他们肯定听到了。对于这种事，如今的香青叔已经不会再觉得不好意思，但想到刚刚的场景，他还是面色娇羞的多看了牙桑几眼。见他嘴唇艳红，如鲜花般娇艳欲滴，见他魅惑的狐狸眼因为得到滋润而水光潋滟，他笑起来，显然很满意牙桑的状态，也很满意他的伺候。看他这样子，严彻两人一下就想多了。两人同时去看牙桑，见他一脸艳足样，心里皆涌起来一股很浓烈的危机感。牙桑确实厉害，但作为同一个雌性的伴侣，各有各的手段，他们没法不满。看来他们也得加油了，下次得更加努力才行。两人心里默默发了誓，这么一发誓，香青叔就遭了老罪。叶兰本来不是个多么重欲的人，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他很多时候都是以香青叔的感受为先，从不贪多贪足。结果被牙桑一刺激，叶兰这一晚特别卖力不说，为了能听到香青叔那和往常完全不一样的声音，他甚至双管齐下，给了香青叔一种特殊的双重体验，比其他两人都要刺激。到最后，香青叔头发都是湿的，要不是他一直明确喊着不要了，怕是他要直接晕过去。他是有心想趁着怀孕之前纵容一下，但这样的纵容法，香青叔实在有些吃不消。可恨这世上还有受精这种东西，吃不消的香青叔最后还是吃消了，以至于下着雨的这几天，香青叔基本上都是在草窝里过的。三人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永远不知疲惫。好在秋雨并没有持续多久，事情排过两轮后就慢慢停了。这时候香青叔已经彻底回了奶，明媚的太阳也终于爬了出来。天空放晴这天，一直被按着摩擦的香青叔恨不得立马插上翅膀飞出去。所谓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美男们功夫再好，也架不住他们没有节制的索要。为了逃避这个现状，香青叔当天上午就带着3个伴侣还有青罗出了门。他要去看看外面的风景，要去一个没有草窝的地方，他要去野餐。他们找到一片宛如镜面般宁静无波的湖泊，湖泊边山石嶙峋，枝叶扶疏。虽已到了秋天，但这些树木依然保持着浓郁的绿色，生机勃勃的与湖水相互映衬，绝美不已。香青叔当即就决定在这里野餐。
他在一片能晒到太阳的干燥草地上铺上一张可供4人平躺的大兽皮，又从包裹里拿出他用木盒子提前装好的各种水果拼盘。为防止被人遇见，他没准备点心，也没准备烧烤架之类的，空间里的猎物也没动。食物由牙桑和叶兰去附近狩猎，严彻则留下来保护香青书和青罗。香青书才不管他们谁去谁留，见青罗疯了似的在附近跑跑跳跳，一会儿追虫子，一会儿追飞鸟。而严彻一直注意着他，他就没管青罗，直接躺下来惬意的欣赏风景。太舒服了，兽世的风景其实和现代的风景差不多，但兽世的风景更加壮阔，没有高楼大厦的阻碍，一切都像是野蛮生长似的，到处都透出一股很浓烈的生命力。香青书很喜欢这样肆意的生命力，光是看着周围的一切都好像能传递给他无数的正能量似的，让他心潮澎湃，雀跃不已。在这样的氛围下，他深深地吐出一口浊气，结果这口气刚吐出去，香青书面前就落下一片阴影。竟是严彻很是动情地俯身过来，含住了他的双唇，浅浅一个深吻后，严彻笑道：想不到青青这么喜欢野餐，那以后我们经常出来，下次可以再走远些，我们带上你喜欢的米饭和点心，一定让青青更加尽兴。或许是因为这几天频繁的深入交流，对于他，严彻他们动不动就要搂搂抱抱，卿卿我我，行为毫不克制，彼此间的关系也更加肆无忌惮。香青书当然也是一样，他嘴上说着受不了，身体却很诚实。严彻俯身过来亲他时，他直接搂住他的脖子回应，等他亲完起身，他也顺着他的力道起身。严彻就像抱孩子似的把香青书抱起来，最后他靠在严彻怀里，满意的直点头。下次我换个烧烤架出来，或者换个鸳鸯铁锅，在野外吃火锅其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说起火锅，香青书眼睛一亮：阿彻，晚上回去我们吃火锅吧。哎呀，怎么就没想到呢？商城开了这么久，我居然才想到这个美味，很多材料商城都是可以换的，尤其他现在可以肆无忌惮的吃辣椒了，可不得赶紧整上。这1个多月的时间里，香青书换了很多水果和蔬菜，还有点心之类的东西，但因着便宜，积分才用了2000多一点。他们一家4个成年人，不算还小的青罗，1个多月用了2000多积分，真的是很少了。这时候，香青书便一点都不吝啬，赶紧去商城买了一个鸳鸯铁锅，火锅底料还有一些兽市没有的食材也都买了一些，就等晚上回去煮来吃了。等他买完东西，刚好牙桑和叶兰带着猎物回来，见着香青书，牙桑远远的就在喊：青青，你看我带什么回来了。香青书一转头，就见牙桑左手扛着一头野猪，右手提着一捆甘蔗似的东西，叶兰则左右手都扛着野鹿，还是2头很大的野鹿。等他们走近了，香青书仔细瞧了瞧，确实是甘蔗，还是他之前从商城换过的那种红皮甘蔗，唯一不一样的可能就是兽市这个甘蔗节很长，也更粗壮些。见此，对于积分向来实行能省则省的香青书很是高兴，他拿了一节尝试，本以为会和其他果子一样又酸又涩，却没想到这甘蔗甜分超标，好吃的不得了，水分还很足。香青书就兴奋起来。第88章，熊猫兽人苍颜，太好了，以后甘蔗自由了，红糖也就自由了，就是可惜他不会炼白糖，但有红糖，有蜂蜜，各种水果也能自己种，这么多的糖分摄入，他已经非常满足。问了牙桑是在哪里发现的，知道在熊族那边，位置还挺远后，他们没急着去采集，想着先把猎物清理出来，野餐结束后再说。严彻和牙桑就去了湖边清理猎物，叶兰变成兽身下水，他又长又有力的蛇尾对着鱼群一甩，就有好几条大鱼扑腾着从湖里飞了出来。青罗还以为那是什么好玩的，大鱼刚出水面他就要扑上去撕咬，结果那鱼比他的身体还长，人家一个摆尾就把他扇到一边，痛得他呜呜的冲过来，扑到香青书怀里就是一阵痛哭。香青书很没良心的笑了几声，在青罗越发幽怨的眼神中，他赶紧止住笑，摸着他的脑袋装出一副慈祥母亲的模样来。青罗乖，待会儿让叶兰阿爸把他们都烤了好不好？把他们烤得香香的，青罗一口下去就能把他们的身体咬成2截，然后1口2口慢慢把他们吃掉，那多棒啊！嗷呜一声，青罗很是认真的附和：吃掉，吃！香青书惊喜：哎呀，咱们青罗又学会了一个词，太棒了！青罗怎么这么棒呀？真的太厉害了！香青书说这话时嗲得让人受不了，严彻和牙桑不由自主地朝他看来，一脸奇异的模样，就连水里的叶兰都伸出个大蛇脑袋，很明显听到了他的娇声娇语。3个雄性的目光太过明显，香青书没好气地白了他们一眼，这种情况下居然也能想歪，不愧是他们。香青书不搭理他们，干脆穿好鞋子，带着青罗在3人视线范围内走走。秋天也有，花朵盛开，他带着青罗躲在花丛里编花环，母女2个就露了个脑袋出来，灿烂的鲜花衬托着她，竟让她看起来比花还娇美鲜嫩。3个雄性都看得呆了，青青真美，他们的眼光真好。空中阳光洒下，这片静谧的环境里响彻着一家5口的欢声笑语，很快又飘起食物的香气，依然是旁人从来没有闻过的美味。野餐过后，严彻3人陪着香青书和青罗在温暖的阳光下睡了个短暂的午觉，睡醒后收拾了东西，他们直奔着熊族而去。发现甘蔗的地方当然不是在兽王城里，而是熊族所在方向城外的一片树林。香青书抱着青罗坐在严彻虎背上，很快就跟着牙桑到达了目的地。
看起来这片甘蔗还不少，用灵来形容都不为过。他给了叶兰一个眼神，叶兰便赶紧在附近游走一圈，确认目前没人。他点点头，放心，附近没人。不过我们动作的快点，兽王城里族群种类很多，这里距离兽王城还不远，我们很可能会遇到飞行兽人。香青叔点点头表示明白，岩彻和牙桑便赶紧钻进甘蔗林里，从里面开始掰甘蔗，香青叔也跟着进去。他们掰，他收，配合得十分默契。叶兰没去，他得在外面警戒，为了防止青罗碍事，他带着青罗干脆跃上树枝，一直在树木之间游走，既能带着青罗玩，又能防备甘蔗林附近可能靠近的兽人，也注意着空中，免得不小心被路过的飞行兽人看见了。好在一直都很顺利，他们没遇到人。甘蔗虽然多，但香青叔没有对这片甘蔗林一网打尽，看着差不多，他们就收了手，还是和以前一样，大部分收进空间，小部分用藤条捆了，他们走明路运回去。因这东西太多，回去时香青叔没有再做虎背，而是带着青罗自己走，左右时间还很早，又难得出来，他们就当散步了，顺便还能采点蘑菇或者野菜回去。或许是地域不同，兽王城附近的蘑菇和野菜有很多都和狐族那边的不一样，尤其是那些蘑菇，一部分不再是晶莹剔透的，看着反而和现代的蘑菇有些类似。香青叔就采得兴高采烈，青罗刨坑也刨得兴高采烈。岩彻三人本来扛着东西跟在他们后面，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响动，这动静还越来越近，越来越大。三人迅速扔下东西，把两人围住，目光如炬地盯着那处突然颤动起来的灌木丛。香青叔也转头看去，本以为是野兽，结果那灌木丛里首先冒出来一对毛茸茸的黑色耳朵，还有毛茸茸的白色圆顶，然后灌木丛分开，从里面走出来一只和岩彻兽形一般大小、圆滚滚却又格外壮硕的熊猫。香青叔瞳孔放大，直接惊呼出声：熊猫！不怪他大惊小怪，刻在骨子里的国宝印象让香青叔对熊猫这种生物下意识就比较关注，加上他是第一次在兽世大陆看到熊猫，不免有些惊奇。而熊猫兽人苍岩，他本来只是走这条最近的路回家，知道前面有人，他没避开，也不准备停留，但听到雌性的惊呼声，他还是下意识看向声音来源。看清来源后，他一愣，居然是个年轻又美丽的雌性，还是个人族雌性。这个人族雌性身材娇小，三个高大的兽人又特意挡着，他其实并不能完全看到他，但他站在其中两个兽人身后，像只调皮的小猫咪似的，从他们粗壮的胳膊处挤出了一个小小的脑袋。他长发松松的挽成个麻花辫垂在胸前，辫子上点缀着几朵宛如星星一般的小花，头上还戴着一顶由各色花朵编织而成的花冠。这花冠色彩斑斓，鲜艳夺目，宛如天边绚烂多彩的朝霞，又如夜空中闪烁的繁星，但在美丽竟也不如她娇艳欲滴，艳丽动人。他看着她，那双灵动的眼睛也像是璀璨的宝石似的，让他下意识多看了几眼，心也忍不住跟着停留了一瞬。说实话，她是他见过的雌性中最好看的一个，又关他什么事呢？雌性而已，管他美的丑的，他都不感兴趣，什么都没有升级重要。苍岩淡漠地收回目光，余光却忽然瞥到旁边的叶兰，他目光一顿，这才仔细看了看香青叔身边的三个兽人，居然有一个4级，2个3级，还都是年轻兽人。第89章，方便打一架吗？苍岩顿时就走不动道了，在4人疑惑的目光中，他慢慢停下，想了想，还是变回人形，主动和他们打个招呼。我叫苍岩。他的声音冷冷淡淡的，好像雪山上亘古不化的坚冰，带着一股浓浓的疏离感。他长得也很是疏离，明明是十分俊美的模样，眼睫如扇，眉如远山，眼窝深邃，薄唇微红，五官的每一处看起来都十分温和，但因着他淡漠的眼神，他的长相也莫名多了些锋利的寒意。与叶兰的冷漠不同，叶兰的冷漠中带着些邪气和魅惑。起初他还没有与人来往时，冷漠气质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如今随着感情的深入，叶兰身上的冷漠已经变淡许多，反而是邪魅气息大增，让她更显魅力。而这只熊猫兽人身上的冷漠却是纯纯的冷漠，没有夹杂其他任何东西，仿佛他就是坚冰本冰，从内到外，从气质到长相，冰冷武装到了极致，仿佛谁都无法让他改变。香青叔看看叶兰，又看看苍岩，两个都是冷美人的类型，也都是黑色发丝，但一个长发，一个短发，一个4级，一个3级，各有不同，也各有韵味。他张了张嘴，还来不及说话，感受到危机的叶兰已经往香青叔面前一站，挡住他的视线后，他语气微沉：你想干什么？见叶兰一脸防备，苍岩自然明白他在担心什么，但他从始至终都没看香青叔，只是盯着叶兰道：方便打一架吗？叶兰、严彻几人？他们以为自己听错了，这人停下居然不是为了青青，他居然只是想找叶兰打架。什么没眼光的兽人，他们家青青就这么让人注意不到吗？居然一个眼神都没给他。见他眼神坚定，似乎真的对青青不感兴趣，叶兰眉头皱得更紧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这人关注青青他不舒服，不关注青青他更不舒服，便冷硬道：没空。说着话，他变成半兽身，用尾巴提起地上装野餐用具的包裹，干脆利落地横抱起香青叔离开。岩彻和牙桑也赶紧提起捆好的甘蔗，带着青罗跟上。见此，苍岩微微诧异，不明白他为什么是这样的态度。兽人明明都很喜欢切磋，也十分愿意在伴侣面前展示自己的实力，这人怎么会拒绝？
但他向来不善言辞，一时之间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见他们真走了，他迟疑一阵，想着他们大概是新来的，他还不知道他们住在哪儿，便抬脚跟了上去。我没有恶意，你很强，我只是想跟你打一架。没人理他，严彻几人脚步迈得更快了。苍岩见他们如此，本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苍岩也不再说话，他就这么跟着他们，一前一后，有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持。知道他跟着，叶兰几人没回头，本来想加快脚步把他甩掉，香青书却总是忍不住回头去看苍岩。主要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只的熊猫，现在苍岩是人形，看不到熊猫，他就去看他胸前的那个熊猫兽印。太可爱了吧，可爱的要死，要是能摸摸就好了。长这么大，熊猫见过，但还真没有摸过，手感一定很好吧。严彻三人可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见他一双眼睛恨不得粘在苍岩身上，他们心里都酸酸的。大概是这几个月的专注深情，让他们对香青书产生了依赖。如今香青书眼里突然有了其他人，他们都不太习惯。严彻和牙桑还好，苍岩和他们不是同一个类型，他们的危机感没那么重，叶兰心情就沉重了。见他在他怀里都还一直关注着别人，没给他半点眼神，他抿了抿唇，忽然加快速度，一股风似的就把香青书带回了家。今天天空放晴，木林接到部落关于比赛的通知后，就赶紧来找香青书，结果他扑了个空，香青书一家出了门，他怕和他们错过，就一直等在门口。只是好不容易等到人，叶兰却根本没发现他，直接抱着香青书回了2楼。2楼楼梯口的位置，包裹被随意扔在一边，叶兰则把香青书抵在墙上亲吻。和以往的亲吻都不同，这次他轻捏着他的下巴，不容拒绝地撬开他的齿关，在香青书轻微的挣扎中，他不断往里探索，不断向他索取，好像在宣泄着他的醋意和不满。这样强烈的占有欲，香青书很快反应过来，也大概明白他为什么如此反常，他便不挣扎了，反而主动将叶兰搂得更紧，本就贴近的亲吻变得更加深入，两人的呼吸都好像融成了一股，热烈又滚烫，直到两人都有些缺氧，几乎快要站立不住，叶兰这才喘着粗气放开他，埋在他的脖颈处委屈道：青青，你是不是一眼就喜欢上了苍岩？你不要抛弃我。香青书从一开始就抱着叶兰没撒手，这时候他更是将她抱得紧紧的，好像抱了一件珍宝，小心翼翼，珍而重之。他其实不太明白叶兰为什么会突然说出抛弃这个词，就算他有了别人也不会抛弃他，更何况那个苍岩只是一个陌生人。但他还是轻声解释，在我的家乡，熊猫类似于你们这里的圣物，是一种很稀有的珍贵生物，所以看到苍岩的时候，我下意识就多看了几眼，绝不是对苍岩有什么想法。如果非要说我对谁一见钟情，阿叶，那也是你啊，你忘吗？那时候的你，哪怕昏迷着，我也想留在你身边，虽然后面有很多不得已，但我是真的考虑过要留下来，我说过我不会抛弃你的，你要相信我。闻言，叶兰眸光微动，真的？竟是因为这样吗？因为稀有才会多看几眼，而且青青对他一见钟情，还想过要留在他身边。如果他能早点醒，当初他是不是就能成为他的第一个伴侣了？当然是真的，就算哪一天家里加入了一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兽人，阿叶，香青书伸手捧住叶兰的脸，很是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阿叶，你记得，你是你，永远都只是你，哪怕有一天我会喜欢上别的兽人，也永远不会不喜欢你。我的叶兰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的眼睛，你的发色，你的嘴巴，每一处，哪怕别人也有一样的，我也只会喜欢你身上的。第90章，好威风的一只大金雕，思想单纯的兽人哪里听过这样动听的情话，只听到他说他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叶兰心里就涌上了阵阵甜意，尤其看到他眼睛里那浓浓的情意，他更是心头滚烫。只是想到今后他还会有很多伴侣，他低垂着眼眸，忽然来了一句：青青，等生了虎崽，我们生窝蛇蛋吧。想到什么，他又摇了摇头，算了，我不要了，我不要蛇蛋，我们不生了。他郑重改口的样子让香青书觉得有些好笑，他抱住他，脸颊贴上他的胸口，为什么不要？阿叶怕仔仔也是一童，这倒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他喜欢一童是他的事，却没办法让所有人都喜欢一童。如果仔仔生出来真的是一童，哪怕他不会丢弃他，他多半也不会被任何部落接受。在他没有足够实力改变眼睛颜色的时候，尤其是他小时候，他会过得十分辛苦。孩子毕竟是个活生生的人，他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情绪，也会因为这些情绪做出对应的性格改变。他有可能会变得自闭、极端、不开朗。作为父母，明知道会有这样的困难和忧虑，他们当然不能说生就生，是得好好考虑。只是如果不生，他又怕叶兰多想，觉得是他不喜欢他。就比如现在，见香青书半天没有下文，叶兰眼里果然划过一丝伤痛。他觉得自己很没用，连一个健康的幼崽都没办法给他。如果没有这双眼睛，如果他的眼睛是正常的，如果……可惜没有如果。正想着，楼下传来声音，是严彻他们回来了。没听到屋里的动静，牙桑立马就要上楼来找人，但香青书跟没听到似的，只捧着叶兰的脸，很是认真的保证，不管怎么样，阿叶，我们先把仔仔生出来再说，万一仔仔没遗传到你呢？退一万步讲，就算遗传到了一童又怎么样？只要他健健康康的，有父母的关爱，有兄弟姐妹的陪伴，他就不会孤单。
他会是个好宝宝，以后也会是个好兽人，你说是不是？话落，楼下牙桑停下了脚步，楼上叶兰心口一荡，只觉得心里满满的格外充实。青青说的对，只要仔仔健健康康的，是不是一同有什么要紧？就算不健康，青青也不会那么狠心把仔仔丢出去，他也不会允许自己做出那么残忍的事情。仔仔会在他们的关爱中长大，不会像他幼时那般什么都不懂就被丢掉。那时候小小的他一个人游荡在这个堪称巨大的森林里，一个人面对危险，一个人面对黑暗，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在意，甚至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可他的仔仔不用经历这些，他爱青青，也会爱青青给他生的仔仔。无论仔仔是什么样子，无论别人喜不喜欢，他喜欢就够了。见他不说话，香青叔忽然就撒起娇来。好了，咱们不想了好不好？我想吃火锅，早就馋这口了，咱们下去准备好不好？叶兰哪里受得了他这娇娇软软的样子，他收回思绪，放下心里的那些不安和酸涩，本来还想趁机亲一亲他，香青叔却已经欢快地拉着他下了楼。楼下，严彻和牙桑正在清理甘蔗，青罗正抱着一根没洗的甘蔗在啃，啃得他满嘴的果汁，嘴边又黑又黄的。见他们下来，牙桑上楼去把包裹拿下来整理，严彻则拿了湿兽皮把青罗嘴里的甘蔗拿过来擦了擦，确认甘蔗外皮被擦干净了，他这才指了指外面，青青，那个苍岩已经走了，但木林还在外面没走，好像有事想找你说。香青叔本来也想吃根甘蔗，闻言便赶紧往门口去，一边走一边道：那个苍岩有说什么吗？严彻摇头，这倒是没有，看到我们进屋后他就走了，什么都没说，但想来他下次还会再来，倒也无所谓。看这样子叶兰已经被青青哄好了，只要叶兰没有不舒坦就行。香青叔点了下脑袋，问过后就没再关注苍岩。刚刚他回来时有看到木林，这时候出了门，他便有些不好意思，总感觉刚刚有些不礼貌，便邀请道：木林，我们晚上准备吃火锅，是我家乡的食物，你要一起来吗？反正之前就说过要请他吃饭，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就很好。木林之前一直守在门口，见叶兰抱着青叔回来，速度还那么快，他还以为是青叔受了伤，担心的不得了。后来见严彻和牙桑一点都不着急的走在后面，他立马反应过来是他想多了，但看到跟在最后的苍岩，他的心又提了起来。苍岩怎么会和严彻他们在一起？该不会他也喜欢上青叔了吧？是了，青叔那么亲和好看，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可苍岩不是不喜欢雌性吗？苍岩也算是熊族的名兽了，他来兽王城这么久，还从来没有听过他和哪个雌性走得近，听到的从来都是苍岩又拒绝了谁，又把谁气哭了，还真没见过他跟在哪个雌性屁股后面跑。不管怎样，苍岩实力很强，木林心里有了那么一丝危机感。这时候见香青叔一出来就邀请他一起吃饭，他内心惊喜，忙不迭就答应下来，哪里还记得自己是来干嘛的？但想到自己空着手，他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很是歉意的道：我什么都没带，青叔你等等，我马上去打猎，今晚的肉由我负责，我很快就回来。说着也不管香青叔什么反应，他变回兽形，直接一飞冲天。这还是香青叔第一次看到木林的兽形，好威风的一只大金雕，是真的好大只。他变成兽形那一刻，香青叔眼前的阳光直接被挡住，天空都黑了一层，而他那层层叠叠、浓密厚实的金棕色羽毛，仿佛华丽而坚韧的铠甲一般，覆盖在他身体上，散发出一种令人敬畏的威严气息。尤其在这样背阳的环境下，光线从他的背后照射过来，他的每一片羽毛都呈现出细腻的纹路，还散发出粼粼光泽，加上那尖利的长喙、粗壮又锋利的利爪，让他的身影显得更加高大威猛，挥翅间带起阵阵劲风，看着就超级强壮。第91章，青青你认真了。香青叔不由叹了一声，不愧是金雕啊。如果说之前他没对木林有什么想法，只是单纯的觉得他是个飞行兽人，长得不错，还是个白光兽人，可以接触看看，那现在香青叔就是真的对木林有了那么一丁点好感了。兽形这么帅，人形也很帅的兽人，不错，他的眼光真的不错。香青叔满意的回神，一转头就对上了严彻三人若有所思的目光。严彻压下心内的醋意，没提木林，只是道：看来今天我不用再出门了，木林身手不错，他应该能带回来很多猎物。牙桑却直接开口：青青，你认真了，我看到你眼睛里有对木林的经验，你是真的喜欢他？想好了？叶兰没说话，只是一边看着香青叔一边做事，也不知道在想什么。香青叔就咳了一声，什么想好没想好的，现在还早着呢，先观察看看吧。他挥挥手，别说那些，我们赶紧准备吧，汤得赶紧炖起来了，不然来不及。说着他直接进了厨房，从空间里拿了一些肉骨头出来。见他要动手，三人顾不得木林不木林的，忙冲过来抢走他手里的活，把他推到一边。严彻，青青，你在旁边指挥就行，这些活还是得让我们来做。牙桑，就是，好好的雌性做什么饭？青青你坐着看，我们做就行。说着他搬了把椅子过来，让香青叔坐着休息。叶兰这时候没往上凑，他带着青罗把甘蔗搬进杂物间，又打了水去院子里清洗装过水果的木盒子。没有青罗打扰，香青叔就安安心心的指挥严彻和牙桑干活。除了要炖一锅番茄蘑菇骨头汤，他还拿出各种蔬菜和不同的肉类，冬瓜、
土豆、生菜、莲藕、莴笋、山药、牛肉、羊肉、鱼肉、猪肉、鹿肉、鳝鱼，看着空间里有的都适当拿出来一些，让严彻他们整理。但拿着拿着，香青叔一顿，忽然反应过来，这顿火锅好像没法尽善尽美。蔬菜还能说是他们家以前种的，现在种植房里的那些植物也在灵泉水的作用下长得郁郁葱葱，解释得过去。毛肚、蟹、虾什么的也还好，这个世界都有，但由于海参、豆干、土豆粉、海带啥的没法解释，根本不能拿出来吃。炉子和铁锅肯定也不能用，可如果用石锅，石锅下就是火堆，没法上桌不说，明火太盛，他们也不能凑得太近，要怎么烫着吃？食材又要怎么摆？主要是不方便烫啊。火锅不烫，那还能叫火锅吗？想到这里，香青叔顿时有些泄气，他又不好说不请木林，让他下次再来。思考一番，香青叔只能放弃烫着吃的步骤，改成做麻辣烫。红汤用火锅底料煮，清汤就用骨头汤，味道应该差不多。想好了，香青叔又继续往外拿东西，一边往外拿，一边拿了个番茄出来啃。等严彻他们把骨头汤炖上，叶兰已经收拾好那些木盒子和兽皮，放回杂物房后来了厨房帮忙。有他们在，香青叔自然而然地退出厨房，和青罗玩起了踢木球的游戏。等木林带着猎物回来时，厨房里骨头汤已经炖好，各种菜品也已经切好，就等着下锅。木林是第一次到一个雌姓家里来做客，踏进大门的那一刻，他的眼睛就没忍住到处看。其实部落里食物的布局都是差不多的，但他瞧着，总觉得这房子布置得很温馨。尤其是看到屋子里站着的香青叔时，他立马就笑了起来。青叔，我回来了。这句话说完，总感觉哪里怪怪的，但他又说不出来哪里奇怪，只能看着香青叔笑得一脸傻气。香青叔又被他逗笑了，但也没揭穿他。木林，你来的刚好，饭已经差不多了，你坐着等一会儿。说完，他和叶兰去了厨房，严彻和牙桑则接过木林提回来的几头猎物开始烤。一时间，客厅中央只剩下木林和青罗。见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青罗一脸谨慎的迈着小碎步凑到木林腿边闻了闻，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是个爱干净的兽人。青罗放心了，他围着他转了2圈，像是在巡视自己的领地似的，很是高傲的模样，时不时就抬头看看木林。木林觉得他的样子奶凶奶凶的，很是可爱，刚想蹲下身抱抱他，青罗却像是受到惊吓一般，立马往后一蹦，直接蹦到篝火堆旁严彻的脑袋上，抓着他阿爸的头发，嗷呜叫了2声。严彻一下笑出声来，他瞥了一眼一脸呆滞的木林，挑眉道：“很抱歉，我家小雌性只和他的阿爸们亲近。”小雌性？不怪木林没看出青罗的身份，小兽人一般要等到1岁左右化形时才会分泌出雌雄激素，那时候别人才能通过味道分辨他是个雌性还是雄性，而1岁以内的兽人只能通过看那个地方才能看出来。香青叔他们从来没说过青罗是雌是雄，加上雌性出生率低，木林就自然而然的以为青罗是个小雄性。这时候听到严彻说他是个小雌性，他就惊呆了。青叔第一胎居然就生了个小雌性，他好厉害啊！他的表情毫不掩饰，眼里全是对香青叔的佩服，至于其他的情绪，惊喜、试探或者窃喜，全都没有，除了佩服就是佩服，很是直白的情绪，让人一看就懂。严彻和牙桑两人一直在关注他，见了他这表情，他们俩对视一眼，心底同时哼了一声。他们还想抓他的错处呢，要是刚刚他的表情有一丝不对，或者表现出对青青能生雌性的喜爱，而不是对青青本身的喜爱，他们肯定不会同意让他进家门。结果这人还行，算他识相。哎，果然是青青严选，有青青的那个能力在，一般情况下他觉得不错的人就都不会差，比如他们自己。可心里觉得不错，他们俩却谁也没有表现出来，更没有叫木林过来帮忙。木林就只能在客厅里看着他们俩忙碌，想去帮忙吧，他又看不懂他们烤肉的步骤，也不知道他们往烤肉上撒了什么，根本无从下手。第92章，你是真傻还是假傻？想去厨房吧，青叔在那里，他去好像显得太年轻疏，一定会引起叶兰的不满。叶兰他可不敢得罪，他只能在篝火堆旁坐下，一时间有些无所适从。好在时间过得很快，没多久，厨房里传来香青叔的声音：“吃饭了。”此时屋子里早就飘满了一股特别霸道的香气，客厅里的3大一小闻着，只感觉自己的鼻子都要闻抽筋了，怎么会这么香？从前青青做的那些菜就够好吃了，原来还有更好吃的，这可真是个惊喜。严彻和牙桑当即就朝着厨房跑去，严彻抱着青罗慢了一步，等他跑到厨房门口，牙桑和叶兰已经一人端了一个大盆出来，一大盆红汤，一大盆清汤，那股霸道的香味就是从那盆红汤里传出来的，现在凑得近了，他们只觉得更香，但鼻子也更痒了，因为这汤闻起来好辣的样子，有点子辣条草的味道，奇奇怪怪的。但3人都没多问，把2盆汤放在桌上，他们又赶紧进来，把香青叔准备好的调料碗端出去。等几人坐下，站在桌边什么忙都没帮上的木林一下子就显得突兀起来。香青叔赶紧招呼他：“木林，你坐啊，别客气，咱们开始吃饭了。”木林当时就有些不好意思，他红着脸看了看位置分布，青叔坐在桌子最中间，严彻和叶兰坐在他的2边，牙桑坐在青叔对面，青罗坐在严彻对面。他动了动手指，只能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叶兰对面坐了下来，
坐下后仍是有些拘谨，他便夸了一句真香，试图缓和下气氛。但严彻他们从来不是会捧哏的人，木林夸完，他们都没接话，只自顾自地给香青叔和青罗添菜。见此，香青叔主动拿起筷子，从清汤盆里给木林夹了一片肉。木林，你尝尝，这盆是不辣的，另一盆是辣的。你们可能都没吃过辣椒，这是我家乡的一种调味料，我觉得很好吃，但第一次吃的人可能会不适应。你们可以先尝尝，要是实在不适应，吃清汤这盆就好。不够吃还有烤肉，别客气。说着，他也给严彻三人各夹了一筷子。见严彻已经给青罗加了清汤里的肉，他又给青罗加了些青菜、土豆什么的。碗里多了菜，青罗很懂礼貌的抬头对着香青叔呜呜一声，又继续埋头干饭。香青叔就笑起来，见大家都开始埋头吃饭，他也低下头，终于心满意足的从红汤里加了一筷子乌鱼花。虽然少了一道步骤，但味道对了，也很是不错。主要久别重逢的感觉太过美好，香青叔感动得快哭了，吃饭的速度不由自主的就快了起来。直到耳边传来阵阵嘶哈声，他抬头一看，才看到桌上的其他人嘴巴都变成了通红的一片，显然是第一次吃辣椒，被刺激的不轻。但那种刺激怎么说呢？刚开始确实很不适应，可那味道一入了嘴，就有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让人忍不住想吃第二口、第三口。他们就没忍住，干脆一边吃红汤，一边吃清汤，两边换着吃，总算没那么难受。这桌上真正难受的可能只有木林，其实菜他没吃多少，也没感觉多辣，因为筷子他还不怎么会使，他又生怕被青叔发现他不会用筷子，夹菜的动作就有些偷偷摸摸的。可越这样偷摸越加不稳，他慢慢的有些急躁起来，心里也十分懊恼。他应该多听听阿爸的话的，这些东西阿爸以前好像都教过，是他觉得用不上，没有认真学，私下里更没有去练过。这下好了，丢大脸了。这么想着，他下意识想去看看青叔的脸色，结果一抬头就见青叔正看着他，他脸色一僵，急忙解释：“对不起，青叔，我只是……你不用道歉，刚开始用筷子不都是这样吗？阿彻他们刚开始用筷子的时候也是这样，没关系，慢慢来，会越来越熟练的。兽人确实不用筷子，不会使也很正常。”不等木林说话，香青叔又道：“对了，我才想起来一件事，木林你又不是虎族兽人，那天守城门的怎么会有你？一般情况下，守门和巡逻这种重要的事情都会由本族兽人负责，就算有外族兽人，那也是跟着伴侣在部落里长期定居的那种。可木林既不是虎族兽人，也没有在虎族长期定居，更没有伴侣，这是怎么轮也不可能轮得上他。”木林本来正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哪怕青叔说了慢慢来没关系，他也还是觉得有些窘迫。青叔会不会觉得他很笨？现在见青叔忽然问起其他事，他心内一松，一边握紧了筷子再次练习，一边回道：“其实我也只是帮朋友守的，他生了病，我就替他一天，让他休息一下。”生病？桌上几人异口同声，都有些不可思议。兽人生病？兽人体力强悍得很，从小就风里来雨里去的，怎么可能会生病？受伤还差不多，但就算是受伤，几天就好的伤也不用别人替啊，兽人恢复速度很快的。如果是重伤，也不可能只让替一天，更何况部落不可能安排受重伤的兽人守城门，所以木林这是被骗了吧？几人看向木林的眼神就变得奇奇怪怪起来，牙桑反正是忍不住的，他的眼神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你是真傻还是假傻？生病这种借口你也信？谁知木林开口：“我知道他是骗我的，但我想着反正没事，守一天就守一天吧，我也没什么损失。不仅没损失，还有很大的收获。就是在这一天，他遇到了青叔，遇到了一个好不容易才让他心动的人。这个门守得很直啊，超级直。”在场的人，他们不知道木林心底的想法，只看着他那欣喜的模样，他们就觉得这人是真的傻。什么叫没有损失？有这一天的时间去打猎不好吗？打猎不仅能让自己吃饱，还能得到兽精升级。他守在那里，难道兽精还能从天而降？食物能自动飞到他嘴里？第93章，这三个人居然穿衣服了。桌上一时安静下来，木林丝毫不知自己的形象在香青叔一家眼里是一跌再跌。本以为木林只是看着傻，没想到他本人的性格也是真的傻，或者不能说是傻，而是憨，因为他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不想去计较那些得失。说实话，这种性格挺好的，如果是作为伴侣，他会是家里难得和谐的那一个，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不好，因为这种人很容易吃亏，还很容易被人哄骗。香青叔皱了下眉头，不由又仔细看了看木林，他的外貌身材真的挑不出错来，身上那浓厚的白光也昭示着他善良的性格优点。但算了，不想了，这些事本来就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看得完全的。香青叔向来相信缘分，如果有缘，他想哪怕他身上缺点无数，他也能慢慢接受，这事以后再说吧。这么想着，香青叔自然而然的又问了一些其他问题，问了那个敖天，也问了林然。这回木林显然是有备而来，他问什么他就答什么，而且答得还很详细。那个敖天经过几天的休息，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他完全沉不住气，天一放晴，他就冲到林然家里去质问了林然。林然嘴上死不承认，但他身边那两个从兔孙部落出来的伴侣一听敖天的说辞就神色不对劲起来。他们是没说什么，
但光看他们的表情，敖天就知道了，林然确实骗了他，骗了所有人。然后敖天就和林然闹翻了，但林然到底是雌性，敖天再气也不敢对他做什么，更何况林然家里一共有16个伴侣，其中还有一个叫微山的3级兽人，他不敢闹得太过，吵了一架后就气冲冲地跑了。只是那时候出来放风的兽人有很多，敖天没怎么闹，这事却迅速传遍了虎族，林然的名声就没了。而香青书和严彻也迅速成了部落里的红人，这回是真正的红了。香青书也是这时候才知道，他们出门之后没多久，林然就带着伴侣气冲冲的来找过他。那时候木林刚好来找香青书，两人遇到了，木林还被骂了一通，后来见屋里没人，他就带着人走了。香青书看了看白白被骂，提起这事却半点不爽，情绪都没有的木林，香青书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是整的，到底是他们连累他了。香青书很是诚恳地对木林说了声抱歉，木林却像是听到了什么惊悚之言，连连摆手摇头。青书你不用道歉，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没事的。再说了，就算林然遇到的不是我，他也会骂，他并不是故意针对我，我不在意的。不是故意针对他就不在意，这人可真好说话，换了是他肯定要骂回去的。香青书没再说什么，只默默给他又加了几筷子肉，木林就高兴得像什么一样，连心里最后的那点窘迫都烟消雾散，满脑子都是青书又给我加菜了这样的想法。只是他的筷子到底没有用得很熟练，还是严彻看不过去，主动拉着他去吃了烤肉。一顿饭下来也算是宾主尽欢。木林一直到离开前才想起来今天来找香青书的目的，他赶紧告诉他，秋猎大比时间就在明天，天亮开始，会一直持续3天。一般的部落比赛1天时间就结束了，但兽王城是3个部落在一起，比赛时间就要长些。第1天是熊族比赛，第2天是虎族比赛，第3天是狮族比赛。约定好明天上午木林来接他们，香青书一家早早洗漱了休息。他不知道楼下牙桑和叶兰一直在为明天的比赛做准备，就连侍寝的严彻在凌晨香青书睡着后也下了楼。等第2天醒来，香青书看着打扮一新的3个雄性，不由睁大了双眼。我的天，香青书捂住胸口，企图捂住自己砰砰乱跳的小心脏，也太帅了吧！这3个人居然穿衣服了。平时他们3个都只是穿自己兽皮幻化出来的兽皮裙，不管什么天气都只是挡住关键部位，上半身和大长腿永远都光着。可是今天他们穿了用野兽兽皮制作的兽皮裙，要比幻化出来的兽皮裙长些，也宽松些，上半身依然半裸着，但斜披了一条和兽皮裙同色的绶带，挡住了右边胸膛，春光似漏非漏，反而养眼。手腕和脖子上还戴了用兽骨做成的手串和项链，连脚腕上都戴了脚链，只是依然没穿鞋，这样倒更加突出了他们脚上的脚链，看起来颇有几分禁欲的感觉。香青说还是第一次见他们打扮成这样，你们今天怎么这么特别？见他眼里有着明晃晃的欢喜，3人不由挺直了背脊。牙桑道，青青你忘了，今天是秋猎大比，到处都是打扮一新准备结旅的兽人，我们虽然已经结了旅，但也不能给你丢脸啊。你瞧，我们身上的可都是4级野兽的兽皮和兽骨，穿着这些出去就没人能小瞧你了。其实他们还有5级野兽的兽皮兽骨，但这事不能太过张扬，只能遗憾放弃。香青书的脑子自动翻阅起关于秋猎大比的信息，确实，一般这天很多兽人都会将自己打扮一番，以期望得到雌性的青睐。这一天也是以结旅家庭向外人展现自己家庭实力的好机会，像他们家这种能穿上4级兽皮兽骨的年轻家庭，在整个兽市来说都很少很少，走出去就是炸裂的存在。香青书从来不是个会藏拙的性子，主要这种事没必要藏，反正他们家已经够出名，而且他人族的身份到底有些弱，这时候还藏着掖着，只会让人更加瞧不起，也会让严彻他们受委屈。他便也决定要好好打扮一番，结果严彻他们早就为他准备好了。他们给香青书准备的是一套露腰的半身鱼尾裙套装，上身的衣服是落肩袖，但和刚来兽王城穿的那套不一样，这次的落肩袖是荷叶边的，肩上吊带更细，袖子也更松散，他肩头的老虎兽印一点都没被挡住。高腰的上衣和低腰的裙子也将他腰上的狐狸兽印完整的裸露出来。第94章，熊族秋猎大比，因着是鱼尾裙，他玲珑有致的身体曲线完美展露，从纤细有劲的腰部到丰满挺翘的臀部，再到修长笔直的双腿，无一处不引人注目，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是个已经生产过的雌性。香青书看着这套衣服，一眼就看出了他们的小心机，这衣服既保暖，还把他身上的3个兽印都完美展示了出来。他们是在宣示主权吧？就是这个裙子，香青书有点犹豫，这条鱼尾裙好看是好看，但这样穿会不会不方便走路？严彻就笑起来，哪里会让你下地？青青，今天让我抱你过去，好吗？严彻这话带着浓浓的期盼和渴望，香青书明白，一般这种重大场合，雌性都会让家里实力最强或者最受宠爱的雄性抱着，以彰显家庭地位。严彻不是家里实力最强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青青心里最爱的，但他有嘴，想要什么他会说，而且他觉得青青不会拒绝他的请求，因为他是他的第一个，始终和旁人不一样。果然，香青书想都没想，当即就点了点头，好，那就辛苦阿彻了。说着，香青书小心看向叶兰，阿叶，我不用解释，我都明白。叶兰脸上带着淡淡的笑，
是真的半点都不介意。这段时间的相处，青青已经给了他极大的偏爱。夏季那些独处的夜晚，他得到的比严彻和牙桑都要多。哪怕冬季不能陪着青青睡整夜，但该亲近的时候少不了他，他一点都没有吃亏。这时候自然也不会觉得青青偏心。香青叔就松了口气，他又看向牙桑，本以为牙桑会像平常那样酸言酸语几句，这次他却没说话，好像知道自己得不到这个资格似的。他从来都没有肖想过。见他们说完了，他赶紧端了热水过来给香青叔。严彻和叶兰也赶紧动起来。等香青叔洗漱完吃完早午饭，木林也到了。木林今天和严彻他们是差不多的打扮，只衣服造型和颜色上有些细微的区别。兽皮和兽骨也是3级的，但已经是同等级兽人中难得厉害的兽人。看到他，香青叔不由在心里再次感叹，他的眼光真不错。其实木林的长相真的非常非常顶，但因他的气质，他的长相生生被削弱了几分，不那么吸睛，却仍然好看。木林在第一时间跑过来，见香青叔长发披肩，穿着一身十分特别的长裙，他眼睛都亮了，很想夸赞2句，但不等他说什么，严彻已经一把将香青叔抱起，还是从前抱小孩子的那种姿势。这时候严彻身上多了些淡淡的威严，他看了一眼木林，沉着声音道：走吧。木林下意识就往后退了一步，见叶兰和牙桑抱着青罗一左一右的站在严彻和青叔身边，不容任何人加入，他只得再退几步，傻里傻气的道：那我们走吧，比赛都开始好久了。半点没注意到严彻这是拿出了一家老大的身份在压人，香青叔也没打断严彻，今天这日子本来就该他装逼。香青叔笑起来，搂着严彻的脖子，任由他这样抱着，光明正大的走入人群。熊族部落外围这边其实已经没什么人，大多数都去了内城中心的广场，但也有少数人在部落里游荡。见着如此高级别的队伍，人们纷纷侧目惊叹不已。这年头3级兽人都那么普遍了吗？一个人族雌性身边不仅有2个已经结旅的3级兽人，还有一个没结旅的准3级兽人，更有一个已经结旅的4级兽人，这是个什么样的神奇组合？好多雌性想同时找2个3级兽人结旅都找不到，这个人族雌性居然有4个，他得多优秀才能吸引这么多优秀的兽人呢？绝对不仅仅是他长得好看这么肤浅的理由。大家都忍不住观察起香青叔来，一些单身兽人甚至没忍住好奇，一路跟着他们往熊族内城广场而去。香青叔当然能感觉到那些人的视线，但他们没有恶意，叶兰他们也没什么反应，香青叔便没管，只通过极高的视线远眺着远处那片热闹至极的广场。远远的就能听到那边传过来的喝彩声，如潮水翻涌一般，声波震动，听得出来人非常多。等越来越近，这声音越来越大，也终于能看得清了。只见广场上人头攒动，一眼望去，到处都是打扮一新的兽人。这些兽人基本上都十分高大，至少比香青叔这个人族高大得多。他们每一个都身材健硕，模样姣好。此刻，兽人们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有的在低头说话，有的在讨好雌性，更多的还是聚集在斗兽台前，在看台上的比赛。斗兽台一共有3个，3个都是用于比赛的台子。比赛规则也很简单，总共2场比赛，上午一场2级兽人比，下午一场3级兽人比。当然，这个规则没规定死，也有可能3级兽人在上午，2级兽人在下午，全看部落怎么安排。而参加比赛的兽人们需要2两对决，逐一晋级，哪6位能在斗兽台上站到最后，谁就是赢家。此时3个斗兽台上都有兽人在战斗，香青叔一眼就看到了最左边的那个斗兽台，上面正有一只熊猫和一只黑熊在打架。2只熊虽然都是毛茸茸的，此刻却半点看不出可爱的一面，它们威风凛凛，气势迫人，哪怕有毛发挡着，浑身上下那精壮的肌肉线条也看得十分清楚，简直是行走的荷尔蒙。香青叔双眼微睁，当时就兴奋道：阿彻，我们去那边吧，那边有熊猫。动物园里圆滚滚的可爱熊猫他看过，斗兽台上凶性毕露的熊猫他当然不能错过。明明已经知道熊猫对于香青叔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不应该胡思乱想，但看他这么兴奋，严彻几人心里还是酸酸的。尤其他们发现台上那只熊猫正是昨天遇到过的苍岩时，几人心里更加不舒服了。但他们没说什么，直接带着香青叔往最左边的那个斗兽台走去。一路走过去，自然免不了别人探究的目光，但可能是他身边的几个雄性气场太强，没人敢随意上前搭讪，大家反而自动让出一条路，他们便很是顺利地走到斗兽台下方不远的位置，停了下来。第95章再见林然走得近了，台上的打斗场面也显得格外凶残。他们没有什么精湛的格斗技巧，有的只是野兽最原始的搏斗方式，靠着力量和速度纯输出，拳拳到肉。只是有一点比较奇怪，3个斗兽台，其中2个斗兽台下的人都很多，非常热闹，只有这个斗兽台下的人比较少，大家都表情严肃地看着台上的战斗，几乎没有什么人讨论战斗经过。见此，香青叔忙低头看向木林，这里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吗？闻言，木林有些不确定的道：大概是因为部落里有些对苍岩不太好的传闻。啊，那只熊猫是苍岩？严彻3人当时就笑出了声，感情青青根本不知道斗兽台上的人是谁，他只是对熊猫这种兽形感兴趣。笑完又意识到，目前青青只见过一只熊猫，苍岩是熊猫，熊猫也是苍岩，
对熊猫感兴趣和对苍岩感兴趣根本没什么区别。三人低着头若有所思。木林却对香青书不认识苍岩半点不意外，人族的嗅觉本来就弱，认不出是很正常的事。他点了点头。苍岩是年轻一代难得的3级兽人，在3级兽人中也是很厉害的。不过他这么厉害，听说是小时候为了升级骗了同伴一起进密林，牺牲同伴才有的今天。大概因为这个，大家对他有些不待见吧。香青书只觉得自己听到了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传闻一听就很假好不好？要是真的，熊族的首领怎么可能不对苍岩进行惩罚？恶意伤害同族，最轻的惩罚都是赶出部落。就算不赶出部落，小时候就发现了苍岩的恶行，部落肯定要制止的。既然已经制止了，苍岩又怎么可能是牺牲同伴才有的今天？他摇了摇头，有些感慨。谣言止于智者，兴于愚者，起于谋者，从古至今都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利器啊。4人听得稀里糊涂的，牙桑疑惑：青青，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懂。香青书看着台上一拳把那黑熊打下台的苍岩，笑了一下：没什么，我是说这个苍岩大概率也是个受害者。谣言伤人，这世上哪里都有喜欢重伤别人的人，但如果被造谣的人自己不在意，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人生那么长，美好的事物又那么多，总不能一直盯着那点不美好过日子，还是要怎么开心怎么来，你们说是吧？就像他自己对于林然的那些谣言，他是半点不在意的。当然澄清是一定要澄清，但如果澄清没用，或者那些谣言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生活，大不了他就换个地方居住。反正他不会任由自己纠缠在那些不美好的谣言里，人总不能被尿憋死，总有方法能解决不是？他说话的声音不大，刚结束一场战斗，正停下来原地休息的苍岩却还是听到了。他转头见香青书正笑意盈盈地看着自己，不由一愣，随即又有些疑惑。他说的是他觉得关于他的那些传闻是谣言。不知为何，想到他说的那些话，内心向来平稳的情绪忽然就有些汹涌，但由不得他多想。此时斗兽台又上来了一个兽人，他赶紧回神，迎面和那个兽人缠斗在一起。台下的严彻几人就更加疑惑了。但青青有金手指，既然他觉得那些传闻都是假的，他又对苍岩感兴趣，那这个苍岩必定不是坏人，他的事也一定有什么隐情。3人都没说话，只木林赞同的道：我也觉得是谣言，第一次听到这个传闻的时候我就没信过。香青书觉得好笑：你的第六感倒是很厉害，昨天怎么没听你说过这事？觉得是谣言，所以没必要提。木林摸了下脑袋：对啊，我都觉得是谣言了，自然不好在你们面前提起，要是提了，感觉好像在说苍岩的坏话似的。最重要的是，他根本不想在青书面前提起苍岩，他怕青书对苍岩的兴趣比对他多。一时间，香青书只觉得木林有些傻傻的可爱，这人还挺好的，不在背后说人是非。要是换了他，他肯定做不到，就算不信，也可能会把这事当成玩笑和身边人分享。这一点，木林真的十分难得。他多看了木林一眼，现在这姿势，他比木林高，从上往下的角度，让香青书看到了木林很不一样的一面。明明是锐利的攻击型长相，现在这高度看过去，竟让木林的五官增加了几分柔和立体，还多了几分可爱乖巧。尤其是那头毛茸茸的金色短发，让人忍不住想 Rua。香青书笑了一声，自然不会伸手去摸木林，但他也没再说话。刚回头继续看比赛，就感觉有道不怀好意的视线落到自己身上。他转头瞧见远处林然正骑在一个兽人脖子上，指了指他后，就带着一群人气势汹汹地朝着他的方向走来。再次看到林然，香青书眉头一挑。几个月不见，林然还是那个林然，但上次林然身边的光芒还是灰色的，这次再见，那层光芒竟已经变成了黑色，浅浅的一层，但黑得很彻底。而被他骑在脖子上的那个兽人，因为身材高大，他一眼就看到了他胸前的蓝色虎族兽印，是木林说过的3级兽人微山。这个微山看着他身上浓黑如实质的黑色光芒，香青书皱了下眉头，立马小声嘱咐：咱们尽量离那个微山远一点，他非常非常黑，还有林然也黑了。对于不善的视线，香青书能感觉到，更为敏感的兽人自然也能感觉到。本来不觉得微山能对他们构成威胁，但听到香青书说微山很黑，他们都明白是什么意思。想着这种人最为阴险，严彻赶紧把香青书放下，几人围拢过来，将他护在中间。现场只有木林不明白香青书的意思，见他们3个都围过来，他看了看远处明显冲着青书过来的林然，赶紧站到最前头，做出一副保护的姿态。第96章，对我的伴侣客气点。经过这几天的酝酿，林然显然气急了。他本来就一直在等着他们，好不容易等到他们来虎族，却没想他们悄悄咪咪的进虎族时根本没惊动任何人。要不是敖天，他还不知道他们已经在虎族住下了。好不容易在登记那里找到他们的位置，昨天去却没找到人。他越想越气，尤其部落里因为那个敖天已经开始传出一些关于他的不好的言论，他更加生气了。明明不该是这样，他提前来了这里这么久，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可这个青书才来这里几天，什么麻烦都还没遇到，居然就让他几个月的努力白费了。他怎么可能服气？昨天林然一晚上没睡着，本来想着
今天在熊族再挑2个伴侣，完事后再带着微山去找香青叔算账。没成想一来就看到了他，见他身上有3个兽印，1个4级的，2个3级的，其中那只狐狸手里居然还抱着一只和颜彻一模一样的小兽人。林然惊愕的同时，当场就红了眼睛。怎么可能？那个青叔明明是个人族雌性，就算他们已经结了侣，他怎么可能生下颜彻的幼崽？而且他身边居然还有一个4级的伴侣。该死的！明明实力越强的兽人越骄傲，选择也越多。为了得到伴侣的重视，一般都不会选择同一个伴侣。兽氏的年轻家庭也一般由3级兽人加无数2级或者1级兽人组成。为什么他身边不仅有一个4级伴侣，还有2个3级伴侣？就连那个没结侣的都是2级巅峰，马上也要突破3级了。凭什么？带一行人在木林前方停下，林然从微山身上下来，实在没忍住嘲讽：“你倒是挺厉害啊！别人每家只有1个的3级兽人，你身边全都是。我就说你这雌性恶毒，又给他们下药了吧？不然他们怎么可能会愿意一起待在你身边？”林然毫不掩饰自己的恶意，这话听得在场的人都皱了下眉头。周围也有一些听到这话的兽人惊疑地看过来，因为是在熊族，他们对于林然和香青叔都不太熟悉，这时候就纷纷竖耳听着，很是好奇。见林然一来就开始造谣，香青叔当然不能由着他胡说，刚想开口，颜彻却拉住他，首先开口道：“林然，对我的伴侣客气点，我们都是自愿留在他身边的，我们喜欢他，因为他是个好雌性，他值得我们的喜欢。你自己喜欢给人下药，不代表别人也是你这样的人，非要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当初你用圣果对付没犯错的青青和对我下药，强迫我结侣的事说出来吗？”他嘴里表达着不会说出来的意思，实际上他的声音颇大，根本没有要保密的想法。听到他说什么圣果、下药、强迫，周围的人齐齐嚯了一声，看向林然的眼神瞬间就不对了。这个雌性看着美丽，居然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可是圣果哎，如此珍贵的东西居然被用来对付一个没犯错的雌性，简直是倒反天罡，恶毒至极。他们什么话都没说，只眼神奇异，但林然被那样的眼神看着，立马气结。颜彻到底是变了，现在他说话居然如此不顾及，他居然真的一点都不在意他。过了这么久，他对颜彻的爱意其实早就变了味道，再加上他的亲人因为他死了那么多，他和颜彻之间早就只剩下仇恨。现在颜彻这么说话，他气得当即就想过去给他一巴掌，结果木林手臂一展，直接把他拦了下来。林然，颜彻没说错什么，青叔确实是个好雌性，你还是赶紧走吧，不要在这里闹事，这里不是虎族。见他挡路，林然顺势就想把这一巴掌落在木林脸上，但木林反应极快的退后一步，躲过了。林然就冷喝了一声：“又是你？怎么，你也喜欢他？怪不得昨天像只老鼠一样守在人家门前呢。你喜欢他，你配吗？没看到人家身边至少都是3级的兽人，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这种话对于一个兽人来说可谓是侮辱至极，但木林的情绪一直很稳定，好像没被他影响丝毫，态度十分平静的道：“你是雌性，我不和你争论，但现在还在比赛，这里也不是虎族，这么多人看着，林然，你该收敛一些的，不然多丢人啊！”林然身边大多数都是虎族本族的兽人，要是在这里发生点什么，岂不是白白被外族人看了笑话？可林然哪里能理解他的好意？他要是能忍住脾气，也就不是林然了。见木林像座大山似的处在原地不动，他手一指，直接对着微山道：“微山，给我打他！”微山却没有直接动手，而是挺着胸脯突然往前一站，直接对到了木林眼前。两人身高差不多，但微山整个人呈进攻姿态，本以为这样就能吓退木林，木林却一点认怂的迹象都没有，哪怕知道打不过他的步子也没有半点退缩，反而难得冷峻的看向微山，气势上一点不落下风。见此，微山眯了眯眼睛，突然朝着木林挥起了拳头。木林下意识抬手接招，但微山的力气极大，只瞬间木林就知道自己的实力和微山的实力差距甚大。可木林半点没想躲，哪怕微山撞开他的防守打在他脸上，下一秒又立马挥来一拳，他也坚定地站在原地，打死也不退。见此，颜彻忙上前一步拉开他，在微山第2拳要落下之前，用自己的拳头接下了微山的攻击。邦的一声，是骨肉相撞的声音。这一下两个人都没留力气，两个人都被打得往后退了一步。颜彻就明白了，这个微山的等级也马上要进入3级后期，没猜错的话，他们俩的等级应该差距不大。没事吧？香青叔在颜彻后退的时候就迎了上去，见他整个拳头都红了，他皱了皱眉头，想说什么，颜彻却嘘了一声，没让他说话。放心，我没事，青青你只管好好站在这里，剩下的交给我们就好。香青叔知道他是不想他掺和进这些麻烦的事里，而且微山都动手了，现在确实不是说几句话就能化解矛盾的情况，他便没说什么，只心疼的给颜彻吹了吹。第97章，感谢兽神的馈赠，颜彻倒是不在意这点小伤，见香青叔心疼他，他很是愉悦地握住他的手，转头就得意地睨了林然一眼。林然一直注意着他呢，见了他这一眼，他气得咬牙切齿，也不管微山为什么在这一拳之后就不动了，指着颜彻就道：“微山，赶紧的就打颜彻，他不过是个3级初期，打他，不许停下来。”微山却没有再贸然动手，
他脸色严肃地重新将严彻打量了一圈，第一次对林然的说法产生了怀疑。这个严彻当真只是3级初期吗？哪怕是初期巅峰，和他中期巅峰的差距也是很大的。可刚刚严彻居然接下了他这一拳，就连退一步的距离也大差不差，甚至他比他站的都要稳。还有，他巧摸摸转了转自己的右手，他的手现在都还在疼，严彻却已经若无其事地拉着他伴侣亲近了。不可能，没有特殊手段，严彻不可能这么强，他一定是装的。林然不会骗他，他说严彻是3级初期就一定是3级初期，哪怕过去了好几个月，一个人的等级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增长这么多，他一定是在强撑。对，一定是这样，在伴侣面前，兽人都爱面子，为了不失去伴侣的宠爱，哪怕打不过也不能怂。那个金雕兽人不就是这样？那金雕兽人明明还不是这个人族雌性的伴侣，明明知道自己肯定打不过，但他就是不认输，甚至不曾退后半步，不就是不想在雌性面前丢脸？严彻肯定也一样。想通了，微山的脸色缓和许多，他不动声色地将在场的众人看了一圈，目光在叶兰脸上多停留了几秒，最后他看向牙桑怀里的青罗，忽然笑了起来。微山也是个不可多得的美男，可性格原因也或者是气质原因，他这笑容里总感觉阴森森的，不像个好人。严彻，这是你家伴侣给你生的幼崽，怎么只有一只？是没养活，还是你家伴侣身体太差，别人能生一窝，他只能生一只？他这话可就比林然说的高级多了，看着好像是普通的询问，可没养活3个字，明晃晃的是在讽刺严彻没实力没能耐，连自己的幼崽都养不活。后半句的语气也明摆着说相亲叔身体不行，生幼崽都比别人差劲，只能生一只。他的话当时就惹得严彻4人恼怒，叶兰直接往前一站，挡住微山看向青罗的视线，冷冷道：你是在找死吗？居然敢当着他的面对青青和青罗散发恶意，真当他这个4级兽人是个摆设？叶兰毫不客气地对着微山释放了属于4级兽人的强势威压。微山预料到了这结果，他倒是不怕，但等级的差距还是让他心底忍不住胆颤心惊。果然是不一样，4级和3级的实力差距太大了，仅仅只是威压就让他有种想要跪下认输的冲动。这只蛇兽他惹不起，但他那样说可不是为了和蛇兽对上。他立马转头看向严彻，咬牙道：你就这么喜欢在别人身后躲着？孬种，是雄性就站出来，我们堂堂正正的打一架。他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林然喜欢严彻，那他就要当着林然的面打赢他。林然已经是他的伴侣了，他绝不允许他以后还一直为严彻的事情伤心伤神。严彻却嗤了一声，对于他的行为很是不耻，说了这么多，你不就是担心我家叶兰出手，你打不过吗？行啊，来啊，我接受你的单独挑战，我倒是要看看你的拳头是不是和你的嘴一样硬。阿彻，相亲叔有些担心，他算是看出来了，这个微山也很厉害。说实话，挑战这种事虽然在兽市很是平常，但他来兽市这么久，还是第2次看到，第一次是和叶兰结侣那次，严彻、牙桑和叶兰打的那一架，但那次和这次不一样，那次他们3个都有分寸，是奔着成为一家人的目的去的。这次的挑战对象是微山，这个微山还是个浑身黑黢黢的坏兽，相亲叔当然会担心，生怕出现什么变故。严彻就亲了亲向青叔的脸颊，以示安慰：青青你忘了，兽人之间最简单解决矛盾的方式就是打斗，虽然我不觉得打一架就能让他们放弃给我们找麻烦，但这种关乎咱们全家脸面的事情，我当然不能怂。牙桑也在一旁道：青青你就放心吧，这1个多月的时间，咱们可不是在玩，就凭着严彻的身手，哪怕他们俩等级差不多，严彻也赢定了。说话时，牙桑还对着相亲叔挤眉弄眼。相亲叔就想起这1个多月在密林里，他们连5级野兽都捕杀过，虽然那些5级野兽都是半残状态，还是3个人合作捕杀的，但经过4、5级野兽的跨级训练，单论身手的话，他们3个早就和一般人拉开了距离。想到这里，哪怕心里仍然忍不住担忧，相亲叔还是按捺住了自己的情绪，放开严彻道：虽然是这样，但你一定要小心，小心别被他暗算了。好。严彻心情愉悦，满脑子都是能和虎族兽人打架的兴奋，尤其这个虎族兽人还和他等级差不多，他觉得今天这一趟真没白来。感谢兽神的馈赠，他终于能和虎族兽人交手了。叶兰在相亲叔说完的时候，就拉着他往后退去。这时候察觉到严彻的兴奋，他唇角微弯，很是意味深长地盯了微山一眼。确实是个很好的陪练，严彻很强，可从小在兔孙部落长大，他非常需要虎族兽人的战斗经验。他便开口道：我们时间很多，不着急，可以慢慢来。严彻秒懂叶兰的意思，他也意味深长地笑起来。等目送叶兰搂着相亲叔退到安全距离，牙桑和木林也带着青罗退开，他这才转头看向微山。微山自然不明白严彻内心的想法，但他们刚刚的话他听到了，他只觉得严彻等人过于自大，赢定了，这话该由他来说才对。严彻想赢他，不可能。他想要给严彻一个狠狠的教训，便立马变成兽形，吼了一声就朝着严彻扑了过去。严彻当即也变成兽形，十分利索的迎战。第98章，微山爆发了。人群这时候其实还没有完全散开，见两人已经缠斗在一起，周围看热闹的人立刻飞快地往后退。
林然也早在第一时间由他的伴侣们带着退后。见严彻开场便被微山逼得防守不及，林然高兴起来，立马大声道：哎呀，有些人得了个3级虎兽又怎么样？这世上厉害的虎兽可不止他严彻一个，只要我林然想要，多的是人想要和我结侣。他说话时直直地看着香青书，很明显是说给香青书听的。香青书本来很生气，但看着林然那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忽然觉得这人愚蠢又可怜。事情都发展成这样了，他身边亲近的人死了那么多，他居然还是那副老样子，一直在男人身上纠结。他以为微山一定能赢，以为微山赢了严彻，他就能压他一头。他是不是忘了他还有叶兰这个后盾？他是不是忘了挑战这种事，任何情况，任何等级的兽人都可以做？香青书很想同他争辩2句的，但到底没有开口，因为根本没意义。以林然的尿性，他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算争了，也不过是些不重要的嘴仗。他便只略带嘲讽的笑了一声，很没诚意的道：希望你能笑到最后吧。见他接话，林然赶紧呛声：我当然能笑到最后，你有3、4级伴侣又怎么样？你还不是不讨人喜欢？我身边可有10多个伴侣，以后我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伴侣，你一个人族雌性怎么可能比得过我？哦，随便喽，这人就是越理他越得意。香青书不再看他，转头专心致志地去看严彻。见他这样，林然气急：你别得意，有4级伴侣又怎么样？能生崽子又怎么样？不过是只雄性崽子而已，真以为能生就不得了了？你那些伴侣不过是看你可怜才和你在一起的，其他人可不是傻子，没人看得上你这个弱小的人族。弱小的人族香青书不是傻子的其他人，本来对这个美丽的人族雌性有想法的兽人们内心齐齐一顿，忽然就不想上去搭讪了怎么办？他们不想做傻子，香青书可不想知道他们怎么想，就是知道了他也只会觉得非常好，因为别人的几句话就断了心思，这种人要来干嘛？他是想找过日子的伴侣，不是左右摇摆的墙头草。人活着没有主见，犹如麋鹿没有导航，他们永远走不到属于自己的道路，他不喜欢这样的。香青书稳定思绪，这回是真的连耳朵都没给林然留，不管林然如何放狠话，只要他不舞到他面前来，他只当他在放屁。中间的开阔地带，2只一模一样的虎兽打得正激烈，确实是一模一样。微山也是一只带蓝色条纹的银虎，不仔细看可能还会以为这2人是双胞胎兄弟，但香青书能分辨出他们身上蓝色条纹的细节，因此一眼便认出了谁是谁。见严彻虽看着颇有些节节败退的姿态，但他防守的每一步都极稳，甚至进退有度，没让微山伤到他分毫，他就放了心，知道这场战斗稳了。叶兰当然也知道，他不仅知道这场战斗稳了，还知道这场战斗短时间内结束不了，他便变成半兽身，把自己卷成凳子，让香青书靠坐在他身上休息。他兽形出来时，香青书还看了林然一眼，本以为林然哪怕不怀疑，多多少少也会对黑色的蛇兽有点敏感，毕竟那是自己的杀父杀伴侣仇人，可林然半点在意都没有。他只愤愤地瞪了一眼香青书，就扭过头去给微山加油打气去了。香青书到底是他高估了林然，林然这人不仅恶毒，他还没有心。幸好刚刚没和他争辩，不然他会以为自己和他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见此，牙桑笑了一声，凑近香青书，他在他脖颈间蹭了蹭：青青，虽然遇到你时你也不怎么聪明，但有林然做对比，我觉得你还是很聪明的。你在说什么虎狼之词？我不聪明。香青书很是危险地看向牙桑，牙桑当即一僵，立马把青罗举起来，对着香青书极尽浮夸道：罗罗，你快看，今天阿妈是不是很漂亮？阿妈特别漂亮是不是？阿爸真的特别喜欢阿妈，你也一定很喜欢对吧？青罗闻言立马就很是激动地扑腾起来：亮，喜欢，果然我们家罗罗也觉得阿妈漂亮，太好了！罗罗的眼光果然和阿爸一致。香青书很是无语地看着闹腾的2人，见牙桑就差把讨好刻脸上了，他实在没忍住，没好气地笑出了声。本想顺手把青罗接过来，余光看到木林正一脸羡慕地看着他们说笑，他动作一顿，忙转头道：木林，刚刚谢谢你了，你脸上挨了微山一拳，没事吧？木林的颧骨位置红得发紫，有些浅浅的血迹，虽是小伤，但看着还挺吓人。木林却不觉得有啥，他忙摆手：没事的，青叔，不过就是一拳头，这点伤明天就能好，你不用担心。他觉得青叔真是个好雌性，要是换做其他雌性，别说关心了，这点伤都不能让他们多看一眼。对于兽人来说，这种伤确实不值一提，但有时候人也是需要关心的。木林就觉得心里暖暖的，这种暖他从来没有体会过，哪怕是阿爸和阿妈，也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伤就关心过他。他看向青叔的眼神就更加深刻了些。香青叔当然能感觉到他的眼神变化，但他没多话，只道：没事就好，我那里有些能促进伤口愈合的草药，回头我让牙桑给你送点过去，虽然是小伤，但用草药敷一敷，总要好得快些。哎，青青，你快看，微山爆发了！木林正要说话，牙桑就突然开口，把香青叔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大家重新看向战场，就见场上的气氛明显有了些变化。现在微山一副十分生气的样子，浑身的气势也因为生气多增加了几分凌厉。
他似乎是看出了严彻一直没有动真格，自觉自尊心被伤害，这时候他便不管不顾，一心只想把严彻按在地上摩擦。第99章，他怎么可能会输？幸好严彻一直游刃有余，知道再拖下去就是自己吃亏了。在微山爆发那一刻，他也突然爆发，全力朝着微山扑了过去。两人打得难舍难分，场面也越加激烈。渐渐的，两人身上都见了血，那鲜红的颜色刺激着人的视觉，香青书不由有些紧张。好在严彻和微山之间哪怕等级一样，微山的身手还是差了一大截。没用多久，严彻就一脚踹开微山，让微山擦着地面滚出去，滚出了一地带血的尘埃。这动静有点突然，现场寂静了一刻，下一秒周围瞬间爆发出欢呼声，都为能看到这样精彩的一架而感到高兴。芷凌然脸色白了又白，之前的得意不复存在，他脸色难看地看向趴在地上半天起不来的微山，愤怒地喝了一句没用。其实周围人并没有注意到他，更不会觉得打架输了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可凌然就是觉得周围人看自己的脸色不对，尤其是香青书，哪怕这时候香青书明明没有看他，他也觉得香青书是在得意，他是在看不起他。凌然就待不下去了，连微山都输了，他哪里还有底气继续留在这里？留在这儿等着向青书过来嘲笑他吗？他不再看微山，带着自己的其他伴侣就要走。他其中一个伴侣想过去搀扶微山，也被他拉走，这是半点脸面也没给微山留。他嫌弃的表情太过明显，那声没用也毫不掩饰，哪怕混杂在欢呼的人群中，微山也听得十分清楚，更看得十分清楚。微山的脸色瞬间阴沉，带血的双手拳头紧握，利甲刺破了手掌也毫无所觉。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输，他怎么可能会输呢？明明他的等级比严彻高，明明部落里的年轻兽人大多都打不过他，他怎么可能会输？怎么能输？不仅输了，还是在这样一个人声鼎沸的环境下，被一个特别的人打败，输得这样彻底，如此丢脸，简直是可恶。而打赢的严彻已经在人群的欢呼声中十分骄傲地走到香青书身前。才下战场，严彻身上的肌肉还充着血，展现出一种比平常更加蓬勃的姿态，皮肉也泛着红，让严彻整个人看起来威武又霸气，浑身充满了爆发力。香青书被他这一出屏幕的雄性荷尔蒙刺激的双眼飘忽，哇靠，这样的男人真是 man 透了，他好喜欢。而非常 man 的严彻一过来就一把将向青书拦腰抱起，雄性粗壮的手臂和雌性纤细的腰肢形成鲜明对比，明明是一幅很养眼的画面，但这样直上直下的拥抱让严彻的脑袋刚好抵在向青书胸口。严彻还十分不避讳地埋在他胸口猛吸了一口气，那奇特的触感和温度让香青书脸色瞬间爆红，不由推了他几下。干嘛啊？阿彻你快放开我，这是在外面。严彻却不依，他抬起脑袋很是渴望的道，青青，我赢了，我的奖励呢？见他像只讨乖的大狗狗一样，香青书无奈极了，知道他不会就这么放过自己，他倒是没扭捏，捧住严彻的俊脸，就在他唇上落下重重一吻。知道了，我就知道我家阿彻最厉害，奖励你一个亲亲。严彻立马笑起来，这笑意温柔又霸道，他像是宣示主权似的，先是抱着向青书兴奋地举了两下，刚惹来香青书的一阵惊呼，他又停下，适时用嘴唇堵住了他的声音。不是蜻蜓点水一样的吻，也不是多么缠绵悱恻的吻，他只是深吻了他一下，又很快放开。吻完目光灼灼地看着他，只觉得怎么都看不够，真想一直把他留在自己身体里。但现在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他压住自己心内的爱意，刚要把人放下，却忽然感觉身后有一道劲风袭来。他眸光一凛，立马将向青书护在身后，同时挥出拳头朝着身后的动静回击，却意外的没打到人。不过转瞬间，站在他身后的就变成了一只有些眼熟的熊猫，而刚刚那道劲风的始作俑者偷袭的微山已经被这只熊猫几拳打趴下，砰的一下扑倒在不远处，完全晕死了过去。严彻，他能说就算没有这只熊猫，他也不会被偷袭成功吗？这个苍岩是怎么回事？好好的待在斗兽台上不好吗？干什么要来插一手？现在他的反击落空，这多损害他在青青心目中的形象啊！这个老六，他下意识就去看叶兰，果然苍岩一出现，本来懒懒散散的叶兰瞬间就不懒散了。他十分严肃地站起身，皱着眉头站在向青书身边，一时无言。香青书倒是把苍岩认出来了，虽然只见过两面，但和其他熊猫兽人对比下来，苍岩的兽形真的非常好认。他的毛发比其他熊猫兽人都要白且蓬松，看起来圆圆的一团，十分可爱。就是吧，看着严彻和叶兰颇为不爽的脸色，香青书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开口感谢。虽然严彻可能并不需要苍岩的帮助，但他既然已经帮了忙，这句谢谢就不应该吝啬。只是他还没开口，就见苍岩转过身看向向青书身边的叶兰，十分认真地询问，方便打一架吗？在场的所有人，严彻都有些无语了，这人还真是执着，比赛都放弃了，就为了和叶兰打一架。叶兰板着一张脸，至始至终都没有好态度，没空。说完，他转头看向向青书，表情立马就柔和下来。还要看比赛吗？累不累？我们要不要先回去休息？三连问，
问的香青叔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想了想，他觉得这比赛确实没什么好看的，熊族兽人看起来也好像对他不感兴趣，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他便点了点头，那我们回去吧，正好今天时间还早，我们回去把甘蔗做成红糖。叶兰知道红糖是什么，闻言应了声后，也没多话，把香青叔打横抱起就要离开。严彻和牙桑自然跟上，只木林犹犹豫豫地站在原地，不知道该跟上去还是该和他们道别回家。见此，香青叔忙把叶兰喊停。他本来没什么想法，但看着木林可怜兮兮的表情，他实在没忍住。第100章，苍野你也一起来。木林，要不今天中午你也来一起吃饭吧，刚好我给你准备一些草药，你把脸上的伤敷一敷。说着，他又看向一直沉默着的苍岩，苍岩你也一起来。香青叔承认自己是对苍岩有了点兴趣，不说苍岩的模样，就只是他胖嘟嘟的兽形，就让香青叔有些欲罢不能。如果能养一只熊猫在身边，就算这人有些不解风情，他似乎也能接受，但这是以后的事情，现在还不用考虑，就当是感谢他们今天的帮忙好了。对于香青叔的热情邀请，木林当然是受宠若惊，当下就快步跟上去，表示自己中午一定准备好猎物，绝不白吃白喝。苍岩却半点表情都没有，听到香青叔的邀请，他只是转眸看了他一眼，这一眼里平平淡淡，啥情绪都没有。但想到叶兰，他到底没说出拒绝的话，直接转身走了。看他走得这么干脆，香青叔还以为他是不愿意，有些失望，但还不至于失落，他就赶紧回头，没在苍岩身上过多纠结。只是余光瞟到远处的一个身影，香青叔一愣，立马转头去看，刚好看到那人转身，很快就挤入茫茫人海之中，不见了。那是一个十分衍生的中年雄性，没看到他的兽印，香青叔不知道他是哪一族的，但他的头发也是银白色，最主要的是他身上和微山一样，都有一层浓重的黑色光芒，这让香青叔心里有些不舒服，十分怀疑那人也是虎族的兽人，但到底不认识。香青叔只皱了下眉头，没有多想。几人很快穿过人群回到家里，到家后木林直接离开去狩猎，严彻也想去，却被香青叔按下，换了叶兰去。严彻身上的伤其实不算严重，都是些皮外伤，并且已经没有流血，但伤口多，那血糊拉碴的样子看起来就十分让人心疼。香青叔强硬按下严彻，把他身上的血迹擦了擦，擦完后还亲自给他上了药。他的亲近把严彻美得不行，趁机开了不少油。等到心满意足，严彻才终于在牙桑愤怒的眼神下起身，和他一起去把香青叔中午要吃的鸽子汤炖上，米饭也煮上。当然只准备了香青叔一个人的量，想着木林筷子用不好，他们没想准备火锅之类的另类吃食，决定还是吃烤肉。因此把汤和米饭都煮上后，接下来再没有什么要准备的，他们就去把甘蔗从杂物房里搬出来，依向青叔所言开始榨汁。一直跟着他们在灶台边转来转去的青罗也终于安静下来，抱着一截甘蔗在他们脚边啃得津津有味。兽人力气大，榨汁徒手就行，这是向青叔帮不上什么忙，只给他们准备了足够多的容器，就去了种植房里。不过几天时间，种植房里的蔬菜们已经长得郁郁葱葱，部分蔬菜甚至已经成熟可以吃了，就连试着种的草莓、蓝莓和小番茄等都已经挂了果，要不了几天就能成熟。看着这些生机勃勃的植物，香青叔十分开心，又可以省一大笔积分。看来他可以继续在屋里种果树，反正这屋子够大够高，哪怕光照条件不行，但有灵泉水浇灌，植物们也能生长得很好。不过这事得等木林走后再说，香青叔不着急，就先从空间里拿了一些木盆和泥土，又多种了几排稻米和一些植株烧矮，方便他搬动的蔬菜水果。等到屋外传来他们回来的动静，香青叔才洗了手从种植房里出来。惊讶的是，客厅里除了叶兰和木林，苍岩竟也在。他全身上下只穿了一件幻化出来的兽皮，来这里之前可能没收拾过自己，他的兽皮上、身上都粘着一些泥土，头发也有点乱，只一双手干干净净的。他也带了猎物来，不但带了猎物，还带来了一株篮的鲜笋，那笋上带着湿泥，很明显是才挖出来的。有香青叔的普及，严彻三人可以算是见多识广，哪怕这竹笋是熊族这边的特产，他们也认得，自然也吃过。见这只熊猫第一次上门就带了自家伴侣喜欢的菜，牙桑笑得合不拢嘴，都没管这是谁送来的，直接提着就往厨房拿。叶兰对苍岩的态度始终冷冷淡淡的，看着不太高兴，但他哼了一声，到底没说什么扫兴的话，提着处理好的猎物就去了篝火堆边烤肉。